大都督，城濮和黄盖的船队正在遭受曹军水师的围攻，幸好来得及时，否则我江东3万将士恐怕都得命丧于此。周泰、蒋钦听令，我将在。命你2人各自率领所部冲击蔡瑁与张允的水师船队，掩护城濮与黄盖突出重围，撤出赤壁。末将领命。有了周瑜的援助，蔡瑁与张允的截杀当即便瓦解，只是稍一抵抗，就被蒋钦和周泰率领的船只给冲散。与此同时，城濮与黄盖见状，也是快速反应过来，与蒋钦的援军会合。公义将军，你怎么来了？主公与刘皇叔知道你们中计，特地命大都督率领吾等前来驰援。2位将军，眼下曹军的包围已被冲破，速速下令撤军，随我离开。贼将休逃！江东小儿，你跟爷爷来也！孟起、仲业，随我杀敌！快给我放箭，拦住他们，不要让他们靠近船队。行吧，敌军人多势众，以弩箭压制，咱们恐怕没办法登上去。嗨，水上作战，还有谁能拦得住我甘兴霸不成？孟起、仲业，你们且看好便是。兄弟们，掩护我冲杀至敌军侧面，看我先擒杀了蒋钦再说。随着甘宁一声令下，800个结拜兄弟悍不畏死，当即便加速战船行进，为甘宁开路，直到双方的战船撞在一起，还没来得及等蒋钦反应过来，就听见甘宁一声怒吼：吾乃拜把狂魔甘兴霸是也，谁敢与我一战？贼子休得猖狂，让我蒋公义来会会你。你就是蒋公义，也不过如此嘛。匹夫，休得逞口舌之利。论起3伯中谁精通的兵器最多，当仁不让自然便是甘宁。所以面对蒋钦的强攻，甘宁根本没有躲闪的念头。2人交手数十回合后，只见甘宁忽然从船沿顺手抽出铁链，猛地拉开举起，直接架住了蒋钦的长刀。嘿嘿，拿来吧你！蒋钦，此时束手，我可饶你一命。哼，想让我投降瞎贼，门都没有，不知死活。蒋钦已死，汝等若是识相，速速放下兵器投降。随着蒋钦的身死，江东士族瞬间一片哗然，士气大跌。而曹军士卒也是抓住机会，攻势再度变得猛烈起来。不过片刻的功夫，猛冲上的江东士卒要么投降，要么选择跳河。禀大将军，此战我军共战敌2万，焚毁江东战船无数，但因为周瑜的驰援及时，最终还是让城濮与黄盖的船队逃走了大半。呵呵，无碍，他俩逃了就逃了吧。相信此战过后，甘兴霸之名将会威震整个江东，那孙权小儿日后就不敢这么嚣张了。大将军所言甚是，江东小儿仗着水师强大，往日里在长江之上横行无忌，此番更是胆敢越过樊口，来到赤壁接应魏延将军，可谓是嚣张至极。今日之战算是给他们个教训。不过嘛，说起来还是大将军妙计百出，运筹帷幄。行了行了，少拍马屁了。此战大胜，诸位将军皆是功不可没。韩丕吩咐下去，今夜咱们大摆宴席，为诸位将军庆功。正当曹军这边庆功之时，另一边的樊口大营中，联军众人面色难看，气氛也是极为凝重。德谋将军、公副将军，你们伤势如何？回主公，末将与公副将军精通水系，跳船之后便迅速游到岸上，只是我俩无能，未能将公义将军救回来。德谋将军不必自责，此事并不怪你们，只是怪那瞎贼太过狡猾。周公瑾，我让你率军前去支援，结果公义将军战死不说，我江东还损失了近2万兵马，战场无数，战事具体如何，你最好如实道来。禀主公，此番战败，末将有指挥不当之责，难辞其咎，请主公治罪。只不过嘛，属下倒是有一言想请问刘皇叔，此番可是你的军师庞统告诉咱们，说是魏延要投靠，国主才会派军接应。如今我江东损失如此惨重，你是不是要给个说法？公瑾此言好像也不无道理。刘皇叔，说到底，此事也是因你而起，你应该给个说法。这个请吴侯放心，待我主探清事情缘由，定会给诸位一个说法。哼，最好如此。孔明啊，昨夜之事你是如何看待？回主公，亮的看法与主公一致，定是士元中了那瞎贼的圈套。若真如此，只怕士元就危险了。孔明，你先派人潜入江陵，看看能不能打他一些消息。主公，大事不好了！刚刚从江陵传来消息，说是庞军师他投靠曹军了。你说什么？主公，属下所言句句属实。按照探子所言，此番魏延诈降，皆是由庞军师一手策划。如今他被封为关内侯，并且还担任了瞎思聪的军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士元与我患难相交，心如铁石，岂能为富贵所动？主公勿要动怒，且先听我一言。
主公，世元绝非被主求荣的人，以亮所见，这也许是虾贼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咱们应该再仔细打探一番才是。只不过嘛，还请主公切记，此事暂且不可外传，否则以吴侯的性格，只怕……刘备，你给我出来！今日之事，你作何解释？原来是吴侯，不知究竟出了何事，竟让吴侯如此动怒。到了此时，刘皇叔竟然还在装疯卖傻。公瑾，你来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何事？刘皇叔，吾有位同窗好友，名为姜子义，如今正在江陵郡守府中做事。他前日给吾发来书信，说是庞统投靠虾人，魏延诈降之事也是他一手策划。刘备，此番人证物证据在，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解释。吴侯且先息怒，亮与世元相识已久，非常清楚，他绝非卖主求荣之人。此事有些蹊跷，依亮之见，定是世元被识破身份后宁死不降。虾贼此番故意陷害世元的举动，目的只是逼他就范罢了。孔明此言何意？呵呵，敢问吴侯，若是世元当真投敌叛变，咱们知晓后会怎么做？那还用说，自然是把他满门抄斩。没错，一旦咱们杀了世元的家眷，就算他再怎么忠义，也不可能再回来。这就是虾人的奸计。吴侯是个聪明人，定然能够想清楚的。你说的倒是有着几分道理。吴侯，咱们不妨再静候几日，看看江陵城中的形势。若真如亮猜测那般，世元定会被虾贼软禁起来，无法抛头露面。反之嘛，则是他真的已经投敌叛变，到了那时，吴侯再处置他的家眷，为时也不晚矣。对，孔明先生说的不错，还请吴侯再静候几天。这了吗？诚如孔明先生所言，静候几日便能见分晓。但是，我已经让周泰去处决庞统的家人了。吴侯，快令人赶往世元家中，叫住周泰停手。主公，见过主公。按照主公的吩咐，庞统一家几10口人皆是全部处决，连他家的2条狗墨江都没放过。吴侯，你未免也太冲动了些，如此做法岂不是把世元往曹军中推去？不错，你我双方可是盟友，即便庞统有罪，吴侯也不该连声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屠人满门吧。不论如何，此事皆是由魏延反叛而起，此事说到底都与庞统脱不开干系，怎么现在到了你们嘴里，倒成了我家主公的不是了？不错，杀了便杀了，若不是尔等无能，又岂会搭上我江东数万精锐，还有公义将军的性命？虾贼虽然可恶，但有一句话说的一点也没错，大耳贼最是无耻。闭眼小儿，你竟敢对我大哥如此无礼！屠猪犯酒之辈，你动一下试试。三弟，住手！吴侯，我三弟向来脾气火爆，刚刚只是冲动了些。主公，若是咱们两家动起手来，只能便宜虾贼，还望主公莫要冲动。主公吴侯，眼下大敌当前，咱们两家理应联手抗曹才是。事已至此，不如就此结果吧。周泰，收了兵器。主公，虾贼这一招，借江东之手屠世元满门，当真是无比狠辣。此事过后，只怕世元先生再也无回来的可能了。禀大将军，江东的探子传回消息，赤壁一战孙权大败后，便迁怒于庞统，直接命周泰带人将庞统全家满门抄斩，并且刘备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与孙权发生争执。若不是诸葛亮与鲁肃及时劝阻，双方差点打起来。文和，看样子你的计谋奏效了。孙权杀了庞统全家，结下如此深仇大恨，眼下即便咱们放了庞统，他也绝无可能再回江东。只不过嘛，如此恶毒的计谋，是不是有些伤天和了？呵呵，大将军多虑了，伤天和又不伤我文和，无妨。不过嘛，话说回来，还得多亏了大将军的最后一步，利用蒋干假传消息给周瑜，给了孙权一个动手的机会。此计能得逞，大将军当居首功啊！不，此事先不谈。既然如此，咱们该是时候去劝降凤雏先生了。梦回三国第134集。下兵法36计之声东击西，对付不了老的就对付小的，只要拿下小的就能抓住老的，贬为亲笔。什么下兵法36计，皆是旁门左道，纯属无稽之谈。这虾人到底是何意图？识破了我的计谋，却没有为难于我，除了被禁足在府邸，小日子嘛，过得也还算滋润。他到底想干什么？世元啊，世元啊，几日不见，不知世元住的可还习惯？哼，托大将军的福，在下过得还不错，只是有些水土不服罢了。若是能回到长江南边，说不定就好了。不，大将军为何无过唉声叹气？
有一个坏消息，还望世元先生做好心理准备。我刚刚收到消息，世元先生在反口的家眷被孙权小儿派人满门屠杀。你说什么？不仅如此呢，大帝，我还听说，连先生养的来福和旺财也被周泰那厮一锅给炖了。事已至此，世元先生应该节哀顺变才是，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呀。不过说的也是，虽说世元先生此番身负我军，使诈降之计未能成功，但也算得上出生入死，并且面对大帝的招揽，世元先生也是宁死不从，可谓是忠肝义胆。可那孙权小儿却如此不讲武德，竟将世元先生的家眷满门屠杀，当真是可恶至极。世元先生，你怎么不说话啊？我说的对不对？你说话啊，世元先生。憨批，快住口！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不知世元先生接下来有何打算？我也不知，如今无知家眷被屠戮一空，即便不是刘皇叔动的手，我也再无可能回到江夏。是啊，如今孙刘两家共据江夏，此等血海深仇，世元断然回不去。世元若不嫌弃，不妨暂且在此住下，等到日后想好出路，再离开也不迟。多谢大将军厚待，在下知晓大将军的想法，也可以答应大将军，为大将军效犬马之劳。不过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大将军能够答应我。能有世元相助，实乃某之幸也。有什么要求，世元但说无妨。吾在大将军帐下效力，若是大将军将来对付孙权，还望能让吾参与其中，报此血海深仇。世元请放心，这个好说。孙权占据江东之地，兵强马壮，以世元一人之力，断然无法与孙权抗衡。本下定当助你一臂之力。多谢大将军。庞统可不是一般的谋士，不仅多谋善断，而且可以统帅全局，行军打仗、治国理政都是极为出色。虾仁身边也正缺少这样的人才。只可惜历史上刘备入蜀时，庞统贪功冒进，结果死在了落凤坡。不然有他和诸葛亮共同辅佐刘备，三国能否鼎立，还真得打个问号。今日召集大家来，是有2件重要的事情宣布。第一件事，从今日起，世元先生将继续担任我军的军师。虾兄，世元先生本就是我军军师，这个继续2字是个什么意思？兴霸，不要在乎细节，咱们先来说说第2件事。先前没有去攻打荆南4郡，本下是怕在渡过长江后，孙刘联军会断绝我军的后路，而赤壁一战后，局势逆转，攻守易行了，孙刘可往，无亦可往。军师素有大才，倒不妨谈谈你对荆南4郡的看法。属下遵命。禀大将军，荆南4郡位置偏远，虽人口稀少，远不如南阳郡，但却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若是我军能将之攻占，不仅可从陆路进攻江东，也可以断绝孙刘联军跟川蜀地区的联络。以属下看，咱们当先取武陵郡，再取零陵郡、贵阳郡，最后再攻长沙郡。哎，不对吧，军师？长沙郡距离咱们最近，为何要先去攻打零陵、贵阳，最后再取长沙？呵呵，兴霸将军有所不知，正因为长沙紧邻江夏，咱们若先取长沙，太守韩玄不敌，必定会派人向孙刘求援。可若是咱们先攻打武陵、零陵、贵阳3郡，那情况可就不同了。4郡太守虽然能力一般，但却个个心怀鬼胎，绝不会出兵相助。即便武陵郡太守金选派人去求助刘备，路途遥远不说，以韩玄的性格，他也不会让孙刘联军的兵马从长沙郡经过。毕竟假道伐国的事情可不是没有发生过。呵呵，世元先生果然胸有韬略，如此才能，日后封侯拜相，定当不在话下。文和先生太客气了，在下不过有些许小聪明罢了，日后还望诸公多多支持。很好，那就按照军师所言，咱们先攻武陵，再取零陵、贵阳，最后进攻长沙。典韦听令。末将在。此战要速战速决，所以本虾决定亲自南下，命你即刻调动5万大军，随我攻打荆南4郡。Yes sir。庞统、赵云、贾诩听令，你们3人坐镇江陵，统筹全局。末将遵命。甘宁，你去坐镇夏口，都督蔡瑁与张允2人的水师，与江陵行犄角之势，以拒江东来犯。虾仁一声令下，曹军当即便行动起来，浩浩荡荡的大军沿江南下，直赴荆南4郡。而虾仁如此大张旗鼓的用兵，自然也被驻扎在樊口的孙刘联军所获知。刘皇叔，如今你还有何话说？虾贼攻打荆南4郡的计划，乃是庞统一手策划。吴侯且息怒，以我对世元的了解，若不是因为被屠戮满门，以世元的性格，绝不会为虾贼出谋划策。孔明先生的意思，难道是怪我灭了庞家满门不成？哼，那还请孔明先生解释一下，关云长为何也会投靠虾贼？莫非也是因为我杀了他全家的缘故？奶奶的！闭眼儿！你再敢羞辱我2哥，我绝不放过你！三弟不得无礼。
吴侯，此事是备的不对，还望吴侯摒弃前嫌，接下来共同对付虾贼才是。哼！这个虾人仿佛天生就是我的克星，从赵云算起，但凡是我看上的人，虾人都先后给抢走。先是迷真，紧跟着徐庶、唐头，如今连我的结义兄弟竟也背我而去。孔明啊，咱们还有可能击败虾人吗？禀主公，事在人为，主公可是陛下的皇叔，若是连主公都要放弃，不愿意再去匡扶汉室，那天下间还有何人愿意担此重任呢？此孔明说的极是，我与汉贼势不两立。另一边，在渡过长江之后，虾人率领大军一路南下，所到之处，襄县皆是望风而降。很快，他便直接拿下武陵郡，下一步便是零陵郡治所零陵县。大将军，零陵县不是什么大城，给我10门火炮，3000军士，我1日内就给大将军拿下。5门火炮，1000军士，末将半日内拿下零陵。文长，你太过分了吧！竟然跟我抢先登！孟其此言差矣，先登一事，自然是谁有能力谁去做了。魏延，你他……不劳你俩大驾了。典韦将武陵郡太守金旋斩首，把他的首级送给零陵郡的太守刘度，吓唬吓唬他。启禀太守，曹军差人送来一份礼物，说是要太守亲戚。呈上来吧。这曹军究竟是何意？父亲，这好像是武陵太守金旋的首级。哦，竟是金旋，这里还有一封书信。武陵太守金旋因为抵抗朝廷大军，宁死不降，最终枭首，望君号子委之。连金旋都被砍了脑袋，比起他，咱们还稍逊一筹，又怎是曹军的对手？诸位，要不咱们降了吧？哼！父亲勿忧，金旋不过轻敌所致，有武陵郡的前车之鉴。咱们的情况跟金旋可不同，郡中上下都与父亲一心。本州上将邢道荣力拔山兮气盖世，有万夫不当之勇，有他迎战曹军，定当大胜。公子所言极是，若是虾贼赶来，我邢道荣定让他有来无回。父亲，有邢将军坐镇，曹军也是兵力占优，为了以防万一，咱们还是要向刘皇叔求助。有邢将军坐镇，本太守就放心许多了。那就按照你所说，即刻派人去樊口请救兵。大帝，零陵太守放出话来了，说他们有零陵上将军邢道荣坐镇，若是咱们敢去侵犯零陵，定让咱们有去无回。邢道荣，云长将军，你在荆州待了一段时间，可曾听闻过此人名号？邢道荣此人，关某倒是略有耳闻，但他具体实力如何，关某确实不清楚。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据说嘛，此人骁勇善战，其勇猛程度不亚于子龙与云长2位将军。更难为可贵的是，他智勇双全，号称算无一策，可谓是韩信在世。能担得起虾兄这般称赞，看来这邢道荣绝非常人。没想到世间竟有如此大才。大将军，此番不如由末将为先锋，领3000兵马，一探那邢道荣的虚实。云长，这邢道荣实力非同小可，此事大也不大，恐怕还得需要我亲自前往。尽管在场众人都是骁勇善战之辈，但见虾人如此慎重的神情，他们顿时也觉得压力骤增。次日一早，诸将便点齐兵马，随虾人直奔零陵郡而去。而另一边，刘度在知道曹军杀来后，也是立刻调拨给邢道荣5000兵马，让其前去抵挡曹军。邢道荣也是毫不含糊，领了兵马便北上而去。再过了零陵郡地界没多远，双方兵马便正好遭遇。想必敌军阵前那彪形大汉就是邢道荣了。大将军，不如先让末将上去会会他，试试这厮的深浅。卧槽，就邢道荣的实力，让你上去，岂不是瞬间就戳破了？孟起稍安勿躁，待我上阵骂他一骂。这大脑袋之人是谁？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正常两军交战之时，上阵不应该先问某家的名号吗？来者何人？说出无名，吓汝一跳。我乃朝廷任命的征南大将军虾人是也。今奉天子与魏王之令，讨伐不臣。我尼玛，这不是某家的词吗？如何被他用了去？我尼玛，这下某家该如何应对？我还当是谁呢？原来你就是那色中恶鬼，虾贼如助曹为孽，还敢来侵犯我零陵郡！你若不想死，就快离去！狂徒，天下英雄闻无名，无不丧胆，连吕布都不是我的对手，尔竟胆敢大言不惭！废话少说，咱们手上见真章！吹牛！
怎么看你都是个小白脸，如何能够胜过吕布？定是你用了什么奸计才得逞。今日就让你知道我00上将邢道荣的厉害。冲！吃我一斧头！我没 K。咦，你这厮不讲武德！哦，你醒了啊！你小子倒是命大，我大帝天下无敌，你竟没死在我大帝手中。来来来，尝一尝某家的手艺，等你吃饱后，我就带你去见我大帝。呸！乱臣贼子！我邢道荣就算饿死，被你们砍了脑袋，也不会吃你们一点东西。哦，那你等一会，我吃完就带你去见大帝。真香！哎呀，哎妈，真香！这位兄弟，你们曹军的伙食都是这么好的吗？哦，这你就想多了。我军的伙食虽然很好，但像这么美味的烧烤，可不是人人都能吃到的。这是我大帝特地叮嘱给你准备的。哦，这都是大将军给我准备的。可是大将军他为何对在下这么好？这我哪里知道？等下你吃完自己去问他就是了。好。哎呀，邢将军啊，你终于来了！不知邢将军伤势如何？托大将军的福，在下并无大碍。只是在下有些不太明白，大将军为何会对在下如此礼遇有加？邢将军有所不知，世人皆言我家某喜好人妻，又如何能知道？对于猛将，本家也是喜爱的紧啊。邢将军如此骁勇，若是就这么杀了，岂不是太过可惜？也罢，既然你的伤没有大碍，那就即刻启程回00吧。日后若两军再次交战，邢将军也不要让本家为难，莫要再上阵了。多谢大将军大恩。邢将军不必多礼。哦，对了，回去后顺便替我告诉刘度父子一声，莫要再负隅顽抗。谨遵大将军之命，请大将军放心，在下一定把话带到。大将军，依我看，邢道荣这厮徒有虚名，完全就是银样蜡枪头，你留他作甚？是啊，虾兄，那邢道荣一看就是个花架子，和虾兄口中的智勇双全完全搭不上边嘛。你为何要对他如此客气？呵呵，你们也说了，他是个花架子，杀他与否对大局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嘛，你们要知道，刘度只给了他5000兵马，他就敢出城与我5万大军交锋，由此可见，此人却也是个忠义之人。正因如此，我才会留他一命。哦，原来如此，大将军高义。话说另一边，先前邢道荣被虾人击落马下后，他的5000兵马当即便被冲得七零八落，除去战死和逃走的，剩下的全都被曹军给俘虏。此番被虾人释放，他也是提着梨花开山斧，带着10几个亲兵，直接便朝00县赶去。将军，咱们此番战败，回去后该如何向太守交代？放屁，我他妈哪知道？我是他得出征之前，你他妈可是牛皮吹得震天响，结果不到一个回合就被人打落下马，要不是没地方去，狗才跟着你去恁大拿蛋。哎呀，邢将军你没事吧？禀太守，末将虽然受了点伤，但却并无大碍，只是末将愧对太守的厚爱。将军这话严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已有人将战事经过告知于我，是那虾贼不讲武德，暗器伤人才胜过将军。呵呵，邢将军不必自责，你可是本太守手下最为骁勇善战的将军，如今曹军压境，本太守还得指望邢将军呢。多谢太守信任。只是那虾人今日放我归来时，曾有一言让我转告太守，说是莫要再抵抗，早早降了便是。这个嘛，新郎，虾人既然让咱们降，那咱们不如降了便是。公子此言当真？呵呵，降嘛，自然是愿意降的，只不过咱们此番是假意投降。贤儿此言何意？快道来。父亲，依孩儿之见，此番咱们假意投降，那虾贼若胆敢入城，父亲可设下酒宴予以招待，并在屏风两侧暗藏刀斧手，待到时机成熟，父亲便以摔杯为号，届时刀斧手一涌而出，定可将虾贼当场擒杀。不知道父亲意下如何？吾儿此计甚妙，不论那虾贼如何奸诈，也不会想到咱们会有这么一手。孩儿谢父亲赞誉。邢将军，你觉得此计如何？公子此计甚妙。既然邢将军也同意，那就好办了。贤儿即刻派人去通知虾人，就说咱们愿降。是，父亲，孩儿现在就去办。邢将军今日受了重伤，也快些回去歇息吧。明日鸿门宴之上，擒杀虾贼，本太守还需要多依仗将军啊。末将遵命。
回到府上，邢道荣倒头便躺在床榻上，整整一夜都是翻来覆去，胡思乱想，心中也是沉甸甸的。我邢道荣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却也知晓忠义二字。此番败于虾人之手，他竟还肯放我回来，如此大恩，我又怎能动手去擒杀他？可若不动手，太守与公子又如何能饶了我？老爷，曹军马上就要入城了哦，太守让我请你过去迎接曹军入城哦。怎么这么快？不，你回去告诉太守，本将军当即刻披甲，稍后便到。零陵太守刘度拜见征南大将军。呵呵，刘太守不必客气，你能主动归顺，本将军甚是欣慰。哦，对了，邢将军伤势如何了？哦，回大将军的话，一点小伤，不赖事。那就好，邢将军之忠义勇武，乃世间罕见。若是有何损伤，本将军心里可就有些过意不去了。大将军仁义，吾等敬佩。在下已于城中备好酒宴，还请大将军入城，也好让吾等为大将军接风洗尘。哦，好说好说。孟起，你与魏延率军先行，我与太守叙话，随后便进入城中。遵令。还好此番是准备在宴会上动手，城中并无伏兵，没想到这厮竟如此小心谨慎。郡守府，刘度大摆宴席，参加宴会的宾客皆是零陵郡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刘度给邢道荣安排的位置是靠近大门处，倒不是刘度看不起邢道荣，而是为了方便邢道荣接下来的行动。怎么办？马上就要到约定动手的时辰了，届时若太守以衰卑为号，我邢道荣当如何是好？杀虾还是不杀虾？在线等，甚急。我邢道荣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却也知晓忠义二字。此番败于虾人之手，他竟还肯放我回来，如此大恩，我又怎能动手去擒杀他？可若不动手，太守和公子肯定不能饶了我，这当如何是好？赤壁一战失败后，孙刘联军便退守反口，龟缩不出。见此情形，虾人亲率5万大军直取荆南4郡。不曾想零陵太守刘度却假意投降，迎曹军入城，意欲在酒宴之上斩杀虾人。不管了，要死暖朝上，不死万万年。梦回三国第136集。昨日大将军对末将手下留情，末将甚是感激，因此特地敬大将军一杯。末将有伤在身，先走一步，还请大将军恕罪。溜了。大将军，在下倒是有一个问题，想向大将军请教一番。你既为汉臣，为何不辅佐陛下，匡扶汉室，一统天下，反倒是要助曹为虐？呵呵，听刘公子此言，想必刘太守今日投降是诈降，这宴会嘛，也是鸿门宴了。哼，死到临头还不自知，我看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嘴硬了。今日我只诛虾贼，无关人等稍安勿躁，以免误伤。呵呵，就凭你们这群鼠辈，也想让吾等束手？两位将军吃饱了没？吃饱了赶紧干活。吃好了，兴霸兄弟，你去保护大地，这里交给我和虎皮就行。面对杀机十足的魏族，典韦和许褚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眼看对方都身着盔甲，两人索性不用兵器，赤手空拳便抡动敌军士卒。糟了，上百名精兵竟然连典韦和许褚2人都收拾不了，再不赶紧拿下虾人，等到曹军反应过来，咱们可就完了。邢道荣呢？是啊，邢将军呢？属下也不知啊，刚刚邢将军还在，结果动手前就不见他了。这个混账竟然跑了！此事过后，我定不会轻饶他。魏延在此，谁敢与我一战？啊！末将救驾来迟，请大将军恕罪。文长将军，外面的情况如何了？禀大将军，城内叛兵已被全数镇压，末将担心大将军难为，便先行前来救驾。大将军，这父子2人该如何处置？我原本以为你们父子是真心投降，却没想到给我安排了鸿门宴。大将军，是吾等鬼迷心窍，还请大将军宽恕。父亲有什么好求饶的？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不过在此之前，我倒是想问一句，你是如何知道我们有埋伏的？呵呵，也罢，既然如此，那就让你做个明白鬼。这是邢道荣那混账，这个混账，我刘家对他不薄，他竟然敢砍了吧！遵命。在刘度父子死后，零陵城也是顺利落入虾人的掌控。由于太守被杀，郡内头号猛将投降，余下的县城自然不敢抵挡。不过3日的功夫，所有县城的官吏都来到零陵，向虾人表示了归顺。而另一边，早在虾人南下攻打武陵郡时，刘备便打算派兵支援，但韩玄却生怕他们玩一手假道伐国，因此他一直没有同意借道给刘备。
韩太守，曹军南下攻打武陵郡时，太守金玄就曾派人向吾等求助。如今武陵、零陵两郡皆是落入虾贼之手，一旦他们再取了贵阳郡，下一步必定直奔长沙而来。哼！今日你不肯让吾等出兵救援其他3郡，来日吾等也不会来救援长沙，望君好自为之。杨校尉，依你看，咱们要不要同意刘备他们过去？回禀太守，依属下看，还是借路给他们吧。诚如信中所言，曹军占领贵阳郡后，定会直奔长沙郡而来。今日咱们不让他们借道，明日他们不肯来救援，该如何是好？我也是有此担心，不过我更怕他们会趁机攻打咱们啊。呵呵，太守勿忧，那刘备素来以仁义著称，当年陶谦多次谦让徐州，他方才收下的。而荆州刘表不在以后，也没见到刘备有占据荆州的意思，想来他也不是那种人。你说的有几分道理。此番我大帝能成功拿下零陵郡，邢将军可是立了首功，怎么却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两位兄弟有所不知，之前大将军没有杀了墨江，还为墨江疗伤，好吃好喝的招待。墨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因此才会提醒大将军一声，只是没想到会害了太守他们。这如何让我心中好受？不，人死不能复生，一切要往前看。邢将军如此骁勇善战，日后在我大帝帐下建功立业，定当不在话下。多谢典韦兄弟。禀报太守，前方探子传来消息，有大批曹军正朝我军赶来，领头之人正是虾仁。诸位，曹军已经攻占武陵、零陵，太守刘度父子皆是被杀，眼下正朝咱们而来，这该如何是好？太守，曹军势大，以我贵阳一郡之地，实在无法阻挡。太守可派人速去反口，请刘皇叔来援助。我早已派出信使，但却迟迟不见援军。既是如此，要么就是投降曹军，要么就是死战，坚持到援军到来。不管太守如何选择，吾等都听从太守之命。刘备那边迟迟没有援军，仅凭吾等去抵抗曹军，只是徒增伤亡罢了。还是投降，迎曹军入城吧。贵阳太守赵范见过征南大将军。赵太守不必多礼，只是在下有一言想请教赵太守。先前零陵郡太守刘度虽说兵马不多，说到底也是稍作抵抗了一番，而你既为贵阳太守，有兵有将的，怎么打都不打，便直接投了。在下自知不是大将军的对手，负隅顽抗也只是徒增伤亡罢了，还请大将军不要多虑。从今日起，你们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要多多盯紧赵范。侠兄，这是为何？赵范那厮道像是真心实意投靠，为何要提防他？呵呵，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小心为上。不管是《三国演义》还是正史中，赵范都在投靠刘备后生出一心，如此之人不得不防。虾仁和刘备神仙打架，遭殃的却是赵范，因此他和刘度不一样，此番是选择了真心投降。在宴会之上，众人喝的是宾主尽欢，可好巧不巧，就当夜色深沉，众人散去后，原本几分醉意的赵范，忽然被沉晕的一则消息给惊醒。本太守，咱们派去向刘皇叔求援的人回来了。该不会刘皇叔的援兵到了吧？的确是的，最迟明天夜里，刘皇叔的援兵就会抵达。太守，这可如何是好？若是早一天收到消息，吾自然是不肯向虾仁投诚的，但偏偏都已经将曹军迎入城，刘备那边才传来消息，这可如何是好？对了，还有一事忘了告诉太守，刘皇叔的谋士一级随咱们信使一同回来，太守若是不知该如何抉择，倒不如先见他一见。言好，你速速把人请来。早在太守派人求助后，我家主公就准备迟延，奈何长沙太守韩玄油盐不进，不肯借道给我们。经过好一番沟通，方才将他说动。只是我们好心来救援太守，太守为何不战而降啊？非是我畏惧曹军，只是以贵阳一郡之地，根本不是曹军的对手。而刘皇叔那边迟迟又无动静，为了避免生灵涂炭，在下方才选择献城而降。那如今援军已至，不知太守有何打算？是继续助曹为虐，亦或是配合我军里应外合，拿下虾仁？这个嘛，听闻太守的嫂嫂貌美天仙，虾仁此人又是色中恶鬼，若是让他知道……对呀，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那依你看，即便如此，咱们有可能拿下虾仁吗？呵呵，此番虾仁攻取荆南4郡，总共只带了5万兵马，除去武陵与零陵两军的驻兵，贵阳城内他只有3万兵马，而我主刘皇叔也有3万援兵，再加上咱们里应外合，拿下虾仁应该不成问题。好，那就依基伯先生所言，咱们合力做了此贼。这饺子除了我，你是这大汉第一个吃到的。呵呵，是吗？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来尝尝这饺子。妙啊！不仅柔软光滑，馅料鲜香，而且汁水四溢，让人吃了十分舒适，一点都不腻啊！
如此美味的食物，我身为一郡太守却从未吃过。美，这味道实在是美。美吧？我大弟常说，有道是好吃不过饺子，好碗不过勺子。由此可见，饺子是有多么好吃。嫂子，哦，这吃罢午饭有些乏了，在下想回去武器片刻，还望大将军应允。呵呵，睡不着倒没什么，只是太守千万别在激动之下做出些不该做的事。兴霸将军这话是何意啊？赵太守，不要着急走嘛，咱们刚才说到哪里了？对，饺子跟勺子。男子汉大丈夫，自当吃最好吃的饺子，玩最坚挺的勺子。赵太守，你觉得是不是？听闻太守的嫂嫂貌美天仙，虾仁此人可是色中恶鬼，若是让他知道此事。在决定充当刘备的内应，联手对付虾仁后，赵范可是一整夜都没休息好。听到虾仁多次提起嫂子，赵范心头瞬间一紧。我听闻赵太守的嫂嫂凡事武艺高强，且高深莫测。既然如此，赵太守还不快些将他请来，也好让我跟他切磋一番。那凡事不过是蒲柳之姿，大将军实在是抬举了。哼，吃了我大弟的饺子，还不给我大弟勺子。我大弟欲跟赵太守成为一家人，为何赵太守推三阻四？难道要逼我点某人发飙不成？大将军恕罪，在下是猪油蒙了心，才被刘皇叔的人给说动，求大将军饶命啊！呵呵，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嘛。来，把你跟他们商议的计划告诉于我。眼见计划败露，心理防线被击破的赵范不敢有所隐瞒，将他跟一级昨夜商量的计划一五一十地全都讲了出来。按照约定，在刘备与孙权的大军抵达时，我会让把守北门的陈英和暴龙打开城门，届时联军人马入城后，便会直奔大将军的住处，将其拿下。大将军，在下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请大将军饶命了。好了，赵太守能够坦诚相告，也算是戴罪立功，本侠不会为难你的。太守先下去歇息吧。还好大帝高瞻远瞩，提前派人监视了赵范，若是一不留神让赵范得手，咱们可就完了。依关某所见，要不咱们紧闭城门，据城死守，让庞德、文聘、魏延几位将军迅速赶来支援。嗨，云长将军多虑了，你是不知道大将军的厉害。虽然此番咱们兵力不占优，但联军区3万兵马就想拿下郴县，无异于痴人说梦。呵呵，兴霸说的不错，不过嘛，坐以待毙可不是我的风格。他们既然想入城，那咱们索性将计就计，来上个瓮中捉鳖，关门打狗。与此同时，郴县城外的一处密林，韩当、张飞、凌统等人早已率大军按时抵达，就等着夜色降临，与赵范里应外合摸入城中，擒杀虾仁。哼，要以按张飞的，咱们干脆直接杀过去得了，干嘛要等到天黑？呵呵，翼德将军稍安勿躁，咱们都再清楚不过。虾仁老奸巨猾，贸然出动，只怕是会有危险。既然咱们有内应，为何不选择风险最为小的法子，夜袭虾仁呢？义公将军所言极是，三将军就再等等吧。诸位将军，是时候行动了。好，即刻出动。随着一声令下，联军士卒立刻行动起来。任贤梅、马斋灵在夜色的掩护下，数万人马悄悄地向郴县进发。你是何人？为何不见赵太守？回禀将军，今夜虾贼宴请我家太守雨辰，报两位将军，我家太守生怕耽误了将军的行动，因此特地命在下在城门处等候。赵范身为贵阳郡太守，如此重要的事情，怎会只派一个生人前来接应？诸位将军莫要再迟疑了，万一让虾贼察觉，那就不妙了。韩将军，也许那赵范真的是脱不开身呢，你未免也太谨慎了些吧？如此良机，还磨蹭什么呢？那好，入城，吩咐下去，直奔虾贼的住处。启禀关将军，敌军已然全部入城。知道了，传令下去，紧闭城门，任何人不得出城。遵令。停下，不对劲，太不对劲了。韩将军，可是发生什么事？哪里不对了？你们难道没觉得城中太安静了吗？韩将军不说倒罢，这么一说，我也是觉得这城中似乎是太安静了些。数万兵马入城，然而城中如此般寂静，就连鸡鸣犬吠之声都不曾听到，如此不寻常，只能说明一件事。糟糕，咱们中计了！传令下去，后军便前进，速速撤出城外。身为江东12虎臣的韩当，可谓是有勇有谋，刚一进城就察觉到中了埋伏。可此时撤军为时已晚，随着一阵阵大地轰隆声响起，高顺率领着县阵营当即便出现在街道的前后两端，断绝了联军士卒的去路。不仅如此，两侧的民居屋顶上也是出现了大批连弩营以及火枪队士卒，他们手中的虾皇连弩和三眼铳纷纷对准下面的联军士卒。我家将军早就知道你们要来，特地命吾在此设下天罗地网，尔等若不想白白牺牲，就速速放下兵器投降。哼，放他娘的屁！想让吾等投降，门都没有！
将军，为今之计，只有拼死一战，方有活命的机会。将军可率人朝后突去，我来阻挡曹军。只能如此了，一切都拜托林校尉了。父亲，我也留下。休要胡闹，你速速跟着将军突围。凌统本想坚持，但看到父亲决然的面孔，只得虎目含泪，无奈离开。而在屋顶的马超看到对方并没有投降的意思，反而还摆好架势，准备突围，也是不再迟疑，直接大手一挥，进攻！随着马超一声令下，惨烈的巷战也是随之展开。居高临下的曹军率先发动攻势，只见箭矢如雨点般落下，直接笼罩了联军士卒。尽管他们高举盾牌，但在密集的箭雨下，还是出现不小的伤亡。在进行火力压制后，高顺也是没有迟疑，指挥着县阵营向联军发起冲锋。全身武装的县阵营士卒，一手持刀，一手持盾，推进起来根本无人可挡。刚经过一波枪火洗礼的联军士卒，还没来得及结阵，就被县阵营打得节节败退。顶住，休要后退！匹夫，看剑！不出意外，还是和历史一样，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个地点，林操还是被甘宁一箭射死。而失去主心骨的联军士卒见此情形后，也是轰然溃败，狼狈不堪地朝后方退去。与此同时，后面韩当等人的战斗也是更为残酷，因为负责断绝他们退路的不是别人，正是典韦和许褚。尔等听着，要想活命，今日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路，哪怕被点燃成火人，尔等也要冲入曹军之中。没想到这些鸟毛会这么不要命，再这样继续下去，恐怕他们就要突围出去了。嗨，管那么多做甚？实在不行，咱俩便提刀上阵，直接堵住城门口。我没 K 了。虎皮，我好像也没 K 了。敌军防线已破，逃出升天。就在此时，诸位将军，随我冲阵，斩杀敌军手下。随着韩当一马当先杀了出去，陈武与董袭也是紧随其后，三人能跻身江东12虎臣，身手自然不必多说，当即便与典韦、许褚交上手。再分不出胜负，等下曹军就压上来了，3个都打不过2个，什么江东虎将，都给俺闪开！出！哦，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还眼贼！你这个手下败将也好意思出现？废话少说，看毛！随着张飞的加入，韩当、陈武、董袭三人压力骤减。虽说他们破不开典韦和许褚的防线，但凌统却趁此时机，一声令下，带领联军士卒瞬间冲破曹军的封锁，朝城门处狂奔而去。诸位，这2人不好对付，咱们是时候撤了。出！贼将哪里逃？虎皮追上去！将军速走，不要回头！还眼贼，今日你插翅难逃！什么狗屁阉人张飞，除了嗓门大一点，只会咿呀咿呀屁的本事都没有。翼德将军，这2人不好对付，咱们得赶紧撤。太欺负人了！出！还眼贼休走！将军速走，勿要回头，来日定要为吾等报仇。面对着典韦和许褚2人，4人合力也无法轻易拿下。见陈武和董袭身死，韩当虎目含泪，也不敢过多停留，只能与张飞朝城门处撤退。然而当他们一行人来到北门时，却是大吃一惊，没想到虾贼如此狡诈，在城门处竟然还布置了一道防线。那是云长将军。二哥，你怎会帮虾贼守门的？诸位别来无恙，有关某驻守此地，今日你们恐怕走不了，不如就此投降吧。二哥，咱们可是结义兄弟，今日你还要向我动手不成？将军投靠虾贼，或许有难言之隐，吾等也不方便过问。但今日吾等已是落入绝境，就算将军不念在往日的交情，也请看在刘皇叔跟翼德将军的份上，放吾等出城吧。父亲，眼下的情形，三叔等人断然不会投降。若当真厮杀起来，他们定会全部葬身于此。父亲，不如放三叔他们过去吧。开城门，放他们走。将军，咱们该如何向大将军？有何罪责，我一人承担便是。开城门。来人，开城门。见关羽如此坚定，廖化也只好奉命让手下士卒打开城门。韩当见此情形，也是不多废话，当即便带着联军士卒匆匆离去。多谢云长将军，今日之恩我等记下了。二哥，你私自放我们离开，只怕那虾贼不会轻易放过你。不如你随我一同回去，大哥绝不会计较你此前之举。三弟勿要多言，快离去便是。出！将军如此做法，大将军定然饶不了吾等。你们且放心，一切罪责关某自会一力承担。走吧，去据首府。
大将军，外面的喊杀声已经停下了，想必战斗快结束了。今夜若是顺利的话，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道荣啊，此战能胜，你当立首功，本侠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多谢大将军。还是大将军足智多谋，打死韩当也想不到大将军会设下圈套，等着他们钻进来。大帝，我们回来了。憨批，快说说今夜战事如何？你们这是几个意思？难不成失手了？哈哈，虾兄，若是按照你的计划，孙刘的兵马绝不可能逃出去的。只不过嘛，末将愧对大将军厚爱，大开城门，将翼德他们都放走了，请大将军治罪。什么？他们逃脱了？岳父啊，你怎么能私自将他们放走？文和，你来说说，我岳父阵前违抗军令，该当何罪？我他妈，你自己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现在又来问我该当何罪，这他妈不是在给我下套吗？禀大将军，按照军令，云长将军私自放走敌军，理当问斩。文和，军规真的有这一条吗？那是有，还是没有啊？军规不可废，还请大将军按照军规行事，末将绝无怨言，只是望大将军能够照料好安国和廖化，还有银平。父亲也只是念及旧情，不得已才如此，还望夫君饶过父亲一回。银平，不是为夫不讲情分，只是文和先生都这么说了，为夫当真是。不过嘛，大将军，云长将军与那张飞是结义兄弟一事，可谓是人尽皆知。他将张飞放走，倒也是情理之中。况且以云长将军之忠义勇武，若真因此将云长将军问斩，实在是有些可惜。是啊，大帝，云长将军跟张翼德是结义兄弟，大帝定是把这一点给忽略了，才会安排云长将军去守城门。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云长将军。典韦兄弟说的不错，虾兄，云长将军此举重情重义，不如就饶了他这一回，日后让他戴罪立功便是。既然诸位都这么说，那此事便作罢。岳父请先起身，此番确实是我思虑不周。大将军，末将好了，云长将军勿要自责，日后还需要将军冲锋陷阵，为天下一统立下汗马功劳呢。多谢大将军开恩，末将定当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虽说关羽放了韩当、张飞等人，但此战也算得上是大胜。光是被斩杀、俘虏的士卒就有数千人，更别说还有被甘宁一箭射杀的林操，被典韦、许褚斩杀的陈武和董袭。恭喜大将军，今夜过后，想必关云长对大将军也就彻底死心塌地了。不过依属下所见，大将军恐怕是故意如此吧？呵呵，文和果然聪慧，什么都瞒不过你。当初关羽是看在银平的份上才会投靠过来，心中嘛多少有些怨言。此番安排他去守城门，的确是我有意为之。从今天的情形来看，这种结果还不错。对了，道荣啊，传令下去，将郴县的北门改名为华容门。大将军，好端端的，为何要给城门改名？要你去你就去，哪来那么多屁话？与此同时，韩当一行人在郴县战败的消息也是很快传回了樊口。孙权和刘备的双方人马齐聚一堂，他们也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原本天衣无缝的计划为何会出现变动。你说什么？义公将军被曹军大败，林操、陈武和董袭也是一同战死。万没想到这个虾仁如此狡猾，竟故意设好圈套，让我军士卒钻进去。此番战败已成定局，还请吴侯宽心。虾贼既然已取贵阳，只怕接下来就要攻打长沙。眼下咱们还是应早做准备，免得连长沙也落入曹贼之手。好你个大耳贼，说得如此轻巧，此番出动的兵马依旧是我江东战大头，甚至连损3员大将，还有狗贼虾仁，无与你势不两立。刘皇叔所言极是。而另一边，就在孙刘两家还在为贵阳战败一事肉疼时，虾仁便又开始忙碌起来。此番他的目标便是荆南4郡的最后一城长沙郡。来，兴霸，将这几封书信给魏延和文聘他们送去。哈哈，虾兄这是打算对长沙郡下手了。不错，按照事先的计划，如今3郡已被拿下，也是时候去攻打长沙郡。一旦拿下长沙郡，咱们便可顺势进攻江夏，最终将整个荆州都纳入朝廷版图。那好，末将现在就去。大帝，天色不早了，你也不要太劳累，该是时候回去歇息了。你不对劲。我哪里不对劲了？屁话，你什么时候催过我歇息？今日怎么会如此反常？你个憨批，快说，肚子里装的什么坏水？大帝果然明察秋毫，实不相瞒，二弟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此番在下真是鬼迷心窍，才会答应孙刘两家联手对付大将军。
人生要想过得去，头上难免多点绿。赵太守，你此番要想活命，恐怕也只能这么办了。典韦将军，此举当真可行吗？哦，赵太守，你放心吧，我大帝的尿性世人皆知，你赶紧进去吧。嫂嫂，此事怪不得我呀。嫂嫂，我是赵范。究竟发生了何事，让叔叔如此愁眉不展？想必嫂嫂已经知道小弟得罪大将军一事了吧？我已经托人打听过了，大将军有意将我治罪，要将咱们赵家都要满门抄斩。这可如何是好？此事都怪小弟神志不清，去勾结孙刘叛贼，连累了嫂嫂，小弟对不起嫂嫂。叔叔勿要自责，想来此事定有解决之法。其实我打听过，倒是有一法子，只是小弟就直说了，还望嫂嫂莫要见怪。征南大将军向来喜好美色，尤其是已婚人妇，而嫂嫂你国色天香，花容月貌，若是肯与大将军共枕席，他定当不会再治罪于我。叔叔，我可是你嫂子，你怎能说出这样的话？除了刚才那个法子，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嫂嫂素来知晓小弟的为人，若真有其他法子，我又怎会行如此无奈之举？还请嫂嫂救我赵氏一族。我答应，快请起。嫂嫂对我赵家的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哟，小老弟，这事办得不错，懂事哦。大帝说的什么话？这些都是小弟应该做的，应该的。原本以为身为朝廷征南大将军的虾仁会是一位粗鲁野蛮的武夫，不曾想仅仅1日相处，他竟是如此温柔儒雅，倒更像是一员儒将。我爱死他了。不愧是连赵云都觉得有倾国倾城之色的凡事，当真是此间妙处之多，非常人所能知也。妾身久违，而如今妾身已是大将军的人，还望大将军日后不要抛弃妾身。这个好说，请夫人放心，此番战事平息之后，你便可随我返回许都。多谢大将军，只是妾身还有一事，望大将军应允。夫人不妨直说。妾身的叔叔赵范得罪了大将军，还望大将军看在妾身的份上，放他一马。二弟、四弟，你们说赵范此人天生反骨，若是此番轻易饶他，恐怕日后会多生事端呀。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不是我说你啊，大帝，你都把赵范的饺子吃了，再不放过他，那多少有点虎批了。什么虎批？憨批？你说谁？说你怎么了？出来！喂，你们两个现在是讨论我的事情。这样吧，虎批，你去告诉赵范，此番看在他献饺子的份上，我便饶他一命，继续让他担任贵阳太守。不过嘛，日后他若敢有反叛之举，休怪我不念旧情。大帝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妥妥的。等一下，大帝，你能有如此口福，那可是多亏了我典韦啊！你是不是该稍稍奖励那么一丢丢？你个憨批，如今已经是关内侯了，还想让我奖励你什么？你不会以为妻妾成群好吧？你真以为大哥我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乐吗？大哥的快乐你们想象不到啊！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虾仁处理完贵阳的事务，便将分散在各地的兵马召集起来，兵锋直指长沙治所临湘县。启禀太守，曹军攻势甚急，连攻我郡数座城池，这样下去，要不了几日，他们便能抵达临湘。你说什么？曹军怎么来得如此之快？这可如何是好？禀太守，依末将所见，咱们不妨派人前去反口，请刘皇叔发兵救援。想必以刘皇叔的性格，对此事定然不会坐视不管。在此之前，末将愿为先锋，亲自率军去抵挡曹军的攻势，等待刘皇叔的援兵到来。甚好，如此甚好。有杨校尉出马，曹军定然无法再进半步。事不宜迟，我这就派出信使去反口见刘皇叔。曹军兵锋所向，韩玄本就丧失了抵抗的胆气，可见到杨凌如此自告奋勇，韩玄此举也是想着死马当作活马医，一边写好书信命人给刘备送，一边拨给杨凌5000兵马，让他去抵抗曹军。禀大将军，此番韩玄仅派出5000兵马，便胆敢前来与我军交锋，想必那韩玄的意图也只打算拖住咱们，等到刘备的援兵到来。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更应该速战速决，早日拿下他们，而后挥师进军临湘。不错，俺也一样。大帝，那个叫什么杨什么凌的，正在营门前叫骂，说你是无耻小人，色中厉鬼，要和你大战300回合。杨凌，什么档次的选手？走，咱们出去看看。
瞎贼，有本事出来与我厮杀300回合！你若不敢，那便早早退去，否则待你兵败之后，李陵岂归我？貂蝉嘛，给我家太守做配房丫鬟。尼玛，我给你寻了个好差事，就留在我军中养马。我尼玛，这个鸟毛怎么这么嚣张？你们谁去给我砍了他的狗头？呵呵，虾兄勿要动怒，这种小角色交给我便可，3回合内我必取他狗头。哦，辛霸此言不妥，我军先前已连下3郡之地，此人竟还敢上前叫阵，想必实力不俗。为稳妥起见，还是让我来吧。好你个马儿！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说我不如你吗？哈哈，这种事何必多说，你我心中自知便可。马儿，你辱我太甚！出来！喂，你们2个能不能消停点？云长将军，你可愿上阵？本大将军末将定斩下此人首级，献给大将军。出！见虾人有意让关羽这个老丈人亲自上阵，甘宁与马超也不好争功，只能就此作罢。而关羽也是手持青龙偃月刀，如旋风般冲出营寨，来到2军阵前，瞬时之间杀机四起。红脸长髯，手持长刀，想必你就是刘皇叔的结义兄弟关羽关云长吧？不错，正是某。你既知某名，岂敢与某对敌？焉不知关某的大刀从来不斩无名之辈。狂徒竟敢大言不惭！可惜刘皇叔英雄已逝，怎地跟你这般鼠类结拜了？这个逗逼可真是个作死小能手，他如此辱骂关羽，恐怕等下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匹夫竟敢抬口棺材前来送死！出！哼，怎么如今的鼠辈都有偌大的嗓门了吗？今日我就让你……不出意外，随着杨凌的首级被关羽一刀斩落马下，敌军士卒彻底失去斗志。虾人见此情形也是毫不犹豫，即刻命甘宁和马超出阵，率领将士们直接冲杀出去。一时之间，这些长沙士卒兵败如山倒，争先恐后的逃命，必连撤退数十里，根本不敢与曹军正面交锋。这个杨凌如此嚣张，我还以为他有几把刷子呢，没想到这么虎批。你个憨批，说谁虎批呢？口误，一切都是口误。本大将军末将幸不辱命。呵呵，很好，云长将军辛苦了。今日之战，将军当居首功。来人，传我军令，继续行进，直奔长沙郡。这个废物杨凌，当真是气煞我也！竟败得如此窝囊，这他妈的和白给有什么两样？太守，虾贼势大，若无刘皇叔的兵马，咱们断然无法抵挡。要不，咱们还是撤吧。是啊，太守，荆南4郡中，我长沙郡实力最为雄厚，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与那虾贼相抗衡。况且嘛，眼下咱们又少了杨凌和5000兵马，如何还能是虾贼的对手？诸位所言，我又岂能不知？也罢，咱们撤吧。韩太守欲往何处退去？刘皇叔，你可算是来了呀！韩太守不必忧虑，知道长沙有难，我又岂会坐视不管？在收到你的书信后，吾等便立刻启程前来。好啊，有刘皇叔坐镇临湘，长沙有救矣。虽说韩太守是主，吾等是客，但如今形势紧急，还望韩太守能够配合吾等。孔明啊，说说你的看法。属下遵令。诸位皆知，曹军的火炮威力极为惊人，连江陵的城墙都无法抵挡。咱们若是死守临湘，只是死路一条。因此，属下建议，请韩太守组织民夫，让他们沿着湘水北岸修建防御工事。哦，好说，来人，即刻按照孔明先生吩咐的去办。若换作之前，韩玄断不可能听刘备的话，但眼下曹军大兵压境，韩玄手里又没多少兵马，经过一番商议，只能按照诸葛亮的要求，组织起上万人的民夫，沿着临湘南边的湘水开始劳作起来。而另一边，行军不过2日，虾人便率领曹军抵达湘水。可当见到眼前的景象时，众人当场大吃一惊。虾兄，这是什么情况？这湘水北岸怎么突然多出一条2-3里地的壕沟？呵呵，此事不简单啊！这条壕沟的作用应该是用来应对火炮的，只是不知何人会拥有如此谋略。文长、仲业，末将在。你们2人各领1队人马，朝2个方向打探湘水的情况，看看能否地方可以渡河。末将领命。就在魏延和文聘探查地形之时，虾人也是没有急躁，而是下令军队在原地休整。而河对岸的刘备大军也是躲在壕沟里，同样没有出来的意思。双方就这样隔着湘水僵持起来。禀大将军，经过属下一番查探，此壕沟乃刘备下令所为，里面驻扎的兵马也都是孙刘联军士卒。最要命的是，如今正值雨季，湘水河流暴涨，上下游的桥梁也皆是被敌军毁去。我军若想攻下长沙郡，就只能从面前的这一座桥过去。
这个诸葛亮倒是有几把刷子的，他这是打算围3缺1，让咱们过去送死呢。文和，你可有什么计策？呵呵，回大将军的话，属下的确是有一计，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嗨，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文和先生就莫要再卖关子了，有什么计谋直说便是。既然如此，那属下便直言了。好一个诸葛亮，倒是有几把刷子，看样子他这是打算围3缺1，让咱们过去送死呢。诸位，你们可有什么计策？大将军，情况摆在这里，自然没什么好说的，只有强攻。明日我愿担任先锋，去进攻敌军。孟起将军此言有理，有道是慈不掌兵，只要能战胜敌军，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有句老话说得好，铁打的800，流水的兄弟，只要结拜的快，我又何惧之有？呵呵，两位将军勿要冲动，河对岸的地势对我军不利，强攻之下，只怕损失惨重。禀大将军，属下倒是有一个想法。孙刘两家既然支援长沙，派重兵于湘水阻截我军，大将军何不调派一支劲旅，绕至刘备后方，让他首尾难顾？文和先生的意思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正是，孙刘大军后方受到袭扰，我军便可趁机渡过湘水，届时两面夹击之下，定叫他们全军覆没。就这样，虾仁在湘水之外安营扎寨，一连数日都没有什么动作，只是每日派邢道荣与刘备隔岸互动。见此情形，刘备和诸葛亮也是顿感奇怪。孔明啊，依你所见，虾仁此举意欲何为？禀主公，摆在他面前只有2条路，要么强攻，要么原地驻扎，等到雨季过去，另寻他法过湘水。而以虾贼的性格，应该不会行此冒险之举，而选择后者。不错，我也是这么认为。纵观虾仁行军打仗的胜利，几乎从未用人命堆出来，大多都是借助智谋以及精良的军械完成，以少胜多。大哥，管那么多做甚？饶是那虾贼奸诈似鬼，今日在大哥和军师面前也得吃瘪。哎，军师，你在想什么呢？三将军，在下只是觉得虾仁此贼向来狡诈多谋，此番举动倒有点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呵呵，军师多虑了吧？如今附近桥梁都已被毁，又正值雨季，上下游没有可渡河的地方，就算他想暗度陈仓，他能从哪渡呢？就是，难道虾贼还能率大军飞过来不成？主公不好，率大军飞过来自然是断无可能，可若是有一支曹军自江陵杀出，从云梦泽登陆，将罗县攻占，长沙郡与江夏郡往来必须要经过罗县，若是真如孔明所说，那咱们将会被围困在长沙郡。虾贼是想把咱们都留在这里。主公，当务之急，咱们最好是弃守长沙。技师，这不过是你的猜测罢了。而且即便虾仁将咱们围困住，咱们只需要死守，等候那孙权的援兵不就行了吗？呵呵，且不说咱们能不能等到吴侯的援兵，即便等到了，莫非三将军以为吴侯会为了救援吾等而拼尽全力吗？主公，虾贼兵强马壮，军械精良，战力极其惊人。若是等不到吴侯的援军，就凭咱们这几万人马，恐怕给虾贼塞牙缝还不够。望主公三思。面对着诸葛亮的灵魂拷问，刘备心中瞬间便失去了底气。再三思虑过后，他还是选择放弃，因为他也不敢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孙权手中。主公，若是长沙有失，那整个荆州就彻底落入曹军之手了。这也是无奈之举。解庸，你去告诉黄盖和凌统，咱们今夜便率大军离开。随着刘备一声令下，大军即刻行动起来，直至天色暗淡，孙刘联军的士卒便开始分批从营地中撤退。然后就在他们前脚刚走不久，长沙太守韩玄便收到了消息，顿时气得暴跳如雷。大耳贼刘备当真是虚情假意的小人，我给他提供粮草辎重，所有要求几乎是全部满足，万万没想到他竟然就这么跑了。太守慎言，刘备此番跑路，怕是曹军也不知情，咱们莫要大声喧哗，免得让曹军发现。对，你说的对，快吩咐下去，咱们也撤。大将军可是觉得有什么异样？有点不对劲啊！这会可正是用饭时间，正是军队埋锅造饭之时。对面营地理应有炊烟飘起，但偏偏却是一丁点的动静都没有。大将军这么一说，末将倒也觉得有些奇怪。平日里末将只要往这一站，即便刘备不露面，那环眼贼也会忍不住跳出来。可今日末将叫骂了1个时辰，对面都没什么反应。难道刘备察觉到我的意图，提前跑路了？兴霸，你派几个兄弟过去打探一番。末将领命。
随着甘宁的一声令下，800兄弟当即便越过湘水，来到联军阵地前。放眼望去，壕沟内空无一人不说，整个联军阵地都静悄悄的。而河对岸的虾仁收到消息后，便立刻让典韦与马超等人率军渡河。经过一番彻底搜查，这才确定刘备一众真的是人去营空。哼，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走了。这个大耳贼3番5次都没抓住他，当真是能跑。奇怪，大将军的计划天衣无缝，刘备又是如何察觉的？呵呵，与其说刘备察觉，倒不如说是诸葛亮的功劳。整个联军之中，恐怕也只有他能这么快识破此计谋。嗨，早知如此，当初火烧草庐的时候，我就该把火弄旺点，直接烧死他的。大将军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跑了，不如给墨江一些兵马去追击刘备。孟起将军稍安勿躁，想必士元此时已于云梦泽登陆，只要他能及时攻下罗县便可。眼下嘛，咱们主要的是先占据长沙，传令大军即刻开拔，直奔临湘。只要拿下长沙郡，就意味着整个荆州都在虾仁的掌控之下。届时，长江以南便只剩下一座城，刘备大军驻守的江夏郡。禀大将军，罗县战事异常顺利，不到2个时辰便轻松拿下，并且还有些意外收获，把人带上来。大将军是无鬼迷心窍，饶命了大将军！抓住这个鸟毛有什么用？拖下去砍了吧！饶命了大将军！饶命啊！上将邢道荣，荆南4郡，凡事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也是超额完成，形势一片大好啊！等解决完孙权和刘备，余下的汉中太守张鲁、益州牧刘璋、胶州士燮等人，想必也会望风而降。到时候我就可以归隐，尽享荣华富贵了。只是不知道曹丕这小子肯不肯放过我。大帝，夏侯尚来了，说是传达魏王之命。夏侯尚，夏侯渊的侄子，他不是和曹丕交好吗？来我这干什么？你让他稍等，我吃完便来。拜见大将军。伯仁不必多礼，说起来，咱们可是许久未见了，不知此番前来是为何事？禀大将军，末将是奉魏王之命，请大将军暂且回许都。夏侯尚此话一出，堂内众人皆是愣住了。这个节骨眼上，曹丕为何要把虾仁给调回去？如今荆州形势一片大好，只待雨季过去，便可拿下江夏郡，继而攻打扬州。放屁！前方战事紧急，此时怎能让大将军离开？孟起将军，还请不要为难末将。魏王临行前有吩咐，大将军走后，由末将占领征南大将军一职。就你也配代替大将军？小子，你可要想清楚。两位将军，末将真的只是奉命行事。呵呵，伯仁将军放心，既是魏王之命，无又岂有不遵之理？汝等听好了，我走以后，你们一切都要听从伯仁将军的，明白吗？虾仁在外征战的1年之中，曹丕在司马懿、陈群等人的帮助下，对外重重封赏乌桓、南匈奴的单于，以此来拉拢他们；对内，他重用忠于自己又有能力的司马懿、陈群、吴质等人，像夏侯尚、曹真等年轻一代的宗亲，则是被推上高位。不过半年的时间，曹丕便将朝堂彻底掌握。文和，依你所见，魏王让我回许都，所谓何事？回大将军，属下惭愧。不过从眼下的局势来看，想来魏王不会对大将军不利。文和何出此言？禀大将军，如今天下尚未平定，大将军作为大汉重臣，战功赫赫，若无真凭实据，给曹丕俩胆子，也绝不敢动大将军。呵呵，其实我倒是能够猜出来一些。若我所料不错，魏王应该是想要称帝了。大将军，连先王都不敢篡汉自立，魏王他有这个胆子？他若没这个胆子，他就不是曹丕了。吾等征战荆州已有1年，并且手持重兵，此番召我回去，他是怕在称帝时，我会以剿灭叛贼给借口，领兵反叛罢了。原来如此，大将军英明。只是依属下看，眼下刘备、孙权等人尚未剿灭，北面的公孙度也是蠢蠢欲动，魏王此时称帝，未免着急了些。呵呵，他要是能忍到那个时候，那他就不是曹丕了。韩丕，咱们现在到哪了？哦，大帝，前面就要到襄阳了，咱们要不要停下来？襄阳也好，姜维和邓艾还在那里，也是时候重用他们了。吩咐下去，咱们在襄阳休整一夜。荆州刺史刘琮拜见大将军。什么大将军？一家人何必说两家话？从儿你应该叫爹，明白不？爹。讲道理，刘琮叫我一声爹，好像也没什么不对，但平白无故多了一个便宜儿子，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哦，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从儿不必客气。对了，从儿，如今荆州情况如何？托父亲的福，一切安好。呵呵，那就好。这么久没见，伯约何事在？倒也长大了，跟上次比起来，明显已经少了许多志气。学生拜见老师。
之前按照虾仁的吩咐，姜维和邓艾二人一直在荆州屯田兴修水利。虾仁攻打江陵和荆南4郡时所用的粮草，就是由姜维与邓艾提供。老师，既然你说我们长大了，那能不能把我们带在身边？是啊，老师，我俩平时学的都是兵法武艺，也想跟着老师去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放心吧，如今你二人已经长大，荆州屯田事宜也已成规模，自番为师来襄阳城嘛，就是为了带你二人离开的。太好了，多谢老师。虾仁此行来襄阳的目的，其实不完全是因为姜维和邓艾，更重要的则是等赵云会合，因为他能感觉到此番回许都一定不会太平。如今荆州战事已经逐渐平息，局势也趋于稳定，再加上从儿年岁已到，治理荆州也并无问题。夫君，你为何不让妾身随你一同回许都呢？并非是为夫不想带你走，只是你留在荆州更能未雨绸缪。夫君是在防着魏王。不错，别看魏王现在对为父大力重用，但你别忘了，我和他先前可是有着不小的恩怨。若是有朝一日我与魏王翻脸，有玉儿你坐镇荆州，我也不至于无容身之地。请夫君放心，若是魏王不识好歹，玉儿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为夫君出气。能娶到玉儿为妻，实乃为夫之幸也。次日一早，赵云及时赶到之后，虾仁便告别了蔡玉和刘琮。经过数日的旅途，一行人也是如期抵达了许都。可虾仁回到府上，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曹丕便派朱硕前来，请虾仁前往魏王府。属下拜见魏王。姐夫不必多礼。江陵与赤壁之战，以及讨伐荆南4郡的战事中，打得孙权、刘备等人可谓是抱头鼠窜，当真是用兵如神啊！魏王客气了，这一切还要感谢魏王在后方坐镇。只是前方军情紧急，不知道魏王将臣下教诲，所谓何事？姑也知道战事紧急，只是此事至关重要，必须请姐夫回来拿个主。事情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百官老是上书天子，说姑嘛有尧舜之资，伯禹之劳，殷汤之略，周武之名，非要劝说天子效仿尧舜，将皇位传授于姑。姑内心不胜惶恐，却又不知该如何拒绝百官，因此特地请姐夫回来，为姑想个法子。还不胜惶恐？我看你是不胜欣喜吧？这个逼装的666。呵呵，这个倒好说，只要魏王将为首之人抓起来，狠狠惩戒一番，再让陛下下令，胆敢妄议禅让之人，一律斩首示众。如此一来嘛，想必便不再有人敢提及此事。征南大将军误会了，魏王的意思是百官一片好意，连陛下也是有意禅让。既然如此，魏王便该顺应天意，效仿尧舜，继承大典，故此请征南大将军前来拿个主意。对，仲达言之有理，不知姐夫如何看待此事？这样啊，回禀魏王，臣下觉得此事不妥。魏王冀、幽、许、荆等州初定，人心尚且不稳，朝堂内外亦有不少忠于汉室之人。而在南方嘛，刘备与孙权等逆贼仍在窥视朝廷，这个节骨眼上，若是魏王代汉自立，只怕会有不少麻烦。虾仁的这番话倒不是吓唬曹丕，历史上曹丕篡汉后，大大小小的叛乱就发生了几十次，而如今的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再过上2-3年，等虾仁彻底平定孙权和刘备，到了那时候，曹丕再想称帝也不迟。那些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不足为虑。既然魏王这么说，那臣下也没有什么其他意见。魏王若是没有其他事，那属下便先行告退了。看来这个虾仁倒是不怎么支持姑称帝。魏王，虾仁此人虽然可恶，但他说的话却是有些道理的。属下也是建议魏王能够再缓几年。若是刘备与孙权一日不定，那姑一日就不能称帝了吗？先忙这么多年，投入这么多精力，等候这么多时日，如今机会摆在面前，吾又岂能错过？魏王息怒，仲达，魏王说的不无道理，你就勿要再劝了。不错，天时地利人和都在魏王这边，魏王登基时乃天一眼。皆是一群鸡鸣狗盗之辈也，属下谨遵魏王吩咐便是。那就好，明日咱们就开始行动。见曹丕心意已决，司马懿便不再多言。次日一早的朝会上，天子刘协、皇后福寿、魏王曹丕，当然还有征南大将军虾仁，皆是在场。时辰不早了，若无他事，诸位爱卿可退朝。启禀陛下与魏王，臣有事要奏。左中郎将请讲。启禀陛下，早些年间黄巾猖獗，时局动荡，天下昏暗，百姓水深火热，幸有先魏王力挽狂澜，拯救社稷。而如今魏王也是英明神武，乃人中龙凤，并且各地又有祥瑞，
所以吾等臣子皆是认为魏王才是皇帝的不二人选。陛下理当上应天意，下顺民心，臣未与魏王，如此，陛下也可得尧舜之美名。呵呵，左中郎将此言差矣，孤德行浅陋，怎配继承皇位？魏王言重了，天意如此，属下只是据实而论。左中郎将所言极是，魏王理当顺应天意，莫要再谦让了。臣等附议。呵呵，孤德浅才薄，陛下是最清楚的，诸位莫要再为难。附议，陛下，臣也附议。沃尼玛，真看不下去了，反正最后都是你当皇帝。大将军你，满朝文武竟无一人反对，连虾人都是支持朕退位。难道今日大汉400年基业真的要葬送在朕的手中吗？若是今日朕不答应，只怕要不了几日，朕也会步兄长之后尘。诸位朝臣说的极是，朕才是德浅才薄之人，皇帝之位理应由魏王继承。陛下不可啊，此举可是害了臣，天下人知道后，只怕会骂臣是逆贼啊。魏王此言差矣，由魏王继承大典，才是顺应天意人心。陛下勿要多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臣效忠朝廷之心绝不动摇。曹丕的品性，刘协再清楚不过，所以也是多次劝说，但曹丕都是坚持不肯接受。两人商业互吹了一波后，最终曹丕故作愤怒，朝刘协行了一礼，提前告退。但朝会虽结束，这场劝进可没结束。在曹丕回到魏王府之后，众位大臣也是纷纷跟随而至，在魏王府前高呼口号，表示曹丕若不继位，他们就长跪不起。大帝，你说魏王该不会真不想登基为帝吧？虎皮你是真傻，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当皇帝的？他这不过是在装个逼罢了。要是最后曹丕没登基为帝，我敢吃降3斤。果不其然，在天子刘协连续派出3波使者后，曹丕看火候差不多，才故作奇难的从府中走出来，与一众官员寒暄一番后，随使者前往宫中而去。在接受天子禅让跟百官劝进后，曹丕挑选良辰吉日登寿善台称帝，改元皇初，大赦天下。对于刘协，曹丕也没有为难他，像历史上一样封他为山阳公，保留天子礼仪。臣拜见陛下。姐夫不必多礼，朕能继承大典，姐夫可谓是功不可没，因此朕打算任命姐夫为大将军，统领天下兵马，不知姐夫意下如何？呵呵，陛下好意，臣下心领了。只是臣下才疏学浅，怕是难以担此重任。眼下陛下已经继承大典，臣嘛应该继续赶往江陵，征讨刘备等人。姐夫客气了，大将军一职，天下哪有人比你更适合的？你就勿要再推辞了，此事就这么定下了。至于刘备等人嘛，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实不足为虑。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姐夫不必轻往，朕另会派人收拾。呵呵，姐夫前些年劳苦征战，为我大魏立下不是功勋，如今四海升平，姐夫就暂且在家中陪家姐便是。说是让我统领天下兵马，实际上是想架空我啊！呵呵，这个小逼崽子果然是贼心不死。多谢陛下体恤，臣下领命。若无其他事，臣下就告退了。仲达之计谋当真是高明，虾仁是一点回绝的余地都没有。陛下言重了，不过点小聪明罢了，日后还有虾仁他受的。仲达说的极是，你放心，等解决他之后，朕便把张春花赏给你。多谢陛下。曹丕称帝后，虾仁被调回许都，刘备与孙权等人很快便收到了消息，立刻组织了几波反攻。而司马懿也是接替了征南大将军一职，刚上任便一路南下，亲自赶到前线进行指挥。好在甘宁、马超等武将勇猛，士卒战力惊人，这才打退孙刘联军的数次进攻。常文啊，你终于来了，一路舟车劳顿，真是辛苦你了。怎么不见猛火油？仲达，你又不是不知道，眼下那虾人被夺了兵权，怎么可能还继续给你提供猛火油？他以猛火油的采集成本问题说事，总是和陛下吹拉弹唱，陛下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原来如此，那陛下没想过另外组织人手去开采猛火油吗？问题就在这里，仲达，你要知道，猛火油的采集地点那可是位于凉州。虽说马腾已经投靠朝廷，但他在凉州的势力算得上是只手遮天。那虾人的三弟赵子龙和马腾可是翁婿关系，他又怎肯去帮助陛下去开采石油？看来咱们还是低估了虾人的能力。也罢，没有遥遥领先，难道我就击败不了孙刘联军了吗？对了，差点把正事忘了，在来之前，陛下让我给你带一道密旨。陛下说了，希望仲达你于月底前便开始发动进攻，争取半月内拿下江夏郡，彻底收复荆州。半月？这如何可能？驻扎在长沙的将士几乎全是虾人的嫡系，使唤起来也是颇有些不顺手。
而且最麻烦的还是眼下的天气，江陵城雨季绵延至今，长江流域的水位暴涨不说，连带着周边爆发山洪、泥石流，道路崎岖难行。在如此形势下，主动进攻江夏郡本就不是明智之举，更何况是半月之期呢？仲达，不是陛下不体谅你啊，陛下这才登基没多久，冀州、幽州、徐州等地便接连发生叛乱，虽说很快被平息下去，但却人心不稳。陛下需要一场胜仗来安稳人心。仲达，你懂吗？见过征南大将军。诸位不必多礼，今日本将军将汝等请来，是有事要宣布。本将军打算月底前对江夏郡发动进攻。大将军，近些日子大雨如注，道路泥泞，火炮移动起来也是颇为困难。如三眼冲等火器也是受到影响，若是去主动进攻，恐怕与我军不利吧。哈哈，师员所言差异，正是如此极端的天气，贼军才会想不到咱们会进攻。可是大将军，我意已决，汝等不必再说了。这个司马懿不是号称自幼聪明多谋略吗？怎地如此没脑子？孟奇说的不错，这个司马懿自从来了以后，对吾等是处处打压，着实可恨。两位将军慎言，若是让征南大将军知道，只怕会不高兴。不高兴又怎样？难道他还能杀了我不成？哼，此人跟陛下是一条心，自然不会重用吾等。只不过嘛，他若执意要攻打江夏，怕是要大败而归。咱们真不劝他吗？哎，这有什么好劝的？他自己想要作死，谁也拦不住。我可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我是不打算继续待下去，跟司马懿这浪费时间了。明日我便提出申请，返回夏口的水寨。不错，我也去申请。那我也去。与其在司马懿的军中受打压，还不如返回江陵那边逍遥自在。世元先生，你呢？有何打算？既然如此，我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倒不如一同回去。只是离开之前，咱们还是要给大将军写封书信，将情况说明一下。那好，咱们便一起走。而另一边，自从虾仁被架空了军权之后，他便整日赋闲在府中，不是和一众小可爱切磋武艺，就是带着典韦、赵云、许褚，还有姜维和邓艾，四处呱呱呱呱。对了，大帝，自从咱们回到许都后，怎么没见邢道荣兄弟？哦，他啊，我另有吩咐，你们就不要多问了。来，今日在场的消费都由虾公子买单，诸位都要尽兴。老爷，老爷，江陵发来的一封书信，说是要老爷亲自过目哦。江陵，莫非是出什么问题了？司马懿这厮当真是可恶，打压世元先生他们便罢，竟还主动出兵去攻打刘备他们。就是，真当他是大帝呢？就他那3招2式，怎是诸葛呵呵的对手？大和，南方正值雨季，诸葛亮、周瑜又都是聪明绝顶之辈，司马懿若是贸然出兵，只怕会惨败。大和，咱们要不要想办法阻止他？呵呵，属下觉得大将军没有这个必要。文和有什么想法？不妨说来听听。禀大将军，陛下有意针对大将军。那司马懿打压大将军的人吗？实属意料之中。只是据属下所知，这个司马懿可是个老奸巨猾之辈，怎会如此不明智，去主动进攻江夏郡？呵呵，文和此言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以司马懿的才智，当然知道坚守为上策，主动出击嘛，只怕是陛下的意思。既然如此，我若是去阻止，只怕会引得曹丕更加不快。况且庞统和甘宁等人已经申请调回江陵，真要战败，和咱们也没多大关系。走，不要聊别的，我带你们去吃新鲜的肉夹馍。时间飞逝，一晃便过了10几日，眼见半月期限将至，司马懿却始终坚守不出。司马孚和司马奎对此都是有些疑惑不解。启禀征南大将军，朝廷发来公文。时机已到，咱们可以出兵了。二哥，这是为甚？是啊，你刚刚还说时机未到，怎么时机突然就到了？仲达尽管出兵进攻江夏，若真有什么不测，朕绝不会责怪于你。原来二哥在等陛下这一句话。不错，如今雨势连绵，对我军主动进攻相当不利。若是没有陛下的这份公文，咱们岂不是要白白背上战败的黑锅？二哥明鉴。你们俩别愣着了，即可传令于禁和张合，让他俩为我军先锋进攻江夏。在得到司马懿的军令后，于禁和张合没有任何犹豫，当即便率领曹军直扑江夏。与此同时，孙权和刘备压根没想到曹军会趁雨季突袭，结果在接连丢失数座县城后，他们才反应过来。对于曹军主动进军，你们有何看法？呵呵，回禀吴侯，一亮看，此乃好事。好事？咱们可是接连丢了数座城池，这也算得上好事。哦，吴侯稍安勿躁，且听亮慢慢道来。若是曹军坚守不出，以咱们两军的实力，想要硬攻的话，着实有些困难。
可如今曹军主动进攻，可是给了咱们击破他们的机会。更重要的吗？领兵之人不是虾仁，而是司马懿。此人虽有才能，但跟虾仁相差甚远。吴侯现在觉得这不是好事吗？孔明所言不无道理，只是话虽如此，那咱们该如何击败曹军呢？很简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前虾仁能断绝吾等的退路，吾等为何不能效仿他，断绝曹军的退路？孔明的意思是诱敌深入，而后从水路断绝司马懿的退路。呵呵，公瑾果然聪慧，不知主公与吴侯觉得此计如何？在猛然发动对江夏的进攻后，曹军可谓势如破竹，不过几日便拿下了长江南岸江夏郡近1/3的土地。可正当于禁和张合准备一鼓作气直接扑向反口时，却被司马懿给叫住了。征南大将军，如此我军气势如虹，为何不让吾等继续进攻？不错，大将军，最多只要3日，我军便能抵达反口，与孙刘联军展开决战。呵呵，二位将军稍安勿躁。自从吾等发动进攻，已经过去数日，按常理而言，刘备与孙权应该有所应对才是，但直到现在，他们却没有任何举动。我担心他们是设下圈套，想要诱敌深入啊。但就算如此，咱们也不能停滞不前吧？那倒不至于停滞不前，再过几日，等雨水停下，咱们再继续前进。一切皆听征南大将军吩咐。果不其然，5日后，天公也是作美，连续下了10几天的大雨也是停歇下来，天空难得的放晴。司马懿抓住机会，便亲率大军直奔反口而去。而就在这时，前方的探子突然赶来，说是有一支敌军正在朝这边赶来。诸将听令，即刻摆开阵型，准备迎战。在下乃是江东大都督周瑜是也，敢问阁下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江东地界？吾乃江东大都督周瑜是也，敢问阁下为何要兴无名之师，犯我江东地界？汝等不过一群鼠辈儿，却是妄图窃取霸占江东之地，无尽奉诏讨贼，何谓无名之师？司马懿意欲攻取江夏，一统整个荆州，而诸葛亮与周瑜此番的计划，便是打算诈败，诱敌深入，从而断绝曹军的退路。奉诏，奉谁的诏？曹贼本是汉臣，却行篡逆之心，也好意思来讨伐吾等。汝主曹丕愚蠢，莫非你比他更愚蠢？黄口小儿，休要逞口舌之力，咱们手上见真章。杀！火枪队准备，发射。双方大军还未交锋，曹军便率先发难。只见火枪队举起3眼铳，一轮齐射，冲在阵前的孙刘联军士卒便齐刷刷的倒下，战场彻底呈现一边倒的形势。如此精良的兵甲，娴熟的配合，难怪那孙权与刘备合力之下，也不是虾仁的对手。呵呵，不得不承认，虾仁在练兵打仗方面的才能，实乃当时一流。若是能与虾仁成为至交好友，倒也是一件幸事。只是可惜，这厮实在太过可恶。禀大将军，此战我军斩敌5000有余，孙刘联军被打得节节败退。那周瑜见形势不妙，当即便逃了。请问大将军，吾等是否要追击？这周公瑾不是号称足智多谋吗？怎地如此无能？大将军的意思是在担心周瑜此番可能是诈败？不大可能吧，损失5000兵马，周瑜若真是诈败的话，那也太舍得下本钱了。你说的不无道理，这就是我所疑惑的地方。也罢，于禁听令。茂将在，令你与张合即刻率军追击周瑜，不过要切记，若有不敌，当即撤退。茂将领命。随着司马懿一声令下，以于禁和张合2位将军为首，率领曹军对联军士卒展开了疯狂追击，一直连追了几10里地，方才停下。战后经过清点，此战共斩杀敌军1万余人。敌军根本不是我军的对手，被杀的是落花流水。虽未能俘获周瑜以及其他大将，但却也算得上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大将军，此战过后，想必你能彻底放下心，让吾等可以进攻反口了吧？呵呵，好，待到打扫完战场，文泽将军你便为先锋，先一步进攻反口。多谢大将军，茂将领命。与此同时，从曹军的追击中逃脱后，黄盖神色郁闷，一边收拢残兵，一边在原地安营扎寨，向周瑜汇报情况。经过清点，我军损失在1万人以上。大都督，虽说伤亡的都是些招募的新卒，但说到底都是我江东子弟。就算为了让司马懿上当，咱们也用不着下这么大的本钱吧？呵呵，欲成大事者，不能有妇人之仁。公副将军，根据咱们打探的消息以及司马懿的行军风格，能看出来此人老奸巨猾，极其能隐忍。若无今日之大败，那司马老贼又岂能上当？大都督，大都督，大都督，公副将军，曹军动了。刚刚探子来报，曹军打扫完战场后，便有一支兵马率先开拔，朝反口的方向而去。余下的曹军主力部队也是紧随其后。好，饶是司马懿这厮奸诈，还是中了吾等的计谋。公副将军，你即刻前往沙县，派人告诉诸葛亮准备好战船。末将领命。
沙县位于长江边上，江东早已将战船布置在那里，只待司马懿进军反口，周瑜便会乘坐战船逆流而上，直接绕到司马懿后方，堵住他的退路。父亲，虽说大雨已经停了几日，但道路依旧泥泞不堪，照这样下去，咱们恐怕无法将粮草按时送达。道路崎岖难行，想必征南大将军会体谅咱们的。若是征南大将军有责罚，由我一人承担便是。将军言重了，岂能让将军独自受罚？没错，吾等愿与将军一同受罚。好了，此事日后再说，咱们加紧路吧。有敌系觐见。事发突然，正当运粮队经过一片密林时，异变突生，只见无数利箭从树林中射出，李典手下的运粮士卒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便倒了一大片。传令围住他们，此一战务必要把他们全歼于此。父亲，此地位于大军后方，如此之多的兵马，到底是如何绕过我军的主力，出现在这里的？眼下可不是想这个时候，你立刻去组织士卒撤退。孩儿遵命。此番护送粮草，李典只带了3000兵马，而周瑜的伏击少说有万人，兵力本就处于劣势，并且还中了敌军的埋伏。李典深知此时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组织兵力突围。哼，想走哪有那么容易？今日吾要为父亲报仇，将尔等全部斩杀于此。公副将军、义公将军速来助我一臂之力，将敌将斩杀于此。黄盖在此，贼将休得猖狂。随着黄盖与韩当加入战场，李典瞬间压力骤增。他虽然武艺不俗，但对上黄、韩、林3人却也是相当吃力。但尽管如此，李典也不能退却，因为在他身后，李真正带着一众曹军士卒正在全力突围。贼将，拿命来！父亲，吾儿速速退去，切记将此事禀报征南大将军。你说什么？李典将军中伏，力战而亡。是周瑜带人伏击吾等。还请征南大将军即刻发兵为吾父报仇。这令尊中伏身亡，我亦是心情悲痛，但此事事关重大，吾等恐怕还需要仔细商议一番。来人，先带李真将军歇息。征南大将军不知在犹豫什么，为何还不发兵为曼城将军报仇？眼下咱们自身都难保了，还如何为曼城将军报仇？哼！按照李真的描述，伏击运粮队的敌军起码有上万人，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绝无可能瞒过我军的探子，悄无声息地绕到后方。大将军的意思，周瑜是乘坐战船绕至后方，突袭我军的运粮军队。若是如此，前几日周瑜大败，看来也是有意为之的了，目的就是诱敌深入，而后断绝咱们的退路。没想到我再三小心谨慎，还是中了周瑜的计谋。眼下局势对咱们可是相当不利，以你们看，咱们当如何？禀大将军，依末将所见，如今只有2条路可走。其一嘛，便是立刻派人想方设法通知后方的夏侯尚，让他出兵支援咱们，两面夹击绕后的敌军。公明将军的提议看起来倒是可行，但问题是我军的退路已被断绝，如何派人通知夏侯尚？大将军说的也正是末将所担心的，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江陵道有甘宁与马超等诸位将军，但若是等他们得到消息支援过来，只怕咱们早已全军覆没了。公明将军不是说有2条路可走吗？第2条路呢？不妨说来听听。继续原定的计划，攻打樊口。我军中的粮草只少够3天所用，咱们可将此事隐瞒下来，继续前往樊口。只要战事顺利，3天之内拿下樊口，问题不大。征南大将军要早下决策，错过时机，咱们可真的没有生路了。这第2办法看似可行，却异常凶险。能拿下樊口，自然是皆大欢喜；但若3天内拿不下樊口，我等一行人恐怕将无任何活路啊！也罢，还是选第2条路吧。公明将军，你即刻下令军队开拔，去跟文泽将军会合，进攻樊口。末将领命。按照司马懿的命令，徐晃当即便整顿兵马，朝于禁方向进军。经过1日的急行军，两军便于樊口城外会合。当于禁得知了周瑜率军袭击了后方的粮道被断时，当即便要请命攻城。大将军，事不宜迟，咱们得尽快对樊口发动进攻，否则3日之后我军断粮，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好，不义，明日发起进攻，只要3日内拿下樊城，我军危机可解。文泽将军，你即刻去准备吧。末将领命。大将军，启禀征南大将军，末将刚在附近遭遇一队敌军探子，经过一番厮杀，抓到1名俘虏，特地带了过来。哦，你是何人？速速报上你的来历。大将军饶命，小人乃是刘皇叔帐下的一员司卒，奉诸葛军师之令，前来打探曹军的虚实。大将军饶命啊！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你他妈倒是问呐！速速报上你的来历，
快说，快说，快说！别打了，我说。小人是刘皇叔帐下的一员士卒，此番是奉诸葛军师之令前来打探曹军虚实的哦，请大将军饶命。哦，那你说说刘备与诸葛亮何在？禀大将军哦，刘皇叔和诸葛军师如今就在樊口城中，准备誓死抵抗大将军哦。呵呵，你这小粗道也算老实，徐晃将军将他放了吧。征南大将军若是将他放了，岂不是告诉刘备等人咱们的情况？倒不如一刀砍了省事。小人所言句句属实哦，将军饶命啊！小人上有80岁老母供养，下有外。行了，区区一名小卒，放了也无碍，你走吧。多谢大将军，多谢大将军哦。徐晃，你即刻派遣几人跟着他。大将军，这是为何？哼！即便刘备与诸葛亮派出斥候，也不会派到城外20余里，区区一斥候，哪里来如此的胆量，胆敢深入我军阵营？再加上我审问此人时，他目光闪烁，言语迟疑，摆明了是在说谎。因此我判断刘备等人很有可能就在附近。原来如此，若是刘备等人就躲在不远处，趁着我军攻打樊口时从背后偷袭，那可就麻烦了。征南大将军果然聪慧，末将即刻去办。梦回三国第144集。公明将军，情况如何了？果真让大将军猜中了，末将亲自带人尾随着那名士卒，去到不远处的山谷内，发现那里有敌军驻扎。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末将没敢凑近，但却仔细观察了一番。能够肯定的是，那里少说有上万兵马，而且打的正是刘备的旗帜。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只要趁刘备大军不注意，全力猛攻，将其拿下，便有了粮草辎重。届时咱们进可攻樊口，退可回去与夏侯尚夹击后面的敌军。当年虾人攻打寿春时，吕布潜伏在城外，发动了雷霆一击，虽说未能击杀虾人，却让其吓出一背冷汗。刘备与诸葛亮等人今日此举，想必就是效仿当初。可惜我可不是虾人，又怎会上他的当？你们听着，我有意趁刘备军不备，发起猛攻，你们意下如何？一切皆听征南大将军吩咐。很好，传令下去，即刻组织兵马，准备进攻。随着司马懿一声令下，曹军的营地立刻行动起来。为了振奋军队的士气，司马懿更是身披甲胄，亲自领兵前往。浩浩荡荡的曹军离开营地，直扑徐晃所说的山谷。你们守在此地，可曾见到谷中有人出来？回禀征南大将军，未曾有人出来，里面也没什么动静。大将军请看，前面的山谷腹地驻扎的营地便是刘备的大军。呵呵，很好，文谦将军，是时候由你出手了。末将领命。接受军令后，乐进当即便叫上自己亲兵，一马当先朝刘备军的大营冲去。而负责守营的刘备军士卒，眼看着曹军已经冲至跟前，竟然没有丝毫抵抗的意思，直接一哄而散。不对劲，按理说如此大的动静，刘备营地应该早就发觉，并且杀出来，但除去门口那一队守营的士卒外，到现在咱们都没见到其他敌军。不好，中计了！敌军这是要烧死咱们！快通知大将军撤出谷外！见到营帐内空无一人，并且摆满破布、稻草等易燃物，乐进背后瞬间浮起一股凉意。然而不等他们告诉司马懿情况，却是异变突生。只见无数雷幕滚势呼啸落下，曹军士卒一时之间来不及防备，死伤无数。呵呵，司马懿，你助曹为虐，今日便该有此一劫。哼，司马懿，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处，放箭！张飞一声暴喝，刘备军士卒立刻将点着火的箭矢射了出去。因为提前准备好的那些易燃物，不过片刻的功夫，火势便蔓延开来，熊熊大火将整座山谷吞没。孔明了，若是此一战能将司马懿跟曹军全歼云刺，荆州形势当一片大好。大哥说的不错，到时候别说夺回荆南4郡了，怕是反攻江陵、襄阳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个圈套，是刘备与诸葛亮那厮故意将咱们引诱至此。征南大将军，快想办法吧！谷中狭小，数万人挤在这里，一片混乱，根本无法撤离啊！败了，诸葛亮乃多智之辈，此谷狭小，他定然会派人封住谷口，不给我军任何一丝逃脱的机会。不是怎么知道？大将军，末将现在就带人突围，即便是战死，末将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不必了。在诸葛亮的计谋下，谷内浇多少火油，藏多少硝炭，才能将整座山谷焚为灰烬？诸葛亮早已算得一清二楚。吾等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能葬身火海，天也救不了吾等。大将军，大将军不可！下雨了，大将军，你看，下雨了。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将军。
老天爷，你对我真是不薄啊！诸位将士，留下辎重，随我离开此谷。随着滂沱大雨的降临，原本蔓延整座山谷内的火势瞬间戛然而止。见到如此戏剧性的一幕，位于刘备等人都傻眼了。这是什么情况？本能将司马懿的数万曹军活生生烧死在谷中，怎么突然就下起大雨了？难道连老天都在帮曹军不成？大哥，可不能让司马老贼就这样跑了，我这就带人去追击。翼德将军且慢。主公，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求也。况且咱们在崖顶上，等到下到谷底内，只怕曹军已然逃了。军师此言何意？难道就让他们这么轻松逃走不成？呵呵，翼德将军稍安勿躁。曹军出动之后，我已派陈道将军率领白耳兵前去进攻曹军的营地。就算司马懿此番侥幸逃回去，怕也是无力回天。吾等只要稳扎稳打，等待司马懿的只有死路一条。甚好，如此甚好，军师果然是料事如神啊！果不其然，司马懿侥幸从山谷中捡回一命，便一路仓皇撤退。然而当他抵达营地之后，只见营地中四处浓烟滚滚，哀嚎声一片。快说这是出了何事？二哥，你走之前没多久，刘备军便袭击了军营，他们并不恋战，而是在营中四处放火，制造混乱。咱们仅剩不多的粮草，也是被一把火烧得所剩无几。禀大将军，营中的大火已被扑灭。经过清点，今日山谷遭遇伏击，我军有2000余将士被烧死，烧伤者也是不计其数。更严重的是，经过营地纵火一事，咱们营中的粮草已经不足大军一日所需。这个诸葛亮果真是多智近妖，此计环环相扣，毫无破绽可言。真不知虾人究竟是如何做到，能与此人对抗多年而不落下风，甚至还能稳稳压制。将军。典韦将军，你真的确定象可以过河吗？子修公子放心，我大弟就是用这招对付我的，绝对错不了。子修公子，到你了，你快走齐啊！你们在干嘛呢？如此看来，子修恢复的好像还不错。有老夫在，大将军你就放心吧。是啊，老师，今日老师为何如此空闲，前来探望子修？呵呵，甘宁他们从江陵传回了战报，说是司马懿那厮在江夏郡被周瑜和孙权联手打的抱头鼠窜，如今已是卧榻在床，重病不起。真是可惜了李典将军，多么好的一个人。就是，若不是若不是司马懿轻敌冒进，李典将军又怎么会战死？嗨，要我说，最主要的还是山谷中的那把火，怎么没把司马懿给烧死？呵呵，我想的可不是这些。憨批，从即日起，你便对外宣称我患病，一直卧床休息，任何人都不见。大帝为何要称病？大将军这是在装给陛下看的。没错，仲景先生果然聪慧。司马懿大败，无论他能否活着回来，荆南的局势都会急转直下。届时曹丕要想稳住局势，定然会派人来找我。老师，如今父亲已经逝世，子修也是重病在身，所以子修已无意与子桓争斗。只要老师安好，子修已别无所求。呵呵，你呀，就是太过于心善，置身事中，咱们又岂能独善其身？以曹丕之心性，再加上司马懿之贼心，将来这天下恐怕会迎来一场灾难啊！此一战，司马懿大败，无论他能否活着回来，荆南的局势都会急转直下。届时曹丕要想稳住局势，定然会派人来找我。可置身事中，咱们又岂能独善其身？以曹丕之心性，再加上司马懿之贼心，这天下若是落入他们手中，将来恐怕会迎来一场灾难啊！憨批，从即日起，你便对外宣称我患病，一直卧床休息，任何人都不见。哦，好的，大帝。与此同时，在知道司马懿兵败被困后，曹丕脸色铁青，因为此一战的大败对于曹魏来说确实太过于沉重。朕登基后的首战便遭受如此大败，如今兵败被围，竟还有脸来向朕求援。司马懿这个废物，要让朕如何安抚天下人心？诸公可有什么计策？陛下，司马懿身为朝廷的征南大将军，臣以为无论他是战死或是被俘，陛下都必须派兵救援。陛下，常闻所言极是，臣附议。大了，来人，即刻派人通知曹仁将军，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出司马懿。奴才遵命。呵呵，文和先生向来多谋，朕把你留下是有一事相问。陛下言重了，不知陛下有何吩咐，还请明示。
司马懿这一败，不单单影响着荆州的战事，更会影响天下的局势。眼下司马懿已然兵败江夏郡，派人援救司马懿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后续该怎么办？文和觉得朕当如何是好？如曹丕所说，曹军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如此惨烈的败仗，今日之败可以说是打破虾仁为曹军带来的不败神话。原本投靠朝廷的各地豪强士族，以及张鲁、刘璋、公孙度等诸侯，也会因此而蠢蠢欲动。原本虾仁担任征南大将军，战事进展顺利，要不了多久就能解决那孙权与刘备，届时天下江山定然稳固。但你偏偏没事找事，打压虾仁便罢，你竟还让司马懿取而代之，催促着司马懿主动出战。今日之败，实乃意料之中。脑子不够就该补一补，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呵呵，禀陛下，依臣看，还是请大将军出山为好。文和先生此言何意？陛下，大将军文武双全，威望之高，朝堂内外无人能及。一旦荆州局势恶化，臣以为唯有大将军出山，方才能稳定局面。朕好不容易才把虾仁的兵权给夺了，若是再去请虾仁出山的话，那朕先前的种种举措，岂不是前功尽弃？呵呵，文和说的有理，不过嘛，此事朕心中有数，眼下局势还能掌控，就没必要去惊动大将军了。曹丕此话的意思，老谋深算的贾诩自然清楚，所以他也不再多说什么，便拱手退去。先王去世之前，可是对群臣说过，若是曹丕昏庸无能，虾仁可将其废除，从曹家子嗣中另取贤能，辅其即位。如此紧要关头，曹丕若还是一意孤行，远为将军，老师昨日说过，像是不可以过河的。哦，子修公子有所不知，我这个像是亚欧长毛象，是可以过河的。曹丕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先去找点梅喝就好了。而另一边，樊口百里之外的荒郊野岭，以司马懿为首的曹军粮草皆无，军心涣散，正如同丧家之犬般躲在这里。二哥，军中只剩下这些了，你就吃点吧。你吃吧，魏兄吃不下。江夏郡不大，要不了几日，孙刘联军便能寻到此地，届时等待吴军的只有投降或是战死。悔不当初吧，这下倒好，数万将士搭进去不说，怕是好不容易拿下来的荆州也要再度易主。征南大将军江宁方面来人了。吾等被困于江夏郡，周瑜定然早已封锁长江，江宁是怎么派人来的？带进来。末将曹太见过征南大将军。公子怎么来了？莫非是魏将军的援兵到了？征南大将军误会了，只有我跟2名亲兵。禀征南大将军，在知道征南大将军兵败被困后，吴父与伯仁将军立刻便发动了救援。只是诸葛亮早已设下天罗地网，伯仁根本不是刘备大军的对手，最终连长沙郡也给丢了。至于我父亲，则是指挥着蔡瑁水师，意图从水路接应征南大将军，但在江面之上，我父亲又遇到周瑜率领的江东水军，被打得大败而归，只能退守下口水寨内，再也无力出战。眼看着水路都无法支援征南大将军，吴父亲无奈之下，只得派出我带着2名亲兵，趁着深夜风雨大作时，冒死过江。这个诸葛匹夫，怕是铁了心要置吴于死地啊！征南大将军，吴父还有一言要我转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曹太话没明说，但司马懿却是明白，曹仁是希望他放弃大军，跟随曹太一块乘坐小舟离开，孤身一人逃回江陵。我知道了，请公子先下去歇息，此事容我思虑一番。二哥，魏将军说的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三弟，我若是丢下兵马，孤身逃走，性命是保住了，但世人将会如何看我？按照曹太所言，我所乘坐的小舟最多只能带上5人，于禁、徐晃、乐进、张合加起来就已经超员，连曹太带来的2名亲兵都要留下来。我若逃走，你们2个断然要留下。我们都听二哥的。二哥，我们甘愿留下，给将士们以及朝堂一个交代。你们且告诉将士们，是我司马懿对不起他们，让他们尽管投降，不必担心后方的家人。刘备性格仁厚，定然不会为难他们的。接着奏乐，接着舞。打了一辈子仗，今日之大胜，备从未有过，此乃孔明之功也。来，孔明啊，吃酒。大哥，大哥，据实曹军刚刚派使者送来一封书信，说是愿意投降。哦，快呈与我看。
奇怪，落款的怎么是主簿司马孚？主公说的不错，按照常理而言，若是投降，就算不是司马懿的亲笔书信，也应该是于禁、张合这样大将，怎么会轮到司马孚这等一个小小的主簿？难不成司马懿已经逃了？走，咱们一看便知。果不其然，当刘备等人来到曹军大营时，曹军士卒便陆续放下兵甲投降，可他们并没有发现司马懿、于禁等大将的身影。大哥，司马懿纳斯在临走之前，竟下令将虾黄连弩和三眼抽这样的精良军械全部用黑火药给炸毁。这些军械威力巨大，我原本还打算缴获一些加以研究的。这个司马老贼当真是狡猾无比。事已至此，主公勿要动怒。虽说没有获得曹军的精良军械，但却是俘获大批精锐的士卒。更重要的嘛，赤壁之战后，曹军一路征战，势如破竹，此番咱们确实能松口气了。吃了如此败仗，有何面目让魏将军如此礼遇？哈哈，仲达勿要自责，胜败乃是兵家常事嘛。这厮竟好意思逃回来，脸皮可真够厚的。可不是嘛，若不是他，曼城将军怎会战死？呵呵，不仅如此，我还听说此番他把曼城将军的儿子丢下，自己逃了回来，简直非人也。好了，咱们都少说几句。眼下司马懿还受陛下的宠信，若是让他听到，只怕会有麻烦。老子怕他不成，大不了辞官不做，去投奔虾兄。好了，诸位，自征南大将军反口一战大败，节不向刘备投降后，如今孙刘联军气势如虹，不仅长沙郡失守，连零陵与贵阳的数座城池也被周瑜小儿所攻占。不知对眼下的局势，尔等可有什么看法？哎，此地征南大将军官职最高，咱们当然得听从征南大将军的意见了。就是，不知征南大将军有何高见，吾等洗耳恭听。仲达，你看这，呵呵，无碍。诸位，如今孙刘联军兵锋正盛，吾等不能硬抗，必须坚守江陵，静候朝廷的援兵。所以我有意上书陛下，请大将军南下。司马懿此话一出，在场众人一阵骚动，连庞统与甘宁一众心中也是深感诧异。司马老贼这是什么意思？他跟虾兄可是有着不小的仇怨，好不容易才借助陛下的权势，将虾兄的兵权给夺了，此番怎么会主动上书陛下，让虾兄重新回到江陵？呵呵，他当然不愿意让大将军重新出山了，只不过嘛，江夏一战大败，我军形势每况愈下，此时他要想击败有周瑜与诸葛亮坐镇的孙刘联军，非大将军不可。常文、晏才、季仲对于仲达的提议，你们怎么看？仲达真是糊涂，那虾仁就像是一头猛狮，陛下好不容易将他关入牢笼中，又怎能放他出去？季仲此言不妥。陛下，宜诚看眼下荆州的局势，或许只能让虾仁去处理。季仲说的这些，仲达又岂能不知呢？哼，你懂什么？这里哪轮得到你发言？无知，我操你！司马懿这个废物，他在信中说，江夏一战大败后，我军形势每况愈下，此时他已无力应对周瑜与诸葛亮，想请虾仁出山。对于仲达的提议，你们怎么看？陛下万万不可！仲达真是糊涂，那虾仁就像是一头猛狮，陛下好不容易将他关入牢笼中，又怎能放他出去？季仲此言不妥，宜臣所。你懂什么？这里哪轮得到你发言？无知，我操你！好了，你们勿要争吵。常文如何看待仲达的建议？这个嘛，禀陛下，臣觉得仲达的提议可行，毕竟有能力有威望，能够迅速稳定荆州局势的唯有虾仁一人。至于季仲所担心的嘛，其实不足为虑，毕竟虾仁的家眷都在许都，他就算有一心，又能怎样？常文所言极是，其实朕心底也是偏向于让虾仁南下去坐镇荆州，毕竟先皇的临终一命摆在那里，若是放任局势败坏，虾仁真以先皇的一命逼朕下台，也不是没有可能。来人，即刻派人去大将军府，请大将军入宫来议事。奴才遵命。见宦官离去，曹丕这才松了口气。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放下身段，主动示好，虾仁就应该见好就收。然而结果却是出乎曹丕的意料，因为从始至终，这名宦官都没有见到虾仁一面。大伯，咱们这么糊弄陛下，真的没事吗？呵呵，能有什么事？他曹丕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哎，我倒是觉得大帝做的没错，三弟你就少操心吧。来，咱们吃酒。大将军人呢？回禀陛下，奴才未曾见到大将军。根据大将军的亲卫统领周仓所说，大将军自从前几日就一直抱病在床，无法见外人。
前几日不是还听说虾仁的一众妻妾几乎都怀有了身孕，就这种身体素质，怎么会抱病在床？陛下，虾仁此举摆明了是拿村长不当干部，给您脸色看呢。陛下，既然大将军有恙，依臣看，陛下不妨前去探望一番。混账！朕贵为皇帝，岂能去探视他？朕就不信了，没有他虾仁，曹魏就阻挡不了孙权和刘备。来人，派人前去江陵，让他们不惜一切把荆南4郡给夺回来。见曹丕如此愤怒，在场众人面面相觑，却也不敢再多说什么。数日后，曹丕的旨意便传到了江陵城。曹仁和司马懿打开公文的一瞬间，便顿时感到天旋地转，头皮发麻。江夏之败，我军损失惨重，士气也是极为低迷，想要守住江陵，怕是都有些吃力啊。如今陛下却下令让吾等主动出击，去稳住荆南4郡，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事实情况，吾早已如实汇报，但陛下却仍是执意如此，你我又能如何呢？罢了，传令整军备战。随着曹仁的军令下达，曹军当即便行动起来，从江陵城发兵进攻荆南4郡。而当他们前脚刚出城，孙权和刘备便收到消息，他们先是调集战船，摆出要强攻江陵的姿态。曹仁收到消息，又调转方向，准备撤回江陵。周瑜见状，便通过水路绕行到后方，在半途设下埋伏。结果曹仁被杀得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江陵城。至此，曹军再也无力插手荆南。此战过后，天下为之震动。汉中郡张鲁、辽东公孙康皆是暗中集结兵马，蠢蠢欲动。除此之外，鲜卑人也是借机多次南下。你们说，朕当如何？陛下，实在不行，咱们还是去请大将军出山吧。眼下也唯有他才能镇住局面啊。陛下，先皇何等的英明神武，却也能礼贤下士，方才将太尉、大将军等人招至麾下。陛下为何不能效仿先皇呢？常文说的对，来人，即刻准备一份厚礼，朕要亲自去探望大将军。对二，要不要？不要王炸，我就剩一张牌了。不晚了，不晚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大帝这是又来骗我俩俸禄了。哎，你个憨批，怎么说话呢？读书人的事怎么能算骗呢？先生，先生，陛下带人来了，说是要探望你，已经快到门口了。快收拾一下。拜见陛下。诸位免礼，将军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朕听闻大将军感染风寒，此番特地前来探望。陛下怎么来了？姐夫勿要起身。来人，把朕为姐夫准备的虎肠、鹿肠等大补之物全都拿上来。臣多谢陛下。看虾仁这样子，不像是装的，难不成是真的病了？陛下有所不知，大帝是一直忧心国事，操劳过度才会得病的。放他娘的狗屁！他要真是大病在身，还能如此悠闲呢？典为将军所言极是，姐夫能有如此心思，实在是朕之福气，大魏之福气。陛下言重了，这都是臣的本分罢了。就这样，曹魏最阴险的2个人在一起，都是很卖力的配合着对方的表演。可直到最后，虾仁都没有要提起荆南战事的意思。曹丕见状，无奈只能主动开口。虽说姐夫重病在床，朕理应体谅，只是眼下荆州形势急转直下，恐怕唯有姐夫出面，才能稳定局势啊。陛下有吩咐，臣理当领命。只是陛下也看到了，臣这身体实在是……这个虾仁，朕的姿态放得如此之低，他竟然还不肯松口，当真是可恶至极。姐夫此言差矣，如今的局面，朕只能倚仗的唯有姐夫一人啊。陛下言重了。安国乡侯司马仲达、昌武亭侯陈长文皆是肱骨栋梁，有他们在，足以辅助陛下。臣这身子怕是支撑不了多久，大去之期不远矣啊。典韦将军为何无故发笑？回禀陛下，臣是想起高兴的事，我媳妇生孩子了。虎侯为何也无故发笑？那个臣的媳妇也生孩子了。你俩的媳妇难不成是同一人？臣是有心无力，愿陛下不要再为难臣了。陛下知道大将军有恙，只是荆州的局势非大将军出马不可。陛下先前说了，大将军素来爱慕山阳公的夫人，只要大将军肯出马，届时定当将福寿赏赐给大将军。既然陛下对臣如此看重，为了大魏江山，为了天下百姓，臣就算死也要病死在战场上。那一切就拜托姐夫了。虽说虾仁与福寿的事情人尽皆知，可虾仁也不会因为此事就答应曹丕。实际上，他早就想好了条件，此举也不过是借坡下驴罢了。
禀陛下，此番出征，臣要有独断之专权。除此之外，陛下要罢免司马懿的职位，并让张绣将军接替曹仁，坐镇江陵城。陛下，虾仁的这些条件根本就无异于割据一方的诸侯，这未免也太漫天要价了吧？哼，朕也是万没想到，虾仁竟会借此机会，直接来了个狮子大开口。长文，你有何看法？陛下，依臣看，不妨答应他。他的要求如此过分，你竟然还要求朕答应他？呵呵，陛下稍安勿躁，请听臣慢慢道来。虾仁用兵犹如羚羊挂角，天马行空。他提出这般要求，想必也是不想受人桎梏。至于陛下所担心的问题嘛，陛下莫要忘了，此人向来重情义，他的一众家眷又都留在许都，他若真有什么异心，陛下便可拿他的家眷做威胁。不错，虾仁的家眷都在许都城中，朕大可以放权给他，让他去收拾孙刘联军。等到孙权与刘备等人被解决完之后，朕再回过头来收拾他便是。好，来人，就按长文说的去办。原本我还以为曹丕要挣扎几日，没想到上午刚把奏书呈上去，下午便收到了回复，全部答应不说，甚至还将虎豹戟全都调给了我。那大哥的意思呢？既然曹丕如此配合，我怎么好意思再装下去？可是大哥，咱们都走了，子修公子和嫂夫人怎么办？呵呵，子龙放心，我早有应对之策。韩丕，你把这个令牌交给周仓，他自然明白。Yes sir。子龙吩咐下去，明日咱们便出发。对了，记得通知姜维和邓艾，此番前往江陵城，咱们把他们也带上。司马懿啊，能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你兵败江夏，导致李典将军战死，还把自己的2位弟弟以及我曹军将士们留在江夏独自逃生。但凡要点脸面的人，怕是都抹脖子自杀，无颜苟活下去。没想到你还依然坚挺的活着，脸皮之厚，实在是令我自愧弗如啊！说实话，这个大将军应该由你来当。征南大将军也是立功心切，这才中了孙权与刘备那厮的诡计。大将军，咱们勿要在府外交谈了，先进府吧。也好，2弟、3弟、4弟，咱们走。对了，大弟，你还有一件喜事，是不是忘记告诉仲达先生了？不知何事，典韦将军不妨直言。也没什么大事，春华嫂嫂上个月有了身孕，我寻思着等小侄满月的时候，大弟是不是应该请仲达去喝杯满月酒？对，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一定要来，仲达一定要来啊！卧槽！虾仁将司马懿未过门的妻子张春华给抢走一事，世人皆知，如今竟还要请人去喝满月酒，简直是虾仁诛心啊！仲达，宴席开始了，咱们先进去吧。陛下命我即刻返回许都，在下不敢耽搁。今日宴席在下怕是无暇参加，先告辞了。仲达且慢，仲达啊，无暇参加没事，不要忘了随份子钱。仲达，你没事吧？漫怀三国第147集。按照虾仁提出的条件，由张绣领军镇守江陵城，因此次日一早，曹仁、曹泰、于禁等人皆是收拾好行囊，返回许都。诸位，好久不见。嗨，虾兄，咱们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错，能再为大将军效力，实乃吾等荣幸。先前不必多说，从今日起，本家不会让你们再受半点打压。吾等誓死效忠大将军。很好，世远，说眼下荆州的局势。属下遵命。禀大将军，自从司马懿江夏战败，曹仁又中伏兵败后，荆州局势急转直下，不仅荆南4郡全部丢失，甚至于孙刘联军还越过南郡的边界，侵占了南郡位于长江南边的大片区域。不仅如此，先前为了救援司马懿，蔡瑁与张允的水师被迫出击，结果被周瑜的水师打得大败而归，再也无力出战。如今那周瑜在长江上横行无忌，我那800个结拜兄弟吓得都不敢出门了。禀大将军，兴霸所言极是。当初您离开荆州时，局势一片大好，只要稳扎稳打，几年内平定江东绝对没问题。这下倒好，在陛下和司马懿的指挥下，局势直接变主动为被动，真他妈猪队友。若不是如此，陛下又怎会不惜答应我所有的条件，也要请我出山呢？军师有何看法？回禀大将军，实不相瞒，早在大将军来江陵之前，属下就已经思虑过破敌之策。只是属下觉得我军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想要短时间内拿下刘备与孙权等人断无可能，眼下只能稳扎稳打，待到水师组建完毕后，方才能与孙刘联军再度开战。文和先生，你认为呢？在下也以为世元先生所言最为可行，毕竟咱们的军力远强于刘备与江东，要不了1年半载便可重新组建一支水师。
届时我大军一旦南下，整个江东定然望风而降。两位所言皆是有理，但却有一弊端。不知大将军有何高见，属下愿闻其详。呵呵，请两位试想，若是咱们借此机会休养生息，那孙权与刘备同样也是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依两位所说，等到咱们准备妥当后，只怕他们早已将荆南4郡经营得密不透风，到了那时，咱们再想拿下江东，只怕更为困难啊。这个吗？请出属下才疏学浅，不知该如何破局。军师勿要烦忧，其实我早有破敌之策。从即日起，你们只要大张旗鼓，在江陵城外建造船只，打造水师即可。等到时机成熟，你们自然就明白了。而另一边，在收复荆南4郡后，刘琦病逝，于是刘备便自领荆州牧，驻扎于游江口，并将禅陵改名为公安。想必军师已经知晓，下人再度回到江陵了吧？此人可不同于司马懿，他此番再度回来，咱们万不能大意。呵呵，主公也不必过分担忧，眼下战局形势对我方一片大好，他虾人就算再多谋善断，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扭转局势。也是，孔明先生说的不无道理。哦，对了，主公可曾派人去夏口，把此事告知吴侯与周公瑾？我倒是已经让简雍前往夏口，将此事告诉他们，但江东的态度……先前两家被虾人压制的时候，彼此间就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眼下局势一片大好，矛盾也就彻底爆发了出来。刘皇叔为了抵抗曹军，我江东出钱又出力，更是为此搭上蒋钦、凌操、董袭、陈武4员大将，理当就应该获得更大的利益。不错，如今荆南4郡成功收复，我主只是索要江夏与长沙2郡，可谓是仁至义尽。刘皇叔为何？子敬啊，且先听亮一言。虽说吴侯将荆南3个郡让与我主，可子敬又岂能不知？零陵、贵阳、武陵3郡乃贫瘠之地，实非大军久驻之所啊！那孔明的意思呢？呵呵，以亮之见，不如这样：除武陵、零陵、贵阳3郡之地外，长江以南的南郡也让与我主，江夏郡和长沙郡嘛，仍是归吴侯所有。公瑾，你看如何？有曹军在一旁虎视眈眈，虽然孙权答应了5等的条件，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怨气的。军师说的不错，陆公。右长，吾不是让你监视江陵城曹军的动向吗？你怎么回来了？主公，曹军有动静了，他们在江陵城外搭建船坞，看架势是准备重组水师。重建水师可不是朝夕之事，如此看来，想必短时间内曹军不会发动进攻了。对了，主公，军师，还有一则关于虾人的消息。据探子传回的消息，这几日江陵城中传闻，说是虾人身患重病，已然卧床不起。虾人身患重病，此事当真？大哥，先前咱们便收到消息，曹丕请虾人重返江陵时，他就托病不出，眼下来到江陵，他又是患病在床，依俺看，此事8成是真的。三弟所言不错，经师，难不成虾人真的失病了？这个嘛，主公，虾人此子狡诈多变，就怕他又在耍什么阴谋。军师太过小心了，眼下的局势，虾人又能用什么阴谋诡计？如今天气转冷，虾人要是水土不服，生个病什么的，不是很正常吗？对，右长所言极是，也许是他真的生病了。大哥，虾人要是真的病死了，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却如张飞所言，在场诸位都不希望虾人活着，但诸葛亮的神情却是有些落寞。像虾人这般劲敌，若不能正面将他击败，实属有些遗憾。与此同时，樊口的军营之中，孙权也是收到了虾人重回江陵的消息，当即便召集周瑜、鲁肃等人商议对抗一事。公瑾，对于虾人重回江陵一事，你怎么看？回禀主公，依属下看，虾人一时间翻不起什么浪花，主公无需担忧。有公瑾此言，吾就安心了。不过主公，咱们得要小心些刘备。此人性情坚韧不拔，志向宏大，又有诸葛亮、马良等人辅佐，眼下他占据半个南郡以及荆南3郡，假以时日，必定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因此主公要早做准备，防患于未然。公瑾此言的意思，主公，公瑾此言差矣。虽说周瑜跟鲁肃为至交好友，但二人对天下大事的判断却是截然不同。鲁肃倾向于3分天下，结交刘备，共同抗曹，而周瑜是打算灭掉刘备，与曹操2分天下。公瑾，曹魏势大，不论是我江东，亦或是刘备，都不足以与其单独抗衡。若是此时咱们出兵攻打刘备，那虾人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子敬所言也不无道理。那对于联手抗曹，子敬有何提议？主公，江陵之战时，刘皇叔的妻子糜氏曾被虾人给俘获，因此属下斗胆建议，主公不妨与其联姻，将孙小妹嫁给刘备。子敬，你是不是糊涂了？
小妹青春靓丽，刘备已是天命之年，怎配得上小妹？主公，此事万万不可！啊！公瑾勿要心急，小妹也是我孙家儿女，本侯断然不能亏待于她。此事行与不行，咱们可日后再议。眼下还是对付虾仁要紧。这样吧，子敬，你传信给刘备，就说我请他来反口，共同商议联手抗曹一事。属下遵命。子敬先生真是糊涂了，我江东女子怎能嫁给刘备那个糟老头子？是啊，孙小妹貌美，如何刘备那个大耳贼怎么配得上？大都督，你可要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啊！哼，此番击败曹军，那刘备本就占了天大的好处。若是为了教好他，再把孙小妹嫁给他，那我江东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诸位的心思我明白，等他一约来赴吴侯的宴时，咱们借机将刘备扣押下来。届时刘备在咱们手中，还愁诸葛亮等人不听话不成？大都督英明。3年，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的吗？大将军，3年未见，末将可是想死你了。数年不见，没想到2位将军风采依旧啊！老夫就算再怎么风采依旧，又如何跟大将军比啊？是，可是你们能不能把我放下来再说？对，汉升将军，咱们不要在这里说话了，先请大将军入府。梦回三国第148集。虾仁重回江陵，孙权和刘备的注意力也全都放在了荆州地域，而他们却没想到，虾仁并没有从江陵南下的打算。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明面上假装患病卧床歇息，暗中却悄悄离开江陵，直奔合肥而来。近几年，大将军的赫赫战功，末将与汉升将军可都是有所耳闻。炮轰江陵，火烧赤壁，奇袭长沙，大将军当真是用兵如神。不错，末将虽然远在合肥，但朝廷的底报却是一次没落下过。只是可惜了，若不是陛下，只怕江东……好了，不要说那些不开心的事。说起来，合肥的战事如何？丁大将军，由于最近几年朝廷大军在大将军的指挥下，一直对荆州用兵，因此合肥周边一直保持着守势。末将与汉升将军都是坚守城池，从未主动出击。而江东方面嘛，也试探性的进攻过合肥，几次皆是无功而返后，最后也是放弃了。请大将军放心，有老夫何文远在，那江东小儿绝踏不进合肥城一步。呵呵，如此甚好。此番我来合肥也是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我有意去攻打濡须口，你们觉得如何？合肥城中共有1万兵马，都是末将一手训练，绝对属于精锐。而至于濡须口那边，根据我军探子的观察，江东只有不到2万人。大将军这招声东击西之计，或许真能打江东个出其不意。我军本就缺乏水势，虽说合肥城中只有1万兵马，但眼下江东的注意力都放在荆州，不管是濡须口还是建业，皆是兵力空虚。若是大将军先攻下濡须口，俘获江东的战船，而后迅速沿江南下，直攻建业，当真可谓是妙计。2位将军说的不错，所以我打算从合肥出发，奇袭濡须口，趁着江东反应不及，给他来一招白衣渡江，直捣江东的老巢建业。兴霸，此番带你来，则是因为你擅长水战，不管是攻打濡须口，还是接下来的奔袭建业，都需要你坐镇。嘿嘿，虾兄你就放心吧，打死诸葛亮和周瑜，他们也绝对想不到虾兄会来一招声东击西。论起完阴谋诡计，虾兄果然是行家。大将军有何用得到的地方，烦请明示，末将无所不从。与此同时，在河对岸的濡须口，作为孙权的堂兄，且是宗亲大将的孙瑜，正坐镇大营以抗曹军。启禀将军，今日属下巡视完毕，合肥城的曹军没什么异动。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将军，属下还另有一事禀报，刚刚收到建业来信，说是孙小姐准备前来探望将军。小妹要来。濡须口位于前线，乃我江东与曹军交战之地，小妹来这里作甚？回禀将军，根据信使所说，似乎是吴侯有意将孙小姐嫁给刘备，想必孙小姐是因为对此事不满，才会离开建业的。我虽坐镇濡须口，与刘备从未见过面，但却也听说刘备年纪不小，而小妹正值29年华，年轻貌美，嫁给一个能给她当爹的刘备，着实有些不合适。孙小姐的书信中有说何时到来吗？回禀将军，大概就是这2日。得知孙尚香隔日便到，孙瑜也不敢怠慢，当即便命手札将士准备好迎接。1日之后，只见一艘高耸入云的战船沿着濡须水逆流而上，缓缓驶入濡须水寨。堂兄，想必你是知道小妹的来意吧？哼，那刘备都已是半截入土的糟老头了，小妹不明白二哥为何起了把我嫁给他的念头。呵呵，想必吴侯有他自己的打算，堂兄也不好多说什么。来，咱们边走边说。小妹，你觉得这些士卒如何？呵呵，不是堂兄跟你吹嘘，别说江东，就算放眼天下，我手下的兵马也算得上精锐。哼，
既然堂兄说的那么厉害，不知跟下人的兵马比起来，孰胜孰负呢？这个嘛，小妹逗你玩呢。堂兄放心，假以时日，我定当领兵上阵，亲手擒了那虾人。哦，不错，以小妹的武艺，绝对是手到擒来。面对孙尚香的嬉笑，孙瑜也没当回事，两人边走边谈，而他们却不知道，就在此时，如须水寨不远处的一片丛林中，已经来了几个不速之客。大将军，前方便是江东修建的水寨，若是我军攻破此处，顺着如须水便可顺流而下，从而直攻建业。如须口位于如须山和七宝山之间，两山对峙，形势险要，也难怪曹操和曹仁先后攻打如须口，都无功而返。只是可惜你们遇到了我。文远将军，黑火药可是准备妥当了？回禀大将军，已经准备妥当。那就好，今晚咱们就动手。虽说合肥城没有遥遥领先、火炮等威力巨大的军械，但黑火药还是有不少。而此番虾人便是打算通过黑火药炸开如须雾，打江东军队一个出其不意。随着夜色的降临，虾人一声令下，曹军便趁着天黑开始向如须水寨方向移动。数名曹军的士卒抱着装满黑火药的木桶，悄悄来到寨墙下。我没开。将军，大事不好了！哪来的震响之声？发生了何事？禀将军，曹军猛然发动进攻，似乎是用黑火药炸垮了寨墙。怎么可能？合肥城与咱们相安无事已久，怎会突然发动进攻？休莫将军，速速组织兵马抵挡曹军，勿要让他们冲杀进来。末将领命。小妹，曹军夜袭水寨，战事不利，此地凶险至极，你速速乘船离开。曹军来攻，这等好机会，小妹怎能轻易离开？堂兄，别看小妹是女儿身，但上阵杀敌，小妹也毫不逊色。胡闹！战事紧急，小妹你速速离去，否则我便让人把你绑走。堂兄，哼！小姐，咱们要回船上去吗？说什么胡话呢？本小姐自幼习武，好不容易待到真正杀敌的机会，怎能轻易离开？可是小姐，氛围将军刚才……住口！不许再说！走，回去给本小姐披甲。另一边，由于甘宁与黄忠的勇武，曹军的攻势又太过突然，江东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节节败退，大半个如须水寨都落入曹军手中。此人相貌粗犷，既不像张辽，亦不像黄忠，他到底是何方神圣，竟如此勇武？不行，不能让他如此冲阵。吾乃江东朱怀是也，本将手下不长无名之鬼，速速报上名来。什么朱什么还，逼什么？吃我一刀！拜把狂魔，甘心罢来也！兄弟们，给我冲上去，放下水闸，引大军入寨！杀！与此同时，战场的另一头，孙瑜并不知道朱桓战死的消息，但眼看着水闸放下，孙瑜也知道战事不利，当即便打算去支援朱桓。好剑法！吾乃奋威将军孙瑜是也，敢问阁下名号？老夫乃大将军麾下大将黄忠是也，没想到你反应倒挺及时的。既知老夫名号，那老夫便给你一个机会，放下兵器，束手投降，可饶你一命。哼，我江东儿郎岂有投降一说？倒是你，一大把年纪了，不回去享天伦之乐，竟跑到这里来送死。匹夫庶子，休要逞口舌之利。将士们，随老夫冲阵！杀！鼠辈，今日有老夫在此，这如须水寨你守不住。重披金锁甲，腰挎铁胎弓，你是老将黄忠？哼！既知老夫名号，何敢与吾对敌？若不是大将军有令要生擒你，你怕是早已成老夫的刀下亡魂。将士们，随老夫冲阵！杀！此战要速战速决，因此黄忠也不过多废话，挥动着大刀便朝孙瑜攻去。见此情形，一旁的曹军也是如潮水般涌向江东军，双方兵马一交手，便开始了白热化的厮杀。谁能挡我？休得伤无堂兄！ 1、2、3、4、5、6、7、8 2、2、3、4、5、6、7、8。见过大将军。哦，原来是张虎，你父亲那边的情况如何了？回禀大将军，我父亲刚传回消息，江东军已被我军击败，敌将孙瑜被俘，朱桓被斩杀。呵呵，不愧是文远，行军打仗从不用我操心。多谢大将军赞誉家父。只是有一事，或许需要大将军亲自过去处理。
如须水寨既然已经拿下，连敌方大将也都被俘获，还有什么事需要我亲自前去处理？这末将也不知情，大将军不妨前去一看便知。敌将休要猖狂，为避免奉系不保，老夫劝你快束手就擒。汉升将军，这到底是何情况？回禀大将军，这名女将乃是孙权之妹，名曰孙尚香。孙尚香，孙权的妹妹。哼，曹贼，汝等还不快上前受死！禀大将军，此女身份尊贵，末将猜想大将军定会大有用途，因此末将不敢擅作主张。眼下如须水寨已破，江东军已败，孙小姐何不放下兵器投降？在下可保你的安危。你又是何人？哦，吾乃放肆！此乃朝廷大将军虾仁是也，贼将休得口出狂言。这个张文远还是太年轻了。你就是虾仁，那色中恶鬼。呵呵，不错，正是本虾。孙小姐，你最好识相点，束手就擒。呸！落在你这厮胚手中，我还不如死了呢。废话少说，有能耐就与本姑娘一战。不对，虾仁不是在荆州与吴侯和刘皇叔对峙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不成他打算从合肥用兵攻打建业？若真是这样，那可就麻烦了。哎！孙小姐，本虾可不是好说话之人，你再不投降，我就先砍了你堂兄，然后再把江东士卒全部就地斩杀。你虾仁，你这卑鄙之徒！哼！见虾仁拿孙瑜做要挟，孙尚香无奈，只得一跺脚，丢下手中的长剑。而他身后的那些江东士卒见状，也是随着他丢下兵器。至此，如须水寨便顺利落入虾仁的掌控之中。大将军，从水寨中逃走的江东军士卒，基本上都被末将给拦截住了，绝不会走漏风声。呵呵，很好。既然是奇袭建业，那自然不能让消息走漏出去。此番文远将军辛苦了。哎，虾兄，如此说来，咱们得赶紧加快速度，赶在建业那边获悉消息前，直接杀到城下。兴霸将军说的不错，若是咱们此番能够顺利奇袭建业，等事后孙权反应过来，也只能干瞪眼。不过嘛，我军没有足够的船只，敢问大将军准备如何进攻建业？哦，汉升将军勿急，我原本的计划是准备来一招白衣渡江，但却如汉升将军所说，没有足够的船只，咱们即便伪装成商人，也是不太容易过江。不过嘛，正所谓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如今咱们俘获了孙尚香，我军便可换上江东兵马的服饰，乘坐他们的战船，并且以护送孙尚香回建业之名去攻打建业。哦，好计，大将军好计啊！行了，传令下去，让将士们早些歇息，咱们晌午便出发。随着虾仁一声令下，曹军将士便即刻行动起来。待到晌午时分，休整完毕的曹军将士们便重新集结，陆续登上孙尚香的战船飞凤号。这艘战船是孙权亲自下令建造，足以容纳2000人，航行在江面之上，一眼望去，遮天蔽日，气势恢宏。在下曾听闻建业风光无限好，如今有孙小姐能够陪我一同前往，当真是人生一大美事啊！哼，你这厮胚定是没安好心，休想让我答应你。虾兄，咱们到了。虾兄，敢问船上之人可是大小姐哦？放肆！大小姐驾到，还不通闪开！瞎了你的狗眼！大小姐的战船你都认不出。大小姐息怒，属下这就为大小姐让路。哦，没想到这孙小姐的名号这么好用。兴霸，吩咐下去，咱们直奔孙尚香的府邸。末将领命。虽说江东的兵力都被孙权调往荆州，但作为孙权的老巢，建业至少还有3-4万的兵力，要想轻易攻下建业城，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如须水寨被攻破，孙尚香被俘获的消息随时都有可能传回建业，而咱们此行只带了8000人马，大部分的士卒都还留在船上，想要快速拿下建业，还真的有点难办啊！虾兄，快！虾兄，门外来了一人，自称是吴国太的贴身女婢，说是吴国太要召见孙小姐。糟了，唐人想见孙尚香，咱们倒是可以打发，但吴国太想见，咱们若是阻拦，恐怕会很容易被识破。是啊，大将军，眼下咱们当如何是好？诸位休要慌张，先由我去会再说。敢问哪位是吴夫人的贴身女婢？怎么是个男子？我就是，你是何人？怎么不见大小姐？哦，这位姐姐借一步说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实不相瞒，我与香香情投意合，早已私定终身。那你是何人？我为何从未听大小姐说起过此事？
不，姐姐有所不知，在下乃是奋威将军孙瑜麾下的部将，只因为出身寒微，所以香香并没有对外声张。我跟香香经过一番商议，觉得也是时候公开我俩的关系了。请姐姐回去将此事告诉夫人，就说我跟香香在府上设宴，请她过来。你的要求倒也不算太过分，好吧，我答应公子。哦，那有劳姐姐了。禀夫人，根据那位公子所说，事情就是这样。你是说上香他与一男子情投意合，已经许定终身？母亲，此事虽说突然，但小妹年纪也不小了，到了该嫁人的时候，有心仪的男子，这倒也正常，母亲也无需这般惊讶。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只是有些太过突然了。也罢，既然如此，今日正好有空，咱们便一块去上香的府邸，咱们一同去见见上香心仪的男子。是，夫人。虾仁的这番话，吴国泰并没有多想，当即一行人便动身，乘着轿子朝孙尚香的府邸而去。而此时的虾仁早已做好了准备，在府邸大门处准备迎接吴国泰一行人。见过吴夫人。剑眉星目，相貌俊逸，有股出尘脱俗的气质，当真是一副好皮囊，怪不得能把上香给迷住。哦，多谢夫人赞誉。虽说出身寒微，但只要上香喜欢，家世算不得什么。你叫什么名字？回禀夫人，在下名叫叶问。叶问，老身怎么好像在哪听过？上香大人呢？哦，香香知道夫人要来，说是要准备一番，在下已经让人去叫她了，还请夫人稍待。呵呵，也罢，那咱们便等她来，再一起用膳吧。不得不说，虾仁的这个计划很成功。一番交谈之后，众人对他也是放下戒备，没有再继续追问些什么。而见此情形，虾仁便朝一旁的甘宁使了个眼色，意思就是将大门紧闭起来，不得任何人进出。而另一边，建业衙门之中，一位短髯的精壮男子正在低头处理政事，他便是坐镇后方的江东大将吕蒙。建业令，大事不好了！建业令，大事不好了哦！刚刚收到消息，如须水寨已于今日一早被曹军给攻占下来了哦。你说什么？此事当真？禀建业令，小弟所言句句属实哦。据说曹军还换上了我军第一架乘坐着大小姐的战船朝建业而来呀！糟了！刚刚巡逻士卒汇报，今日大小姐乘坐的飞凤号已经回到了建业。如此说来，敌军定然也是一同进到建业城中了。建业令勿要慌张，既然能够偷摸混入建业，曹军应该没有多少兵力，他们很有可能就在大小姐的府中藏着。不错，我只要调动兵马，将他的府邸团团围住，就出不了大乱子。你即刻拿我兵符去调动吴南军，去包围大小姐的府邸。属下领命。来人，为本将军披甲。你这是干什么呀？吴国泰，实在不好意思，恐怕暂时要委屈你们一番了。叶问，你这是何意？母亲，几位嫂嫂，你们误会了，他不是叶问，他是虾仁，朝廷的大将军虾仁。当听到虾仁的名号，吴国泰瞬间心头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作为孙权死对头的虾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建业城中，并且还在孙尚香的府上？大将军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般鬼鬼祟祟潜入城中，又将吾等一众女子捉拿起来，他不是大丈夫所为吧？呵呵，不愧是江东猛虎孙坚的遗孀，这份冷静着实难得。只不过嘛，吴国太严重了，在下只是想请夫人去北方做客罢了。文远将军将他们带走。哎呀，你弄疼我了。夫人，在下可不想有什么不愉快，还希望你们能多多配合。照他说的去做。梦回三国第150集。大将军当真是好计谋，轻而易举就将吴国泰给抓到手了。那孙权小儿若是得知此事，定然投鼠忌器，不敢与我军交锋。哎，我也是没想到，虾兄本来只是打算抓住吴国泰，没想到他连带着步练师和大乔也顺带着送上门来，当真可谓是买1赠3啊！把孙权的家眷一网打尽，已然是圆满完成任务，自然没有必要再继续逗留。等到天色暗淡后，众人收拾一番，便准备离开孙尚香的府邸。然而他们刚出大门，就听到一阵阵杂乱的脚步声，无数江东军士卒举着火把从远处蜂拥而至，将他们团团围住。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吕蒙。你们这些贼子，倒也是胆子够大，竟然敢偷摸混入建业，莫不是活腻歪了？呵呵，人不大，胆子倒不小，在我面前竟还敢口出狂言，速速报上姓名，否则待会可就没机会开口了。哼！吾乃吴侯任命的建业令吕蒙是也，你又是何人？男子汉大丈夫，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你爷爷虾仁是也。你就是虾仁虾思聪。好啊，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竟然主动送上门来。
传闻中的朝廷大将军怎会有如此武艺？你不是瞎人？嘿嘿，老子是你爷爷干星霸，刚才是逗你玩呢。哼，匹夫只会逞口舌之力。吴南军听令，将他们拿下。吴难军统领着京城宿卫，负责江东之主以及宗室们的安危，其战力惊人，精锐程度丝毫不亚于蜀汉的吴当飞军、曹魏的虎豹骑。呵呵，原来领的是吴南军，怪不得会如此嚣张。诸位夫人，还请出来一见。吴夫人，哼，你才是瞎人！瞎人，你这混账！你可是朝廷大将军，怎地如此卑鄙无耻下流？呵呵。跟你们这些江东鼠辈打交道，自然是要比你们更卑鄙无耻下流才行。阿蒙啊，你最好乖乖退去，否则刀剑无眼，万一伤到吴夫人，阿蒙你如何向闭眼儿交代？哦，对了，除了吴夫人外，吴侯的妻妾潘氏和布氏，还有其妹妹孙尚香及兄长的遗孀大乔，都在后面的轿子里。阿蒙同学，你可要三思啊！见虾人把孙权的家眷一一带出来，吕蒙瞬间一脸懵逼。而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耳边忽然隐隐传来一阵阵喊叫声。吕蒙心头一惊，放眼望去，只见建业城中四面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片片呼喊声、惨叫声四起。哼，瞎贼，是你干的！不错，好不容易来一趟建业，怎么能不给孙权带点好礼？废话少说，阿蒙同学，你若是再不让开道路，我可就要对各位夫人动粗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恐怕不太合适吧？让路！建业林，咱们若是放人，那吴侯追究下来。住口！若是不放了他们，瞎贼真对诸位夫人动了手，那罪责你承担得起吗？哼，都给我让路！吕蒙一声令下，吴难军当即朝两边散开。见此情形，甘宁与张辽将吴国泰的马车护在最中央，缓缓朝前走去。一时之间，双方剑拔弩张，但江东军最终也没敢动手。有吴国泰的性命做要挟，虾人一行人一路畅行无阻，迅速便抵达了码头。虽然吕蒙带着吴难军紧紧跟在他们身后，但只得散开，目送着虾人他们上了船。多谢阿蒙同学了，日后去北方记得通知在下，在下定然扫踏相迎。建业林，眼下咱们该怎么办？这个瞎贼竟如此嚣张，简直非人也！你领着右军先去城中救火，顺带派人将此事告诉吴侯，我领左军跟着他们，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属下领命。与此同时，曹军的船队已经开始撤回，他们只要进了濡须水，便可顺流直上，从而进入巢湖，回到合肥城。可问题是，吕蒙的战船一直在后面跟着，虾人见状也并不打算就这样回去。文远将军把船开到长江上，便抛锚，咱们就在这里等着。大将军，这是何意？呵呵，你们且说说看，吕蒙明知道跟着咱们没有任何用途，那他还为什么要跟着呢？嗨，这还不简单，想来那吕蒙应该是在寻找机会把人救回去，否则孙权岂能饶了他？不错，不过嘛，这只是其一。请大将军明示。呵呵，人是从他手上弄丢的，他当然得救了，可他并不敢动手，因为吴国泰等人万一有所损伤，这份罪责他可承担不起。依我所见，他此时定然已经通知了孙权，只要孙权来了，那么不管能不能救回吴国泰，他都可以甩了这个黑锅，而我等的就是这个机会。末将明白了，江陵城之所以不敢发兵渡江去攻打刘备，说白了就是因为惧怕江东水师。不错，眼下咱们奇建业得手，那孙权定然会把主力调回江东，届时我留在江陵城的兵马便可肆意攻打刘备，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大将军高见，末将佩服。却如虾人所说，吕蒙顾忌吴国泰的安危，不敢轻易动手，只是令江东军士卒从四面将虾人的船队围住。而另一边樊口码头上，刘备一行人风尘仆仆应约而来，与孙权洽谈联姻一事。大哥，那孙权小儿想把妹妹嫁给大哥，这是好事啊，大哥为何愁眉不展？三弟说的轻松，你大哥我已是50多岁的人了，而吴侯的妹妹却正值桃李年华，但吴侯突然有此意，难道你不觉得古怪吗？哎，大哥，这有什么古怪的？那是大哥你仪表非凡，有龙凤之姿。呵呵，三将军说的不错，主公也无需担忧，咱们两家既是盟友，又有虾贼这般劲敌，就算吴侯不是诚心，也绝不会加害主公的。况且出发之前，军师不是还给了3个锦囊吗？主公定能安然度过危机。希望如此吧。刘皇叔，刘皇叔再下来晚了，还请刘皇叔见谅。子敬言重了，只是子敬的神色为何会如此慌张？刘皇叔有所不知，吴侯家中出了点事情。你说什么？虾人纳斯他竟跑到了建业，把吴侯的家眷给掳走了。他不是患有重病，在江陵卧床休息的吗？怎么可能出现在建业的？
在下也是事后才得知，那虾人声东击西，假借重病掩人耳目，却暗中前往合肥攻打濡须口，奇袭建业城，最终掳走了诸位夫人。哼，这个瞎贼还真是胆大的耗子赶路猫，直接丢下了江陵，去偷袭江东的老巢了。三弟不得无礼。刘皇叔，吴侯让我给来传话，眼下情况紧急，联姻之事只能日后再议了，劳烦刘皇叔白跑一趟。哦，如此重要之事是不能耽搁，子敬请便。哼，这个闭眼儿未免太不知礼数了吧？这就要赶咱们走？这也怪不得吴侯，毕竟此事10万火急。这个虾人当真是无比狡猾，竟然去袭击建业，实属不讲武德。谁说不是的？只是可惜了，军师给的3个锦囊也没用上。行了，勿要多言，咱们回公安吧。在刘备走后，鲁肃很快便回到了樊口大营，一众文臣武将皆是到场，气氛显得格外压抑。虾人此贼简直非人也！传我军令，即刻点骑兵马回师建业。如此奇耻大辱，我定要砍了虾人的狗头来泄愤。吴侯且慢，吴侯，江夏和长沙2郡，咱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里，若是此时回师，江夏定然空虚。万一曹军又或是刘备起了心思，那该如何是好？伯言此言有理。公瑾、德谋，你2人留下坐镇樊口，以防变故。属下领命。禀报吴侯，飞云号已经准备妥当，末将已点骑兵马，随时可以出发。好。江东小儿，吾乃张辽是也。此番吾奉大将军之命，再次恭候吴侯多时了。主公，虾人的战船已被属下团团围住，只要主公一声令下，末将便即刻发起进攻，救出吴国太尉一众夫人。糊涂！之前逍遥津一战恍如昨日，张文远之骁勇也是历历在目，你有把握拿下他吗？当初合肥之战，张辽以500人马硬是冲垮孙权3万大军，并于乱军之中将孙权俘获，如此勇武，就被江东百姓传言说张辽是青面獠牙的妖怪，以至于在江东的百姓一听到张500的名号就望风而逃。不管那虾人打的什么主意，只要他没走，咱们就有机会救出母亲和妹妹。诸位都说少看，可有什么好的法子？禀吴侯，那虾人既然没走，也没跟咱们动手，想必是有所图。依属下看，吴侯不如先派人与他接洽，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也罢，子敬，你就去走一趟。属下定当不负吴侯众望。梦回三国第151集。在下鲁肃，见过大将军。不，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肃先生，远道而来，辛苦了，不妨先陪我欣赏完这一支舞曲，请坐。哎，别停下，接着奏乐，接着舞。虾人这厮实在太过分了，竟然如此羞辱吴侯的妻妾与嫂嫂。关键还故意让我看见，这要是让吴侯知道，我哪还有命活啊？子敬先生，不知吴侯让你来，所谓何事啊？回大将军的话，咱们双方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不知大将军为何会突然袭击建业，将吴侯的家眷掳走？好你个鲁子敬，当真是睁着眼说瞎话。前不久咱们还在荆州地区打得你死我活，怎么到你嘴里就井水不犯河水了？再说了，当年孙权在合肥战败落入我手时，其兄长孙伯符曾经答应过在下，只要我将孙权放了，他就把不家小姐送与在下。如今嘛，虽说孙伯符被人刺杀身亡，但他答应的条件总不能不兑现吧？不错，这么多年过去了，既然孙权不主动把不家小姐送过来，那大将军自己来取，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也罢，即便此事是我江东不占理，那大将军带走不家小姐就够了，为何又将吴国太尉其他夫人给带走？子敬这话就说错了。那孙权小儿享用不家小姐这么多年，大将军顺带着收点利息怎么了？行了，你回去告诉孙权，步练师马本来就是我的，潘叔和乔营他们带到本虾一肉加3馍之后，自然会送还与他。文远送客。子敬先生，走吧。哦，对了，子敬先生，记得告诉孙权一声，就说船上粮食不太够，让他给送点来，不然饿了我们倒是小事，要是饿住吴夫人，那可就不好了。这个瞎思聪简直非人也。大将军之言，在下定当传达。仅凭合肥城的1万兵马，想拿下建业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虾人停留在长江之上，就是打算一肉加4馍，把孙权的主力引回建业，从而让庞统从江陵出兵去攻打驻扎在公安的刘备。说起来，自大将军称病开始，闭门谢客已经1月有余，贬为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回军师的话，大帝说他重病未愈，仍需要歇息。好吧，军师有消息。军师刚刚收到消息，孙权的兵马于今日一早全部撤回了江东。
孙权好不容易才将江夏和长沙两郡收入囊中，眼下应该是布控兵力，防止我军反扑的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会将兵马全都撤走？皆是依末将看，无非是有2种可能。哦，子龙将军，且说说看。是军师。依末将所见，这其一是孙权与刘备有所图谋，故意做出撤军的样子，设下埋伏，吸引我不主动出击，为的就是图谋江陵。先前周瑜佯装强攻江陵，却暗中设伏，重创了曹仁所部，这种可能性嘛，也不是没有。子龙将军，那你说的第2种可能是什么？那就是江东出了什么变故，逼得孙权被迫，而且必须调兵回去。江东作为孙权的大后方，孙策死后，孙权也是与江东各大世家达成了合作，且用心经营这么多年，防守可谓是固若金汤，会出什么变故呢？却如庞统所说，手握重兵割据一方的太史慈英年早逝，南方叛乱的山岳也是被孙权派人连番打压后再无威胁，因此庞统苦思冥想许久，也没想出个缘由。我大帝天下无敌，要是有大帝在此，以他的智慧，定能猜出孙权的意图。对了，之前大将军给了我一枚锦囊，说是时机成熟之时便可打开，莫非指的就是现在？军师，可是有什么不妥？哪里有什么不妥，简直太妥当了。诸位，其实大将军并非是在养病，而是暗中前往合肥去了。而孙权此番撤兵，也是大将军所用的计谋。敢问军师，大将军前往合肥作甚？呵呵，孟起将军有所不知，大将军暗中前往合肥，是欲联合文远、汉升2位将军突袭濡须口，进而威逼建业城。诸位，那建业城可是孙权的根基所在，他受到威胁，孙权自然坐不住，要回兵救援，此乃声东击西之计。原来如此，合着大将军这么久没露面，是去偷袭孙权的老巢了。只是军师，大将军此计虽然巧妙，但合肥城的兵力并不多，如今孙权又回师救援，大将军会不会有危险？咱们是否要去支援他？不错，这也是无所担忧的。呵呵，身为大将军的贴身护卫，想必此事典韦将军应该早就知道吧？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了。典韦将军，你就不要藏着掖着了，快说说看，大将军临行前是怎么交代的？你们先别急，我大帝说他自有脱身之计，让咱们不要管他，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更重要的任务，请典韦将军细说。此番大帝所用的乃是连环计，除了声东击西外，还有一计，名曰下虾兵法36计之回首掏。虽然众人都不明白回首掏的具体含义，但以庞统的智慧，也并不难猜到，虾人此番调虎离山，就是想让他们抓住机会出兵攻伐。而就在庞统等人弄清楚虾人计划的同时，刘备一行人也是从樊口赶回了公安。属下见过主公。主公，乌侯不是请你去商谈联姻之事的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别说了，谈个鸡毛的联姻啊！人都没见到，还让咱们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闭眼儿当真是不知礼数。孔明有所不知。原来如此，路人妻妾之事，乃是虾贼的一贯作风，这厮着实是可恶了些。好了，不说这些了。孔明啊，我不在的这2天，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回禀主公，江陵那边风平浪静，曹军也是一直按兵不动。不过益州牧刘璋倒是派来了信使。据刘璋的信使所说，曹丕曾派使者去劝说张鲁，张鲁似乎是有意投降。那张鲁占据了益州的门户汉中，他若是投降了曹丕，那曹魏的大军便可以直取益州。呵呵，主公说的不错，所以此番刘璋派遣使者前来嘛，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想求助主公出手相助。主公，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亮当年与主公提出的隆中对，便是要占据荆益2州，而后徐徐发展。如今主公已然占据了1/3的荆州，而刘璋又主动邀请咱们前往，隆中对战略意图的实现，可谓是指日可待。刘备当然知道，仅凭荆南3郡和半个南郡，断然无法大量募兵养马，想要与曹魏亦或是江东争锋，唯有入主川蜀之地。可益州刘璋与刘备乃是同宗兄弟，若是主动去攻取益州，又有失刘备的仁义之风，所以对于诸葛亮的提议，刘备也是处于两难之地。主公，军师，大事不好了，曹军渡江了。你说什么？曹军怎么会突然渡江？属下也不知，就在今日拂晓时分，曹军忽然在长江上搭建浮桥，直接冲杀了过来。糟了，虾人竟然是这般打算的，又慢了他一步。季生虾，何生亮，孔明，
糟了，孔明啊！江东的水师刚撤走，曹军就突然在长江上架设浮桥，直接冲杀过来。恐怕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咱们啊！又慢了他一步。季生亮和生霞，孔明，军师，孔明，你怎么样啊？主公，先前曹军不敢渡江，乃是惧怕江东水师断其退路。但虾仁奇袭建业的目的，为的就是把孙权的主力调回江东，而后调转方向来攻打咱们。奶奶的！虾仁这狗贼竟狡猾到这般地步，这简直就是老母猪带赵赵，一套又一套啊！三弟，别说这些了，眼下曹军来势汹汹，不出2个时辰就能赶到。孔明啊，眼下咱们该如何是好？主公，公安的城池并不算坚固，曹军只要抵达这里，最多一盏茶的功夫就能攻入城中，这里没办法待下去了，咱们必须撤。好，三弟、右长，你们去收拾收拾，咱们马上撤。梦回三国152集。探知请留步。军师有何吩咐？探知，曹军来势汹汹，我军若是就这么撤走的话，断然无法摆脱曹军骑兵的追击。因此，我想在公安城中留下人手，去阻拦曹军的追击。军师是想让末将留下来断后。不错，此事唯有交给坦之你，最合适不过。但凡留下来断后，基本不可能再突围出去。诸葛亮思来想去，也只有关平最为合适。毕竟关羽已归虾仁帐下，哪怕关平战败，曹军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自从云长投曹后，探知你的处境就极为微妙。即便主公不说，但其他人心中多少也会有些不快。所以此番留下守城，你若能安然归来，其他人也不会再说什么。倘若战败嘛，也正好与云长父子团圆，这对坦之你来说也不失为解脱之法。军师言重了，伯父待我不薄，我自当留下断后。那就好，我给你留1000兵马，你只需要坚持1个时辰即可。主公会先行撤往零陵郡，届时你可以赶上来。末将领命。和关平交代完后，诸葛亮也是立刻动身离开，与刘备等人会合。而由于有着丰富的逃跑经验，刘备一行人很快便撤出公安城外。可当大军刚刚抵达丽水的时候，诸葛亮却突然叫住了刘备，还请主公即刻派人将丽水的桥全部毁去。军师，这是为何？咱们不是要前往武陵郡吗？为何还没渡河就要把桥梁毁去？主公有所不知，曹军一旦拿下公安城，定然会查探我军去向。属下先前说要前往武陵郡，不过只是为了迷惑曹军罢了。军师啊，咱们若是不去武陵郡，还能去哪里啊？绕行渭水，向西去1州。去1州？军师的意思是把荆州的地盘拱手让给曹魏？主公觉得以咱们的实力，能够守住荆南吗？之前咱们与江东联手，也无法与虾仁正面交锋，更别说如今孙权回师救援建业，仅凭5亿骑之力，断然不是那虾仁的对手。主公说的不错，先前虾仁被调走，无非是曹丕猜忌他，怕他功高震主。但此番他重返回荆州，甚至能从淮南调兵进攻建业，说明曹丕已经彻底放手给他。如此形势之下，只怕江东根本守不住。与其死守江东，倒不如先一步去投奔刘璋，借助他的势力徐徐发展。等到虾仁灭掉江东后，咱们到时候与他也有一战之力。可是这……主公，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当年高祖皇帝不就是凭借着汉中与巴蜀苦心经营，最终击败西楚霸王项羽，方才能成就霸业的。好，咱们这就去1州。虽说把荆州拱手让给虾仁，刘备心有不甘，但在诸葛亮的劝说下，他还是下定决心向西前往益州。而另一边，曹军铁骑掀起了滚滚尘烟，很快便来到了公安城下。为首的2员大将，正是担任曹军先锋的马超与庞德。田将军，咱们动作这么快，想必刘备等人还并未逃脱。如此甚好。城中的人听着，吾乃大将军麾下大将马超是也。尔等若是识趣，便速速打开城门，无可没尔等意思。想让吾等投降，门都没有。废话少说，你有本事尽管攻城便是。先前攻打兰口聚水寨的时候，我见过你，你是云长将军的长子关平。不错，正是本将军。探知。探知，开城吧。关平自然知道，仅凭1000士卒，断然无法守住公安城。但为了掩护刘备大军的撤退，他只能以身殉城。但关羽的到来改变了他的决心。探知，你伯父他们呢？回父亲的话，在知道曹军渡江后，伯父自知不敌，当即便弃城南下了。这个刘玄德也太能跑了吧！探知侄儿，你可知道刘皇叔他们去哪了吗？
这个嘛，军师临走前曾说他们在武陵郡那边等着我。那还等什么？我这就出兵前去追击。哎，孟启兄，你这就不地道了，怎地每次先锋都由你担任？就是，你都把刘备给追丢了，怎么还能担任先锋？这一次还是交给我与文长吧。魏延，你好了，诸位将军无需争功，你们就一起去吧。为稳妥起见，由舒卫与文长2位将军负责追击刘备，孟起、令明、仲野3位将军再领一队骑兵紧随其后，以免出什么意外。末将领命。在魏延与文丑等人离开后，庞统便命人在江城中仔细搜索了一遍，确定诸葛亮没有埋伏后，他才放下心来，回到府中静候追击刘备的消息。然而一直到夜色深沉，也没见到魏延、文丑他们归来。奇怪，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难不成他们中了埋伏？正是，正是文成将军回来了，不过他好像说没有发现刘备等人的踪迹。这是为何？快带我去见他们。这就有些奇怪了。刘备撤出公安的时候，起码有1-2万人，就算再怎么能跑，也绝不可能逃过离水。难不成他们没有去武陵郡？军师此言何意？孟起将军有所不知，刘备的大军以不足为主，只有少量的战马，即便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快过你们的追击。如此来看，刘备军只有2种可能，要么向西而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前往益州；要么便是向东乘船横渡长江，直接抵达江夏郡。军师，以末将所见，后者的可能性极小，毕竟我军进攻极为迅速，留守江夏郡的城濮，即便前来接应他们，也来不及调集那么多战船。不错，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刘备固步一阵，装作南下武陵，实则是向西往益州而去。却如庞统所料，次日一早，负责查探的探子便回来禀报，确定了刘备西进入川的事实。而见此情形，庞统也是不再迟疑，指挥着大军迅速南下。武陵、零陵、贵阳3郡的官员根本无力抵抗，纷纷望风而降。不过半月的功夫，荆南4郡便又再度回归曹魏的掌控之下。呸！真难吃！子敬先生，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想吃鱼了，怎么没给我送来？典韦将军想吃的江夏鱼远在江夏郡，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派人去捕捉。不过我们另外准备了其他鱼类，还请典韦将军莫要介意。放屁！我当然介意了。江夏鱼味道鲜美，又岂是其他鱼类所能媲美的？我就要吃江夏鱼。这个憨批整天要求吃山珍海味，动不动就说一些什么担心吴国太奉系不保的鬼话，真是太难伺候。请典韦将军息怒，我这就命人去准备。这还差不多。呵呵，大将军停在建业已有数日，不知打算何时返回许都。怎么，吴侯不欢迎我来做客吗？大将军误会了，吴侯怎么会不欢迎大将军呢？只是吴夫人在大将军的船上做客已有数日，吴侯有些思念母亲罢了。只要大将军肯让吴夫人离开，想住几日便可住几日。你少来！子敬先生，我若把吴夫人放走，只怕那孙权马上就会挥兵来攻打我吧。这个不过嘛，想让吴夫人离开也不是不可能，只要吴侯能满足我的几个要求，我立刻就把吴夫人给放了。什么要求？大将军请说。你听好了，卢子敬，你回去告诉孙权，想要我放了吴国太，那就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大将军请说。第一个要求，孙权必须放我等安然离开，等回到巢湖，我定当将吴国太安然送回来。这是自然，在下代吴侯答应了。第二个要求，先前司马懿在江夏兵败，李典将军战死，被你们俘获的曹军将士，你们需要全部交还回来。这个也好说，可并不是所有的俘虏都在我们手中。先前司马懿留下的那批将军士卒，其中还有一部分归在了刘备帐下。这个本虾不介意，只要孙权做他应该做的就行。至于刘备那边，我自会收拾他们。那好，这一条在下也可以答应。不知大将军最后一个要求是什么？这最后一个条件嘛，我只会把吴国太放回去，步练师潘叔、大乔还有孙尚香就归我了。本虾也不为难你，你若做不了主，就回去禀报孙权，我等得急。那好，大将军稍待，容在下回去与吴侯商议一番。嘿嘿，虾兄，你这也太狠了，一下子就把孙权的妻妾和嫂妹全都抢走了。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我嘛全都要。梦回三国第153集。狗贼虾仁实在是太过分了。
孙权原本已经做好打算，以为虾仁最多会把步练师留下，但是很显然，一次把孙权的妻妾嫂妹全部掠走，他还是低估了虾仁无耻的程度。哼，这简直是书可忍，审不可忍。吴侯且先息怒，有道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只要他肯提要求，即便狮子大开口，咱们也能讨价还价。无论如何，吴侯之母安然归来才是重中之重。只是不知吴侯的底线是什么，也好让子敬去跟虾仁讨价还价。吴侯与天下霸业比起来，区区的女人可是算不得什么。子敬，你回去告诉虾仁，只要他将我母亲和小妹送回来，我便放他离去；若不然，我便立刻攻他，大不了鱼死网破。属下领命。大将军，这便是吴侯的态度。我本想与孙权结成一家人，没想到孙权竟然这么不给面子。也罢，只要孙权满足我的要求，我便将孙权的老母亲还有孙尚香安然送回。多谢大将军。经过数日的友好交流，双方也是达成了统一意见。按照虾仁的要求，孙权将先前俘获的曹军将士如数奉还，这其中就包括被囚禁多日的司马孚、司马奎以及李典之子李真。一番商业互吹之后，虾仁也不多做停留，指挥着孙尚香的飞凤号一马当先，使出了江东的包围圈。吴侯，这虾仁该不会出尔反尔吧？凌校尉多虑了，虾仁这厮好歹也是朝廷大将军，若是违背诺言，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不错，此人虽是色中恶鬼，但也却并非言而无信之人。伯言、子敬，你二人乘蒙冲跟着虾仁的战船，到时候接回我母亲与小妹。属下领命。就这样，陆逊和鲁肃一路跟着虾仁过了濡须水，抵达巢湖后，见虾仁与岸边的曹军会合，他二人便上前要人：香香，咱们有缘再见。色胚，哼！大将军，吴侯已履行约定，吾等便先告退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子敬先生，咱们有缘再见。哎，虾兄，就这么把江东骁骑给送走，你舍得吗？呵呵，有何不舍的？等到咱们马踏江东，他不照样还得落在咱们手里？走吧，回合肥。孩儿不孝，让母亲受惊了。其实也怪不得祝某，你勿要往心里去，只是那虾仁太过狡猾了。就是，若有机会，我一定要生擒此人。哼！小妹，你还好意思说？若不是你，虾仁那厮又岂能轻易得手？这怎么能怪我？若不是你非要把我嫁给刘备那个糟老头子，我又怎会负气出走？吴侯与大小姐实在没有必要争吵，说到底是虾仁太过刁滑奸诈。也罢，此事已然过去，休要再提。咱们先回建业吧。吴侯，大事不好了！拜见吴侯，末将是右都督的下属。就在吴侯从荆州退兵后，曹军忽然突袭了江夏郡，右都督无法阻拦，已经从樊口败退。什么？这怎么可能？樊口与江陵中间可是隔着长江，还有大片云梦泽，我江东的战船就在长江上，曹军如何能够悄无声息地突袭樊口？吴侯有所不知，曹军是先搭建浮桥，从江陵南下进攻公安，而后派遣骑兵奔袭千里，对樊口发动袭击的。那刘备呢？他就没阻拦曹军，也没派人通知右都督吗？别吴侯，刘备已经跑了，向西进的蜀的，眼下荆南4郡已完全落入了曹军之手。刘备这个大耳贼，当真是无耻，竟然一声不吭就跑了。不错，先前联手抗曹，我江东可是给刘备提供了大批的粮草资助，即便战后瓜分城池，那刘备也是占了大便宜。可现在他竟连声招呼都不打，便脚底抹油开溜。这个虾仁实在是太厉害了。哼，伯言此言何意？吴侯，虾仁先是在江陵修建船坞，做出要跟咱们打持久战的假象，紧接着他却是悄悄离开江陵，直奔合肥，以雷霆之势攻下濡须口，潜入建业，将吴夫人跟大小姐抓走。但在得手之后，他却是故意不离开，目的就是将吴侯跟我军主力吸引回到建业。与此同时，留守江陵的曹军也是顺势渡江，发起对刘备的攻击。谈笑风生之间，虾仁便将吾等都玩弄于股掌之上。吴侯，难道他不厉害吗？却如陆逊所说，原本在司马懿兵败江夏后，荆州乃至整个战局的形势，双方都是五五开。但虾仁这么一番骚操作下来，不仅劫走了潘叔、步练师、乔营3名江东美人，还把刘备赶走，将孙刘联军拆散。更关键的是，曹魏在战略上已经完成了对江东的合围。伯言，你眼下可有什么好主意？禀吴侯，属下以为眼下吴侯当做3件事。第一件事，沿着扬州跟荆州的边境构建防线，做好阻拦曹军的准备。曹军想要重组水军，起码还需要1年半载，因此他们不大可能从水路进攻，吾等只需要做好路上的防御。不错，你说的极是。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主公要想办法去联系到川蜀的刘璋跟刘备，让他们从西边予以支援。
虽然此番刘备不告而逃，但吴侯要以大局为重。若是曹军攻打江东时，刘璋和刘备能沿着长江东出，从背后袭击曹军，那我江东的处境就能好上许多。唐、子晋、子瑜，就依伯言所说，还请你们2人走上一趟。属下领命。伯言，你继续说，第3件事是什么？还请吴侯派出使者前去拉拢虾仁。伯言此言何意？那虾仁和我江东可是死对头。吴侯，虾仁虽然贵为朝廷大将军，但他的处境实则极为不妙。呵呵，别看他是曹丕的姐夫，但他手握兵权，威望极高，早已令曹氏心生忌惮。否则曹阿瞒在世之时，也不会接连将数名女儿嫁给虾仁。但尽管如此，曹氏对虾仁的猜忌还没有打消。先前曹丕篡汉自立时，为何要把虾仁给调回去，换成司马懿前来？说白了，就是虾仁功高震主，曹丕放不下心来。而后来战事不利，曹丕被迫向低头，虾仁这才重回荆州。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韩信算得上用兵如神，汉高祖统一天下后，还不是照样将他杀了？虾仁是个聪明人，他应该明白，一旦他灭掉江东，那么韩信便是他的下场。伯言所言极是，那依伯言看，当如何拉拢他？回吴侯，属下以为当小以利害，用韩信的为例，劝说虾仁；另一方面，自然是通过利益去拉拢他。看我干嘛？吴侯，虾仁此贼极为喜好美色，此番他袭击建业，未能将大小姐掳走，定然心有不甘。吴侯可向虾仁许诺，只要他愿意投靠过来，就将大小姐嫁给他。以他的性格，说不定真会答应下来。这个吗？听完陆逊的话，孙权陷入了沉吟中。对他来说，若是虾仁能投靠过来，助他完成统一大业，别说区区一个孙尚香，就算让吴国太改嫁，他恐怕也会斟酌一番。以虾仁的能力，还有他在曹魏的威望与号召力，可称国士无双。若真能为我所用，天下大定矣。伯言，万一那虾仁不肯答应，咱们又当如何？呵呵，这倒也好办。吴侯大可以派人在许都内散播谣言，就说虾仁有意与咱们结盟，反叛曹魏。曹丕可是继承了媳妇多疑的性格，一旦听到这种谣言，定会打压虾仁。甚好，此计甚好啊！小妹，依伯言所说，为兄有意把你嫁给虾仁，你意下如何？虾仁若是肯投效吴江东，助吴完成统一大业，别说区区一个孙尚香了，就算让吴80岁的老母亲改嫁，恐怕也不是问题啊。呵呵，小妹，依伯言所说，为兄有意把你嫁给虾仁，你意下如何？吴侯，小姐这意思是？呵呵，伯言啊，看小姐这开心的模样，是既合不拢嘴，也合不拢腿，想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好了，子敬，此事就交由你去办，务必要说动虾仁，投效我江东。属下领命。梦回三国第154集。与此同时，在虾仁一行人凯旋归来后，合肥城中可谓是一片喜气洋洋。此番整个荆州被成功收复，可谓是大获全胜。千军万马，春光旖旎，其中滋味自然不足为外人所道也。王守义先生诚不欺我。嘿嘿，此番大将军运筹帷幄，不仅攻破了濡须水寨，还把孙权的妻嫂一网打尽，可是让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啊！不错，而且世元先生刚刚传来消息，他们已经将城濮击退，成功攻占了江夏郡。如此一来，整个荆州都已在我军的掌控之下。大将军的智谋实在是令吾等敬佩。嗨，谁说不是呢？陛下先前可真没眼光，竟然还夺了大将军的兵权。慎言。兴霸喝醉了，这些话可不行乱说。若是传入陛下耳中，只怕会给大将军再惹麻烦。哦，对对对，我喝多了，来，我自罚一杯。问你，大帝，有一名许都的信使刚刚抵达，说是要我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大将军，可是许都有什么变动吗？呵呵，咱们的陛下又在胡搞了。曹洪的门客犯法，曹丕大怒，竟将曹洪打入了大牢，并打算处死。武宣变皇太后，还有郭嘉、曹仁等人在信中跟我说，希望我能够出面去劝说陛下不要杀曹洪。这怎么能成？大帝，想当年俺俩都在子廉将军麾下做事，为先皇也是立下汗马功劳，陛下怎么能说杀就杀？曹丕欲杀曹洪一事，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发生过。原因是因为曹洪生性吝啬，曹丕找他借钱而被他拒绝，因此曹丕心生嫉恨，在登基为帝后便要将曹洪处死。除此之外，郭嘉还在信中提到，陛下对子建和子文两位公子也是多加提防。子文因为醉酒后口出狂言，被陛下呵斥了一番，并且削去了他封地内的数座县城。子建也是被圈禁在封地内，另有大批校士府的探子监视他。大将军，陛下登基才不久，怎能如此胡作非为，肆意打击报复？谁说不是呢？
陛下对我可是分外猜忌，我若在这个节骨眼上插手曹洪之事，皇太后与诸公可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呀。大将军，依末将看，您还是有必要进言劝阻陛下的。毕竟刚才典韦将军也说了，子连将军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并且也算得上大将军的老上司了。也罢，就算是得罪陛下，这事还是得干。憨批，纸笔拿来。陛下，骠骑将军曾救过先皇性命，又是曹氏宗亲大将，陛下若杀了他，岂不是让天下人寒心？哼，他既犯法，便当严厉惩罚，让天下人知道法之严酷。朕又岂能轻易饶恕他？哼！陛下想处死骠骑将军，究竟是因为他犯法，还是因为他早些年未借给陛下钱财？陛下应该心知肚明。你若真处死他，别怪本宫与陛下断绝母子关系。朕身为天下之主，连处死一个有罪之人的权利，难道都没有吗？哼！陛下，合肥捷报！陛下，合肥捷报！大将军于合肥发起突袭，摧毁江东修建的濡须水寨，并顺势突袭建业，俘获了反贼孙权的母亲与妹妹。哦，不过一点战功罢了，为何如此大惊小怪？呵呵，陛下莫急，且听臣汇报完。孙权获悉消息后，顿时乱了阵脚，便立刻回师救援建业，但他却中了大将军的声东击西之计。我军军师庞统按照大将军的安排，从江陵搭建浮桥，南下进攻公安。驻扎在公安的刘备无法抵挡，向西逃入益州。庞统等人一路高奏凯歌，将留守江夏的程普所部击败，并赶回扬州。至此，荆州全境都重归我大魏管辖。这个虾仁未免也太可怕了些。此去荆州不过才几个月，他不仅把局势稳定住了，甚至还攻占了整个荆州。陛下，此番大将军攻占了整个荆州，我军在战略上就对江东掌握着主动。只要陛下愿意，咱们随时可以从长江顺流而下，去讨伐孙权。啊，对了，你刚才说孙权回师建业，那大将军的情况如何了？呵呵，陛下不必担忧，大将军安然无恙。他以孙权的母亲吴国太为要挟，与10万江东水师僵持了近半个月。孙权投鼠忌器之下，无奈只能与大将军达成约定，放任大将军返回合肥。哼，这个废物！朕的意思是，10万大军都败给了大将军，那孙权果然是个废物。呵呵，大将军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嘴上笑嘻嘻，心中马买批。听到虾仁从孙权10万大军的包围中安然脱身，曹丕顿时血压飙升，一股怒气直冲天灵盖。我背了，陛下，这里还有一封大将军的书信，请陛下过目。好，呈上来与朕看。你们先下去吧，仲达、留步。诺。陛下，可是有什么事？哼！虾仁的第2封信便是规劝曹丕，让曹丕念在曹洪为大魏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宽恕曹洪的罪过。除此之外，虾仁还建议曹丕莫要再提防曹洪、曹彰，理应团结宗室。虽说用词没什么不妥，但背后却隐隐透露着一丝威胁。这个虾仁管得未免太宽了。仲达，你说朕该怎么办？回陛下的话，依臣看，陛下还是放了骠骑将军为好。怎么，连仲达你也要忤逆朕不成？并非是臣要忤逆陛下，只是请陛下三思。皇太后与群臣都在为骠骑将军求情，眼下连虾仁也出面。若是陛下执意处死骠骑将军，岂不是将他们都推到虾仁那边？陛下莫要忘了先皇临终前的遗言，若是陛下执意处死曹洪，惹怒皇太后与群臣，他们很有可能和虾仁联手起来，废了陛下的皇位。仲达所言极是，来人，传朕旨意，念在骠骑将军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罢免其官职与爵位，废为庶人。奴婢遵旨。至于子建和子文嘛，仲达，你等些日子找些手脚干净的人，请陛下放心，等过些时日，臣便找人去做。不过嘛，有道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仲达，虾仁一日不死，朕便一日寝食难安啊！陛下无需担忧，是人就会犯错，咱们只要耐心等待，一旦抓住他的尾巴，先剪除他的党羽，而后再慢慢收拾他。呵呵，很好，那就依仲达所言，从即日起，让校事府的探子盯紧虾仁。而另一边，虾仁留在合肥已经过去数月的时间，曹军大肆的建立水师，江东也是无力反攻，所以双方也是极为默契的选择了停战。虾兄，只要给我足够的战船，我就可以带着这些兄弟们顺流而下，直取建业。呵呵，虽说江陵那边的造船坞已经搭建的差不多了，但对付强大的江东水师，战船嘛，自然是越多越好。兴霸，此地水面宽阔，当做船坞的地点非常不错，这事就交给你了。嗨，我办事，虾兄你就放心吧。来年开春之前，我定然打造出足够的战船，到时候直捣孙权的老巢，把那江东骁骑给虾兄抢回来。大帝，
大帝，鲁肃那老家伙又来了，说是有事要找你商议。鲁肃他来干什么？数月不见，大将军风采依旧啊。呵呵，子敬先生，咱们又见面了。俗话说得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说吧，子敬先生，你又打什么歪主意？你才是黄鼠狼，你全家都是黄鼠狼。呵呵，大将军真是太幽默了。实不相瞒，在下此番前来，还真有事。我家吴侯有意将他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大将军，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What the fuck！ 我特么刚抢了孙权的妻嫂，他竟然又打算把孙尚香送给我，这个孙权脑子是瓦特了吗？呵呵，大将军，我家大小姐出身尊贵，心气甚高。她曾有言，将来的夫婿必须是相貌堂堂，仪表出众。不仅如此，还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乃当世奇男子。在下思来想去，普天之下，恐怕唯有大将军一人。子敬先生所言极是。漫为三国第155集。吴侯愿意将香香许配于我吗？自然是好事，我举双手双脚，还有典韦，以示赞成。不过嘛，以孙权的尿性，应该不会白送肉夹馍吧？有什么条件，子敬先生不妨明说。呵呵，大将军果然聪慧。实不相瞒，大将军文武双全，本可拥有更高的成就，但奈何曹孟德与其子曹丕都是心胸狭窄之辈，不肯放权给大将军，否则以大将军的才能，只怕是早已一统天下。呵呵，这个鲁子敬当真是睁着眼乱放屁，说别人心胸狭窄，他江东孙权还能好到哪去？在下看在眼里，也是极为痛惜。我家吴侯承诺，只要大将军肯来投效，将合肥城让给我江东。吴侯不仅愿把大小姐嫁给你，更是愿委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督督一职。把合肥城送给孙权，让我当总督督。好你个鲁子敬，我大弟在大魏也是大将军，同样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吃饱了撑的，跑去给孙权当什么狗屁的总督督呢？典韦将军此言差矣。大将军效力于曹丕，与效力我家吴侯，那能一样吗？曹丕只会处处掣肘于大将军，而吴侯则会无比信任大将军，完全放权于大将军。更重要的嘛，吴侯可是会把孙小妹嫁给大将军。放屁！闭眼这算盘打的，老子就算在许都都能听到。滚回去，告诉那孙权小儿，告诉吴侯。本侠觉得他这个要求不算过分。不过要想不惊动陛下，把合肥城送给吴侯，着实是有些棘手啊。不如这样，半月后我将合肥城交给你们，你们顺带着把香香带过来，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看如何？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在下现在就回去禀告吴侯，咱们半月后交易。虾兄，你怎么突然就答应鲁肃了？难不成咱们还真要把合肥城让给孙权？混，兴霸稍安勿躁。仅凭一个孙尚香，还有总督督的位置，就想说动大将军反水，孙权是在想屁吃呢。文远说的不错，他既然想玩，咱们就陪他耍耍，万一有机会把孙权的妹子搞到手呢？虾兄不是一直和先帝同样的喜好吗？怎么对孙权的妹子也来了兴趣？其实我最开始也以为我跟先帝一样，但后来我才知道，我就是单纯的好色而已。文远，你过来，我有一件事吩咐你去做。大将军英明，末将明白。与此同时，鲁肃和虾仁达成约定后，当即便离开合肥，马不停蹄地回到飞云号，将商议结果向孙权叙述了一番。可当孙权、陆逊、吕蒙等人听罢，皆是面面相觑，因为虾仁答应得如此痛快，他们反而觉得有些奇怪。伯言怎么看待此事？禀吴侯，属下在想，以虾仁的行事风格，他答应得如此干脆，很有可能是暗中设有埋伏。既然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再浪费精力去联络虾仁那厮了。子明稍安勿躁。话虽如此，但那虾仁万一是真心投靠呢？伯言，你这话倒是把我给弄糊涂了。那依你看，咱们当如何应对呢？办法倒也简单。等到半月后，吴侯可先派人去接手合肥城。若虾仁把合肥城献出吴侯，说明他也是真心投靠。咱们把大小姐送给虾仁也不是不行。但若他不肯献出合肥，咱们提前撤退，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好，就按你说的办法。右平即刻派人回县野接回小姐。接下来的半月中，整个合肥城都风平浪静，曹军也没什么异常的举动。吕蒙亲率3000精兵，沿着如须水逆流而上，进入巢湖，朝合肥城而去。自敬见过大将军。按照大将军的要求，大小姐就在不远处的巢湖上等候，只要我军接管合肥，吴侯立刻就派人将他俩送过来。本家也是等候多时了。
文远、汉生，你二人即刻带人离开，将城池交于江东兵马。末将遵命。按照虾人的吩咐，张辽和黄忠当即便回到城中，集结兵马从城中走了出来，径直朝北方撤去。鲁肃见此情形，却仍是小心谨慎，因为虾人曾多次使假意弃城的计谋，他可不想重蹈覆辙。回禀子敬先生，城中没有发现曹军，也没有发现火友等一人物。这虾人难不成是真心投靠我江东？喂，子敬先生，你们检查的如何了？大将军真心对待吾等，吾等自然不会让大将军失望。在下即刻派人回去通知吴侯，将小姐接过来。好。合肥距离建业几乎是近在咫尺，快马加鞭，最快1日便可抵达。拿下如此咽喉之地，咱们不仅免于曹魏对建业的威胁，将来更是可以顺着淮南北上，从而反攻曹魏。你们即刻收拾一下，随我前往合肥。吴侯且慢。伯言此为何意？禀吴侯，虾人虽然让出了合肥，但此人多狡诈，咱们不得不防。若是贸然进入，损兵折将事小，万一吴侯有个3长2短，那可就麻烦了。巢湖与合肥相距甚近，最多半日便能抵达。依属下看，倒不如吴侯在巢湖坐镇，另派一员大将率领兵马前去与吕蒙会合。伯言果真是稳健之人，你们谁愿去跟吕蒙将军会合？末将愿往。很好，来人，拨3000精兵给公父将军，另外再派一队车下虎士，保护公父将军的安危。黄盖领命后，当即便率领着3000兵马离开，一路风驰电掣。没过多久，孙尚香的马车便缓缓出现在合肥城下。大帝，没错，是你要的货哟。子敬先生，合作愉快。呵呵，大将军也看到了，我家吴侯也是诚意满满。不知道先前咱们说好的，大将军何时来江东效力？此事嘛，不急，等到本虾验完货再说。憨批，咱们走了。双方交易达成，虾人也没过多停留，当即便带着孙尚香率领大军离开。见此情形，鲁肃这才放心下来，吩咐江东兵马进入合肥城中，接守城防。子敬先生，依你看，那虾人真的是打算投靠咱们吗？何混，他既然已经将合肥交出来，又欣然把大小姐接了过去，十有八九应该是诚心的。毕竟丢了合肥城，曹丕怎么可能不追究他？不过嘛，话虽如此，但为防止意外发生，公父与子明2位将军还是要提高警惕，莫要中了曹军的圈套。子敬先生放心，从今日起，我与子明轮流守夜，定不会有什么岔子。子敬未免有多虑了。大军入城后，吾又率人亲自将城中搜了一遍，确保城中并无曹军士卒。与虾人交手，不得不慎重啊。虽说吕蒙不认为城中会有埋伏，但对于虾人，他还是不敢放松警惕的。按照鲁肃的要求，黄盖负责白日，吕蒙则是负责值夜。很快，夜色降临，吕蒙带着一队亲卫在城中巡视，在确保所有守夜的卫卒没有异样后，吕蒙这才晃悠到了城墙上。今夜月黑风高，可谓是伸手不见五指啊！江西，你怎么了？不对劲，太不对劲了。按常理而言，夜里应该少不了夜宵，区区的这般鸟叫虫鸣，但此刻城外为何如此一片死寂？快去看看城内发生了何事！寂静的合肥城内忽然爆发出一阵冲天的喊杀声，在火光的映照之下，只见数不清的曹军士卒正如潮水般向城门处杀过来。这他妈什么情况？白日里吾亲自将合肥城搜查了个底朝天，可是连一名曹军士卒都没发现，他们是怎么出现的？兄弟们，快打开城门，迎大将军入城！快来人，把城门给我夺回来！老将黄忠在此，尔等鼠辈还不快快束手就擒！老将黄忠在此，无下阿蒙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常然老贼，在家好好养老便罢，何敢跑来送死？区江东鼠辈，老夫看你全身上下就只剩下嘴硬了。你们快去把城门给我抢回来，千万不能让曹军攻入城内。梦回三国第156集。随着吕蒙一声令下，江东士卒一涌而出，狭窄的城门处，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厮杀。然而曹军在拿下城门后，现阵营早已结成严密的防守，任凭江东军士卒如何冲阵，也是无法攻破。吕蒙，你这混账，到底是怎么守的城？今日二人分工之时，无千叮万嘱，让你小心谨慎，你怎么还是让曹军给攻了进来？公父将军误会了，曹军是从城中发动的袭击。
这怎么可能？白日里咱们已经进行过多次搜查，怎么可能还有曹军藏在城中？公副将军，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虾贼不论是军气还是战力方面，完全碾压我江东军，咱们还是撤吧。再不退的话，咱们可都走不了。若是凭借着守城，亦或是水战，我江东军或许有一战之力，但在此处正面交锋，咱们确实不是曹军的对手。只是可惜了，这好不容易到手的合肥城，撤退。眼看大势已去，江东军被杀得节节败退，黄盖无奈只能舍弃合肥城，带着兵马从另一边的城门逃出。然而在夜色之下，江东军深一脚浅一脚的赶路，速度根本提不起来。就在他俩心急如焚时，前方忽然出现大片的火光。嘿嘿，江东鼠辈，我奉大将军之命，在此地等候多时了。不好，有埋伏！传我军令，后军便前军。糟了，公副将军前后都布置了伏兵，虾人这狗贼是想把咱们赶尽杀绝啊！前有伏兵，后有阻截。见此情形，黄盖与吕蒙对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脸上的绝望。而另一边，经过连弩营的一番轮射后，原本就士气低迷的江东军瞬间便倒下一片，阵型大乱。甘宁也不过多废话，直接操起大刀冲杀出去，和吕蒙战至一处。哎，没想到你个鼠辈倒是有着几把刷子，但是嘛，也不过如此了。子明小心！我大弟说过，真男人就应该1对1单挑。不过嘛，见你如此年迈，我可以让你一臂，免得人家说我欺负你。而面对着甘宁与典韦两员虎将，吕蒙和黄盖压根就不是对手。不过数十招，吕蒙便被甘宁生擒，而黄盖也是难以招架，直接被典韦打飞了兵器。不愧是温酒斩华雄的典韦，果然名不虚传。来人，带走。虎子、黄旭，这次夜袭合肥城，你们俩干得不错，当立首功。大将军过誉了，都是大将军足智多谋，我俩不过是依令行事罢了。是啊，多亏了大将军想出挖地道的法子，否则我军也无法这么容易潜入城中。原来在孙权提出索要合肥的时候，虾人便想出了挖地道的计谋。之所以答应孙权在半个月后进行交易，就是为了让张虎和黄旭在城中开挖地道。虾兄，按照你的吩咐，我军在城外成功伏击敌军，大部分敌军士卒被杀被俘，只有少数士卒逃了回去。嘿嘿，除此之外，我们还抓到了黄盖和吕蒙。哦，如此甚好，快把他俩带上来。哼，虾贼，你只会耍些阴谋诡计，还会作甚？呵呵，阴谋诡计又如何？兵不厌诈的道理，难道你不明白吗？本虾嘛也懒得跟你废话，你可愿投降？呸！我岂会向你这样的贼子投降？哟，哦，那好，二弟，待会记得把他拖下去砍了。公副将军的意思呢？哼，忠臣岂能是二主？不必再做无用之举，谋只求速死。好，有骨气。二弟，待会记得把他关起来。杀吕蒙关黄盖，是因为虾人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吕蒙，而对于黄盖，虾人还是想着能编个理由收服的，比如说污蔑孙权杀兄夺位。禀吴侯，如今天下大定，属下请吴侯荣登九五。请吴侯荣登九五。总督督果然大才，不过半年的光景，总督督便夺淮南、破邺城，将曹魏打得迁都。吴江东能有今日，大将军功不可没。吴侯，不好了，出事了！混账！皇宫之中，谁敢大呼小叫？吴侯，不好了，出事了！你快醒醒啊！吴侯，你醒了，赶快出去看看吧，合肥城出事了。难不成是曹军返回来，再攻打合肥？回吴侯，是合肥城丢了。快去召集众人议事。昨天才把合肥城给拿回来，今天怎么就把合肥城给弄丢了？子敬，我不是让你盯着的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禀吴侯，吾等也不清楚。今日一早，便从合肥来了大批的溃兵。按照他们所言，昨夜合肥城中突然出现不少敌军，这些曹军里应外合，将城门给攻占下来。黄盖和吕蒙两位将军不敌，只得退出合肥。他们本想撤回来，却没料到曹军在半途中设伏，最终我军几乎全军覆没，连带着两位将军也被曹军所俘虏。这两个废物，我千叮万嘱让他们小心谨慎，没想到他们竟然还能让曹军进城。吴侯息怒，虾人此人素来狡猾，说不定又是他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才导致合肥被曹军攻陷。眼下最紧要的，咱们还是早做准备，免得曹军攻来。即刻派人收拢残军，并去打探合肥的情况。本吴侯，曹军送来一个盒子，说是要吴侯亲手打开。拿上来。
啊！虾仁狗贼，欺吾太甚！吴侯，来人还有一句话要我转告吴侯。有屁快放！来人说吴侯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吴侯，此番是属下考虑不周，才导致我军大败，吕蒙将军身死。此事怪不得你，都是虾仁那厮不讲信誉。子敬先生，你去合肥走上一遭，质问虾仁那个混账为何不遵守约定。属下领命。鲁肃明白，事已至此，他去合肥也没什么卵用。孙权的意思不过是让他去骂虾仁一通，舒展一下心中的憋屈。呀，子敬先生，咱们又见面了，快请坐。大将军，我此番来可不是和你论家常的。大将军也是威名赫赫之人，为何会出尔反尔？难道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子敬先生，此话何意？你还在装蒜？咱们不是有言在先，吴侯将大小姐送与大将军，大将军便将合肥城让给我江东。但此番为何大将军又发兵将合肥城给夺走，还杀了我军大将吕蒙？哦，原来子敬说的是这件事啊！嗨，子敬先生，此言差矣。咱们的确是达成过这样的约定，但问题是我可从未说过，你们占了合肥城后，我就不再派兵攻打的话吧。既然如此，那这又算哪门子的不讲信用？我尼玛，此等理由我竟无法反驳。但大将军，你这样不太好吧？呵呵，兵者诡道也，既是战事，便是你死我活，难不成还是过家家？还请子敬先生回吧。哦，对了，麻烦子敬先生替我转告吴侯，就说他很有眼光，他的妻妾嫂妹很润。虾仁诛心，非人也，简直非人也。虾仁狗贼，有朝一日我必杀他。吴侯，你没事吧？吴侯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得不说吴侯的眼光还是极好的。你送来的妻妾嫂妹很润。虾仁狗贼，欺吾太甚，有朝一日我必杀他。诸位可有什么办法替我出了这口恶气？本吴侯正面对战，我江东军战力不如曹军，而虾仁此贼又狡诈多谋，阴险至极，实乃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啊！依属下看，此事恐怕还需从长计议。狗屁的从长计议！虾贼不讲信义，夺我妻妾嫂妹，又杀我麾下大将，我若不杀他，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这我如何能忍？属下有一计，吴侯倒可一试。禀吴侯，属下听闻曹丕的亲信司马懿与虾仁有着深仇大恨，吴侯或可以从此处下手。咱们不妨派出使者去联络司马懿，让他想办法谏言曹丕，除去虾仁此人。伯言此计甚妙，好，子敬，此事就由你去办。属下遵令。不过吴侯，眼下咱们还是先撤吧。万一那虾仁派人到下游的狭窄处，将河道断绝，我江东的战船可就成了瓮中之鳖，那可就麻烦了。也罢，退兵。梦回三国第157集。嗨，虾兄可真是有了异性，没了人性。咱们还没喝完呢，他就去给人传到授业了。诸位将军慢慢喝，天色不早了，子龙也该回去了。子龙你。好，想来云路候之已久，子龙嘛也是古道热肠之人，该回了。What the fuck！ 八风相对，快乐加倍，其中滋味。憨批在看什么呢？哦，没事，姜维和邓艾那两小子我叫来了，现正在大厅等候。那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带路？哦，好，大弟随我来。学生见过老师，不知老师将我们叫来，可是有重要之事吩咐。如今你二人已经长大，该是时候建功立业了。今日叫你们来，便是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多谢老师栽培，请老师吩咐，学生绝不推辞。呵呵，很好，你们过来。虽说眼下咱们对江东成何为之势，但好汉难进打滚穴。就江东的势力，想要一口将它吞下，却也并非易事。因此，我打算派你们二人去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斗争。老师就派我俩去，是不是有点人太少了？人多的话，你们觉得能渡得过长江吗？不过你们也不要担心人少的问题。其实，在江东的后方有着数以万计的大军。大将军所说的，莫非是山岳？不错，正是山岳。不论是孙策还是孙权，都曾多次派出大军想要清剿他们。然而山岳人久居山林，熟悉地形，一旦吃了败仗，他们就立刻藏身于山林。等到风声过去，江东撤军后，山岳人又会再次出来兴风作浪。
这些南方的山越人，他们不服江东的管制，聚效于山林间，时不时的便出来骚扰。江东对此也很是头疼。大帝的意思是想让他俩潜入到江东腹地，联络山越人的头领，与他们联手。此事看起来挺难的，其实一点也不简单。此事的确是极为困难与凶险，虽说军中很多将军都可以胜任，但孙权和鲁肃等人都见过他们，容易暴露行踪。而你们两个则不同，没和江东那边打过照面，最重要的是为师信得过你们。请老师放心，我与世载兄长定当圆满完成任务。在接受任务后，姜维跟邓艾也没有过多休整，天亮便收拾行囊，从城外渡口出发。而虾仁则一直停留在合肥城，因为与甘宁敲定的船坞已经修建完成，源源不断的木材从寿春运至船坞，进而被打造成战船。星爸回来了，船坞的情况如何？虾兄，按照现在的进度，若是到下月的话，差不多能有近100艘战船。只是这些战船怕是无法跟江东的水势抗衡，而且也坚持不了多久。不得不承认，在造船技艺这一块，那些鼠辈还是有着2把刷子的。呵呵，无妨，我又没打算和江东进行久战，只要开战，我就要以雷霆之势渡江，直接攻取孙权的老巢。诸位，本月底我便准备对江东用兵，诸位意下如何？月底就要用兵，大将军，这未免太仓促了些吧？带上先前从江东缴获的战舰，咱们加起来才只有100来艘战船，乘随也只能乘坐1万将士，而反观江东，起码也有上千战船，数万水军。如此形势之下，想要从水路对江东用兵，恐怕讨不到便宜啊！嘿嘿，高顺将军有所不知，再等上2个月，就是南方梅雨季来临，到了那时，咱们就无法用兵，只能等雨季过去。然而雨季过去，又是冬季到来，出兵更是麻烦。虽然咱们战船数量不比江东，但虾兄若是打算速战速决，只取建业，咱们还是有些胜算的。呵呵，星爸说的不错，我就是准备提前出军，打江东一个出其不意。依大将军所言，此计倒是可行，只是属下在想，咱们若是出兵的话，是不是要派人知会陛下一声？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也罢，就派人告诉陛下一声吧。虽然虾仁并不在乎曹丕的态度，但知会曹丕一声也好避免些麻烦。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许都城中，一位不速之客正在司马懿的府邸之中。来人，将吴侯的心意提上来。呵呵，这是吴侯的一点心意，仲达请笑纳。我与吴侯素不相识，吴侯又何故给我送礼？你就不要绕圈子了，有什么话不妨明说。仲达快言快语，在下敬佩。那在下就直言了。仲达，虾仁那厮甚是可恶，我家吴侯与您一样，对此人都是深恶欲绝。仲达先生深得天子信赖，何不在天子面前进言几句，也好将此贼除去？你说的极是，此人嚣张跋扈，心术不正，是该将他除去。那在下就替吴侯谢过仲达先生了。老爷，老爷，宫中来人，说是陛下召老爷入宫议事哦。可参见陛下。是仲达，你们来了。这是下人刚刚命人送来的。他在奏书上说，欲在本月底对江东拥兵。对于虾仁的提议，你觉得如何？哈哈，依属下看，陛下倒不如应允了虾仁的要求。陛下，当日您请虾仁出山的时候，可是答应过他，前线一切都听他的指挥。若是不应允他攻打江东的要求，只怕会落人口实。再者说了，况且无论虾仁胜败，对陛下而言都是好事。仲达此言何意？说与朕听听。禀陛下，若是他胜利，我大魏便可收服扬州，剪除江东劲敌；而若是他战败，陛下不就正好有借口对他动手了吗？仲达所言与朕不谋而合，朕也是正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那朕便给虾仁回信，允许他出兵攻打江东。陛下英明。二哥，咱们跟虾仁势同水火，你答应了江东使者的要求，为何还会建议陛下同意虾仁出兵的要求？哈哈，那我问你，孙权希望我谏言陛下除去虾仁的目的是什么？那还用说，自然是因为虾仁用兵如神，压得江东喘不过气来。既然如此，我为何要如他的意呢？若真除去虾仁，不就等于自断我大魏双臂吗？可是大哥，万一虾仁真的平定江东，岂不是又大出风头？季达，这就是你想错了。一旦他平定江东，那么就是他的死期也就不远了。放眼整个天下，不管是辽东公孙康，还是汉中张鲁、益州刘璋、刘备，都不足以与曹魏抗衡。唯一算得上心腹大患的，也只有江东。若是江东没了，陛下没有后顾之忧，定会朝虾仁动手。另一边，十数日时间一晃而过，得到曹丕的准许后，虾仁没过多耽搁，直接命高顺率领县镇营兵出合肥，直奔柴桑发起突袭。
在下高顺奉大将军之命前来讨伐江东反贼，若不想死，便速速开城献降。曹军怎么来得这么快？咱们的前哨阵地是干什么吃的？都督，此番曹军来势汹汹，并且他们的军纪威力巨大，我军恐怕无法与其抗衡啊。那又怎么样？柴桑可不是一般的城池，我江东曾多次修缮，并在四周引入护城河，仅凭数千的曹军铁骑，短时间内休想攻进来。哼！只要吴侯的援军能够及时赶到，前后夹击之下，曹军必败。急报！本吴侯，曹军兵出合肥，突袭柴桑，末将奉左都督之命前来请吴侯发兵救援。你说什么？曹军来了多少人马？回禀吴侯，曹军先锋大军为高顺率领的4000线阵营，并且随军运来数门火炮，后续还有多少曹军，末将并不知。下月就是雨季，吴婆，虾人这是打算赶在雨季前动手啊？哼！子敬所言，吾自然知晓，只是没想到虾人那厮的动作会如此之快。伯言，依你之见，眼下当如何？吴侯不必担忧，呵呵，柴桑可不是一般的城池，我江东曾多次修缮，并在四周引入护城河，只要咱们能坚持到雨季到来，届时天气恶劣，曹军便不攻自破。你说的不错，可问题是曹军此番来势汹汹，仅凭城濮之力，当然无法守住柴桑，咱们又该如何支援呢？梦回三国第158集。经过3代君主的发展，整个江东的兵力大约在20万左右，只是这个数字看起来庞大，但却是虚胖。大部分的军队被布置在长江之上，用于提防曹军的进攻。余下的军队要么属于豪门世家的私兵，孙权无权调动，要么是被派往江东腹地镇压山越人的叛乱。因此孙权空有20万大军，调度起来却是捉襟见肘。禀吴侯，我江东有水师4万，依属下之见，吴侯不妨抽调一半前去支援左都督。此事说来轻巧，但虾人此人狡猾多端，万一曹军进攻柴桑市佯攻，他又从合肥发兵，从水路来袭者营，咱们又当如何？吴侯且放心，先前司马懿坐镇江陵之时，曹军的水师已经被咱们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呵呵，这才不到半年的功夫，他们又能造出多少战船？就算只留下2万水师，也足以让曹军有来无回。不错，柴桑与者营只有1日的水路，真要有所变故，我可随时支援回来。以我军的实力，即便不是曹军的对手，也不至于1日都坚持不了。也好，传我军令，立刻调拨1半的兵马，随我一同前往柴桑。韩当，这营就由你来坐镇。请吴侯放心，交于在下便是。战事紧急，江东众将士也是不敢怠慢，他们稍作整顿，便在孙权的率领下，乘着战船逆流而上，朝柴桑而去。而就在孙权等人离开后，驻守者齐的韩当也是下令全军进入戒备状态，防止合肥的曹军来袭。启禀将军，我军巡逻使在江面上擒获一艘小船，船上的人自称是功夫将军。黄功夫，他不是被曹军生擒了吗？快把他带过来。一公兄，功夫兄，竟真的是你！合肥一战中，虽然不知道你的下落，但吕蒙被杀害的消息传回后，吾等都以为你……当时吾还发誓，定要手刃虾人，为你报仇呢。万没想到，功夫兄竟安然无事。哈哈，一公无需激动，我可是好得很的。还请一公屏退左右，我有要事跟你商议。按常理而言，功夫兄落入曹军之手，要么同吕蒙一样，要么就是被囚禁起来。可今夜功夫兄孤身前来，言语之间又是如此神秘，莫非你已经降了虾贼？义公说的不错，我正是投靠了大将军。没想到你会承认的如此干脆。功夫兄可知，那虾人乃卑鄙无耻之徒，你为何会投靠他？难不成功夫兄是贪生怕死的小人？义公，你我结识数十年，我究竟是怎样的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哼，那你说说，为何要投降虾贼？此事说来话长，你可知讨逆将军究竟是如何死的吗？讨逆将军，他不是因为遇刺而导致身亡的吗？功夫此话何意？非也，义公没觉得当年讨逆将军之死颇有蹊跷吗？虽然我没有证据，但现在想想，讨逆将军之死也是充满疑点。孙小姐，功夫将军，贾某倒想问问你们，当年孙伯符刚平定江东，正是锐意进取，图谋中原之时，可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遇刺身亡，唯一的受益者是谁？况且孙伯符整年在外带兵征战，行止不定，刺客又是如何获知他的行踪？你的意思是，有亲信之人向刺客透露我兄长的动向？不错，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孙权的护从骑兵追上来后，理应将刺客生擒活捉，查出幕后真凶。但结果呢？他们却将刺客乱刀砍死。难道你们不觉得这其中有鬼吗？
这些只是你的一面之词，吾为何要信你？呵呵，是吗？孙伯符之死早已在江东，甚至整个荆州民间私下传开。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我倒是可以闭口不谈。可你们真的相信孙伯符是意外遇刺身亡的吗？讨逆将军之死，疑点众多。自古以来，为了权力相争的手足相残，先例众多。若此事真是吴侯所为，一切倒也说得通。义公兄，诚如虾仁所言，吴侯的护从起兵，为何要将刺客杀人灭口，一个不留呢？你说的不错，当年讨逆将军身死之时，吾等也都心有疑虑。还是老夫人搬出了文台先主，再加上这好不容易打下的江东霸业，吾等才选择的闭口不谈。不错，当初孙刘联军拿下荆州，我江东出力最大，反而收获最小，让那刘备占了个大便宜。可吴侯呢，不但没有生气，甚至还要把大小姐嫁给刘备，以此来拉拢他。那刘备多大岁数了？大小姐岂能嫁给他？况且还只是个妾室，这让我江东颜面何存？哼！虽然此时公瑾极力反对，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可吴侯并未理会，反而命周泰接替他的兵权。如今的公瑾恐怕早已心灰意冷。公副将军说的这些，我自然知晓。只是我江东与虾仁有着深仇大恨，不少将士都折在他手里，还搭进去吕蒙的性命。义公多虑了，先前咱们各为其主，沙场厮杀难免会有生死。如今天下大势已然很明朗，仅凭江东根本无力抵抗曹魏。既然如此，义公不妨与我一同为大将军效力，也好为伯父都督讨个公道。程普、黄盖、韩当、祖茂都是一开始就追随孙坚起兵，在他们心中最为敬佩的是性情宽广豁达、作战悍猛的孙坚与孙策。为孙权效力，不过是为了保住江东祖业而已。在黄盖的一番劝说下，韩当最终还是动摇了。也罢，为了江东百姓不再遭受战火之苦，公父兄就直说吧，想让我怎么做？大将军的兵马就在离入戌口上游10里的地方，只要义公率军投诚，大将军便可奔袭建业，当了孙权的老巢。好，一切皆听公父兄的安排。双方达成统一，韩当先是令手下的亲信将忠于孙权的将领全部控制起来，随后他与黄盖一同乘船，亲自赶往如须口去面见虾仁，以示诚意。韩当拜见大将军。义公将军不必多礼，你的大名我可是久有耳闻。此番劝说义公将军弃暗投明，公副将军可谓是大功一件。大将军过誉了，在下指望大将军能为伯父都督讨个说法。此事我记下了，两位将军放心。既然义公将军已然投靠过来，咱们也没有必要再犹豫了。兴霸，传我军令，即刻出兵攻打建业。末将领命。小姐驾到，通通闪开！来者何人？休要再往前一步，否则吾等便放箭了。哼，吾乃吴侯之妹，孙尚香是也，汝等胆敢乱来！是大小姐，真是大小姐！大小姐怎么在城外？大小姐，吴侯有令，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城。吾等若是放大小姐入城，只怕吴侯不会绕过我们。你们怕我兄长，难道就不怕我吗？哼！你们不肯打开城门也行，那你速去将我母亲请来，就说我想要见她。梦回三国第159集。
作为家族中最小的女儿，孙尚香最得吴国泰的宠爱。一听到孙尚香在城外思女心切的吴国泰，当即便动身来到城门处。尚香，你怎么回来了？快开城门，让我的女儿入城。老妇人，这城门是万万开不得啊！住口！你若再不开门，老身就从这里跳下去。老夫人且慢，开城门。我原本还以为想要拿下建业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却没想到竟会如此轻松。虾兄先前说男人要靠征服世界来征服肉夹馍，要我说他这明明是靠征服肉夹馍来征服世界，怪哉怪哉啊！按照吴国泰的要求，建业城门缓缓打开。见此情形，江东士族压根就没有抵抗的意思，纷纷束手就擒。至此，曹军兵不血刃地拿下了建业。与此同时，远在柴桑的孙权却是浑然不知，虾人已经偷了他的老家。曹军今日依旧没有攻城吗？回禀吴侯，确实有点奇怪，曹军只是将柴桑围困起来，没有立刻发兵攻打，不知道在等什么。非也。吴婆，我军一直停靠在江面上，若是他们胆敢放手攻城，我军定然会抄他后路，腹背受敌之下，曹军很容易出现溃败。即使如此，他们不敢进攻，也是常理之中。子敬先生的话倒也有道理。曹军远道而来，补给线漫长，粮草辎重的压力巨大无比。而下个月就是南方的雨季，到了那时，曹军将不得不退兵。一旦曹军退兵，我江东军再趁势掩杀，说不定能获得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吴侯英明，吴侯不好了，吴侯后方出事了。刚收到消息，曹军他们攻占了建业。这怎么可能？我不是命韩当不防长江吗？他有2-3万的水师，即便不敌，也绝不可能让曹军如此轻易渡江前去攻打建业。具体事情如何？你快细细道来。并吴侯义公将军，他投靠了曹魏，据说还是黄盖亲自去见他，将他劝降的。此言一出，堂内众人皆是目瞪口呆。从孙坚起兵时，黄盖与韩当就追随在孙家左右，没人会怀疑他们的忠心。可是万没想到，黄盖兵败被俘后，竟然选择投靠了曹魏，并且把韩当也给劝降了。孙权听完后一阵晕眩，只觉得一股热流直冲天灵盖。不对，建业城高强固，就算韩当叛变，曹魏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攻下建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禀吴侯，据说是大小姐站在城下，要求城中守军开城。城中的老夫人思念大小姐，最终下令打开城门。吴侯，吴婆，局势虽然对吾等不利，但还尚未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你要保重身体才是啊。子敬聪慧，又岂能不知？一旦曹军在建业休整完毕，定会朝柴桑这边攻来。届时我江东军腹背受敌之下，定然会一败涂地。事已至此，恐无力回天啊！伯言，你如何看待此事？回禀吴侯，属下倒觉得还有一线希望。但请吴侯细想，虽说建业是江东的治所，但他修建的时日并不长。要说我江东真正的根基，应该是吴县。确如陆逊所说，吴县算得上江南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城池。当年孙策就是先一步拿下此地，并以其为根基，四处攻城略地，给江东打下坚实的基础。若是真撤往吴县，我江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长江防线便将付之东流，江东水师也要放弃战船，在路上与曹军争斗，这可如何使得？吴侯，只要咱们回到吴县，大可以号召江东百姓一同举兵抗曹。但若是咱们继续在此地僵持下去，那可是一点翻盘的机会都没有了。请吴侯三思啊！也罢，就按你说的办，撤往吴县。吴婆，咱们若是走了，那柴桑城中的左都督他们……子敬啊，如今局势不利，吴侯定当壮士断腕。吴侯，柴桑城已经被曹军包围，想要把程普等人救出来，几乎是难于上青天。况且把他们救出来，只会让局势对吴侯更为不利。没有柴桑的江东军去拖住曹军，一旦被曹军追上，吴侯断然无法安然回到吴县。伯言说的不错，子敬先生，就依伯言之计，你速去准备吧。属下告退。伯言留下是有何事吗？回禀吴侯，属下却有一事，只是敢问吴侯，韩当与黄盖两位将军究竟是为何叛变？伯言此话何意？他俩为何叛变，我又如何得知？或是贪生怕死，亦或是贪图荣华富贵罢了。吴侯，属下虽与公父、义公两位将军接触不多，但却也清楚，以两位将军的性格，断无可能为了苟且偷生，又或者荣华富贵而选择投靠曹魏。这其中想必是有些什么隐情吧。事态已经到了如今的地步，吴侯难道还要瞒属下不成？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虾仁应该是告诉了他俩一个秘密，事关讨逆将军之死。关于孙策之死的隐情，孙权这一句话不亚于在陆逊耳边响起一声惊雷。他头一次发现孙权竟然如此令人下头。周公瑾与讨逆将军交情深厚，而黄盖与韩当今日之举，想必也是有着周公瑾的推波助澜，否则他俩绝不会背叛江东。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说的。吴侯若是不想再有变故，就当把那些与周瑜交好的部将全部给控制起来。除此之外，吴侯也要抢先一步告诉大家，讨逆将军之事完全是虾仁故意栽赃陷害。陆逊说完，朝孙权行了一礼，便匆匆转身离开。船舱之外，陆逊眉头紧锁，满脸也尽是担忧之色。如此为人，焉知日后？我说军师，到底要什么时候咱们才攻城？是啊，军师，这都围了柴桑好几日了，也不见军师下令攻城，咱们在等什么呢？哈哈，诸位将军稍安勿躁，孙权的援军就在江上虎视眈眈，一旦咱们攻城，他便会发兵攻打我军侧翼，如此一来，我军势必会落入下风。哼，有种让他来便是，以咱们的实力，难不成还会怕他们？不错，我军将士齐心，实力强悍，就算再来一支敌军，也没什么好怕的。放肆！此事乃是大将军亲口吩咐过，孙权没退兵之前，咱们不得攻打柴桑。呵呵，两位将军勿要急躁，既是大将军特意嘱咐，咱们只需遵令行事便可。不过军师，此番孙权带兵前来支援柴桑，咱们若不退兵，那他又岂会退兵？除非江东后院起火。军师，莫非我大哥从合肥发兵去攻打建业了？二位将军猜得不错，大将军正是直取建业而去。哦，嗨，我就说嘛，大将军让咱们按兵不动，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文长将军，你就是太心急了。我尼玛，好你个马孟起，明明是你怂恿我，让我问军师的，怎么这下变成我心急了？启禀军师，诸位将军，长江上的江东战船动了，看样子是要扬帆离开。哦，那想必是大将军偷袭建业得手，孙权被迫要回师救援了。哼，军师，那咱们还等什么？干他娘的就完事了。孟起不急，咱们再等上片刻，确保孙权的确是离开了，咱们再攻城。虽说柴桑必须要拿下，但曹军围困许久，也不差这一两日。于是为了稳妥起见，庞统便下令耐心等候，确定不是江东使诈后，再准备攻城。而就在此时，被曹军围困起来的程普并不知道孙权已经撤军，他还坚定地相信，此时在曹军的后方有着大批的江东水师，在静待时机。左都督，城外的曹军正快速集结，看样子随时都准备攻城。奇怪，这曹军怎么想的？难道他们就不怕被两面夹击吗？哼，不管曹军有何阴谋，咱们都需做好守城的准备。传令下去，准备应对曹军进攻。是。鼠辈们，好戏开场了！出杀！开炮！随着赵云一声令下，火炮营当即便架炮上阵，对柴桑发起了一番狂轰滥炸。而躲在城墙后，这些由程普一手训练出来的江东精锐，在面对着这种划时代的恐怖火器时，还是免不了一阵胆颤。哼！吾早就料到，此番曹贼定会用火炮攻城，否则如此轮番轰炸之下，我军难免会死伤惨重。汝等不必惊慌，吴侯此刻正在江面之上，若是曹贼胆敢攻入城来，吴侯便会突袭曹贼后方。届时，咱们里应外合，定要叫曹贼有来无回。吾等愿随成功杀敌。梦回三国第160集。柴桑虽然经过多次修缮，但远比不上江陵坚固。在火炮营的轮番轰击下，2个时辰不到，城墙便开始大面积的垮塌。孟起将军，城墙已破，此重任吾便交给你了。请军师放心，末将定不负军师所托。孟自营，随我入城。杀！他娘的，文自营的兄弟们，咱们莫要让孟自营抢了咱们的头功。随我入城。杀！报，左都督，曹军停止了炮火，眼下正朝我城中杀来。没想到这些曹军竟真的敢攻进来。哼！汝等不必惊慌，吴侯此时正在江面之上，定然会前来救援，咱们只要拖住敌军即可。丁奉、潘璋听令，你们率弓弩手藏于2侧房屋之上，准备迎敌。江东鼠辈，今日有我魏文长在此，尔等插翅难逃。出！哼！我道是谁？原来是虾贼的狗腿子，3姓家奴，安敢犯我境界？弓弩手，放箭！程普一声厉喝，江东士卒当即便举起弓弩，霎时间无数羽箭如同蝗虫般朝曹军劲射而去。
见此情形，曹军先锋骑兵并没有半步的停歇，只是纷纷举起手中的巨盾，一股脑的冲锋。不过眨眼的功夫，便冲杀至江东军不到10步的距离。而正当江东军众将士做好要与曹军展开白刃战的准备时，只见无数陶罐从曹军阵中飞了出来。不好，是猛火油！散开，快散开！哼，此等小把戏，15早就玩剩下的了，现在才想逃，晚了。火箭落在猛火油上，一瞬间，整个街道便燃起了熊熊大火。藏身在房屋中的江东军来不及撤出，全部变成了火人，只传出阵阵哀嚎、凄厉的惨叫声。吾乃西凉锦马超是也，负于顽抗者，杀无赦！杀！狂妄匹夫！我江东子弟岂会后退？将士们，随我杀敌！吾等愿追随成功杀敌。程普一马当先，江东军也是士气大振，双方一照面便是生死搏杀，一时之间场面无比惨烈。可两军士卒都不曾退却半步。程德谋，让某来会会你。没想到你这老头还有2把刷子。哼，老夫当年随破虏将军征战沙场时，你只怕还是元阳呢。操你妈！老贼竟敢说吾是元阳，拿命来！杀！身为江东12虎臣之首的程普，当初与太史慈交手30回合，且不分胜负。可如今毕竟他已经垂垂暮老，又怎是马超的对手？二人厮杀不过几个回合，程普便露出败相。成功勿忧，末将前来助你。哼，以多欺少，算什么好汉？让某来会会你。虽是以2对3，但马超和魏延都是骁勇悍将，双方你来我往，打的也是难舍难分，僵持不下。江东鼠辈而敢偷袭，成功若是再等那孙权小儿的援兵，那就大可不必了。实话告诉成功，就在刚刚，孙权已经带着水师离开了此地。这怎么可能？成功，勿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是啊，他指不定是在诓骗咱们。吴侯怎么可能放弃柴桑而选择离开？尔等勿需多言，我心中有数。实不相瞒，成功早在1日前，大将军便从合肥出兵，拿下了建业，眼下正往柴桑而来。孙权得知此事后，担心腹背受敌，早已率军逃亡了。我虽和关羽往来不多，但他的为人我还是知道一些。诓骗这种事，他干不出来。况且虾仁确实有过奔袭建业的举动。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成功，黄盖与韩当2位老将军都已经投靠了我大魏。关云长，我见你忠义，可你却也别想诓骗我。哼！你说吴侯弃城而去，我尚可信；可你说功夫与一公投曹，绝无可能。此中缘由较为复杂，非一言朗语能够说清。如今仅凭成功一己之力，怕是无法对抗我大军。为了手下儿郎考虑，成功何不放弃抵抗？咱们随后再谈。听到关羽的一番话，江东军的目光都望向程普，他们本就体力不支，神情狼狈，再加上孙权逃走，孤立无援的他们，瞬间便失去了抵抗的斗志。云长说的一点也不错，就无这点兵马，若是没有吴侯的援兵，断然无法阻挡曹魏大军。还望关公能够善待我江东儿郎。请成功放心，关某已向上人头保证，绝不会为难你们的。有了关羽的承诺，程普率先放弃抵抗，江东军其余士卒见状，也是纷纷丢下兵器。至此，柴桑城便完全落入曹军的掌控之中。与此同时，在吴国太的神助攻下，虾仁轻而易举地掌控了建业城。除了剿除江东军的兵甲外，他另外张贴告示，安抚民众。建业城中并没有起太大的波澜。公父将军，你是说那些士卒们都称病不肯前来？回禀大将军，确实如此。哼，这些江东士卒还真给他们脸了。虾兄，要我说，咱们干脆派人上门，直接把他们都抓来，不肯效忠的全部砍。万万不可！大将军万不可如此。当年讨逆将军就是手段太过严厉，最终导致许多士卒叛乱。公父将军所言极是，咱们须以怀柔手段，这些人才不会有背叛之举啊。哦，2位将军不必紧张，我虾某又不是滥杀无辜之人。他们既然不肯来见我，那我嘛直接去见他们便是。这样吧，2位将军先去准备一番，我打算先去拜访一下子布先生。末将领命。嗨，这些江东士卒如此倨傲，与中原的士卒也没什么两样嘛。虾兄为何不效仿当年在濮阳之举，将其中几家揪出来，来个杀鸡儆猴？不愁他们不乖乖就范。兴霸此言差矣，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啊。
行吧，大将军说的没错，眼下咱们只是初步拿下建业，城中人心动荡不安不说，又有孙权在外虎视眈眈，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开杀戒，岂不是给了他们机会？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道道。算了，虾兄说怎样就怎样吧。行了，你也准备下，待会去张昭的府邸，你与我同行。大将军，这里便是张子布的府邸。好，功夫将军辛苦了。二弟，你去敲门。哦，好嘞。开门，快开门！来了来了，敲什么敲？敲什么敲？军爷，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啊？快些禀报你家老爷，就说朝廷大将军前来拜访。哦，军爷有所不知，我家老爷这几日偶感风寒，正在房中歇息，怕是不能。老子数到3，1。这还差不多。赶紧滚回去，告诉张昭那老头，就说朝廷大将军虾仁前来拜访，让他识相点，立马出来迎接。军爷饶命啊！老爷说他这几日偶感风寒，正在房中歇息，怕是不能。老子数到3，1。3楼，南边3位。这还差不多。梦回三国第161集。虾仁突然登门造访，作为镇守建业的江东重臣张昭并不意外，无非就是想拿他开刀，给江东一众士卒来个杀鸡儆猴的意图。本虾今日冒昧前来，子布先生不会觉得打扰了吧？哦，呵呵，大将军实在是太客气了，您能光临寒舍，可谓是令府上蓬荜生辉。只是不知大将军此番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哎，老家伙，少他妈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将军来此所谓何事？难不成你还不知道？放肆！子布先生素有名望，更是深受天下人敬仰，兴霸岂能如此无礼？快给子布先生赔个不是！免了吧，大将军不必抬高在下，有什么话不妨明说。好，子布先生快人快语。既然如此，那本虾就直说了。如今天下大势已经很明朗，我大魏统一天下也是指日可待。江东士卒若是一味反抗，只会增加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张公素来宅心仁厚，何不劝说其他人诚心归降呢？江东士卒心性高傲，大多只想着保全自己的利益，无论是北伐亦或是抵抗曹魏，他们都没有太大的兴趣。眼下战事还未决出最终胜负，万一孙权那小鸡反攻回来，到时候咱们免不了又被清洗。就是，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想让咱们投靠他，做梦想屁吃呢！这个虾贼坏得很，咱们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孙伯符在世时曾重用子布先生，更是将你比之管仲，由此可见子布先生的才能之出众。而在孙权继位后，子布先生对内安抚官员百姓，对外平定黄巾余孽，击败豫章贼帅周凤，如此功绩，在江东的威望可谓无人能比。呵呵，大将军言重了，来，请用茶。虾仁深知一众士卒的疑虑，他们不过是在担心将来局势逆转，自身的利益受损罢了。也正因如此，虾仁才会打算从张昭下手，让张昭出面作保，劝服江东士卒。大将军的意思，在下明白了。若是大将军能说话作数，在下愿助大将军一臂之力。哦，多谢子布先生，日后江东的安稳就仰仗子布先生了。父亲，咱们真的要背叛吴侯吗？大势所趋，咱们张家又能如何呢？仲嗣，那虾仁看似客气，但你要知道，他可不是吃素的。先前周公瑾与诸葛亮联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若是魏父不答应他们，只怕也好不到那去啊。可是，父亲，如此一来，咱们张家岂不是背上了不忠不义的骂名？没什么好可是的，如今大势已经彻底倒向曹魏，吴侯想要逆转局势已无可能。为了江东的百姓，魏父也应该答应下来。别多想了，去将左司马还有九江都尉他们都请来。孩儿遵命。江东四大家，顾、陆、朱、张，左司马便是顾家的顾雍，而九江都尉便是陆家的陆俊，也就是陆逊的父亲。依子布先生所说，想必是有意投靠大将军，否则也不会将吴等都请来。不错，我确有此意。如今形势已经明朗，吴侯想反攻曹魏，难如登天。为了避免江东再起战火，吴等主动投靠过去，才为明智之举。呵呵，不论是虾仁，亦或是孙权，其实都不是主要的，只是却有一个麻烦。左司马，请说。咱们几大家族几乎都是出身吴郡，可如今虾仁只是拿下了建业一城，郡内其他城池仍在孙权的管控下。
更别说还有陆家的陆逊、朱家的朱桓、朱毅等人都在孙权军中效力。若是吾等投靠虾仁，吴侯定然不会放过咱们的族人。哦，原来左司马担心的是此事。诸位放心，大将军已向吾保证，只要诸位在大将军跟吴侯争斗之时能够保持中立，他绝不会为难诸位。如此便好。诸位的意思呢？左司马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俺也一样。那好，既然如此，就请子布先生替咱们走上一遭，将此事告知大将军。经过张昭的一番劝说，一众士卒最终也是下定了决心。表面上与虾仁仍保持着泾渭分明，但暗地里却是支持虾仁统领江东。而另一边，虾仁攻下建业后，便占据了吴侯府作为自己的住处。至于孙权的那些妻妾，他看在孙尚香的份上，并没有将他们收入房中，而是赏给了手下的众位将军。这么年轻真可怜，定是被那孙三万逼的。文长，日后你可要善待人家。这个孙三万真是心狠手辣，怎么能把他打成这个样子？兴爸，赶紧把他带回去，日后找个大夫给他慢慢诊治。金毛狮王孙三万竟然勾结一族，这个娘们一定是个细作。孟几日后定要严加审问。末将谨遵大将军之命。大帝，大帝，张昭那老头来了，说是要见你。哦，这么着急见我，想必是有好消息了。走，憨批，前面带路。哦，下次一定。What the fuck？ 快说情况如何？禀报大将军，那孙权小儿在知道建业被咱们攻占后，瞬间尿了，直接率军经芜湖附近的水域逃往吴县。而没了孙权的援兵，不到1日的功夫，军师就率人攻破柴桑，活捉了程普。好啊，柴桑被攻克下来，也就意味着豫章郡也落入咱们的掌控之中，这可当真是。大将军为何如此神色？哦，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孙权逃得如此干脆果断，想必这背后应该是陆逊在为他出谋划策。大将军说的不错，陆逊此人素有谋略，否则以孙权的性子，断然不会逃得这么快。呵呵，既然如此，那咱们可不能给孙权喘息的机会。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憨批，你派人告诉军师，让他领军速前来会合，咱们准备进攻吴郡。不去。与此同时，在得知柴桑失守、程普投敌的消息传回后，吴县县衙之中，孙权与一众江东群臣皆是愁眉不展，气氛十分压抑。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这个混账虾仁可别落到我手里，否则你可就遭老罪了。听着，马上通知会稽太守，让他支援些兵马过来，再去找诸葛瑾，让他想办法联络川蜀的刘璋跟刘备，务必要请他们出兵相助。遵令。伯言，建业城中情况如何？回禀吴侯，根据探子传回的消息，虾仁并没有为难老夫人，只是让大小姐陪在老夫人身边，而城中的各大家族也没有倒向虾仁。对于虾仁的招揽，各家家主也都是称病不出。如此便好，只要江东各大家族没有投靠虾仁，那吴就还有机会翻盘。对了，伯言，那虾仁若是进攻吴郡，有2条路线可走。第一条路便是从建业出发，一路向东北，途经江城、丹徒、曲阿等县。第2条路则是从建业南下，绕过太湖，从乌城由旋进攻吴郡。只是第2条路线相对于第1条路线而言，路途遥远，耗时最长。依我之见，虾仁若是急于拿下吴郡，定会选择第1条路线，所以我打算在曲阿与丹徒2县投入大量兵力，以此来阻拦曹军。你意下如何？这个回吴侯，虽说从常理而言，虾仁从丹徒、曲阿出兵最为可能，但此人向来狡猾多端，咱们不能以常理来度之。呵呵，伯言多虑了，咱们的水师战船可都停靠在太湖，虾仁若是敢绕行太湖，吾可随时派人乘船横渡太湖，断了曹军的退路。话虽如此，但不知道为何，属下总觉得有些心神不宁。吴侯，不知最近这段时日，山岳人有何动静？山岳人，这个倒是没有。早在与虾仁开战之前，我就命贺喜将军率领5000精兵驻扎在会稽郡，以备不测。前些日子他来信说，那些山岳人倒是造反过几次，都被他给镇压下去。如今钱塘、余杭一带倒是风平浪静，没有什么波澜。如此便好，只要吴县的南边不出问题，咱们便可全身心投入到丹徒、曲阿一带。陆逊心里清楚，与曹军交锋胜算很小，所以只要山岳不出问题，江东军在吴县拖住曹军，届时等刘璋与刘备从益州发兵，就能解江东之围。可他们没算到的是，此时钱塘县外的深山老林中出现了2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不错，正是姜维还有邓艾。我姜伯约也曾是10里8寸有名的俊俏后生，没想到今日竟然沦落到这般地步。
博越，你就少说2句吧。老师交给咱们的任务，可千万别被别人听了去。不管了，师兄，我可是饿得走不动了，咱们歇歇吧。什么人哦？表，你看，他们好像是汉人哦。不用说，肯定是孙三万派来的，别跟他们废话，直接宰了。奥利给，干了，兄弟们！老毕等，可知天水江伯约？这些山岳人说到底不过只是些乡野村民，因此邓艾与姜维并不慌张，只是抽出随身佩剑，语气周旋，并没有下死手。表，你看，他们好像是汉人哦。废话，我他妈自己会看。这2个小子有点手艺，定是那孙权小儿派来的习作。咱们一起上，直接宰了他们！干了，兄弟们！都住手！吾乃秦唐山岳大帅彭氏是也，你俩是何人？你就是彭氏。巧了，我们正要找你呢。在下邓艾，字世载，这位是我的师弟，他叫姜维，字伯越。我俩奉老师之令前来拜访大帅。奉你们老师之命，你老师是谁？哼，说出无师之名，吓入一跳。我家老师正是当今的曹魏大将军。曹魏大将军，难不成是虾仁虾思聪？梦回三国第162集。山岳人以宗族为单位，向来好武习战，民风彪悍的他们，对于外来户的孙策或孙权自然不服，因此对于朝廷派来的使者，彭氏也是颇为客气。表，大帅该不会是被骗了哦？万一他们是孙三万派来的探子呢？瞎了你的狗眼！2位少年奸目心美，英气逼人，怎么会是孙权派来的人？摘你的砂糖橘去吧你！憨憨，没想到2位竟是大将军之徒，当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只是不知大将军此番派你们来，所谓何事啊？大帅客气了，实不相瞒，吾等此番奉命前来，是想跟大帅合作。虽说如今江东被山岳拖得狼狈不堪，但大帅不得不承认，山岳人的日子也是越过越苦。在孙权的统治下，想必大帅的日子不是很好过吧？而如今大将军正在对江东用兵，这难道不是天赐良机吗？哦，呵呵，2位公子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对此并不感兴趣。这是为何？你们明被孙权围剿的几乎走投无路。大帅，你可要想清楚，只要大帅振臂一呼，联络其他山岳人，于后方起兵反攻江东，前后夹击之下，孙权必定落败。届时我大魏收复江东等地后，定不会像孙权那样施行苛政。那又怎样？当年曹操和袁绍也是拉拢过我们，然而当吾等与孙权拼命之时，也不曾见他们伸出过援手。大帅，我老师可是……不必多言，若是大将军也只是空口许诺，2位就请回吧。邓艾和姜维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彭氏下起了逐客令。见此情形，2人无奈拱了拱手。而出了村寨之后，师兄弟2人并没有走远，只是找了一处林子商议对策。师兄，这可如何是好？难不成咱们就要这么灰溜溜的回去？当然不能，老师如此信任咱们岂能空手而归？可那彭氏态度如此坚决，咱们能有什么办法？还能逼他不成？逼他？伯越，我有办法了，咱们不如这样。师兄，山岳人对咱们也算礼遇有加，咱们这么干，未免有些太狗逼了吧？师弟言过了，老师说过，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回去的话，咱们有何面目见老师？那好，就按师兄说的办。表，你说大帅为什么不愿意和夏思聪联手哦？这么下去的话，咱们怕是撑不到来年啊。由于在北面战事不利，孙权早就将目光盯上了骠勇善战的山岳人，常年征讨山岳，以此来补充兵卒。如此强压之下，山岳人自然是1年不如1年。就算撑不到来年，咱们也没必要跟虾人联手。你们可莫要忘了先前的教训。若是与虾人联手，咱们在后方进攻，损失的可是咱们；而反观他虾人，却是没有半点损失。这算盘打的，珠子崩我一脸，我又如何能够答应？可是大帅，我听说虾人那个鸟毛似乎还挺厚道的哦。住口！厚道也不行，除非他先表示下诚意。彭大帅，不好了！大帅，你是虾人的学生，不是让你们走了吗？怎么又折返回来了？大帅有所不知，我与师弟刚走到山脚下的县城，便见到江东集结了兵马，正在朝山上进发。此话当真？我骗大帅作甚？看他们的架势，似乎是奔大帅而来。我与师弟担心大帅的安危，于是便前来通报。
眼下我师弟还在监视着江东军的动向。来人，通知族人们撤离，一定要快。邓艾自然清楚，如此伎俩，彭氏不可能完全相信，但是他敢肯定彭氏会上当，因为江东军若是真的打来，那他们可就完蛋了，彭氏赌不起。果不其然，彭氏一行人前脚刚离开，便有大批装备着兵甲的士族赶到山岳人的村寨，为首之人正是江东大将周防，还有奋武将军贺启。刁德一，你不是说你的族人都藏身在这里吗？人呢？回禀将军，小人也不知道啊。哼，要我说，你是在戏弄本将军。住手！这篝火还在燃烧，汤水也是刚刚煮沸，说明山岳人才离开不久。由此可见，他并没有欺骗咱们，很有可能是山岳人发现咱们到来，提前逃脱了才是。哈哈，刁德一小兄弟勿要惊慌，我乃江东大将周防，这位是奋武将军贺启。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我们不仅不会为难你，还会对你重重有赏。将军，小人定当听命行事，还请将军不要杀我。刁德一，你出来投靠官府，无非就是想获得荣华富贵，但眼下你的族人已经逃之夭夭，你也是寸功未立，悬赏你也是拿不到的。不如这样，反正你的族人也不知道是你告的密，你不妨再回去找到他们新的葬身处后，再来通知我们，你看如何？好，小人都听将军的。哈哈，很好，事成之后，本将军定不会亏待你的，快去吧。子瑜，你这法子管用吗？管用不管用，这也是唯一的法子了。吴侯在北面的战事不顺，咱们必须早些解决这些山岳人，也好回去支援吴侯。子瑜所言极是。此番多亏了是在小兄弟，若不是你，只怕我们都要折在江东军手中。大帅客气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怎能不帮大帅呢？是在小兄弟说的不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也罢，既然如此，那在下也就不含糊了。从今日起，咱们愿意与大将军联手，共同对付江东。成了，请大帅放心，事成之后，我家老师绝不会亏待你们山岳的。与此同时，与江东军分开的姜维也是找到山岳人的栖身处，和邓艾、彭氏等人会合。在知道彭氏愿意跟己方合作后，他和邓艾对视一眼，皆是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不知大帅接下来有何打算？我也不知道，此番江东军来的极为迅速，虽然咱们及时逃脱，但却根本来不及收拾，随身携带的狼士恐怕也只能勉强支持几日。既然如此，在下倒是有一计，不仅可以解决大帅眼下的困境，更是能给予江东军沉重一击。伯约公子计从何出？请大帅试想，眼下江东军与我大魏僵持不下，他们定然想早些将大帅等人除去，咱们正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一招引蛇出洞。届时我扮作山岳族人中的叛徒，前去将大帅你们的藏身之处告诉江东军，大帅可带人设下天罗地网，只等江东军到来，咱们再发动致命一击。伯约当真是足智多谋，不愧为大将军的高徒。来人，即刻去联络潘陵、费战等几位渠帅，让他们也过来支援咱们。听了姜维的计谋，彭氏不由得直呼内行。除去彭氏这一支山岳人外，江东境内的丹阳、鄱阳、会稽等郡还有其他的山岳人活动。虽然他们彼此往来不多，但在对付江东这一方面却是极为团结的。果不其然，不到2-3日的光景，便有大批的山岳人赶了过来，决定与曹魏联手，一起对抗江东。但俗话说得好，以多咬死象，各位大帅联合在一起，足有近万人，这么多兵力，定然能够击败江东军。奋武将军，不知吴侯在信中说了什么？这几日前方战事吃紧，吴侯令咱们加紧戒备，莫要让山岳人在这个节骨眼上生事。没想到虾人的手段竟然如此高明，不仅劝降了黄盖与韩当，还攻占了建业。我江东最大的屏障就是长江，一旦没了这道天险，就凭我江东军的实力，很难在路上与曹军抗衡。子瑜所言确是如此啊。禀报二位将军，前几天的那个山岳人来了，此刻正在门外等候。是刁德一，快速将他带进来。小人刁德一见过2位将军。别磨蹭了，快说说山岳人现在的情况如何了？禀2位将军，会稽郡、丹阳郡的山岳人都赶来了，此刻正聚集在城外不远处的山林中。糟糕，吴侯的书信中还在嘱咐说让咱们小心山岳人，没想到山岳人又聚集起来，看这架势，他们是要趁吴侯跟曹魏交战时从后方偷袭咱们。奋武将军所言极是，还好咱们及时发现。刁德一，你速带我们前去找你的族人，只要此战获胜，你当立首功。多谢将军，请将军放心，小人一定照做。随着贺齐一声令下，钱塘县内的5000江东军迅速调动起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迅速平定山岳人，而后快速去支援孙权。传令，
大军出发。梦回三国第163集。喂，刁德一，你不是说你的族人就在这儿吗？回禀两位将军，先前确实就在这里的呀。哼，你莫不是在戏耍吾等？子羽将军，你快来看。如此看来，这位刁德一小兄弟果然没骗咱们，山岳人的老巢就在附近。若真是这样，咱们当立即戒备。刁德一他们人在哪？本将军问你话呢，你特么是养那个山岳人的？属下不知。俺也一样。放屁！这么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他娘的，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子羽将军，咱们似乎是中计了。贺齐和周防一直沉浸在发现山岳人的喜悦中，完全没想到这很有可能是山岳人的圈套。再加上姜维在此刻突然消失，江东军对周围的情况一无所知，种种迹象都说明他们上当了。他娘的，这个刁德一是细作，咱们中计了，快撤！嘿嘿，放！随着邓艾一声令下，山岳人手中的火把铺天盖地的朝江东军扔来。饶是贺齐手下的江东军训练有素，却也是狼狈散开。虽然钱塘气候湿润，但也架不住这么多火把，片刻之间便火光四起。江东军士卒就仿佛无头苍蝇般在林间四处乱冲。奋武将军，眼下我军阵脚大乱，根本无法阻挡山岳敌军，咱们退吧。子羽，带人先冲出敌阵，咱们回城后再从长计议。此番为了快速突围，江东军付出了惨痛代价，不少江东将士被困在山中。经过一番清点，出发时的数千兵马，此时也只有寥寥200-300人。奋武将军，你看城头。贺齐、周防，在你们与山岳人交战之时，城池早已被吾拿下。你们若想活命，便快快束手就擒。糟了，这下咱们没把山岳人给剿灭，反倒是将钱塘城给弄丢了。刁德一，你欺吾太甚！咱们被孙权围剿多年，一直狼狈不堪，东躲西藏，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咱们能够击败江东军，并独占一座县城。两位公子当真是用兵如神啊！大帅言重了，不过是些雕虫小技罢了。大帅，咱们快些打扫战场，接下来还有别的事要做呢。好，如今攻占钱塘，咱们也是兵强马壮，有两位公子相助，定不会让那孙权小儿好过。与此同时，庞统率领着柴桑的曹军经过连夜行军，奔赴千里，终于也是按时抵达了建业城，与虾人会合。属下见过大将军。军师不必多礼。说起来，自从江陵一别后，咱们已经有1年多未曾见面。军师此番前来，路上可是一帆风顺？禀大将军，在柴桑被我军攻占后，孙权率着江东军逃亡不及，留下了少部分藏匿于山间，成为流寇。所以我军自柴桑一路赶来，也遇到了不少江东军的伏击。不过大将军不必担心，这些流寇都是劫来之急，不足为虑。对了，敢问大将军，眼下孙权的情况如何？嗨，军师多虑了，那孙权小儿眼下已是丧家之犬，逃回了吴郡，正在苟延残喘呢。根据探子传回的消息，孙权回到吴县后便开始聚集兵马，他彻底放弃了豫章郡和丹阳郡，将2郡的兵马全都召回到吴郡。除此之外，孙权又从会稽郡抽调大批兵力，那意思很明确，就是打算在吴郡与虾人展开最后的斗争。话虽如此，但孙权在吴郡聚集近乎10万兵马，想要轻易拿下，恐怕并非易事啊。呵呵，军师所言极是。不过只要解决掉孙权，余下的刘璋、张鲁、刘备等人便不足为虑。所以就算孙权再怎么难啃，咱们也要把他啃下。大将军所言极是。对了，属下此番前来，把程普也带了过来，大将军要不要见他？江东的右都督，见一见也好。程普身为江东右都督，在军中威望甚高，因此庞统在攻破柴桑、俘获程普后，并没有为难他。成功别来无恙。说起来，当年18路诸侯讨伐董卓时，你曾追随文台将军，咱们也有过一面之缘呐。大将军莫非是要羞辱在下不成？不，成功误会了。贾某为人正直，又岂是落井下石之人？只不过嘛，眼下江东败局已定，若是破虏与讨逆2位将军尚在，成功忠于他们也罢。但如孙权这样的鼠辈，可配不上成功效忠。成功何不效仿功夫，与义公2位将军接案投明呢？那又如何？他能无情，我又岂能无义？大将军的好意，在下心领了，但在下并无投靠他人之意。也罢，成功一片赤胆忠心，实则令人感动。
只是成功既然执意与我为敌，那本虾也只能……大将军，成功是乃忠义之辈，在江东也是威望甚高，请大将军宽宏。是啊，若是杀了成功，岂不是令天下人人义士寒心？请大将军宽宏。这个嘛，哦，他们说的都对。程普此人忠肝义胆，骁勇善战，就这样砍了，有些可惜啊。属实有些可惜啊，在武艺方面，他也只是比我差那么一丢丢罢了。也罢，既然诸位都这么说，那我也不会勉强。待到我灭了江东之后，放他自由便是。多谢大将军。眼下大军已经集结完毕，虾仁在建业城也没过多停留，仅仅休整了几日，便率领大军开拔，直接奔赴无县而去。与孙权设想的一样，虾仁的确是打算从丹徒、曲阿进攻无县。不到3天的功夫，曹军就接连攻克湖熟、江城、句容等县，挺进到曲阿城外10里。没想到这个瞎贼进来的这么快。子敬、伯言，你们可有何良谋？快到来！禀吴侯，此番曹军来势汹汹，一路攻城拔寨，不做半日停留，其意图是打算速战速决，一口气攻下吴县。依属下之见，咱们应当尽早出兵，将曹军阻拦在曲阿城外。吴侯、伯言所言极是。一旦曹军攻占曲阿，定以曲阿为阵地，与我军隔城相望，在曹军的兵锋之下，吴县断然无法久守。还请吴侯早些出兵驻守曲阿。两位所言，吾自然知晓。只是眼下曹军距曲阿不过10余里，军器兵甲都比我江东精良数倍，并且还有火炮这等威力巨大的攻城器械，两位可有何法子应对？这个，吴侯不妨效仿孔明当年驻守长沙的法子。子敬的意思是沿着曲阿城外的淮水构建防线，挖出数条壕沟，令士卒藏身其中。好，就这么办。伯言，传令朱志，令他即刻率军前往曲阿，务必要将此事办好。虾仁小儿，你过来呀！我你妈！大帝，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是啊，虾兄，对面的阵地和长满刺的刺猬一样，咱们恐怕吃不下。下贼、奸贼、恶贼、逆贼，操你妈！你过来呀！我你妈！大帝，你可千万别冲动啊！是啊，虾兄，对面的阵地和长满刺的刺猬一样，咱们恐怕吃不下。憨批，你他娘的投弹车呢？给老子拉出来！报告大帝，投弹车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发射。哈哈，将军你看，那瞎贼抵达河对岸后，根本不敢进攻我军阵地，他急眼了。如此看来，想必瞎贼是打算长久作战了。吩咐下去，让将士们小心戒备，勿要放松警惕。将军请放心，有末将在，曹军翻不了天，任那瞎贼。将军，你快看，瞎贼有动静了。都遥遥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遥遥领先于同行，领先的优势不是一点点，而是领先很多，遥遥领先，遥遥领航，领先于同行。将军，那瞎贼又在耍什么花招？难不成是准备展开进攻？呵呵，无妨，相隔这么远，咱们藏身壕沟之内，就算是火炮也不一定能伤到咱们，更别说投石车了。文相将军，你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做好交战准备即可。梦回三国第164集。事实上，经过之前和孔明对阵的长沙保卫战，对于江东这种挖壕沟、防炮火的做法，虾仁早有准备。因此，在典韦的一番调试与动员后，炮兵营当即便发动了投石车。一时之间，铺天盖地的黑影呼啸着飞过河水，落在了江东军的阵地上。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投石车投掷过来的并不是什么实弹，而是一个个陶罐。瞎贼这是何意？文相将军，打开几个罐子瞧瞧。是将军。不好，快把所有陶罐都收回来，立刻焚毁。先前在陆逊的建议下，孙权提前将虾仁泼脏水的事告诉了众人。像朱志、徐盛、凌统这样的武将对孙权忠心耿耿，自然是选择相信孙权。可其他的江东将士信不信，那就是两说了。表，你说这是真的吗？他们说讨逆将军是吴侯害死的哦。不可能吧？讨逆将军可是吴侯的手足兄弟，就算家再多钱，他也下不去手吧？哼！你个傻孩，这就不知道了吧？当年为了皇位，胡亥不是照样干掉了扶苏哦？你才是傻孩，你全家都是傻孩。
孙策以弱冠之龄接过孙坚的旧部，短短数年就横扫扬州，为江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就连被他屠戮过的江东士族也不得不承认，他是天下一等一的英杰。正因如此，即便孙策已经去世数年之久，但影响力仍然不输孙权。哼，虾仁这狗贼果然是狡诈至极，竟是想动摇我军心。文相将军，你速去安抚将士们，就说这是曹军的诡计，目的就是动摇咱们的军心，让他们万不要轻信。河对岸的兄弟们，河对岸的兄弟们，咱们都是自己人。那孙权小儿卑鄙无耻，不值得你们信任。如今黄盖与韩当两位将军都弃暗投明，选择归顺大魏，你们还在犹豫什么呢？这边也有很多你们的兄弟叔侄，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嘿嘿，虾兄这招攻心之举，当真是极其高明。不错，如此一来，对岸的江东军哪里还有斗志？行了，兴霸、孟起、文长，你们几个率军准备渡河吧。末将领命。且慢，大将军，末将虽为降将，但却也愿担任大军先锋。公副将军，你年事已高，不如就留在后方观战便是。不错，凭我3人之力，轻而易举便可拿下敌军阵地，公副将军就不必上阵了。两位将军说的极是，更何况河对岸的士卒都是你江东同胞，你也不方便出战。呵呵，3位将军此言差矣。老将虽白发，宝刀任有锋，为何不可上阵杀敌？不错，公父所言极是。况且让我2人率部担任先锋，河对岸的江东健勇也许不会动手，这样也能减少大军的伤亡。那怎么能成？本来孟起和文长就是多余的。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先锋，谁主攻谁助攻，那不全乱套了吗？行了，义公将军说的有些道理，他们上阵的确能免去不少麻烦。既然如此，那就拜托2位将军与兴霸、孟起他们一起先登吧。多谢大将军成全。好，今日进攻没有助攻都是助攻，谁若先攻破敌方阵地，本虾亲自给他下厨。听到这话，众人皆是精神一振。虾仁的厨艺精湛，在一众武将中可是出了名的。但凡大捷，他就会亲自下厨犒劳众人。因此，为了能率先攻破敌阵，尝到虾仁的厨艺，一众武将都跟打了鸡血般。嘿嘿，今日头功，你们可都不能跟我抢。我想吃红烧佩奇那道菜已经很久了。既然如此，那老夫也要凑凑热闹。儿郎们，随老夫冲阵！淮水并不算宽深，曹军滑动着竹筏在水面之上，飞速向河对岸开去。而位于江东阵地的朱志见到曹魏这么大的动静，霎时间心头一惊，当即便命士卒从壕沟中探出身，举起手中的弓箭，快放箭，阻拦魏军渡河！哈哈，跟我玩火力压制是吧？虎贲双劈，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上来 ！Yes sir。开炮！随着典韦一声令下，无数炮弹摇曳着白色尾烟，呼啸着落在江东军阵地，当场便有数十名士卒被砸得白浆迸裂，一命呜呼。见此惨状，其他士卒纷纷龟缩在壕沟中，再也不敢探头出去。而正在此时，曹军的先登士卒也是抓住机会加速行驶，在火炮停止轰鸣的时候，他们也是成功登上了河滩。兄弟们，咱们的后方可没有援军，若是无法一鼓作气的夺下阵地，等待咱们的只有战死。怕他个毛！兄弟们随我冲，拿下敌军阵地，咱们回去吃大将军做的红烧佩奇。红烧佩奇，红烧佩奇，杀！一听到红烧佩奇，曹魏的士卒如同下山猛虎般，齐齐地扑向了江东军。在狭小的壕沟之中，双方展开激烈的厮杀，战斗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江东子弟们，勿要再自相残杀！将士们，速速放下兵器，请听我与公副将军一言。彪，你看，是黄将军哦。是啊，还有韩将军。狗蛋，你看，那不是你叔叔吗？啊，还真是哦。家国大义这些，或许他们不懂，但让这些江东军与自己的宗亲族人刀兵相向，显然他们是不愿意的。所以在黄盖与韩当的劝说下，江东军一时拿不定主意，也是开始动摇了。大将军有令，将者不杀，另赏良田钱财。哦，彪，我叔叔可在对面哦。我不打了啊！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老子也不打了。公副将军，你们跟我来，我为你们带路。好，多谢各位兄弟。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策。这些叛徒投降就算了，竟然还他娘的给曹军带路，简直非人意啊！将军，曹军正朝这边冲来，咱们得赶紧撤了。哼！传令撤军。What the fuck！
随着江东阵地被攻破，朱志和徐盛的逃离，留下的江东军也是没有再战的勇气，纷纷选择了投降。而虾人也没有急着进攻，只是吩咐将士们原地扎营，好好休息一番。至此，魏军与屈阿城之间再无任何阻拦。啊！完了，你就完了，完了！黄盖、韩当这两个老匹夫，我们孙家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竟敢如此作为，非人也，简直非人也！吴侯，你没事吧？吴侯！啊！完了，你就完了，完了！我江东4位老将，祖茂早早战死，余下的程普、黄盖、韩当3人，我们孙家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却竟然投靠曹魏，非人也，简直非人也！吴侯，你没事吧？吴侯！吴侯息怒，眼下雨季已经来临，想必曹军一时半会也是无法进攻曲阿。吴侯当保重身体才是。子敬派往蜀地的信使，可有刘备的消息了？这个还没有。吴侯从江东到蜀地足有千里之遥，眼下荆州已被曹魏占据，我江东的信使需要绕到胶州，方才能抵达蜀的，怕是没有这么快。知道了，你们先退下吧。是。右平，你即刻去帮我办一件事，秘密组织一支船队，让他们在楼县外的海面上等候。吴侯莫非是打算由海入江，袭击曹军的后方？袭击个屁！毗陵城距离曲阿不足100里，曲阿一旦城破，咱们断然无法逃离。眼下战事不利，吾这只是留一条后路罢了。吴侯，眼下战事虽然不利，可也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我心中有数，你只管去做便是。属下遵令。虽说当年父亲与兄长起兵之时也吃过不少败仗，但当时的各方诸侯实力也都是相差无几，一时的失败算不得什么。可今时已经不同往日，如今曹魏对我江东已成碾压之势，若无外力相助，我江东怕是败局已定。或许也只能早做准备，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了。本家虽然号称人形自走火炮，但还是有些吃不消啊。我被酒色所伤，竟如此憔悴。也罢，自今日起戒酒。大帝，大帝，大帝，外面来了个老表，说是奉了姜维与邓艾之命来给大帝送信的。哦，老表送来的，看来是有好消息了。韩丕，快去把军师和兴霸他们都叫到中军大营去。嘿嘿，是在与伯约当真是少年英雄，他俩倒是没有辜负大将军的厚望。呵呵，虽说我此番只派他2人拒敌后开展斗争，但着实没有料到他们竟会完成的如此出色。根据邓艾与姜维的信中所言，在攻克钱塘、杀死贺齐与周防2员江东大将后，2人利用江东军的兵甲武装起了一支万人大军。他俩在写信的时候，已经着手准备进攻油泉，还有余杭。眼下孙权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吴郡北面的丹徒和曲阿。若是姜维与邓艾这2小子领一支万人大军从南面来一招千年菊花杀，直捅孙权的腚眼子，想必孙权知道后定然极其欢喜呀。二弟，你看大帝的这样子，估计又在算计谁呢？那肯定的，不过依我看，很有可能是在算计孙权那小子。二弟此言有理。你们2个在瞎嘀咕什么呢？好了，既然是在和伯约在钱塘那边闹得风生水起，那咱们这边也不能闲着。兴霸、孟起，你们即刻去准备，今日咱们便攻打曲阿城。末将领命。与此同时，朱志从魏军的屠刀下逃脱，回到曲阿城后，当即便吩咐士卒紧闭城门，与曲阿守将凌统商议抵抗曹军一事。公季将军，如今城外阵地已动，那虾贼的大军包围曲阿是迟早的事，咱们除了死守城池，或许也只能派人向吴侯求援了。军里将军所言也不无道理，那不如就由令公子走一趟吧。公季将军，眼下战事如此紧急，吾作为先锋大将，若是让犬子离城求救，将士们看到后，怕是会动摇军心啊。依在下看，倒不如由2位将军出城前去求援。也好，那我2人现在便出发，子弟就拜托将军了，保重。父亲，就算是孩儿做错了，你也没有必要把我留下等死吧？蠢货，你真当魏父是要害你不成？魏父且问你，你对如今局势怎么看？如今局势，父亲，依孩儿所见，对咱们江东而言，眼下局势岌岌可危，吴侯怕是撑不住了。既然你都能看出来，魏父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前不久，咱们在建业的族人偷偷给我传来书信，他们早已跟大将军达成约定，只要咱们投降，大将军不会为难咱们的。
但若是你去向吴侯送信，届时吴侯把你留在身边，为父还怎么投降？哼，他定然杀你泄愤。哦，原来如此，父亲竟是如此打算的。况且有徐盛和凌统在，咱们想要投诚，怕是也没那么容易。再等上几日，咱们便派人去联络城外的曹魏大军。近几日你定要机灵些。请父亲放心，孩儿明白。与此同时，距离曲阿不足100里的毗陵城中，孙权原本准备大雨过后再发兵曲阿，与虾仁做最后一搏。可凌统和徐盛的突然到来，让在场的众位江东大将一时之间也是乱了阵脚。禀吴侯，事情确实如此。眼下曹军已经将曲阿城团团围住，朱志将军死守城池，令吴宇文向将军回来求援。怪哉，眼下正值雨季，那瞎贼怎么会突然集结兵马？事不宜迟，子敬先生，你速速带兵随公骑前去解曲阿之围。且慢，吴侯，依属下看，曲阿没有必要救援了。虽说曹军势大，但吴却也不能将曲阿城拱手相让吧？伯言此言何意？吴侯息怒，请吴侯示下，以曹军火炮的威力，想守住曲阿，谈何容易？若是此番派兵前去支援，只怕连自敬也要搭进去。哼！况且朱志让徐盛还有凌统2位将军回来求援，他自己却带着儿子朱然坚守城池，难道吴侯没有一丝怀疑吗？伯言此言不妥。吴婆，以属下之见，朱志也算是我江东老将，按照他的品行，断不会随意投降。但若是吴侯听从伯言所说，不派出援兵，那朱志城中兵马不是曹魏对手，搞不好真的会投降。在黄盖、韩当等人投曹后，如今江东军中就属朱志资历最老。对于朱志是不是有意叛变，孙权也拿不定主意。可就在此时，孙权还在犹豫着要不要派兵支援朱志。一名传令兵冒着大雨，突然闯入了大堂之中。吴侯，大事不好了，吴县丢了。吴后，钱塘的山越贼首彭氏联合丹阳、会稽等地的山越人一同举兵造反。他们攻下钱塘后，便马不停蹄地向北进军。吴后率军离开吴县后，城中兵力空虚，再加上敌军来势汹汹，根本来不及反应，城池就丢了。传令兵带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瞬间让在场众人的心中泛起了绝望的情绪。他们始终没能明白山越人为何会突然从背后袭击，一举攻下吴县的。吴县可是我江东最后的根基所在，粮草辎重都是从那里运输而来。没了吴县，对我江东军而言，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啊！快说，以往山越人造反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此番怎地如此凶猛？回禀军师，听说这次山越人带头的是2个叫邓艾和姜维的年轻人，据说他俩是虾仁的学生。虾仁又是虾仁，这个混账竟然偷偷派人潜入到我江东腹地，去联络山越人起事。哼！那吴侯，咱们还去支援朱志将军吗？眼下前有狼，后有虎，这还让我如何支援？哼！传令大军回防，夺回吴县。孙权深知与救援曲阿城相对比，对付吴县的山越人，江东军的胜算更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更需要吴县的粮草作为跑路的本钱。不出意外，在朱志收到孙权领兵南逃消息的第一时间后，他便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曲阿城门。醉将朱志，见过大将军。将军请起，能够主动弃暗投明，将军无罪。对了，军师，眼下孙权的情况如何？禀大将军，咱们派出的探子从毗陵发来消息，孙权的大军早在2日前便已经南下了。呵呵，这个孙权倒是逃得挺快。大将军，伯约和是在他们手里，只有不到1万的山越人，想要抵挡住孙权的进攻，怕也是有些吃力。咱们还是要早些出兵支援，免得让孙权攻下吴县后继续南逃。军师说的有理。子龙、孟起听令，你们即刻率领骑兵先行出发，南下追击孙权。不过切记不可大意，只需牵制他，等待大军会合。末将领命。哎，夏兄，那我呢？集中火力进攻城头，发射！你们这仗是怎么打的？我江东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竟然连城头都没登上。哼！从毗陵撤退下来的第一日，孙权便指挥着兵马对吴县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但吴县作为江东的根基，城墙坚固不说，城内更是有着充足的粮草辎重。山越不到1万人的大军，硬是将城池守的是滴水不漏。吴侯，将士们已经连续进攻了2日，眼下已是疲惫不堪。若是强行进攻，怕也只是徒增伤亡啊！哼！那又如何？吴县乃我江东根基，断不可失。不论付出何种代价，也要将其夺回。用罢午饭，你们给我继续攻城。今日势必要拿下吴县。急报！
启禀吴侯，曲阿城传来消息，朱志大开城门，迎曹魏大军入城。魏军占据曲阿后，当即便派出骑兵朝吴县赶来。你说什么？朱志真的降了？啊！反了！你就反了！反了！这个废物，当真是气煞我也。吴婆，事已至此，咱们不如降了吧。想必看在大小姐的份上，大将军不会为难。住口！当年在合肥城下，吴以3万大军对阵虾人500，结果却落得惨败，被虾人俘虏，成为世人笑柄。如此奇耻大辱，吴就算是死，也不会投降虾人此贼的。哼！右平，即刻聚齐兵马，咱们朝东赶往娄县。是。两位公子，江东军在收拾行囊，似乎是打算撤军，咱们是否要出城追击他们？呵呵，为什么要追？孙权但凡想要南逃，只有吴县这一条路可走，咱们只需要守住城池，他爱往哪去就往哪去。公子所言极是。娄县在东北方向，与吴县相隔并不远，而在娄县旁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就算到了那里，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孙权的这番举动，别说曹军了，就连江东重臣也不理解。吾乃赵子龙是也，敢问城头上的可是伯约何事在？子龙叔父，伯约你看，是子龙叔父。子龙叔父，你怎么来了？呵呵，大将军知道孙权正在攻打吴县，担心你们的安危，因此特地派我跟众位将军率领骑兵前来支援。别找了，吾等先行一步，大将军率领大军在后随行，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抵达这里。哦，那好吧。对了，怎么不见孙权的人马？回子龙叔父，这几日孙权一直连番攻城，今日不知为何突然引兵撤退，我与师弟担心其中有诈，也是不敢贸然出兵追击。这倒也是明智之举。孟起，你令手下的骑兵四下搜寻他们的踪迹，可别让那孙权轻易逃脱。好，子龙放心，他逃不到哪去。按照赵云的提议，马超派出了数支真骑，连夜搜寻孙权的大军。次日晌午，真骑也是发回消息，说是在娄县发现了孙权所部。而此时，虾人带领曹魏主力也是正好赶到了吴县。如今孙权退往娄县，已是瓮中之鳖，咱们早些将他拿下，也好班师回朝。子龙、孟起、高顺听令。末将在。你们领虎豹，其与县阵营先行，朝娄县的方向进军。抵达娄县城后，彻底将孙权的退路给堵死。末将领命。哎，夏兄，那我。按照虾人的吩咐，曹军骑兵当即连夜拔营，不过1日便抵达娄县城下。看着城下连营千里的曹魏大军，城头上的鲁肃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江东大势已去矣。じゃあ先輩ですね。先輩じゃあ先輩。ほら、頑張れ頑張れ先輩。頑張れ頑張れ先輩。哼！你们套的这是什么舞？一点都不好看，都给我滚下去！吴侯，魏军已经在城外安营扎寨，怕是明日就要准备攻城了。呵呵，无妨，我有数万江东精锐，何惧魏军？吴侯，娄县城中兵马确实有数万之多，可连番战败溃逃之下，早已是军心不稳，人心惶惶。如此情况，曹军根本不用攻城，只需要围住娄县，等城中弹尽粮绝，我江东便会不攻自破。咱们可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啊！吴侯，子敬先生说的嘛，倒也有些道理。不如这样，子敬先生今夜出城去见虾人，告诉他，只要他肯退兵，我赏赐给他大批钱财与美人，你看如何？吴侯，眼下我江东已是穷途末路，只怕那虾人不会答应。子敬此言差矣。俗话说得好，情义千金，不敌胸脯4两。这虾人乃色中厉鬼，又怎会不答应？子敬尽管去做便是。右平，去准备吧。属下领命。刺激！站住！且慢，典韦将军，是我是江东卢子敬，此番是有要事求见大将军。还真是你啊，我还以为是刺客呢。误会，一切都是误会。子敬先生，咱们又见面了，这么晚来访，不知有何要事？见过大将军，在下今夜前来，是想让大将军高抬贵手，放过吴侯一马。在下可是为了大将军考虑。呵呵，说来听听。
请大将军试想，若是大将军真的灭了江东，便只剩下蜀的刘璋与刘备等人，以他们的实力，断然无法与曹魏抗衡。且不说大将军与魏帝素有恩怨，就算没恩怨，大将军灭了江东，立下不是奇功，又怎能不遭猜忌？大将军莫要忘了，魏帝曹丕可是继承了其父的多疑性格，到了那时，难免会兔死狗烹。子敬所言不无道理，那以子敬先生看，我当如何呢？很简单，放吴侯一马，只要吴侯一日不死，魏帝一日就要重用大将军。呵呵，子敬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养寇自重，与陛下两方僵持。大将军果然聪慧，养寇自重这种说法当真是一针见血。不得不说，比起孙权用金钱美人的伎俩，鲁肃的理由更有说服力。在他看来，以虾仁的聪慧，定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可一番商议后，虾仁的答复却出乎了他的意料。我对此没有兴趣，还请子敬先生回去告诉孙权，他若是肯主动开城投降，我可以看在大小姐的面子上对他网开一面，但他若是执意死战，我可不会留情面。大将军，你这……子敬先生在等什么呢？大将军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还不快快退去？大将军，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大将军，其实属下觉得卢子敬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是啊，虾兄，今日在场的都不是外人，我就直说了。那曹丕小儿先前可是3番5次针对虾兄，他可不是个好鸟，虾兄不得不防啊！大伯，我也赞同军师的提议，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俺也一样，加一。以属下之见，大将军若是放孙权一马，便可以用剿灭孙权为名，在江东用兵自重。届时大将军在暗中发展势力，将来应付起来也好有个对策。呵呵，你们说的这些，我又岂能不知？不过我却不能这么做。于公而言，天下即将平定，我若在此时再割据江东，岂不是让生灵再度涂炭？于私而言，我的家眷还在许都，先帝又对我有知遇之恩，此时我若拥兵自重，岂不是会遭天下人唾弃？大将军中意。行了，诸位且放心，此事我心中自有打算。时候不早了，你们下去歇息吧，明日一早咱们便攻城。从曹军的营地离开后，鲁肃也是匆忙赶回去，将事情的经过一一向孙权叙述。可孙权知道后，却表现得并不意外，好像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巫婆，这就是虾仁的意思。呵呵，这个混账果然是一如既往的嚣张。既然如此，我便要让他知道什么是鱼死网破。伯言、文相，请吴侯吩咐。从今日起，城池的安危便交给你们2人，莫要让本侯失望。谨遵吴侯之令。大将军，此战不如就由我们山岳人担任先锋吧。哎，杀鸡焉用宰牛刀，还请诸位渠帅在后方观战，让我手下的儿郎们攻城便是。兴霸说的不错，虎贲双披，你们率炮兵营协助兴霸攻城。今日本虾要在娄县城内过夜。Yes sir， 炮兵准备。开炮！开炮！随着典韦一声令下，无数颗炮弹呼啸着划过天空，重重轰击在娄县城墙上。一时间，只见砖木横飞，整个大地都在颤抖。娄县不过一座小城，如此炮击下，他支撑不过片刻。县阵营听令，请大将军吩咐，攻入娄县城，拿下孙权。胆敢阻拦者，生死不论。遵命。我原本以为江东军已是足够精锐，却没想到曹魏的兵马竟然远在江东之上。是啊，还好吾等投靠了大将军，当真是明智之举啊！梦回三国第167集。按照虾仁的吩咐，高顺率县阵营一马当先的冲入了娄县之中，马超、甘宁等人也是率军紧随其后。然而穷途末路的江东军早已是军心不稳，面对气势汹汹、战力远胜于己军的曹魏大军，他们只是坚守片刻，便土崩瓦解。伯言、文相，你们不是在城头抵抗曹军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莫非城墙丢了？不瞒子敬，曹军攻势太强，吾等无法阻拦，所以特意回来请示吴侯。子敬，不知吴侯在哪里？吴侯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城头上无比凶险，吴侯怎么可能跟我俩在一块？那这就奇怪了。我今日一早便去找吴侯，却听魏族说他昨夜就上城墙去了。不可能，吴侯昨夜吩咐我与伯言守城，他去城头上做什么？跟我来。将军，这里是吴侯住处，不得擅入。滚开！吾等对吴侯忠心耿耿，吴侯他竟然如此对咱们。
见到屋内空无一人，就算众人再傻，也是明白过来，合着孙权把他们都丢下，带着凌统和周泰跑路了。可一旁的陆逊却没有表现得太过激动，因为早在先前得知孙策的死因时，他就预料到会有今日。眼下吴郡已被曹魏给占据，吴侯他又能逃到哪去呢？难不成是从海里？将军，曹军攻入城来，将此处给包围了。军师伯言，眼下咱们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好说的？投降曹魏便是。军师，这也罢，投了吧。醉将陆逊、搂素、徐盛见过大将军。呵呵，三位不必多礼，汝等能迷途知返，本侠也不会为难你们。不过那孙权去了哪里？你们可是知道？这回禀大将军，吴侯他应该是逃了。哦，这就奇怪了。娄县靠着江海，北临我大魏，南靠山越人，他能跑哪去？难不成他还能下海去捞鱼？还别说，你还真说对了。呵呵，孙权又不是傻子，他既然能丢下子敬他们跑路，想必是早已做好准备。而娄县附近都被咱们所占据，唯有海路可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乘船离开的。伯言将军，你以为呢？对于虾仁的推测，大家并没有怀疑，因为除了出海，孙权已无路可去。不过大海茫茫，虾仁暂时也没心情去追捕他，当下紧要的事情还是先彻底稳固江东之地。益州牧，眼下江东危急，若是不出兵予以呼应，等到曹魏平定江东后，下一步就要攻打益州。难道州牧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吗？主公，刘皇叔所言有理有据，曹军势大，咱们应该予以出兵，援助江东才是。不错，如今那曹贼篡汉自立，主公与刘皇叔既同为汉臣，又怎能坐视不管呢？诸位的意思，吾自然明白，只是刘皇叔此言差矣。我益州与江东毫无交情，为何要出兵援助啊？况且曹军在江陵留有重兵，贸然出击，万一战败，那又该当如何？没错，况且与江东有交情的是刘皇叔你，而并非我们益州，我们为何要帮你出兵？此番刘备来益州求援，益州对刘备的态度分为两种，以法正、张松为首的官员，则是赞成刘备的提议，发兵援助江东；而以吴懿、黄权、王累等人，则为反对派，不赞成让刘备入川。原因嘛，也是很简单。想当初，刘皇叔投靠公孙瓒，结果公孙瓒兵败袁绍之手，而公孙瓒战死后，刘皇叔便转投陶谦。可结果呢？陶谦病死，徐州也是被占据。再后来嘛，刘皇叔又先后投奔了荆州、江东两地。刘表跟孙权的下场，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吧？鼠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哼，我什么意思？难道你们不清楚吗？住手！二位将军先放下兵器，勿要伤了和气才是。周牧有消息了。禀周牧，刚刚收到江东的消息，曹魏大将军虾仁渡过长江，成功拿下建业。孙权不敌曹魏大军，只得败退回吴郡。可不料那虾仁却暗中联合山越人，从吴郡南北两面夹击孙权，江东军大败，孙权从海路逃亡。至此，扬州彻底被曹魏攻占，江东也是完全落入虾仁之手。此消息一出，在场众人瞬间心头大惊。他们这边还没讨论出要不要出兵，那边曹魏就已经剿灭了孙权。谁也没想到，江东竟然覆灭得如此之快。曹魏拿下了江东，要不了多久，定会发兵朝益州而来。仅凭益州之力，如何能抗衡曹魏？呵呵，刘皇叔未免太看不起我益州了吧？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就算曹魏有100万大军，也是没那么容易攻进来的。呵呵，既然如此，那在下便不再多说了，告辞。不知二位先生深夜来访，所谓何事？实不相瞒，自刘皇叔抵达益州后，吾与永年便苦苦相劝，但奈何我主为人懦弱，再加上黄权等人不断阻拦，所以也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孝直所言不错，我主性格宽厚，但却识人不明。若不是他，咱们又岂能坐视江东覆灭？当初我与子乔力劝周牧留下刘皇叔，就是看在刘皇叔能力超群，宅心仁厚，爱惜百姓，想为益州子民谋福祉。而眼下益州危在旦夕，刘皇叔何不早下决断？二位的好意，备心领了。只是益州牧接纳备于危难间，备又怎能恩将仇报？可是刘皇叔，眼下我益州危急，仅凭我主一人，断然无法抵挡曹魏啊！永年勿要再说了，备心意已决。孔明啊，送客。早在刘备入川之时，张松与法正便多次进言刘备，言语间希望刘备杀死刘璋，代替他成为益州牧。可奈何刘备向来以仁义为本，所以对于二人的多次到访，刘备也是一直没有接受。
我主刘璋昏庸无能，这才引皇叔入川，想辅佐他成就一番大事，却没想到刘备竟如此坚持。二位勿要焦虑，我主固然仁义，但却并非无计可施。孔明先生向来聪慧，可是有何良计？呵呵，此事倒也简单。既然我主不愿意，为何不让益州牧主动相逼？孔明先生的意思是主动告发刘皇叔，说他意图夺取益州。哎，亮可什么话都没说。孝直，这倒不失为一个法子。只要主公对刘皇叔下手，就算刘皇叔再怎么忠厚，也绝不可能坐以待毙。那好，就这么办。来者何人？交出盘龙印！外人不配当外宗长老！继续出手，快杀了他！算只身死去，我也要将你彻底灭脱！不得不说，虾仁覆灭江东的消息如同晴日惊雷，让世人为之震惊。虽说虾仁是曹魏的大将军，但毫不夸张地说，他接下来的举动可以直接影响着天下大事。所以对于此事，曹丕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离一统天下又近了一步，忧的是虾仁如此功绩，对他产生的威胁也是不言而喻。当年吴父担心机虑，想要一统天下，然而却连荆州都未曾踏足。而如今吴不仅攻克荆州，甚至还灭掉了江东孙权，功绩俨然在吴父之上。等江东彻底平定下来后，吴便可着手去进攻益州，届时一统天下，功绩当可媲美秦皇啊！不得不承认，虾仁的才能谋略远在吾等之上。大将军之才能，当真是世间罕逢对手。有大将军镇国，真乃我大魏之幸也啊！不过仲达，眼下江东已然覆灭，咱们也是时候动手了，以免虾仁成为下一个孙权。江东经济富庶，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孙家就是凭借着此地方才能割据一方。若是让虾仁占据江东，以他的能力，威胁绝对远在孙权之上，朕不得不防。仲达，依你看，朕该当如何？禀陛下，陛下可给吴之一道圣旨，让他假借犒赏军队为名，前去江东，趁虾仁不备之际，拿下他的兵权，并让他回京述职。也好，记住，你就按照仲达说的去办。不过切记，万不可操之过急。你先把虾仁给弄回许都，免得他狗急跳墙。臣记住了。大将军，根据探子传回来的消息，孙权只有3条路可走，要么入海向西，从胶州登陆，要么北上投奔辽东公孙康，亦或是前往了宜州岛。宜州岛，宜州岛便是后世的台湾岛。早在东汉时期，朝廷就已经发现了该岛屿，并命名为宜州。这么多年以来，孙权也曾派出不少人手登岛，一来是将当地的土著征服，作为人口进行管理；二来也是在岛上垦荒，增加粮食产出。若是孙权没有逃往胶州，又或者辽东的话，那么就只有这一种可能。文远将军所言极是，属下也是这么想的。大将军，有道是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虽说孙权逃走的时候身边只有几千人，但孙家毕竟统治江东这么多年，在这江东之地还是颇有号召力。若是可能的话，大将军应当将他剿灭才是，如此也好一劳永逸。军师请放心，你的意思我明白，本虾答应你，来日定当生擒孙权，为军师报灭族之仇。属下谢大将军。军师不必多礼。文远将军，你先派人打探一下，看看孙权是否逃往了胶州。若是没有，就派人去宜州看一看。属下遵令。虾兄，门外来了个使者，说是来传达陛下的旨意。曹丕又在做什么妖？走，随我出去看看。梦回三国第168集。俗话说得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虽说吴志是曹丕派来的使者，但他见到虾仁的那一刻，像极了虾仁最爱的吞吞吐吐的样子。大将军，别来无恙。哦，原来是吴世忠啊！吴世忠千里迢迢赶到扬州，看来腚眼子是不疼了。好你个虾仁，当初吴被杖责一事，皆是因你而起，你竟还敢当众提起吴的丑事，这不是指着和尚骂贼秃吗？非人也，简直非人也！玩归玩，闹归闹，不能拿陛下当玩笑。吴世忠也别愣着了，你不是来给陛下来传达旨意的吗？陛下有旨，请大将军接旨。陛下有旨，大将军平定江东叛乱，功勋卓著，特令大将军即刻回许都领赏。至于江东的军政事务，一切交由侍中吴志打理。大将军，
行了，拿来吧。哎呀，恭喜大将军，此番回许都，陛下怕是要重赏大将军了。双方虽然都是在互飙演技，但在场众人也都不是傻子。吴志话语间的阴阳怪气，谁都能看出来。曹丕的旨意表面上是让虾人回京领赏，实则是直接夺了虾人的兵权。你这厮头大！大将军，你手下这些人未免太无法无天了，怎可对陛下的使者如此无礼？哦，我手底下的这些都是粗人，若是惊扰到侍中，还望见谅。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好了，二弟，别玩了，时候不早了，请吴氏下去歇息吧。今夜设宴，咱们为吴世忠接风洗尘。虾人心中明白，此番曹丕突然召他回许都，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而他之所以宴请吴志，其实是为了敲打吴志一番，让他的招子放亮点。诸位兄弟，吴世忠初来乍到，你们可要好生款待，莫要让他觉得咱们礼数不到，招待不周啊！哎，大帝这是什么话？吴世忠某是个粗人，白日之事还望多多包涵。按照咱们这里的规矩，某先干为敬。吴世忠，你怎么不喝啊？这个那个，我他妈这么一坛干下去，哪还有命啊？典韦将军，在下不胜酒力。哦，原来吴世忠是看不起某家。某纵横沙场这么多年，上一个不给某面子的，坟头草起码3尺高了。大将军，赵。吴世忠，我二弟性子冲动，你最好还是干了吧。典韦将军，赵。吴世忠海量啊，来，我也敬你。兴吧将军，在下实在是喝不了啊。怎么，你喝典韦将军的酒，就不喝我甘兴霸的酒？难道是不给我面子，逼我发飙吗？怎么个事啊？我看你怎么个事！不，兴吧将军，在下不是那个意思啊。既然不是那个意思，就给我喝了。我喝。在甘宁的威逼下，吴志也是被迫喝下。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吃上一口菜，许褚、马超、魏延等数名大汉也拿着酒坛齐齐围了过来。见此情形，吴志想哭都找不到地，只得苦着脸向虾人求救。在下实在是不胜酒力，还请大将军劝劝他们吧。呵呵，让他们放过吴世忠倒也可以，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吴世忠。我手下的这些兄弟们性子都比较冲动，若是他们受了什么委屈，可不会藏着掖着，到时候闹出什么乱子，难看的可就是吴世忠了。记住了，来到这里，志龙你得盘着，纸壶你得给我握着，明白吗？听完虾人的话，吴志如梦初醒，合着今晚就是一场鸿门宴。他这才明白，自己若是不低头的话，可能会永远留在这里。也罢，不如就先低头，等虾人回到许都，被陛下收拾后，我再慢慢解决这些骄兵悍将。在下知道了。很好，既然吴世忠不胜酒力，派人先送他回去吧。嘿嘿，大帝，你看这小子今夜来赴宴，连一口菜都没吃上，被灌了几碗酒，便灰溜溜的跑了。就是，这下他该知道咱们的厉害了。好了，两位将军莫要嬉笑，咱们该说正事了。大将军，难道你真的要回许都吗？呵呵，那你们说说，我若不回许都，又能如何呢？大将军才刚刚平定江东，眼下还没将孙权给抓起来，那曹丕就如此心急，宣大将军回许都，让吴志接替大将军，此举摆明了是没安好心啊。军师说的不错，而且此番回许都可不同往日，如今江东已经覆灭，能威胁到陛下的也只有蜀地。若是大将军执意要回去，届时别说被软禁了，怕是陛下直接暗害大将军，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文员说的不错，既然陛下对大将军如此猜忌，大将军为何还要回去？哼！大将军名满天下，各地名士竞相仰慕。只要大将军振臂高呼，各地英雄豪杰定当望风相投，犹如秦时天下之望夫素。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大将军手握重兵，何不考虑割据一方呢？诸位所言皆是有理，不过我意已决，尔等不要相劝了。大将军，军师，大将军如此忠义便罢，咱们何不为他做？忠义个屁！兴吧，你莫要忘了，大将军的家眷都在许都，你若是胡闹，只怕是好心办错事，坑害了大将军。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大将军往火坑一跳吗？呵呵，你们且放心吧，大将军向来是心思缜密之人，陛下若是有意加害于他，他又怎会束手就擒？以我对大将军的了解，他定然早就准备了后手，咱们静观便是。如庞统所说，虾人向来算无一策，此番应该是有所应对才是。众人仔细一想，觉得也是有理，所以也不再过多追问。而接下来的几日中，虾人将扬州地方的政务移交给吴志后，也是踏上了返回许都的行程。他们从山阴出发，在抵达建业后换乘水路，从长江进入濡须水道，由巢湖上岸后，一路向西北方向而去。
经过1月的旅程，一行人终于回到了许都。大将军果然没有辜负朕的期望，顺利平定了江东逆贼，朕甚是欢喜。请大将军放心，朕定不会忘了你的功劳。这都是陛下指挥有方，臣不敢居功。呵呵，大将军过谦了。重大，宣读旨意吧。臣领命。圣旨的内容倒也简单，此次平定江东的功臣，但凡是没有爵位的，岂不都是第19等的关内侯？至于关内侯或列侯，皆是往上提拔一级。像典韦、许褚、赵云等与虾人亲近的武将，相应的也是官升一级，只不过和先前一样，都是名头响亮，但却没有实权。大将军虾人居功甚伟，劳苦功高，为大魏立下汗马功劳，先封大将军虾人为定国公，增食邑至24000户。自从前朝光武帝平定天下以来，封公爵者似乎仅有先皇魏公一人吧？不错，魏公去世后没多久，陛下便代汉自立，可如今陛下却封虾人为公爵，此举是何用意？当初王莽为篡夺大汉天下，自封为安汉公，自他之后，便只有曹操一人被封魏公。可如今曹丕却封我为定国公，怕不是想让世人觉得我有谋逆之心？多谢陛下赏赐，只是陛下，定国公之名，臣愧不敢当，不如叫定道公吧。定道公，定什么道？不管他了，什么公都不重要。好，朕就依定道公所言。定道公，江东虽灭，但天下尚未平定，日后朕还需要定道公为朕分忧呢。陛下言重了，臣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如此紧要的关头，夫君竟还有心思胡闹。小珍珍，此话何意？夫君，陛下今日封你为定道公，摆明了是把你放在火上烤呢。姐姐，这是为何？陛下封赏夫君，难道不是好事吗？哼！诸位妹妹，你们仔细想一想，自从前朝光武帝平定天下以来，有几人封公爵了？那应该仅有曹公一人，并且曹公被封为公爵后，又晋封为魏王。去世后没多久，陛下便代汉自立。不错，而陛下今日却封夫君为定道公，其用意摆明了就是想让世人都觉得夫君有谋逆之心。什么？陛下竟是这么想的？诚如迷真所言，曹丕之所以封虾人为公爵，表面上是彰显殊荣，实则是让天下人觉得虾人就是当年的曹操，有不臣之心。当年曹公那是手握重兵，权势滔天，汉献帝不得已而封他为魏公。可如今形势却不同，眼下夫君无兵无马，又无权势，陛下此举难道不是想对付夫君吗？呵呵，竟能把陛下的用意看得如此通透，不愧是我的小珍珍啊！哎呀，夫君别胡闹了，眼下许都城中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是危机四伏。夫君怎么还有如此闲情雅致？应该想想法子应对才是。是啊，夫君，咱们眼下该怎么办啊？诸位夫人，若真有一天为夫要与陛下决裂，诸位夫人当如何？夫君放心，妾身自当与夫君共进退。有诸位夫人这句话，为夫就放心了。不过嘛，诸位夫人不必担心，事情还没到那一步呢。天色还早，续上。梦回三国第169集。御驾亲征。啥？典韦将军，你又耍赖？哪有，这都是大帝教的。我操！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回到许都之后，虾人也是难得的悠闲起来。平日里不是在家陪伴着夫人打王者，就是约上典韦、许褚等人下棋。他心中自然清楚，整座大将军府的周围定然布满了校士府的探子。呵呵，这虾人倒是懂得进退。重大，那虾人功名显赫，且又是名满天下，若是朕轻易动他，只怕会引得朝政动荡啊。既然他如此安分守己，朕倒不如放他一马，你看如何？我司马家之所以辅佐你上位，不仅是为了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为了报复虾人。没想到眼下最紧要的关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竟然打起了退党鼓。陛下说的也不无道理，只是臣没想到陛下竟会如此胸怀宽广，能将往日的不愉快全都抛之脑后。哦，对了，臣还听校士府的探子说，国女王最近好似有了喜事，想必那虾人不日便会送来喜帖，届时陛下去赴宴之时，定要带上臣等啊。当年就是因为虾人，父亲才会把朕赶回乔县老家，若不是兄长曹昂因病去世，朕这辈子怕是都没机会返回许都。不行，就这么放过他，实在是便宜他了。陛下英明。既然如此，那依仲达之见，咱们该如何下手？陛下，虾人在朝中威望甚高，必须徐徐图之，
依臣之见，咱们不妨先剪除其羽翼，从他手下大将开始。很好，就按你说的办。二叔，你在看什么好东西呢？哦，是虾滑，来来来，二叔带你一起看。虾滑，二叔问你，你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老弟，朝中都出大事了，你怎么还有心情为鸽子呢？我刚得到消息，军师和兴霸他们都被陛下一封圣旨从江东调了回来，此刻他们正在宫中面见陛下呢。嗨，这不是好事吗？有什么好慌张的？老师，甘将军他们都是老师的亲信，陛下却无缘无故把他们调回来，这其中定然有鬼。是啊，老师，听说陛下借口封赏他们，实则是卸了他们的兵权，给他们安置的也都是闲职。眼下陛下把诸位将军召集回许都，很有可能是打算对老师下手。呵呵，行了，遇到事情不要慌，一切顺其自然便是。四弟，既然兴霸和军师他们都回来了，能在许都重聚，倒也算得上一桩喜事。等下他们见过陛下后，你去约他们一同前来府上用餐。如此重要的事情，虾仁却神色平淡。许褚与姜维、邓艾也是有些不解，只得无奈退下。没过多久，庞统、甘宁、关羽、魏延等人便齐聚在虾仁府上，可见到虾仁如往常一样。众人心头虽有郁闷，却也不再多言。还好陛下当机立断，把这些人都给召集回来，否则以虾仁在这些人中的威望，很难说将来不出乱子。仲大准备的如何了？回禀陛下，臣已经准备妥当了。那就好，后日便是朝会，文武百官都会来参加，届时便开始动手吧。属下遵令。参见陛下。免礼，诸位爱卿可有要事禀奏？启禀陛下，江东财经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因此臣请陛下开恩，免去扬州百姓今年的赋税。尚书令所言有理，朕允了。启禀陛下，北方鲜卑人侵扰幽州，幽州刺史鲜于府派使者来求助。陛下，豫州今年旱灾，百姓可力无收。今日的朝会，文武百官皆是到场，包括虾仁、司马懿在内的公卿群臣也是全部到齐。虽然大部分官员面色如常，但贾诩、程昱这种老谋深算的人都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若是无事禀奏的话，那就散朝吧。陛下，臣有本要奏。中郎将请说。陛下，臣听闻江东贼首孙权之所以败逃，完全是因为大将军故意为之，还请陛下彻查此事。这个李福，我好像跟他无冤无仇，他怎么突然跳出来咬我？呵呵，当年陛下上位时，也是李福第一个跳出来的。文和的意思是，他是受陛下指使来弹劾我的。大将军慎言，在下可什么也没说。混账东西！大将军是我大魏的镇国柱石，他怎么可能故意放走贼首？你如此弹劾大将军，可有证据？回禀陛下，臣确实没有证据，但此事着实古怪。请诸位试想，孙权被我大魏兵马所围困，却能安然脱身，其中必有蹊跷。而臣曾经听闻，孙权为了拉拢大将军，不仅将一众妻妾送给大将军，甚至还把亲妹妹许配给大将军。臣以为定当彻查此事，给大将军一个清白才是。说来说去，你就是没有证据了。没有证据，那便是诋毁。大将军为我大魏立下汗马功劳，岂是你所能诋毁的？来人，把李福给朕拖下去，重杖30。陛下且慢。陛下，中郎将虽没有证据，但却也是一片好意。毕竟让这种风言风语流传开来，不仅影响大将军的威名，也是有损朝廷威严。仲达此言还算是有些道理。既然如此，李福，那朕便饶你一次。日后若是再敢对大将军不敬，休怪朕不留情面。呵呵，今日之事，大将军不必往心里去，朕是相信大将军的。没事，多谢陛下信任。这个李福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竟敢诋毁咱们大帝。就是，还好大帝没事，不然定要让李福尝他某的厉害。呵呵，你们两个憨批，真以为李福是无缘无故攻击我的？大哥这话什么意思？莫非是有人指使他？没错，指使李福的不是别人，正是咱们的陛下啊！这我就不明白了，大帝，陛下为何要指使李福弹劾你？是啊，若真是陛下指使，他为何又要维护你？我明白了，大哥，陛下之所以指使李福弹劾大哥，又在众人面前维护虾仁，就是为了演一出戏，证明他有多么看重大哥，绝不会因为他人无端的指责而去怀疑大哥。不过依子龙猜测，这仅仅只是第一步。呵呵，不愧是子龙，一点就通。
不过你们不必担心，我既然回到许都，那就是自然料到会有今日。咱们静观其变便是。走，咱们先回府。果不其然，如赵云所说，礼服这步棋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几日，朝会上针对虾仁的弹劾铺天盖地而来。不仅如此，这些人没有像礼服那样空口无凭，而是都拿出了相应的证据。陈弹劾大将军目无王法，汉服君子，行为僭越。大将军擅自与贼首达成约定，其心可诛。哼！尔等莫非是要造反吗？大将军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你们竟然如此污蔑他！陛下，臣以为这么多朝臣一同弹劾大将军，于情于理都该彻查此事。若是大将军没有为非作歹，也好给大将军一个清白，好好处置诬陷大将军的人。这个，仲达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不，臣一切都听陛下的。也罢，既然大将军不反对，那仲达就由你来全权负责此事。你切记，必须严查此事，还大将军一个清白。臣领命，请陛下放心。来者何人？交出谭伦义！你废人，不配当外宗长老！继续出手，快杀了他！死之身惨去，我也要将你彻底灭绝！陛下，大将军为人光明磊落，绝非是那些朝臣口中的逆臣。陛下下令严查大将军，只怕会让军中的将士们寒心啊！陛下，混账！朝堂上的诸位大臣近日来3番5次弹劾大将军，朕这么做只是想让司马懿将此事调查清楚，是非黑白，朕还能冤枉他不成？可是陛下，司马懿那厮和大将军向来不对付，二人可是有着不小的仇怨，让他去调查大将军，是否有失公允？子丹所言极是，陛下，依臣之见，不如让贾太尉又或是凤小先生审查此事。无需多言，此事朕已有定夺。还有，朕希望你们记清楚了，你们可都是吴曹氏的宗亲武将。这，吾等谨遵陛下旨意。贾诩和郭嘉都是正直之人，且又与虾仁关系不错，曹丕断然不会用他们，因为曹丕的目的本就是为了整治虾仁。而夏侯尚与曹真、曹休两兄弟本就是军武出身，对虾仁也是崇拜之至。曹丕此举，他们几人虽心有不甘，但也是深感无奈。大魏能有今日之盛世，全赖大将军之功。陛下怎地如此糊涂，竟派人调查大将军？子丹还是太过天真，难道你还没看明白吗？你真以为那些朝臣是自发弹劾大将军的吗？你的意思是，陛下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不错，别看陛下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但只怕这次是他有意针对大将军。陛下不是那种人吧？陛下怎么不是那种人？吴三人与陛下从小一起长大，彼此间性格，难不成你还不知吗？可是伯仁，若陛下当真是有意对付大将军，咱们当如何？若是陛下太过分的话，我绝不会袖手旁观。届时就算去请出皇太后，也要制止住陛下的荒唐之举。好，就按你说的办。对他们而言，虾仁可是曹魏的镇国柱石，曹丕若是除去虾仁，只怕会引得朝政大乱。他们既然是皇室宗亲，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另一边，对于夏侯尚等人对自己的关心，虾仁倒是一无所知，如往常一般，整日里不是练练绳艺，就是养养鸽子。大帝，司马懿带人来了，说是要搜查府邸。司马老贼，呵呵，终于忍不住了啊！走，憨批，咱们去会会他。原来是仲达啊，好久不见。仲达，你这是何意？大将军见谅，吾这不是要还大将军一个清白吗？这也是陛下的意思，吾也只能前来搜查贵府了。我要说不呢。虾仁，咱们可是奉旨行事，你若反抗，那就是谋逆。没错，谋逆之罪，届时可当场格杀勿论。放肆！若不是本家出手，你二人早就被孙权砍了，哪还能站在这里说话？再说了，我与仲达谈话，哪有你们插嘴的份？虾仁你，二哥住口！丢人现眼的东西！呵呵，大将军他们虽有失礼数，但说的话嘛也不无道理。大将军莫要让在下为难才好。哼，司马懿，你当这是哪儿？想搜查就要搜查。子龙、仲康，你俩听着，他们若是胆敢上前一步，就地斩杀，一切罪责由我与陛下交代。是主母。臣也是奉旨行事，请长公主息怒。大将军，你说呢？青儿，既然是陛下的意思，咱们自当遵从。夫君，可是无碍，让他们搜吧。哼，行，司马懿，你最好能搜出点东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多谢长公主，来人进府上搜。随着司马懿大手一挥，身后的卫卒便一拥而上，冲入虾仁的府邸。
而虾仁见状也很是配合，当即便命典韦将一群妻妾招呼到院子里，方便司马懿的搜查。哼，这个虾仁倒是好福气，府上竟有如此多的绝色女子。娘亲，他们在干什么呀？小妹不要怕，你就站在哥哥身后，哥哥保护你。好你个虾仁，欺吾太甚！再过上几日，吾定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禀先生，府中并没有发现什么。哼，没用的东西。夫君，咱们可不能这么放过司马懿，妾身这就进宫去面见陛下。大可不必，夫人没听司马懿说吗？他就是奉陛下的意思来的。哼，就算如此，妾身去找陛下问个明白。呵呵，你还不了解为父吗？能动手的尽量别吵吵。哼，混账司马懿，真他妈给他脸了！你们等着，老子这就去抄了他的家。带我一个，我也去。加一。够了，都坐下来。眼下是多事之秋，陛下正盯着我呢。你们若是去找司马懿麻烦，岂不是受人把柄？那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欺压虾兄？呵呵，这一切说到底都是因为陛下的缘故。若是换个人来当皇帝，诸位，咱们结识这么久，虾某是那种忍气吞声、任由别人欺负的人吗？接下来这段时间，只怕陛下与司马懿的打击会越来越急迫。不过，请诸位放心，我早有安排，咱们只需减少联络，耐心等待便是。那好，一切皆听大将军吩咐。在司马懿搜完虾仁的府邸后，接下来的几日一直都是风平浪静。而到了第3次的朝会来临，曹丕终于又开始坐不住了。前几次朝会，诸位爱卿曾多次弹劾大将军，朕也是颇感无奈，只能派人去查个水落石出。不过嘛，经过仲达一番调查，并没有发现大将军有什么问题，那就说明大将军是我大魏忠臣。先前那些弹劾大将军的，都是栽赃陷害。仲达，你来说说，诬陷朝廷重臣，该当何罪？禀陛下，诬陷朝廷重臣吗？启禀陛下，臣令有要事请奏。臣要弹劾大将军私藏甲胄，有不轨之心。中领军将军，大将军为我大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他怎么可能有不轨之心？没错，陛下，若大将军真有谋逆之举，又怎么会回到许都？呵呵，诸位，你们先别急着为大将军开脱，在下可不是无的放矢。禀陛下，臣昨日收到线报，说是大将军对陛下心有怨恨，因此偷偷购置了数百具甲胄，打算谋反。哦，彦才，你所言当真？回禀陛下，若无真凭实据，臣怎敢诬陷大将军？眼下这些甲胄就藏在许都城中，这个嘛，大将军，你看。臣一切皆听陛下决断。既然如此，那彦才便带朕与诸位一起去看看。若是你所言有假，可休要怪罪朕不客气。臣领命。眼见阴谋得逞，朱硕不敢耽误，当即便调集宫中禁军，护送着曹丕和一众文武百官离开皇宫，朝藏匿甲胄的地方直奔而去。而跟在车驾后面的虾仁，神色却并没有什么变化。大将军，莫非你真的私藏甲胄了？张绣将军，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以我大帝的身份，还用得着私藏甲胄吗？典韦将军说的有理，不过我看朱硕这家伙，怎么好像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呢？呵呵，不急，咱们先看看再说。古代虽然不经刀剑，但却严格禁止私藏甲胄，除非是想造反。但数百具甲胄实在太过庞大，想要悄无声息地运送到虾仁府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糜家的货站无异于是最合适的地方。大将军这是为何？陛下，这些甲胄从何而来，臣并不知道，因此臣无话可说。好一个无话可说！试问朝中百官，谁不知道你跟糜家的关系？而糜家一直以经商为主，为何要购置这么多甲胄？你难道当朕是傻子吗？彦才，把他们带下去，严加审问。遵令。陛下，冤枉啊！臣是冤枉的。是啊，陛下，臣是冤枉的。妹夫，你快说些话啊！内兄放心，只要你们如实相告，陛下自然不会为难你们的。没查出真相的这段时间，还请大将军在府上静候。混账曹丕，竟敢如此污蔑大帝！典韦将军慎言，周边布满了校士府的探子，若是让陛下知道，典韦将军怕是会有麻烦。呸！怕他个男子！
大帝，那曹丕都骑到咱们头上了，你怎么就没点反应呢？就是，这混账也不想想，若不是大帝，他怎么可能当上皇帝？大哥，廷尉专职负责审讯，但陛下此番并没有让凤啸先生审问糜家两位兄弟，而是交由中领军，只怕是存着屈打成招的意思。若是他俩没抗住审讯，到时候陛下就有借口对大哥动手了。大哥为何如此沉得住气？呵呵，子龙，我且问你，今日之事，你觉得是栽赃陷害吗？这还用说吗？当然是栽赃陷害。不错，连你都能看得出来，难道文武百官看不出来吗？老师这是何意？呵呵，子修，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陛下做的越是过分，就会越丢失人心，而到了那时，就是咱们动手的好时候。看来大将军是不打算认罪了。司马懿，臣在。按照我大魏律法，私藏甲胄该当何罪？回禀陛下，大将军私藏数百具甲胄，其情节相当严重，同谋反罪，当处满门抄斩。很好，来人，把大将军给朕抓起来。我看谁敢动我大哥！不出意外，朱硕将糜家两兄弟分开审讯，很快便成功击破了糜芳的心理防线。糜芳按照朱硕的意思，把祸水引到了虾仁头上，最终签下了罪状。禀陛下，按照糜芳所言，大将军由于被一众朝臣弹劾而心生不满，便有了谋反的念头。他命糜芳私下购入甲胄数百具，暂时先藏在糜家的货栈中，只待时机成熟之后，他就会发动叛乱。大将军可有什么想说的？臣还是那8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看来大将军是不打算认罪了。陛下，大将军劳苦功高，就算真的私藏甲胄，也罪不至死。夏侯将军所言极是。陛下，此事颇有疑点，怎能仅凭糜芳那漏洞百出的口供，就要下令诛杀大将军？凤啸说的不错，陛下若真想治大将军的罪，陛下理应召集文武百官，共同审问糜竺、糜芳等人，确保事情水落石出。臣附议。臣附议，望陛下三思。眼看着郭嘉、荀彧、贾诩、刘烨这等开国老臣纷纷开口求情，曹丕心中更是不悦。不过他清楚，他虽贵为皇帝，却也不能直接处死虾仁。既然这么多朝臣为大将军求情，也罢，看在他们的面子上，此番就饶了大将军。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定道公的爵位就此削除，即日起你要在府中悔思己过。若无朕的旨意，你不得私自出府。若不然，休怪朕不念往日之恩情。哎呀！大将军还不快谢过陛下！臣谨遵陛下吩咐。哼！若是当年姐夫肯听我的，又怎会沦落至此？任城王，呵呵，任城王，实不相瞒，对于今日的下场，本虾早有预料。难不成他还有什么破局之法？那曹丕小儿册封大帝为定南宫，这才不过几日的时间，就又给撤销了，着实是小气。谁说不是呢？当初如果不是大帝，他怎么可能当得了皇帝？就凭他那3招2式，我看连他上知识都费劲。是啊，这厮不思报答大帝，竟然还要恩将仇报，天底下还有比他更狗的人吗？来人，把周边的房屋都拆了。朱将军这是何意？呵呵，回禀大将军，下官奉陛下旨意，特地前来监视大将军，看看大将军是否有违反圣意的举动。来人，把大将军府左右两侧所有的房屋都给我拆干净，以防止有歹人藏匿其中。哼，朱硕，你不过是我们曹家的一条狗，竟敢如此羞辱本公主！啊！长公主息怒，臣也只是奉陛下旨意行事罢了。从即日起，大将军府上若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尽管跟下官说一声，下官一定竭力去办。混账东西，你夫人罢了，既然有狗腿子免费来帮咱们看门，咱们应该高兴才是。走，最近为父的生意又精进了些许，你快去招呼他们过来。虾仁深知此番曹丕让朱硕来将他的府邸周边拆干净，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他软禁大将军府，防范他与外界联系。不过对此虾仁并不在意。大事不好了，老师，你快出来！老师快出来！伯约，事在何事，让你们如此惊慌？老师，朱硕那些人在老师府邸的4角各修建了一座高台。这个曹丕把周边的房子拆了便罢，竟然还修建高台来监视我，着实是有些蹬鼻子上脸了。
好了，为师知道了，你们先下去吧。老师，咱们都落得这般困境，你究竟有何法子？时机未到，不可泄露。为师有事要忙，快走快走。曹丕针对虾仁这一系列的举动，许都的朝臣们都以为朝中势必会有一番波动，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意料。不仅虾仁安分守己地待在府上，就连他手下的那些虎将，诸如甘宁、魏延、马超等人，也都表现得极为老实。奇怪啊，仲达，朕心中有些不踏实。这虾仁难不成真的不予反抗，愿意束手就擒吗？陛下且放心，朱硕已经按照陛下的意思，将虾仁周边的民宅全部拆除，另外还建起4座高台。虾仁府中的情况可谓是一览无余。除此之外，无论是往里面运送的吃穿用度，亦或是往外运的污秽之物，都由夏侯恩与夏侯杰亲自检查。没有陛下的旨意，别说虾仁本人，就连他府上的下人都无法出入。如此形势下，就算虾仁空有一身本领，又能如何呢？仲达此言，但是让朕宽心了许多。对了，甘宁和关羽那些人呢？他们有什么举动吗？回禀陛下，没有任何异动。他们本就为虾仁马首是瞻，而眼下虾仁已是笼中雀，他们又能如何？如此来看，虾仁想必是认命了。陛下，就算虾贼认命，咱们也不能放过他。陛下，此人足智多谋，咱们曾多次栽在他手上，绝不能给他任何翻身的机会。真有此言，朕又岂能不知？只不过近日来，各地官员都纷纷上来奏书，皆是为虾仁求情的。咱们要是急着动手，只怕会有麻烦啊。却如曹丕所言，在得知虾仁因为谋反而被曹丕软禁之后，凉州刺史马腾、荆州刺史刘琮、幽州刺史鲜于府皆是上奏书为虾仁求情。除此之外，就连年事已高、病入膏肓的夏侯渊、夏侯惇等宗亲大将，也是抱病进谏，希望曹丕不要乱来。陛下说的是，如今虾仁已成为困兽，大可以先放一放。眼下嘛，咱们该考虑的应该是陛下的2位兄弟之事。你安排的如何了？禀陛下，东阿王那边倒是好下手，臣已经买通他府中的下人，在其仪式中做了手脚，短则2、3月，长则半年，东阿王绝对暴毙而亡。很好，不过最让朕担心的还是任城王啊。仲达，他那边情况如何了？这个嘛，陛下，任城王为人谨慎，身边的亲卫忠心耿耿，想要轻易得手，怕是有些困难。朕不管，你赶紧想个法子，既要除了任城王，也不能留下任何把柄。呵呵，仲达，你放心，事成之后，朕不会忘了你的。臣多谢陛下。呵呵，连手足兄弟都能下得去手，如此薄情寡义之人，日后岂会善待于我？也罢，正好趁此机会铲除你的羽翼，有朝一日，说不定吾也能权倾天下。没有辜负曹丕的期望，不出2日，司马懿便想出了计谋，打造了一尊内藏机关的酒壶。而生性谨慎的曹彰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与曹丕共饮的酒壶中会盛有剧毒。你只要启动机关，酒壶中便暗藏玄机，妙极啊！要朕说，仲达的聪慧丝毫不在虾仁之下。呵呵，陛下谬赞了。眼下任城王已死，陛下便可对外宣称他是暴病而亡，世人也都不会怀疑到陛下身上。很好，此事就交由你去做，切记不得外泄。臣遵旨。按照司马懿的建议，曹丕隔日便对外宣称曹彰是因病而亡。众人虽心有疑惑，但却并无真凭实据，只好闭口不谈。可好景不长，数日之后，许都城中接二连三地传来噩耗。禀陛下，凉州刺史马腾驱赶朝廷官吏，他要求朝廷必须释放虾仁，否则从即日起断绝与许都来往。本陛下，荆州刺史刘琮反对陛下软禁大将军，宣布从即日起不遵朝廷之命。禀陛下，江东戊戌与山岳彭氏合谋，对合肥周边等地多次发起进攻，我军连吃几次败仗，形势岌岌可危。反了！你就反了！反了！乱臣贼子竟敢反叛朝廷，朕要将他们斩尽杀绝。来者何人？交出韩伦义！喂，不配当外宗长老！继续出手，快杀了他！就算只剩残躯，我也要将你彻底灭错！禀陛下，荆州刺史刘琮、凉州刺史马腾、江东陆逊、鲁肃等人同时发起了叛乱，并对外宣称，若是陛下不释放大将军，从今往后他们将不再遵从大魏朝廷之命。
一群乱臣贼子为了区区一个虾人，竟敢威胁于朕，反叛朝廷，朕要将他们斩尽杀绝。陛下息怒，陛下，臣觉得这些人竟然同时发动叛乱，是否有些蹊跷？仲达的意思是，马腾、刘琮还有江东军，他们是收到了谁的指令，所以才计划好，同时举兵攻伐我大魏。朱硕，这些时日，你可是盯紧了虾人的府邸。陛下，臣敢用向上人头担保，虾人与外界绝无联系。为了防止虾人出逃，亦或是向外界传递消息，朱硕与夏侯恩、夏侯杰三人轮流驻扎在虾人的府邸外。但凡是进出大将军府的东西，即便是运送金枝的桶，他们都会亲自掀开检查。如此来看，想必就是巧合了。陛下，不论是不是巧合，眼下这般形势，定与虾人脱不开关系，咱们要不要？陛下不可，虾人此贼虽然可恶，但他在朝堂以及民间的威望远在陛下之上。若只是因为私藏甲胄，便将他处死，只怕会引起轩然大波。仲达所言不错，陛下，各地揭竿而起，只是因为陛下软禁了虾人，还未真正叛变。一旦陛下将虾人处死，他们定然借此时机起兵攻伐我大魏。哼，那又如何？此时陛下若是不处死虾人，岂不是表明了告诉世人，陛下畏惧了他虾人？届时陛下天威何在？却如甄瑶所说，这些人突然发起叛变，与虾人脱不开关系。曹丕也想欲除虾人而后快，但司马懿的话也不无道理。眼下动手处死虾人，显然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一时之间，曹丕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皇太后殿下驾到。见过皇太后。母后，你怎么来了？陛下休要再称我为母后，我怎担得起这般称呼？母后莫要与朕开玩笑了，到底是出了何事？还请陛下明着告诉我，任城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弟弟他当然是暴病而亡的，母后为何突然问及此事？哼，是吗？那为何我听传言说他是被陛下害死的呢？这是何人在乱说？司马懿即刻派人调查此事，把那些乱传谣言的人全部捉拿下狱。不必了，我此番来是有一句话叮嘱陛下，不论任城王是不是陛下害死的，但还请陛下放过定道公。你父皇生前曾多次称赞虾人胸有韬略，智谋无双，得虾人者便可安天下。如今天下未定，日后陛下离不开定道公的扶持。母后之言，朕又岂能不知？朕不会为难定道公，还请母后勿要多虑。希望陛下记住今日的承诺，以陛下的能力，根本无法与其抗衡，陛下不要自误才好。糟了！司马懿，朕要虾人，今晚就死。陛下，这臣领命。陛下要处死虾人，二哥此言当真？二哥，虾人固然可恶，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虾人一死，天下定然大乱。此时处死虾人，并不是最好的时机。陛下为何突然如此决断？不说也罢，既然陛下执意如此，咱们照做便是。你们赶紧去准备吧。是。对了，二哥，不知陛下是打算公开，还是秘密的处死虾人？这种事当然要不为人知了。若局势有变，吾等也好置身其外，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陛下身上。二哥英明。今夜我便命人给虾人送上毒酒一杯，他若是体面，就让他体面；他若是不体面，你们就帮他体面。对了，吩咐好将士，若起了冲突，不要伤了春花。不得不说，司马懿想得很周到。虽然他不赞成曹丕的做法，但对于虾人死后的局势，他一切安排的都很好。时间一分一刻过去，见天色暗淡下来，司马懿便乘坐着马车匆匆离开，直奔虾人的府邸而去。这么晚了，向乡侯怎么来了？陛下有密旨，让我转交给两位将军，请向乡侯进去说话。实不相瞒，陛下有意处死大将军，特地命我来吩咐二位将军。向乡侯，不是吾等偏向大将军，处死当朝大将军，这可不是小事啊。是啊，虽说吾等都是宗亲大将，但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名望，恕吾等胆怯，也不敢对大将军动手啊。呵呵，两位将军不用惧怕，等下咱们一同进大将军府，将陛下赏赐的毒酒给虾人。他若是肯乖乖就范，那最好不过；若是他不肯嘛，两位将军再派人动手便是。这也罢，既是陛下旨意，一切皆听向乡侯吩咐。好，时辰不早啊，咱们这就动手吧。原来是司马懿啊！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吗？呵呵，我们有要事见大将军，还请典韦将军行个方便。哦，那可不行，我大帝说过，天黑不见客，你们请回吧。典韦将军且慢，向乡侯是奉陛下旨意而来，还请典韦将军不要为难才好。
哎，这可不行啊！没有大帝的命令，你们不准进来。出了什么事？司马懿，你带这么多人来，这是要做甚？我奉陛下之命，请大将军赴死。是毒酒，大哥喝不得。呵呵，我若是不喝呢？陛下说了，若是大将军肯主动饮下这杯毒酒，往日的种种便可烟消云散。不论是长公主，还是大将军的妻妾子女，亦或是大将军的结拜兄弟，都可相安无事，永保荣华富贵。但若是大将军不肯嘛，只怕今日大将军府要血流成河啊！吓唬谁呢？司马懿，你这狗东西，定然是你在陛下面前谗言，一群土鸡瓦狗，咱们杀出去便是。呵呵，仲康将军先勿要动怒，大将军向来看重情义，不妨先听听大将军的意思，再做决断。大哥，别信这厮，这酒不能喝。司马懿，咱们虽然先前有仇怨，但毕竟我解救过你2位弟弟，就算陛下让我上路，总要给些时间让我与家眷道别吧。也罢，就给你这个机会。不过明日天亮，我们就会进府，到时候见不到你的尸体，就别怪吾等大开杀戒。咱们走。司马懿之所以给虾仁考虑的时间，说到底也是怕把事情闹大，毕竟虾仁的威望极高，要是强行动手，损了曹丕的名誉事小，他也难逃罪责。向乡侯既然要动手，何不干脆利落些，给他1晚上时间，万一他心有不甘怎么办？呵呵，尔等放心，眼下虾仁就好比瓮中之鳖，绝无可能逃出去。况且他的几位结义兄弟勇武，若当真厮杀起来，即便能把虾仁斩杀，咱们恐怕也好不到哪去。能不动手，自然是最好的。只要虾仁乖乖饮下毒酒，对外宣称暴病而亡，咱们也能避免不少麻烦。向乡侯言之有理。大哥，你真要喝下毒酒吗？咱们不如跟司马懿拼了，只要大哥一声令下，子龙便是折了性命，也要护大哥平安离去。呵呵，来这乱世走一遭，能得子龙如此相护，实乃虾仁之福也。不过子龙你放心，这天下能杀本虾的人，恐怕还在游泳呢。莫非大哥还有后手？废话，刘备还没收拾，张飞那几个大逼兜我也还没扇回去，怎么可能会喝下那杯毒酒？嗨，三弟静下操心，大弟怎么可能是甘愿等死的人呢？就是，子龙你就放心吧，整个天下没有比大弟更怕死的人了。你们早就知道了，大哥，你为何告诉他们，却瞒着我？子龙为人正直，所以这演技嘛，略逊一筹。自曹丕召虾仁回许都起，虾仁就预料到大风将起，所以在被软禁府中的这段时间，实则他早已做好了完全的准备。女王，你即刻带着主母他们前往后院的地下密室，除非是我本人叫门，否则不准开门。妾身领命。2弟、3弟、4弟即刻召集府上亲兵，明日一早随大哥讨伐昏君。吾等领命。大哥，许都起码有10万大军，咱们府上的亲兵满打满算才不过200人，怕是有些不够吧？嘿，终于给你抓到了。他不死，我睡不着啊。既然曹丕容不下我，那我也不用再客气了。他不死，我睡不着。2弟、3弟、4弟即刻召集府上的亲兵，明日一早随大哥讨伐昏君。吾等领命。大哥，许都城至少有10万大军，咱们府上的亲兵满打满算才不过200人，怕是有些不够吧？不必担心，最近几日凉州刺史、荆州刺史都揭竿而起，连带着江东军、山越人起兵反叛。为了镇压他们，曹丕不得不从许都抽调军队。如今许都城中兵力空虚，最多只有3万人。大哥，这段时间咱们都被禁军围困在府邸中，与外界彻底断绝了联系，你如何得知的这么清楚？呵呵，我既然打算讨伐曹丕，又岂会一点准备都没有？子龙你就别多问了，你只要知道，如今在许都城中，大帝早就安排了一支兵马，只待明日一早，咱们起兵之时，他们就会予以呼应。好，既然如此，那就这么说定了。说定了，明日一早讨伐昏君。灵启，我不是让你们进入地下密室吗？你这是……夫君，明日之事相当凶险，咱们既为夫妻，我又怎能缩手在地下？灵启要与夫君共进退。灵启，你有此意，为父很是欣慰。不过你那3招2式，还是乖乖待在家的好啊。什么3招2式？灵启从小舞枪弄棒，勤习武艺，
虽说嫁给了夫君，但却也没荒废手上的功夫啊。不错，正因为你懂武艺，所以为父才把你留在府上保护其他姐妹。休要再胡闹了！你若是还不听话，那为父可要家法处置了。好吧，那夫君好好歇息，妾身先退下了。且慢，夫君还有何事？还别说，这身盔甲很nice，很nice啊。长夜虽然漫长，但终究还是很快过去。当天边出现第一缕曙光时，夏侯恩与夏侯杰便神色匆匆地赶到司马懿的营帐。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卯时3刻，虾仁府中可有什么动静？一晚上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动。很好，传令入大将军府，看看虾仁死了没。是。按照司马懿的吩咐，夏侯恩当即便点齐一队人马朝大将军府进发。可当他们刚踏进府内的那一刻，却发现整座府内都是空荡荡的。只见一张座榻摆在正中央，虾仁端坐其上，双目紧闭，面容相当安详。如此看来，虾仁应是按照约定饮下毒酒自尽了。自达将军，你上去看看。他娘的，死了还装神弄鬼！哼！鬼啊！虾仁，你竟敢装死，并且还残害朝廷大将，你就不怕满门抄斩吗？呵呵，曹丕小儿想杀我，难道我还引颈带路不成？看你这意思，是打算反叛了。夏侯恩，快杀了虾仁！是，给我上！无奈开封典韦，谁敢动我大哥？吾乃是家庄赵子龙，休敢伤我大哥！一声暴喝，典韦与赵云二人便如同下山猛虎般直接杀了出来。二人如同砍瓜切菜般，不过片刻便斩杀了几十名禁军。吾乃亳州许仲汤，动我大哥的都得死。向乡侯，这可如何是好？司马老贼，你这个混账！不得不说，司马懿太了解虾仁了。早在虾仁动手杀了夏侯杰时，司马懿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妙，因为虾仁不动手便罢，一旦动手就是雷霆杀招，不留余地。快，即刻令士卒结队，准备进攻大将军府。启禀下乡侯，没有夏侯将军的手令，简述末将无法从命。你个蠢货！夏侯杰当场被虾仁打死，夏侯恩到现在还没出来，只怕也是凶多吉少。眼下吾如何让他们给你下令？哼！吾可是陛下最信任的大臣，你赶紧集结兵马，否则怕是要酿成大祸。这个，向乡侯恕罪，没有我家将军的吩咐，末将无法从命。你个蠢货！汝等若不想让夏侯恩死的话，快让开道路！你们快让开！虽说夏侯杰身死，夏侯恩也是被生擒，但余下的禁军将士也明白，他们此番的任务是围困大将军府，禁止有任何人出入，因此就算是夏侯恩下令，他们也并没有动弹。诸位禁军将士，吾乃大将军虾仁是也。什么？他就是大将军，当真是气度不凡。是了，以前只是听闻过他的名号，据说智谋无双，只可惜从未得见。其实吾与诸位一样，乃是一介布衣出身，可能我的运气比较好，才拥有如今的地位。这么多年以来，我追随先帝讨伐过董卓，平定过黄巾，南讨袁术，北伐袁绍，西征凉州，东定乌桓，攻克荆州，平定江东。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当今陛下是如何对待我的，诸位想必是心中清楚。如果换作是你们心中可服气。陛下囚禁我于府中便罢，可就在昨晚，他命司马懿、夏侯恩、夏侯杰三人给我送上毒酒一杯，还请诸位告诉我，这杯毒酒我该不该喝？不该喝，不该喝，不该喝。先帝临终之时，曾经亲口嘱咐过我，说是天子若是不贤，我可将其废除，另取先帝血脉中的贤能之人。如今天子刚愎自用，昏庸无道，我有意将他废除。汝等若是愿意追随于我，日后定当重重有赏；就算不愿追随，也劳烦各位让出一条道路，我不想与各位为敌。你们休要听他妖言惑众，快把他杀了！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他杀了！诚如虾仁所言，这么多年来，虾仁为曹魏立下无数赫赫战功，这些战功早已将他神化，让他在军中士卒间俨然神明般的存在。所以不论司马懿如何咆哮，这些禁军都无动于衷。己曰无衣，与子同袍，亡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己曰无衣，与子同责，亡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协作。
己曰无一，与子同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现在是时候做出决断了，你们是愿意跟随我，还是选择中立，亦或是要阻挡我？呵呵，吾等蛰伏这么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死士，许都城中怎么会有这么多死士？虾仁，你竟敢私下招募死士！呵呵，仲达啊，你记住，当猫不想和老鼠玩的时候，老鼠没有任何机会。我将参见大将军。三位不必多礼，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大哥，他们是谁？声音怎地听得如此熟悉？子龙兄弟，许久未见，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周仓兄弟，子龙将军，别来无恙。邢道荣将军，徐元直先生，大哥，这是什么情况？呵呵，元直先生，还请你为子龙详细说一下吧。属下遵命。原来徐庶当年背离刘备，投靠虾仁后，恰逢曹操去世，所以虾仁并没有让徐庶在朝廷任职，而是转入暗中为他训练死士。徐庶虽然是文人，但却擅长武艺。后来虾仁更是派出邢道荣，让他协助徐庶。几年来，二人精心挑选，硬是为虾仁训练出了3000死士。他们潜伏在许都城中，平日里与普通百姓无异，但只要大将军一声令下，他们便会集结起来，愿为大将军付出性命。而这3000死士，便是大将军最大的底牌。哈，原来如此，元直先生与邢将军果然厉害。大将军，此人怎么处置？司马懿有能力杀我的人很多，但你绝不是其中一个。我有一事不明，还请你告诉我。晋军将大将军府包围的水泄不通，你究竟是如何跟外界取得联系，让这些死士前来驰援的？哦，原来是这事啊！呵呵，很简单。这是何意？蠢货！大将军训练了不少鸽子，为了应对曹丕的监视，大将军正是通过他们与我保持联系的。不愧为大将军，果然聪慧，这样的法子都能想得出来。虾仁，我拜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随着夏侯杰身死，夏侯恩和司马懿被擒，包围大将军府禁军士卒已经忍不住开始动摇，片刻之间便投降了一大半，余下的就算没有投降，也是不敢再跟虾仁抗衡，乖乖的退到一旁，让开道路。周仓，先把司马懿关起来，抓到昏君，再一起处置他们。遵命。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便是用到诸位的时候了。誓死效忠大将军，誓死效忠大将军。子龙，把司马懿关起来，等抓到昏君，再一起处置他们。遵命。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日便是用到诸位的时候了。誓死效忠大将军，誓死效忠大将军。很好，许褚听令，把夏侯恩斩首记起。今日若胜，我必与诸君痛饮庆功酒；今日若败，我必与诸君齐战死身亡。诸君起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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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令下，虾仁一马当先，赵云、典韦、许褚等人也是紧随其后，后面则是3000死士与一众投诚而来的禁军。而此番讨伐曹丕，虾仁首要的目的便是攻下城东的武库，因为他手下的3000死士虽然都有兵器，但却并无铠甲。我是他爹，一定是启蒙了。站住！你们是何人？瞎了你的狗眼！这是当朝大将军。大将军，我且问你们，夏侯茂在何地？回禀大将军，在里面。夏侯将军就在武库里面。武库存放着大量的兵甲军械，乃是曹操生前修建的一座堡垒。虾仁深知皇宫的宫门坚固，若是不攻下武库，得到里面储存的黑火药，此一战的代价怕是会无比惨重。尔等虽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本将军也不愿意让你们白白牺牲。子龙，上去叫阵。遵命。出！子林将军何在？是大将军，他不是被陛下软禁了吗？为何会突然出现在武库，并且身后还跟着数千兵马？大将军，你这是何意？子林，好久不见，实不相瞒，我有意讨伐无道昏君，所以来向你借点兵器。给这台华为 Mate 60是我给你准备的一份薄礼，竟是遥遥领先，10步的大将军。左下角免费领的，你留着用吧。我还领了一台苹果15 Pro Max。这个左下角我知道，是看一刀那种吗？当然不是，我都验证过了，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里头有不限量的苹果15 Pro Max 和1万台华为 Mate 60，都是全新顶配。现在趁着左下角福利升级，挂机晚几天还能领双手机，官方直接包邮到家。那我也再抢一台。别着急，链接在就有库存。告诉你个秘籍，从我左下角专属福利链接进去，升级还能快人10倍，额外还有我的5000台专属 iPad Pro 做保底，不怕抢不到。那我也去试试。
大将军乃我大魏柱石，岂不知此举大逆不道？大将军莫不是在说笑？呵呵，我带这么多人，你觉得我是在说笑吗？就在昨夜，吴道昏君派司马懿前往我的府邸，意欲将我毒杀。我为大魏立下的功劳，或许武库士族不知道，但紫林将军应该最清楚不过。这样的下场对我而言，紫林将军以为公平与否？夏侯茂乃夏侯惇的亲子，算得上将门虎子，自幼在军营中长大，而冉慕如之下对虾仁也是颇为敬仰。当年讨伐袁氏时，他也是亲眼目睹了虾仁的运筹帷幄。远的不说，光是平定江东，大将军就已经称得上威震天下了。陛下怎会如此对他？闭嘴！哼！大将军，你为大魏立下的汗马功劳，子林心中自然明白。可子林效忠的乃是当今陛下，以曹氏与我夏侯氏之间的关系，子林又岂能助你？少废话！小子，我与你父亲陷阵杀敌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如今竟敢阻拦我等。二弟不得无礼。紫林将军，你就直说吧，究竟选择站在哪边？若你继续拥护吴道昏君，尽可令将士们对我发起冲杀；可若是你愿站在我这边，那就速速打开大门，迎吾等进去。大将军，你莫要再逼我了。好吧，既然如此，那作为叔父的我就帮你一把。紫林将军应该还记得当年先帝临终之时的遗言吧？诸位，这是先帝遗旨。先帝曾言，若当今天子昏庸，本将军尽可废之，而则立贤君。汝等若是我大魏将士，便将夏侯茂抓起来，打开武库大门，随本将军一起讨伐吴道昏君。你们这是要作甚？将军，对不住了。开门，迎大将军入武库。大魏朝以武立国，不论是魏武帝曹操，亦或是虾仁，皆是战功赫赫，所以这些武库魏族自然是心向虾仁。而夏侯茂怎么也没料到，虾仁不过几句话，就将他手下的人全都给劝反了。哼，混账！快把本将军放开！你们可知这是谋反？呵呵，子林此话差矣，我这可是师出有名。来人，请子林将军下去歇息。邢将军吩咐将士们即刻披甲，再将三眼冲、火炮这些火器运出去。遵令。大将军，大将军，我们没来晚吧？好久不见，大将军别来无恙。诸将听令，请大将军吩咐。是在伯约，你二人领500人马前往一众朝臣府上，务必将他们控制住。末将领命。子龙、云长、仲业，末将在。命你3人领2000人马，负责阻拦城中支援皇宫的兵马。末将领命。其余人等随我杀向皇宫。在虾仁的带领下，一众死士与投诚的禁军皆是士气大振，跟在虾仁的身后直奔皇宫而去。与此同时，皇宫的城门紧闭，负责镇守宫门的领头将军正是朱硕。他收到消息后，也是迅速集结城内的禁军，驻守在城头，严阵以待。虾仁，你这逆贼，竟敢起兵造反！呵呵，朱硕，逆贼这2个字可不能乱扣。哼！瞎贼！我奉陛下之命驻守皇宫，你若胆敢乱来，小心我不客气。如今曹丕已是大难临头，朱硕将军竟还如此忠义，实属难得。既然如此，本将军不妨成全你。二弟，上大家伙！开炮！伴随着典韦的一声暴喝，无数颗炮弹重重地轰在皇宫城墙上。许都皇宫修建的时候，原本也没考虑过会被火炮轰击，所以不过片刻的功夫，宫门就被火炮轰塌在地。顶住！都给我顶住！胆敢后退一步者，就地格杀！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兄弟们，随我冲阵！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万万没想到，一觉醒来，虾仁这厮竟然直接兵临城下，这可让朕如何是好？若是让他攻进宫来，怕是不会轻易饶了朕啊！陛下，朱硕，战事如何了？陛下，臣无能，让叛军攻进来了。陛下，要不咱们逃吧？只要能逃出许都，陛下便可召集天下兵马秦王，共击反贼虾仁。好，快带朕逃离此地！陛下这是要做甚？母后来的正好，叛军势大，根本无法抵挡。母后还是随朕先撤出此地吧。哼，陛下，
叛军不过几千兵马，只要坚持到城中其他援军赶来，便可扭转局势，反败为胜。然而将士们在前线奋勇厮杀，陛下却不思身先士卒去激励将士，反倒是想着要逃跑。难道陛下就不怕先帝泉下有知，会为陛下而感到羞愧吗？来人，带着太后一同撤离。放肆！你们想干什么？放开哀家！燕才，你说的密道到底在呢？陛下，请看，就是这里。陛下，只要从这里钻出去，就能逃出许都。好你个朱硕，这就是你所说的密道？朕可是堂堂天子，你竟然让朕去钻狗洞！陛下，当年韩信可是忍了胯下之辱，方才成就大事。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山，不也是选择低三下四起合？这混账，竟敢花言巧语辱没陛下！陛下万不可从这里钻出去，否则天下人当如何看待陛下？这昏君就在这里，兄弟们快随我来！陛下，叛军已经杀来了，还请早做决断啊！陛下。罢了，朱硕言之有理，朕就信你一回。曹丕小儿就在里面，兄弟们快随我来！抓到昏君者，赏爵封侯。陛下，叛军已经杀来，再不逃就来不及了，还请早做决断啊！陛下。罢了，朕就信你一回。典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刺不刺激？梦回三国第175集。母后，你说虾仁他会杀了朕吗？他还会让朕继续做皇帝吗？陛下当初若是听我的，善待虾仁，又怎会落得今日这般地步？唉，也罢，虾仁向来是重情义之人，希望他会看在你姐姐与妹妹的份上，放你一条生路吧。但只怕陛下的皇位应当是保不住了。皇位没了，那还不如杀了朕啊！电过大将军。哟，陛下别来无恙啊！虾仁，朕可是天子，你可不能乱来。呵呵，陛下勿要惊慌，待本将军处理好结算画面，再来和陛下细谈。马超、魏延听令，你们拿着陛下的令谕，即刻去接手宫中的禁军，还有许都的城防，防止双方再次厮杀。末将领命。对了，军师姜维与邓艾他们那边如何了？回禀大将军，他们已经完全控制了朝中所有大臣的府邸，只不过嘛，姜维与邓艾回来复命时，这些朝臣执意要跟着过来，说是要面见大将军本人。眼下他们正在殿外等候。要面见我？典韦，去把他们带进来。Yes, sir。早在虾仁攻打皇宫时，炮火声已经传遍了整个许都，而能在许都城中闹出如此动静的，除了天子曹丕之外，也仅有虾仁一人。所以当这些朝臣得知有人在攻打皇宫时，就已经大概猜到发生了何事。大将军这般架势，难不成是想谋反？哼！大魏对大将军礼遇有加，大将军为何要做出如此忘恩负义之举？嘿，王兰老匹夫，你说谁忘恩负义呢？四弟不得无礼。呵呵，诸位有所不知，就在昨夜，先前曹丕打压虾仁时，这些朝臣也都有些同情，只是碍于曹丕身为天子，他们也不好劝言。可随着虾仁说出昨夜曹丕秘密派遣司马懿毒杀虾仁的事情后，众人听罢不由得面面相觑，神色也是缓和下来。没想到陛下会如此变本加厉，竟还要毒杀大将军。那大将军的意思呢？陛下昏庸无能，我打算按照先帝的临终遗言将他废除，另立皇室血脉。诸位的意思呢？有先帝的临终遗言在，此刻虾仁即便废了曹丕，也是师出有名。况且眼下许都的局势都已被他所掌控，吾等就算反对，又有什么用呢？呵呵，大将军此举并无不妥，在下没意见。很好，那你们呢？这怎么个事啊？我看你怎么个事！大将军，哀家可以答应大将军，但却有一个要求。哦，太后请说。大将军可以废帝立新。母后不可。闭嘴！大将军可以废帝立新，不过还请手下留情，饶陛下以及司马懿等人一命。若是有卞太后的支持，那我接下来的计划定然会顺利许多。呵呵，太后之命，臣怎敢违抗？请太后放心，只要陛下安分守己，不主动挑起纷争，臣绝不伤他性命。多谢大将军。卞太后毕竟是曹操的正室，后宫之主，
他说的话，虾仁还是要装模作样的斟酌一番。见卞太后的目光中透出哀求之意，虾仁沉吟片刻后，也并没有为难他。诸位，当今天子昏庸无道，今日本将军便奉先帝遗诏，决意废除天子，另立新君。不过俗话说得好，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新帝的人选，诸位可有好的建议？我他妈，眼下的局势，狗都能看得出来，能够决定新帝人选的，唯有你虾仁一人。咱们这些人，即便有合适的人选，也不敢开口啊。如此天赐良计，大将军为何还要拥立新君？以大将军之才能，完全可以自己称帝，君临天下。都让一让。见过母后，见过陛下，见过诸位叔伯，许久未见，子修甚是挂念。大皇子是大皇子，你还活着，这是怎么回事？呵呵，此事说来话长，日后再与尔等细说。本将军的这位新帝人选，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将军英明，大皇子宅心仁厚，文采斐然，实乃新帝的最佳人选。文若所言极是，况且大皇子本就是先皇嫡长子，继承大统乃天命所归，下官附议。既然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下官也这么认为。附议加一。不知太后的意思呢？哀家没有意见。那好，既然大家都赞成，那本将军便提议由大皇子继承皇位。老师，这不太好吧？吾才疏学浅，又怎能当此重任？大皇子勿要谦虚了，这是我们的一致看法。不错，还望大皇子看在社稷之重的份上，不要推辞才好。大皇子，你大皇子登基，乃是天命所归啊！大皇子，是啊，老师，既然如此，孤应了诸位便是。虾仁此番起事之所以没带上曹昂，本就是打算独自抗下此事，因为曹昂一旦出面，世人就难免会认为是皇子联合大将军有预谋的政变。眼下事成，见众人如此拥立曹昂，虾仁也放下心来，欣慰的点点头，示意曹昂答应下来。诸位爱卿，朕有意封大将军为齐王，不知诸位爱卿意下如何？陛下不可，这些不过是臣的本分罢了，实在担不起如此厚重的封赏，还请陛下收回。大将军过谦了，大魏社稷能有今日之盛，大将军可是立有不世之功，何来担不起一说？陛下言之有理，大将军自随先帝起兵起，平黄巾，灭袁绍，收复西凉，征讨乌桓，每逢战事，大将军皆是无不当先。臣以为陛下此举英明。陛下，臣附议。文渊所言极是，即便是废帝当政，大将军也是尽心尽力辅佐，为我大魏社稷南征北战。由此可见，大将军为人之忠义。臣以为大将军为齐王乃是众望所归。在场的朝臣皆是朝中老人，对于这种事情，他们都是很聪明的闭口不言，因为他们都极其清楚眼下的局势。而如庞统、张辽、甘宁等这些虾仁的亲信将军谋臣，他们自然希望虾仁能够身居高位，可虾仁对此却并不感冒，因为他深知有没有齐王这个头衔对他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他并不想落人画饼，给曹昂继位带来任何阻碍。还请陛下收回皇命。也罢，既然大将军执意不肯受封，朕也不再勉强。不过嘛，诸位将军朕可是必须重赏，典为许褚听封。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上前领赏！虎皮，看陛下这架势，定少不了咱们一个关内侯。那俺就是虎侯，二弟你吗？你就是憨侯。大将军不愿封王，属下倒也可以理解，只是属下不太明白，大将军为何不直接除了废帝与司马懿等人？呵呵，是缘啊，我已与太后达成约定，又怎能撕毁条约？今日废帝一事能进行得如此顺利，一方面是因为曹丕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不得民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卞太后还有一众朝臣配合的缘故。所以不论是我受封齐王，又或是食言杀了曹丕与司马懿，都怕是会落人画饼。可是大将军，斩草又岂能不除根呢？虽说曹丕与司马懿等人眼下都被软禁在冷宫，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朝中定还有其同党。大将军此举岂不是会留下隐患？呵呵，我当然知道，但是杀他们嘛，不能我自己动手，毕竟我跟太后有约定。但若是曹丕自己谋反，那可就怪不得我了。磨蹭什么呢？快点！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甘兴霸的结义兄弟了。来，下一个。吾好恨
恨自己为何没有早些下手将虾仁铲除掉，更恨自己为何不能与虾仁和平相处，老老实实当一个皇帝呢？这下可好，每日只能被囚禁在这但无天日的冷宫之中。陛下，吃点东西吧，您已经2天没进食了，保重龙体才是最重要的。司马懿，你还称吾陛下作甚？吾已经不再是天子了。陛下，您莫非忘了，咱们可是给曹昂下过毒的。呵呵，以他的身体，即便当上了皇帝，只怕也活不了多久。届时，陛下或许有机会重掌大权呢。仲达所言极是，来，朕要吃东西。站住！什么人？周将军，是我啊。甄瑶，朱硕，让他进来吧。陛下，臣终于又见到陛下了。甄瑶，你怎么来了？而且为何一副太监的打扮？陛下有所不知，虾贼把持朝政，宫中四处都是他的眼线。在下为了见到陛下，无奈只能用到这个法子了。这一遭落难，也是难为你们了。不对吧，甄瑶，你妹妹是虾仁的妾室，想必她也不会为难你，你又为何如此伤心呢？仲达，你这是何意？在下之所以伤心，是看到陛下蒙尘，恨不能将虾仁千刀万剐。罢了，这种话休要再说，让虾仁听到，只怕不会轻易饶你。怕他作甚？陛下有所不知，自曹昂登基后，虾贼便把持朝政，肆意妄为，朝中不少的仁人志士对虾仁都是极其不满。陛下，臣已经将他们联合起来，打算一起抵抗虾仁。曹昂中毒已深，若真如甄瑶所言，那吾便还有挽回局势的可能。甄瑶，你真是朕的忠臣，大忠臣啊！朕若是能重掌大权，定当封你为公。臣多谢陛下。甄公子，你先不要急着谢陛下，那虾仁狡诈，可不好对付，不知甄公子有何妙计？呵呵，仲达且宽心，遥有一计，定可解救陛下。陛下，臣打探到消息，今夜韦帝与虾仁一众会在皇宫中举办宴会，臣已经买通了禁卫，趁虾贼不备之时，臣便将陛下解救出来。届时咱们再一同杀向宫中，只要抓住韦帝与虾仁，大事可成矣。妙极，妙极啊！仲达莫非是觉得有些不妥吗？臣觉得此事风险极大。陛下，曹昂若是宴请虾仁，只怕典韦、许褚还有甘宁等一众猛将也都在场，以他们的勇武，想要擒杀虾仁谈何容易？仲达此言差矣，凡事都有风险。虾仁起兵征讨陛下的时候，不同样也冒着风险，但最后不还是成功了吗？眼下他刚刚掌控大权，正是得志意满之时，有些大意也是在所难免的嘛。不错，呵呵，甄瑶所言甚是，即便有风险，朕也要去做。朕可不愿意一辈子被囚禁在这冷宫之中。况且如甄瑶所言，只要打虾仁个措手不及，咱们未尝没有机会。臣愿追随陛下。臣也愿意。二哥，你还犹豫什么呢？难道你以为日后那虾贼会突发善心，把咱们从这里放出去吗？臣一切都听陛下的。呵呵，那就好。甄瑶，一切就拜托你了。请陛下放心，愿陛下再忍半日之辱，臣御史社稷危而复安，日月有而复明。接下来，众人又商议一番细节后，甄瑶便起身匆匆离去。只见时间一分一刻的过去，天色很快便暗淡下来。果然如甄瑶所说，皇城之中灯火通明，宴会之上，文武百官皆是到场。诸位爱卿，探马传回消息，凉州与荆州还有江东等地已经停止了叛乱，马腾、刘琮及陆逊等人也是宣布效忠朝廷。此番战事能够如此迅速平息，全都仰仗大将军之功。朕宣布，从即日起，宫中大摆宴席3日。谢陛下。思聪之名果真是威震天下，不出一兵一卒便可平息战乱，自古以来怕是无人能出其右啊。呵呵，子林所言极是。说起来，此番小儿能够保住一命，多亏了思聪兄手下留情啊。子林还不谢过大将军。子林谢过大将军。呵呵，原让将军言重了。子林为人正直，年轻有为，此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本下又岂会伤及无辜？就是，原让将军，咱们相识这么多年，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甄瑶，情况如何了？回禀陛下，一切进行顺利。眼下韦帝与虾贼正在皇宫中赴宴，臣已经召集好人手，潜伏在皇宫不远处的一处偏殿，就等着陛下出面与他们会合后，咱们便一举杀入皇宫，擒杀韦帝与虾贼。好，太好了，那咱们现在便出发，去与他们会合。箭在弦上，众人也没有时间多想。果然如甄瑶所说，他似乎是买通了禁军，前往皇宫的路上没有一个巡逻士卒的身影。陛下到了，咱们的人就在里面。好，咱们进去与他们会合。诸位久等了。
有刺客护驾。真瑶，这是何故？这，陛下，臣也不知道啊。来不及了，陛下，眼下咱们已无退路。哼，随朕杀敌，是后朕重重有赏。曹丕与司马懿等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真瑶引他们来的宫殿，虾仁与曹昂等人会在其中饮酒作乐，而他们此时却来不及多想，因为今日若败，虾仁断然不会再给他们活下去的机会。抱着必死的决心，他们只能选择硬刚。擒贼先擒王，直接抓住伪帝与虾贼，咱们方才有一线生机。都给朕上来，让我许褚会会你们。嘿，今日你们都得留下。3弟4弟见两位兄弟被许褚拦腰斩断，司马懿目眦欲裂，如此血腥的场面，曹丕也是被吓得瞬间失神。看着挡在曹昂身前的许褚，曹丕心中清楚，仅凭这点人马，根本攻不破他们的防守。我投。死到临头，竟还冥顽不灵，放箭！请父亲放心，孩儿发誓，日后定会对虾仁以礼相待。若有违此事，当死于万箭之下。希望你能记住今日的誓言。战斗发生的突然，结束的也很突然。尽管在最后的时刻，曹丕已经准备投降，可虾仁并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而此时的司马懿还在强撑着伤躯，靠在殿内的柱子上，看着一步步朝自己逼近的禁军，他倒是没有惊惧，但却是神情复杂。慢着，兴霸、孟起，你们先护送陛下与诸位大臣离开此地。是。自古成王败寇，虾仁你赢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但在临死之前，我倒是有一个问题，甄家可是你安排的棋子？呵呵，你猜的不错，正是我安排的。今夜是我让甄瑶引诱你们来此地，好光明正大的将你们除去。不仅如此，就连弥迦货战那数百句甲胄，其实也是我有意让你们放进去的。否则你觉得就凭你们人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不得不承认，你有狂妄的资本，心机之深，竟然在曹丕还没有登基为帝的时候，就用计把甄家安插在曹丕身边。合着吾等对你的一步步打击，都是你故意为之。这场较量中，吾可谓是一败涂地。司马懿，此情此景，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你：其实你我素未谋面之时，我就已经计划好你的必死之局了。司马懿并不明白虾仁所说的话，而虾仁也没有想要解释的意思，只是摆了摆手，许褚便是一刀过去。至此，一代种虎就此陨落。禀陛下，今夜针对陛下的刺杀行动已经平定下来，以废帝为首的叛乱分子无一逃脱，皆是被就地斩杀。眼下无人，老师不必如此多礼。只是老师，子桓当真。自修，欲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先前老师已经给过曹丕一次机会，若他安分守己，不起杀心，又岂会落入今日之死局？这天下不能交给曹丕和司马懿。相比你，对于老师而言，他必须死。姐夫，如今朕膝下无子，为保大魏血脉，不知姐夫可愿把虾滑过继给我？陛下正值春秋鼎盛，想必不久便会有皇子，又何必急于一时呢？姐夫，在废除曹丕后，他与司马懿等人暗害曹昂、残杀曹彰、曹植的行径也是真相大白。虽说曹昂中毒，有张仲景尽力施救，可毒性却早已深入五脏，再加上曹昂本就年过中旬，张仲景也是爱莫能助，只能尽力稳住曹昂的毒性。按照他的说法，就算再怎么调养，曹昂最多也只能延长1年的寿命。敢问陛下，是何人向你提议虾滑过继一事的？实不相瞒，正是太尉。果然是贾诩，也只有这个老阴逼才能想出这样的法子。姐夫，朕的身体朕自己最清楚，能活到今日，朕已是大幸。姐夫不必急着拒绝，可回去考虑一番后再来答复朕。好你个贾诩，竟出些馊主意！若依你所说，我真的答应陛下让虾滑成为皇子，此举岂不是陷我于不忠？贼子，看紧！对，大将军你别乱来，下官与陛下说这些，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为我好？这个老阴逼，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顿戟你是吃定了。大将军先消消气，文和所言也不无道理。陛下仁德，虽然不擅长政治争斗，但却也清楚，如今的曹魏朝堂之上只是短暂的平静，
大将军贵为帝师，权倾朝野，又有庞统、典韦等一众谋臣武将作为亲信，废帝也好，当今陛下也罢，亦或是其他曹氏子弟，不论日后谁当皇帝，大将军的存在对他们而言都是威胁。一旦陛下因病去世，很难说新登台的皇帝不会重蹈废帝的覆辙，这才是陛下产生想让大将军把虾滑过继的主要原因啊。哦，我看陛下是多想了。若不是曹丕那小子不念手足之情，与司马懿联手残害兄弟，打压朝堂之上的忠臣义士，他又岂会落入今日之局？要我说，大帝所做的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你个憨批，难不成你能保证日后的皇帝不会如废帝一般的秉性吗？陛下膝下无子，大将军又走到眼下这一步，日后若是让其他曹氏后人为帝，一旦吾等这被老人吸取，大将军又能保证他不会对大将军的后人下手吗？古代的过继制度可谓是极其严格，但凡过继出去的孩子，必须与生父母断绝关系。比如袁绍本与袁术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后来被过继给伯父袁成，便与袁术成了堂兄弟。是啊，说到底，虾滑是大将军的亲子，有这一层关系在，陛下便可不必为此事担忧，也只有这个法子才能避免大魏四分五裂呀。我再想想吧。鬼鬼祟祟的什么人？老贼，如此年迈竟还行偷盗之事，看俺周仓今日不拿捏你！小友勿要冲动，老道观你命犯孤星，若不及时解救，日后怕是会孤独终老啊！满口胡言，看刀！鬼呀！思聪先生，别来无恙否？乌角先生，多年未见，没想到思聪先生竟还记得老道。嗨，这是什么话？请乌角先生进屋一叙。我是该叫你乌角先生，还是叫你元放，又或是叫你左慈呢？思聪先生，不对，或许应该称呼你为大将军了。你叫我什么都可以，老道不在乎这些虚名。得了，还是叫你道长吧，这样显得亲近些。怎么样，老道送的那本书还不错吧？大将军已是不惑之年，却与当年没有丝毫变化。最重要的嘛，应付起事来那是得心应手，沙场争锋以一挡十不说，即便是连番鏖战，也是不落下风。如此勇武的将军，整个天下可是只此一人。道长虽说道法精通，但当年的预言却是错了，在下可是没登上95之尊。哎，这可怪不得老道。俗话说得好，3分天注定，7分靠打拼。帝王之位摆在大将军眼前，是大将军自己不取，这与老道又有何干？不过嘛，老道有一句预言却是说对了。你有天子之气。老道你可别瞎说，在下又没当皇帝，怎么可能会有天子之气？此言差矣。大将军若是答应陛下的提议，言之日后太子不会追尊你为皇帝呢。我说老道士，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天下岂有老道不知的事情？也罢，大将军身为后世之人，理当知晓后世之事。望大将军为了黎民百姓之福，日后辅助陛下治理天下，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是。喂，老道士，话还没说完呢，你先别走啊！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将军，咱们日后有缘再见。难不成世上真有神仙一说？大哥，长安发来消息。大哥，文远将军派回来信使，说是刘备起兵正在攻打汉中。曹昂登基为帝后，为了稳定地方形势，虾仁也是派出张辽、关羽等人，分别前往幽州、司隶州、扬州等地担任四征将军，而张辽便是征西大将军，负责坐镇长安，督督凉州、司隶州的事务。果然和历史记载的一样，刘备在投奔刘璋后，在法正等人的帮助下，有夺取益州的心思。呵呵，这个刘备可真会抓住机会，听到朝廷有变，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兵汉中，意欲反攻曹魏。大哥，那咱们该如何应对？这样吧，子龙，明日你随我同行，去奏请陛下下旨讨伐刘备。等到陛下迁都洛阳后，咱们便立刻西进。小弟领命。次日，虾仁与赵云一早便来到宫中。此番觐见，他不仅是为了请旨征讨刘备，更是为了向众臣宣布向曹昂过继虾滑一事。因此，卞太后以及一众朝臣也是被曹昂应召入宫。朕膝下无子，欲收养虾滑，这个提议不知诸位觉得如何？臣等没有异议。很好，那太后的意思呢？哦，这
陛下另有其他兄弟，为何不从他们的子嗣中选择一人呢？在知道曹丕昨夜谋反不成，被禁军当场格杀后，卞太后内心颇为悲愤。所以当他得知曹昂过继的孩子是虾仁的亲子后，言语并不友善。而他此话一出，朝臣的心头却是一紧，因为甘宁、马超等一众虾仁的亲信武将可不会管他是不是太后。母后，长公主是朕的姐姐，虾华自然也算得上是曹家血脉。况且虾华这个孩子聪明伶俐，深得朕的喜爱，故此朕才有这个念头，还望太后勿要拒绝才好。既然陛下有意，群臣亦都赞成，哀家又怎会拒绝？一切但凭陛下决断便是。那好，既然太后与诸位都没有异议，那朕便宣布虾华赐名为曹华，即日起，曹华便是朕曹魏之太子。陛下英明。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曹昂当日便举办了祭祀仪式。虽说年纪尚幼的虾华并不清楚什么是过继，但生性乖巧的他还是按照虾仁的吩咐叫了曹昂一声父皇。与此同时，虾仁得到曹昂的旨意后，当即便率军朝长安城进发，与张辽会合。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此一战结束，天下一统，便可奠定曹魏万世之基业。而另一边的成都，就在数月之前，法正与张松听取了诸葛亮的计谋，向刘璋告密，说刘备有意谋反。结果不出意外，刘璋当即便派出兵马抓捕刘备。在诸葛亮的劝说下，刘备只得起兵反抗。在与法正、张松两人的里应外合之下，最终刘备顺利攻取成都，取代刘璋，成为了益州牧。而此时曹昂登位之事，他们还并不知情。主公，听闻虾贼被曹丕下狱，曹魏各地动荡不安，实乃天赐良机。属下以为主公可趁此良机对汉中用兵。军师所言极是，汉中地势险要，实乃兵家之地。咱们若是能将它吞下，不仅可以大大增强主公的实力，更是可以北上谋取关中，东出而攻伐荆州。话虽如此，但若是可能，吾还是希望能够劝降张鲁的。对了，孝直先生，不知道宪和先生可已经出发前往汉中了？回禀主公，宪和先生今日一早便出发了。如此便好。嗨，大哥不必担忧，他张鲁答应是最好。若是敢不答应，待到攻下汉中，我一定捅他1万个透明窟窿。哼，听你的意思，若是我不投降的话，他刘备就要来攻打我了。师君此言差矣，我家主公向来宅心仁厚，并不想妄动干戈，还望师君再三思量。好一个宅心仁厚，不想妄动干戈，连刘璋都无法攻克我汉中，他刘备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来威胁我？哼！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今日我便留你一命，回去告诉刘备，他若敢来侵犯我汉中，我定让他有来无回。滚吧！来人，请师君吩咐。即刻点齐兵马，随我一同前往阳平关迎战刘备。吾等领命。梦回三国第178集。张鲁虽然只有汉中一郡之地，但他向来以道教治理地方。汉中的百姓几乎都是五斗米教的教众，上下可谓是一心。地方不大，但人口却是众多，这也是张鲁为何会有底气跟刘备搅拌的缘故。宪和先生，此行如何？张鲁是否愿意归降？回禀主公，属下惭愧，张鲁那厮不愿意投降，并且还派人把属下赶了出来。奶奶的，这个狗日的张鲁，着实是不识时务。大哥你放心，让俺张飞担任先锋，俺一定攻下阳平关，捅张鲁那厮1万个透明窟窿。万万不可！翼德将军切不可莽撞。主公且看，阳平关坐落在山谷之中，南北各有一座山，则克汉中的兵马占据着阳平关以及南北两山，形成三面相接的守势。我军若是强攻，必定伤亡惨重。如此险要的地势，也难怪益州多次攻打都无法攻克汉中。不过话说回来，虽然阳平关坚固险要，但那张鲁既不愿意投降，那吾等也只能选择开战了。孝直先生，咱们近日不妨展开兵马，派遣先锋军先行试探一番，看看阳平关的军备情况如何。若只是试探，属下并无异议。见法正同意，刘备也不迟疑，当即便下令将兵马展开，让张飞与陈道负责攻打北山，吴懿、邓芝等人则是负责去进攻南山。走杀！哼，这个大耳贼竟真的敢发起进攻！今日本将军要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放箭！随着杨松一声令下，霎时间箭矢铺天盖地。尽管益州士卒们高举着盾牌，但还是出现不小的伤亡。将士们，随俺冲锋！胆敢后退一步者，杀无赦！杀！汉中军据险而守，居高临下，我军兵马已经损失不小。
主公，不妨先收兵吧。也好，传令下去，鸣金收兵。哼，还眼贼，有能耐别跑，冲上来与本将军大战300回合。奶奶的，太欺负人了！撤军。接下来的几日，刘备依旧派人强攻阳平关，但面对着据险而守的汉中军，他们却是没讨得半点好处。粗略一算，便死伤2-3千兵马，而反观对面的汉中军，伤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近几日的交手情况来看，阳平关外的山谷极为狭窄，悟空有数万大军，却是无法铺展开来。主公所言极是，若是这么打下去，即便主公把所有兵马都搭进去，怕是也难以攻克阳平关。孝直先生，咱们这样下去可是不行，不知你有何良谋？禀主公，依属下之见，要不咱们派人在附近山脉搜寻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小路，避开阳平关，直取汉中。也只能如此了。知报，禀主公，孔明先生从成都寄来书信。孔明，主公，后方发生了何事？孔明先生说，成都附近有反贼，趁着吾等出征之际，打着为刘璋报仇的旗号而起兵反叛。孝直不必担忧，好在孔明先生运筹帷幄，眼下叛乱已经平息。但尽管如此，咱们也要考虑退兵一事了。主公，如今阳平关久攻不下，后方又有危险，咱们最为妥善的做法就是先行退兵，去稳定后方局势，等到时机成熟后再来讨伐汉中。宪和之言不无道理，如此也好，吩咐下去，咱们先撤军吧。才交战几日就退兵了，这所谓的刘皇叔也不过如此嘛。当时时军用兵如神，这刘备一点便宜都没占到。那是自然，我军兵力强盛，又占据着天险，这刘备竟敢主动来犯，不过是自寻死路罢了。捷报，本时军曹魏10万大军从包斜道唐洛道攻来，发动了对我军的突袭。你说什么？不是说曹魏刚刚发生政变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进攻咱们了？师君，眼下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与刘备相比，曹魏才是大敌，咱们要火速赶回汉中，应对曹魏的进攻。不错，军师言之有理，咱们即刻就走。你二人留守此地，切记要小心，防止刘备那厮杀个回马枪。末将领命。与此同时，不仅是张鲁，刘备也同时收到虾人攻打汉中的消息，当即便令大军原地扎营，召集众人商议。孝直所言当真，虾人率兵在攻打汉中，他不是被曹丕猜忌软禁在府中吗？怎么行动如此迅速？主公有所不知，根据探子传回来的消息，虾人废了曹丕的地位，蜀中消息闭塞，所以咱们便晚了一步收到消息。当年在被曹丕牵制的情况下，吾与江东联手都被虾人打得溃不成军，如今虾人废了曹丕，手握朝政大权，恐怕是更难对付了。奶奶的，早知道俺当年就不给他几个大逼斗。三弟李忠义直接一矛捅死他得了。事已至此，莫再说这些了。孝直先生，虾人既然率军攻打张鲁，说明他有意图谋汉中，进而攻打益州。孝直先生为何会觉得是好消息？属下且问主公，对张鲁而言，是咱们的威胁大，还是虾人的威胁大？那自然是虾人了。曹魏披甲之士少说有50万之多，猛士如云，谋臣如雨。况且虾人此人才华横溢，多智近妖，实乃惊天伟地之才。呵呵，既然如此，那眼下主公败退，虾人又领兵攻打汉中，属下以为张鲁定当将主力都调走，把注意力都放在曹魏那边。如此一来，咱们便有了拿下阳平关的机会。主公难道不觉得这是一则好消息吗？孝直所言甚是有理，这还真是一个机会。主公，属下倒是有不同的看法。张鲁的存在可谓是帮咱们抵挡了曹魏，但咱们若是从背后捅他一刀，他无法抵挡曹魏，岂不是白白便宜了虾人？宪和先生此言差矣。诸位以为张鲁能否抵挡住曹魏的进攻？这应是抵挡不住吧。张鲁凭借着地利优势，或许能抵挡一时，但绝对无法长久抵挡下去。不错，既然如此，那咱们为何要坐视着虾人击败张鲁，拿下汉中，而不是咱们自己取来？退一万步说，就算主公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捅张鲁一刀，咱们也可以拿下阳平关，而后止步不前，静候事情发展。等到张鲁跟虾人斗得两败俱伤之后，主公再行坐收渔翁之利之事，岂不美哉？好啊，孝直先生当真是有大才。在被法正劝说之后，刘备也是打定主意，决定趁虾人攻打汉中之际，率军反攻阳平关。与此同时，长安城司隶校尉府
虾仁与一众文臣武将聚集，就连远在凉州的马腾也是亲自赶来助战。禀大将军，末将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提前从包斜道、唐洛道出兵。张武位于前沿的数座哨塔都已被我军拔掉，只是末将惭愧，山路崎岖难行。汉中军先是烧毁栈道，又不断出兵骚扰，我军连1/3的路都没走完。哼，区张鲁能拿他不下。依我看，文远将军定是久疏战阵，才以山路难行作为借口。孟奇所言甚是，虾兄不如让文远将军留守。行了行了。当年讨伐乌桓的时候，文远将军可是跟着我翻越过雪山的，如今连他都探之为难，可见秦岭山脉是有多么难行。这也怪不得文远将军。赵成将军不知凉州那边可能派出兵马从岐山讨伐汉中。回禀大将军，岐山路途遥远，坎坷程度不亚于另外几条道路。最重要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刘备多次派人去陇右联络胡人。大将军也清楚，胡人生性蛮横，不懂感恩，在刘备的煽动下，他们屡次闹事。若是属下派兵从岐山讨伐汉中，只怕胡人们就要造反。文远将军，陈仓道与子午道如何？大将军，陈仓道年久失修，子午道也是悬崖绝壁，并且近些年来一直战乱不休。这些栈道年代久远，荒废失修，汉中军只需布置少量兵马，咱们大军便很难走过去。呵呵，这些道路虽然崎岖难行，但别人不能走，不代表我走不了。众将听令，明日本将军亲自率军兵出子午谷。陈仓道年久失修，子午道悬崖绝壁，但别人不能走，不代表我也走不了。明日本将军要亲自率军兵出子午谷，给张鲁来一招子午谷奇谋。大将军，相对而言，陈仓道地势较为平坦，而子午谷则是更加凶险。大将军为何要从子午谷出发？非也，请寿成将军细想，咱们知道的，张鲁自然也是知道。我料他定会在陈仓道派出兵马阻拦，而子午道虽说坎坷凶险，路途较远，却是能打他个出其不意。吾怎么感觉好像失去了些什么？反其道而行之，才可出奇制胜。大将军妙计，末将佩服至极。可即便如此，子午谷也是极其凶险，大将军何必亲自前往？不妨交由末将便是。那可不成，文长将军擅长先登，理当协助文远坐镇前线。若是尔等久久不露面，说不定张鲁就能猜出我的用意。邓艾、姜维，你二人即刻去做准备。学生领命。老师，子午谷那般险峻，不知老师打算带多少兵马随行？这样吧，除了你们二人与行道荣外，只带1000神龙军足矣。1000神龙军。之前虾仁能成功推翻曹丕，就是凭借着徐庶与邢道荣训练的3000死士。一切尘埃落定后，他也并没有解散这3000人，而是将他们编为一军，名为神龙军。老师仅带1000神龙军，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伯约，你要知道，子午道难行，大军想要悄无声息的通过，可谓是极其困难。而神龙军个个身怀绝技，正适合为师此行的计划。既然老师吩咐，那学生领命就是。梦回三国第179集。事不宜迟，次日清晨，一切准备就绪后，虾仁便带着1000神龙军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长安城，朝子午道进发。从子午关进入后，先行20里崎岖的山路，随后便需要跋涉河谷，翻越秦岭，方才能进入汉中。这一路上不仅是险峻的道路，更是荒无人烟，根本没有补给。难怪当年魏延在提出子午谷奇谋后，诸葛亮会那般反对，这子午道实在是太过凶险了，真尼玛不是人走的啊！大将军，若换作平日，20里路最多1个时辰，神龙军便能抵达。但奈何这是山路，极大的拖延了咱们的行进速度。不过请大将军放心，过了这处崖壁，咱们就穿过子午道了。大将军，你没事吧？你这是什么话？你真当本将军是7老80了不成？区区绝壁算得了什么？那就好，那就好。那大将军，您先来还是末将先来？一起来。我靠！老师，你没事吧？如此凶险的境地下，别说手无缚鸡之力的虾仁了，饶是神龙军皆为精锐，也出现了10几人的伤亡。不过好在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经过4、5日的艰难行军，虾仁他们终于穿过了子午道。这个张鲁还算是有点脑子，虽然不觉得咱们会从子午道出发，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在子午道的入口处驻扎了一队兵马。大将军，你看敌军营地防备竟如此松懈，他们定然不会料到咱们会从子午谷杀来，不如让末将率神龙军趁着夜色悄悄摸进去，将敌军全部斩杀。呵呵，以神龙军的精锐，解决几百汉中军自然不在话下，可一定不能走漏风声。
因为接下来的行动，我有意直接去南郑，志在伯约，你们俩觉得呢？南郑作为汉中郡治所，如今的形势之下，张鲁定然是坐镇其中。老师是想直接行斩首行动？不错，我确有此意。神龙军固然精锐，但仅凭1000兵马，想要打通包协，倘若2条通道协助大军进入汉中，还是有些困难。倒不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南郑，生擒张鲁。此计虽有风险，但却并非不可行。只要老师吩咐，我2人自当领命。只是通往南郑的路途上还有城固县，咱们要想办法拿下此城。老师，学生倒是有个主意。听闻张鲁帐下有一谋臣，名为杨松。杨松，莫非就是收了刘备的钱财，谗言陷害马超，让马超不得不投靠刘备的那个罪魁祸首？老师若是许以丰厚报酬，此事可成矣。与此同时，张鲁得知曹军欲攻打汉中，当即便从阳平关火速赶回镇守汉中。可当他率军刚抵达南郑不过2日，一则噩耗便从阳平关传来。师君，就在昨夜，刘备突然领军杀了个回马枪，我俩猝不及防，阳平关失守了。你们这2个废物！阳平关可是汉中的西面屏障，丢了阳平关，刘备便可长驱直入，进攻南郑。你们竟然把他给弄丢了！来人，把他俩给我拖下去砍了！大哥，饶命啊！大哥，师君且慢。师君，眼下曹军与蜀军两面夹击，汉中形势紧急，阵前斩将实为不利，不妨留他俩一命，让他俩日后戴罪立功。失敬，刘备派来使者简雍，说是有要事面见师君。简雍，见过世君。大耳贼夺了阳平关，还派你来作甚？难道他不怕我杀了你吗？呵呵，师君息怒。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家主公占了阳平关，倒也是无奈之举。听你这意思，他刘备是被迫无奈才会去攻占阳平关的。这厮怎么如此不要脸？师君勿要动怒，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虾贼率大军南下，来势汹汹，摆明了是要将汉中占为己有，以汉中之力想要对抗曹魏，实乃以卵击石，独木难支。鉴于这等情况，我家主公才会占了阳平关，让师君好集中全部兵力对付包协道、倘洛道的曹军。见过无耻的，但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那刘备明明是贪得无厌，觊觎汉中已久，如今却硬是颠倒黑白，说成了为我考虑。来人，把这等巧言令色之徒给我拖下去砍了。且慢，师君，虽说在下的性命是小，可若真的死在了南郑，那师君可就与我主不死不休了。如今刘备夺了阳平关，咱们难道不是不死不休吗？呵呵，非也。虽说我主占了阳平关，但既然派在下前来面见师君，说明我主并不想与师君撕破脸。毕竟师君若是战败，曹军便可进入汉中，从而直接威胁蜀代，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主又岂能不知呢？那你的意思呢？请师君放心，我主刘皇叔仁义之名，天下人皆知。如今曹魏大军压境，我主承诺绝不会趁人之危，师君大可全力对付虾贼。张鲁深知刘备的举动无非就是希望张鲁与曹军交战，他好坐收渔翁之利。可张鲁不得不答应，因为以汉中的力量，也确实无法同时对付刘备与虾人。看来只能如此了。先答应下来，全力抵抗曹军，等到曹军被赶走后，我再掉头来对付刘备。我回去告诉刘备，就让他再蹦跶段时间。曹军退兵之前，他若是敢进攻汉中，我就算直接投靠曹魏，也不会便宜他的。哦，呵呵，请师君放心，我家主公可是言而有信之人。和刘备达成协议后，张鲁便开始全力应付曹军。在严普的提议下，不仅包协道与倘洛道加强了军力，就连陈仓道与子午也是个加派了3000兵马，以防不测。陈仓道年久失修，子午谷也是地势险峻，曹军怎么可能从这攻来？这个混账严普可真够折腾人的。话虽如此，可是大哥，师君命咱们去子午道口，咱们若在此地停留，万一耽误了事，只怕师君会不悦。呵呵，城固距离子午谷不过半日的路程，又能耽误什么事？无妨，来，咱们继续饮酒。不好了，不好了！军师，出大事了！子午谷那边发现曹军，当地驻军不敌，死伤殆尽，仅有一队溃兵逃了出来。他娘的，还真让严普那混账给说中了！曹军真的从子午谷出兵，完了完了，眼下该怎么办？师君命我前去支援子午谷，我却在城固贪图享受，止步不前。这若是真被曹军攻入汉中，以师君的性格，岂会饶过我？速速带我去见那些溃兵，打探清楚情况再议。是。
你说你是驻扎在子午谷的守军？小人刁德一见过军师。虽说同属汉中兵马，但驻扎在子午谷的士卒口音及体型都与其他汉中士族有着不小的差异。可是这个刁德一不好，这些人有问题，快来人将他们都退后。你就是曹魏大将军虾仁？混账！大将军的名号岂是你能直呼的？别打了！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将军饶命！在下对大将军早已是心神向往许久，若不是因为张鲁碍事的缘故，在下早就前去许都拜见大将军了。大将军明鉴啊！大将军！邢将军，汉中地界的松柏二仙可谓是运筹帷幄，智谋千里，你怎能如此无礼？开玩笑，我还指望着杨松能够帮我对付张鲁呢，可不能把他给打坏了。如今本将军大军压境，汉中被收复嘛，已是早晚之事。可两方交战，百姓遭殃，本将军也不忍看到生灵涂炭。不知先生有何高见？有何吩咐？大将军不妨直言。大将军让往东，在下绝不往西。呵呵，很好。实不相瞒，我倒是需要先生助我一臂之力，拿下汉中。先生放心，这些只是见面礼，待到事成之后，本将军另有大量钱财奉上。大将军何出此言？两军交战，大将军还能为百姓着想，实乃仁义之举，在下义不容辞。请大将军放心，此事包在我身上。杨松与杨博二人本就以贪财而出名，在演义中谗言马超，诬陷庞德，更是在曹操攻打汉中时怂恿张鲁出战，结果张鲁战败，他又紧闭城门，不让张鲁入城，可谓是十足的小人。果然如是人所说，松柏二圣胸怀大义，此番咱们前往南郑，一切事宜，本将军就拜托杨松先生了。请大将军放心，在下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大将军讨伐张鲁，拿下汉州。梦回三国第180集。今日之讲解，汝等务必回去好生研习，才能更进一步。多谢师君指点。师君，出事了！刚刚杨松返回城中，他说曹军从子午谷出兵，他跟杨柏不是曹军的对手。如今曹军已经拿下子午谷，正准备朝城固进军。没想到曹军竟然真的选择走子午谷这条道，并且来得如此之快。哼！别跳了，都下去！师君，属下还没到子午谷口呢，那曹军就已经进犯，家贼领着。在汉中之地，杨氏乃氏族大姓，杨松更是杨氏领袖之一。张鲁虽然心中恼怒，但也不好过多责备，只能好言安抚几句。师君，都是那瞎贼太过狡猾，这实在怪不得属下兄弟二人啊。军师有何良策？禀师君，曹魏的大军都在包挟，倘若两道，而子午谷有着千难万险，曹军即便兵出子午谷，想必人数并不算多。以属下之见，主公需即刻派出大军前往城固支援杨柏。只要咱们重新夺回子午谷，危机自然可解。军师当真是才智超人。这样吧，为稳妥起见，就由军师与公子共同走一趟。属下领命。事态紧急，严普领了军令，当即便与张卫点齐兵马，离开南郑，浩浩荡荡的朝城固赶去。与此同时，南郑城内的一处民宅之中，虾仁与姜维、邓艾三人正悠闲地饮着茶水，等待杨松的消息。老师，咱们孤军潜入南郑，你难道就不怕杨松那厮出卖咱们吗？呵呵，我怕他个锤子！伯约，你未免太高看他了。所谓的松柏二仙，不过都是跳梁小丑、卖主求荣之辈罢了。有他二人相助，绝对可安天下。多谢大将军赞誉。不必多礼，一些肺腑之言罢了。先生如此神色，莫非是有好消息？大将军猜得不错。经过在下一番不懈的劝说，张鲁已经密言普与张卫率领城中的2万兵马前去支援城固了。汉中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五斗米教又是政教合一，但凡是教众都愿意为张鲁死战，因此汉中所有的军队加起来应该有近10万之数。伯约所言不错。为了提防文远将军，张鲁派出了大部分兵马驻守包挟与倘若两道。此番严普所率领的2万大军，应该是城中最后的兵力。不错，大将军，如今的南郑城中仅有负责维持治安的数千余人，可谓是天赐良机。多谢先生了，那咱们今晚就行动。一切听凭大将军吩咐。是夜，伸手不见五指。虽说杨松已经答应要帮虾仁对付张鲁，但事到临头，难免还是有些紧张。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先生，该是时候行动了。好，在下这就出发。尔等速速让开，我有要事要面见时君。军师，这两位是？他们2人是我的手下，有什么问题吗？军师恕罪，没有时君的手令，末将不敢擅作主张。放肆！看来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哼，我若是非要带他们进去呢？那末将只能无礼了。杨松，你敢谋反？2位将军，你们这也太冲动了。勿要多说，若是再拖下去，只怕张鲁就要跑了。邢将军，召集兄弟们上，勿要恋战，直接擒杀张鲁。见事情败露，邢道荣也不再迟疑，当即便率领着神龙军朝张鲁的府中奔去。而由于府门外动静太大，府内已经有不少卫族闻声赶来。姜维与邓艾也是一马当先，但凡阻拦的位置，皆是被他俩砍翻在地。父亲，不好了，杨松那厮反了。你说什么？杨松反了？不应该啊！杨松虽贪财，有些小聪明，但却没什么野心，他怎么会反呢？父亲，眼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曹军马上要杀进来了，咱们先逃出去，再做打算吧。哼，慌什么？南郑是咱们的根基所在，囤放着大量的兵甲粮草，不到万不得已，吾断然不能拱手相让。你即刻持我谕令，从后院密道逃出去，去将教中的护法神兵带来，与曹军死磕到底。好，孩儿这就去。张鲁为人素来谨慎，修建府邸的时候就留有不少逃生通道。父子2人逃到后院后，片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另一边，迟到一步的邓艾与姜维将张鲁的府邸翻了个底朝天，也只找到了张鲁的一众妻妾，并没有发现张鲁本人的下落。杨松，张鲁他人家。将军，这在下也不知啊。放屁！我看你小子好胆，定是在诓骗大将军。将军饶命，在下是诚心投靠大将军，将军明鉴啊。对了，张鲁此人素来狡猾，在府中修有不少逃生通道，只怕他是从密道逃多了。师兄，眼下当如何是好？咱们今晚的目的本就是打算擒贼先擒王，只要拿下张鲁，就不愁控制不住汉中的局势。却没想到张鲁竟如此狡猾。走，咱们先回去见老师。大可不必，我已经过来了。为师见你们久久未出，便猜到发生了什么变故。既然未能得手，那咱们速撤出城去，免得张鲁反应过来，咱们就难办了。毕竟是张鲁的地盘，没能抓住张鲁，下人倒也没有过多责怪，当即便集结神龙军，准备离开张鲁府邸，朝城门的方向奔了出去。然而他们刚转过一条街道，就见到对面人头攒动，大批人马朝这边而来，双方人马初一照面，皆是一愣。杨松，你这不忠不义的狗东西，本军对你信任有加，你竟做出背主投敌之事。什么背主投敌？我这乃是弃暗投明之举。张鲁，识物者为俊杰，我身旁这位可是朝廷大将军，我劝你动手之前要想清楚。你就是曹魏大将军，虾仁下思聪。呵呵，不错，正是虾某人。如今我曹魏100万大军压境，张师君何不拱手相降？何故要负隅顽抗呢？想让本军投降，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今日本军就让你见识5斗米教护教神兵的厉害。护教神兵是什么？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师君保佑，道法护体，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杀！什么狗屁的护教神兵！今日就叫你看看00上将军邢道荣的厉害！卧槽！邢将军，你没事吧？没事，大将军勿忧，末将还能再战300回合。不对劲，张鲁的这些护教神兵在饮下符水之后，行动无比敏捷，气力也变得更大，勇武竟丝毫不在神龙军之下。这倒也罢，更令人奇怪的是，刀斧加身，这些人似乎不知道疼痛。虾仁，据说你追随曹操以来，南征北战，未尝一败。今日本军若是将你生擒，岂不是会名震天下？师君保佑，道法护体，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俗话说得好，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就怕不要命的。刀剑只要落在护教神兵身上，就是血肉横飞，可他们却浑然不知。杨松、张鲁的这些护教神兵到底是什么来路？怎么如此厉害？
这在下也不太清楚啊。我只是听说过张鲁此人擅长道法，可引天兵天将下凡，附体在护教神兵身上，从而让这些人刀枪不入，力大无穷。什么神兵天将，无非就是喝了点快乐水罢了。快乐水，敢问老师，快乐水为何物？呵呵，所谓的护教神兵，其实就是张鲁训练出来的死士，而那些所谓的符水，应该是能够刺激人的药物，让他们感觉不到疼痛的同时，还能增强气力，提高身体素质，如此他们才能与神龙军抗衡。原来如此，那老师可有应对之法？大将军小心。神龙军听令，全部退回来，拿出手铳，给本将军狠狠轰他娘的！在曹丕死后，工匠方便重回虾仁的掌控。根据虾仁提供的建议，黄月英根据虾仁的随身火铳加以改进，并进行了批量生产。这种火铳虽威力小了许多，但好在便于携带，故称手铳。大将军真的要使用手铳吗？此番翻越秦岭，咱们携带的弹药可并不多。废什么话！眼下形势紧急，顾不上那么多，负责火力覆盖，穷则精准打击，让神龙军瞄准了打。是。随着虾仁一声令下，神龙军当即便扣动手中的扳机。虽说护教神兵悍不畏死，但在火器的降维打击下，被击中要害的护教神兵还是一排排的倒下。老师，学生未能留下张鲁，只是击杀了他的长子。老师，眼下张鲁逃走，不妨让学生率神龙军前去追击。若真让他逃脱，只怕会影响汉中的局势。不必，南郑毕竟是张鲁的老巢，他既然逃出城去，便很难再追到。况且咱们兵力有限，若是分兵追击，让那张鲁找到机会，杀个回马枪，夺回城池，日后咱们要是再想攻下南郑，可就没这般容易了。如今张鲁外逃，城中的那些豪门士族，可就要拜托先生了。请大将军放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随着张鲁落败逃走，南郑已然落入虾仁的掌控之中。虽说他只有1000神龙军，想要完全掌控南郑有些困难，但好在杨松的表现极为卖力，他联络了几家关系交好的士族，提供了不少护卫相拥。如此，城中的局势也是慢慢稳定下来。据说魏国昨夜突袭，师军似乎是逃出去了，你们听说了吗？逃出去了？那我收到的消息可不是这样，据说时军不是对手，被魏军给杀了。那可如何是好？咱们要给死军报仇吗？呵呵，要报仇的话你们报，我可不愿意与魏国作对。都静一静。诸位，请听在下一言。汉中太守张鲁为人反复无常，刚愎自用，割据汉中数十年，百姓多有怨言。如今我大魏大将军率军神兵天将，一举击败张鲁，虽让反贼张武逃脱，但却击杀其长子张富，令俘获其所有家眷。汝等若是识相，便速来拜见大将军。他就是曹魏大将军虾仁。是呀，没想到啊。眼下咱们当如何？哼，敬酒不吃罚酒。大将军于家党家乃是贼首张鲁的心腹，如今见大将军不败，想必是存有谋逆之心，还请大将军将他们当场斩杀。准了。杨真拜见大将军。杨臣拜见大将军。杨林拜见大将军。不论这些世家真是张鲁的心腹，还是说杨松为了打击报复，虾仁并不打算去深究，他所想要的便是要尽快镇住这些世家。而随着余党两家的家主当场身死，余下的其他家族这才反应过来，慌忙朝虾仁行礼。吾等拜见大将军。呵呵，诸位不必多礼，我曹魏皇帝法摇禅顺，继承汉室江山，实为正统。先前之事，无非是张鲁狼子野心，意图谋反，而诸位也只是被他蒙骗在鼓中罢了。只要尔等洗心革面，以往之事，本将军自当既往不咎。多谢大将军，吾等自当诚心归降。大将军，不知属下今日的表现如何？虽说此人卖主求荣，人品不咋地，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狗腿子，杨松却是极为合格的。先生劳苦功高，我已经记下了。等到日后成功稳住汉中，定然不会亏待先生的。
大将军实在太客气了。哦，对了，眼下大将军已经拿下南郑，收复东边的上庸、西城等城池，也只是早晚的事。只是阳平关此刻被刘备占据，却是个大麻烦。大将军一日拿不下他，南郑就一日面临被刘备进攻的风险。呵呵，无妨。虽说咱们孤军深入汉中，兵力有限，火炮也无法从关中运来，但只要咱们尽快拿下周边的城池，集中兵力防守，想他刘备也不敢轻易举兵进攻南郑。老师，城固那边刚刚传回信息，杨博趁严普与张卫不备，将支援子午谷的2万汉中郡军全部都控制了起来。张鲁之弟张卫已就地斩杀，严普此刻已经在押送到南郑的途中。严普，老师，汉中严普之名，学生素有耳闻。此人虽只是张鲁的军师，但实乃有才之人，深受汉中百姓敬仰。老师若是能将他收为己用，汉中的局势便可安稳无忧。历史上的严普不仅忠肝义胆，也是心向曹魏。下人深知，想要彻底消除五斗米教在汉中百姓心中的影响力，他离不开严普的辅佐。后世的白莲教、明教、太平天国等远的不说，就以最近的黄巾起义为例，就是张角利用太平道煽动民众造反，所以为了曹魏的安定，这个张鲁与五斗米教必须被消灭。大汉13州已有11州被曹魏所占据，有道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今曹魏实力雄厚，已呈现出鲸吞天下、扫清六合、一统天下之势。严军师眼下张鲁气数已尽，汉中已完全落入大魏的掌控之中。若是我让严军师担任汉中太守，替大魏治理汉中郡，不知道严军师是否愿意？这大将军怎会如此放心在下？呵呵，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先生满腹才华，自然能够看得清局势。况且嘛，即便先生背我而去，本将军浪费些时日，照样能够重新夺回汉中，进而一统天下。这个虾仁果然如同传闻中那般鬼才，仿佛天下大事皆在他的掌控之中，怪不得连孙权、刘备等英雄之辈都不是他的对手。曹魏有他一人，天下可定矣。属下拜见大将军。邢将军速速禀报大将军，陛下不行了，召大将军速速回朝。禀大将军，周臧快马来报，说是陛下不行了，召大将军速速回朝。吾这才投靠曹魏多久，曹魏的皇帝怎么就不行了呢？这个节骨眼上，虾仁若是离开，万一让刘备与张鲁拿下南郑，吴阳氏一族岂有活路？老师，咱们要回洛阳吗？此话一出，姜维与邓艾皆是面色大变，他们都没想到曹昂竟会在这个节骨眼上病危。但虾仁心中清楚，毕竟曹昂中毒已久，张仲景也只是凭借着药石之力，才强行续命至今日。纵观历代，皇帝病危之事，可谓是关乎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更别说才经历过政变没多久的曹魏。若是这个节骨眼上为师没有回到洛阳，只怕会有不少心怀鬼胎之人在暗中蠢蠢欲动。不论是作为臣子探望，亦或是稳定朝局，为师都应该回洛阳一趟。可是老师，汉中好不容易才打下来，眼下局势尚未完全稳定，张鲁还未被剿灭，刘备又在阳平关虎视眈眈，一旦老师离开，只怕汉中就又要得而复失啊。是啊，大将军，那张鲁经营汉中20-30年，深得民心，你若是走了，他定然会立即打回来，届时只要他振臂一呼，汉中的士卒与百姓倒戈相向，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如此重大之事，身为朝廷大将军，我自当不能缺席，因此我打算这几日便动身返回洛阳。不过诸位暂且放心，要不了2日，征西大将军张文远便会带着精兵良将赶来，有他镇守汉中，定当是万无一失。梦回三国第182集。张辽的威名，众人自然有所耳闻，有他镇守汉中，自然稳妥。临行前再三嘱托后，虾仁便带着姜维与邓艾等人匆匆离开了南郑。而另一边，因为张鲁的长子张富死在了邓艾的手中，他自然不会选择归降虾仁，所以在逃出南郑城后，张鲁便直奔阳平关，前去投奔刘备。孝侄，依你看，眼下虾仁正在攻打汉中，张鲁怎么会前来投靠？难不成曹魏的兵马已经拿下了汉中？张鲁此时来投，想必是如此了。不过主公不必多虑，无论张鲁是否诚心投靠都不重要，以张鲁在汉中的威望，将来主公进攻汉中时，他可是大有用途。孝侄言之有理，呵呵，张太守且放心，你既诚意相投，备自然不会拒绝。只是没想到张太守盘踞汉中这么多年，汉中可谓是固若金汤，先前刘璋曾多次派人攻打，都未能拿下，却没料到虾仁只是用了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南郑。
哼，奶奶的！大哥，虾贼那厮仅有1000余人，就算拿下了南郑又如何？只要给俺1队兵马，俺张飞这就杀过去，把南郑夺回来。翼德将军切勿冲动，主公，虾贼取了汉中后，定会迅速收复周边城池，集结兵力以抵御主公。若是吾等贸然发兵进攻，战败事小，一旦阳平关失守，那虾贼便可长驱直入，兵锋直指益州。不错，孝直言之有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知报。禀主公，曹魏魏帝曹昂已多日威临朝堂，据探子传回的消息，曹昂应该是病危，怕是命不久矣。苍天有眼啊！曹操这个乱臣贼子，祸乱朝纲，篡夺汉室，这不报应来了，真是大快人心啊！主公，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虾人推翻曹丕，这才没多久，曹昂便病危。他身为大将军，又是太子的生父，定会返回洛阳。曹昂病危，曹华便要继位，为避免有人心怀鬼胎，虾人定会回去辅助曹华登基为帝。孝直的意思是吾等可趁机攻取汉中。主公英明，曹魏之中最让吾等忌惮的无非就是虾人，只要他离开南郑，主公便可发兵直取汉中。凭借主公的威望以及张时军的帮忙，汉中岂不是唾手可得？法正说完，刘备当即便觉得一股热血直冲天灵盖。毕竟取了汉中，北可进攻长安，向东可讨伐荆州，昔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便可以实现。可当他冷静下来后一想，又开始觉得有些不妥。孝直，此番曹魏攻打汉中，本就有10几万大军驻扎在长安城，那虾贼狡诈，离开南郑前，定会从长安调兵前来镇守。而平阳关眼下仅有5万兵马，想从曹魏手中拿下汉中，怕是没那么容易啊！呵呵，主公不必多虑，属下早已思量过。秦岭山路崎岖难行，再加上最近汉中雨水连绵，就算直接放开道路，魏兵想进入汉中，起码也需要1月的时间。因此属下断定，如今在汉中的曹魏大军绝不会超过2万。孝直先生说的不错，并且汉中的降军刘皇叔也不必多虑，只要刘皇叔的大军攻破南郑，届时在下振臂一呼，不论是族还是百姓，定会积极响应。主公不要再犹豫了，只要主公拿下汉中，便可凭借着秦岭天险阻绝曹魏，再创当年高祖皇帝之壮举。大哥，你还在犹豫什么？如此天赐良机，万不可错过啊！好，既然如此，就依你们所说，3弟即刻下令出兵攻打汉中。得令。兵贵神速，为了不耽搁时间，刘备当天便召集兵马从阳平关杀了出去。前往南郑的一路上，几座小城没来得及防备，轻而易举的便被刘备大军攻占。这都是师君的意思，还望小姐莫要推辞。好，我定然将此事办妥。你回去告诉我父亲，一切按计划行事。是，小姐保重。是谁？叔父，是我。大小姐，你怎么来了？叔父，侄女今日前来有要事相求，还请进屋一谈。杨叔父，实不相瞒，家父逃出城后，已与刘皇叔联手，正准备重新夺回汉中。侄女今日前来，便是想请2位叔父相助。这说起来，吾等2人皆为降将，也正是因为杨松投靠了曹魏，大将军看在杨氏的份上，才予以赦免。不知大小姐想让吾2人做甚啊？2位叔父，今夜我父亲与刘备的兵马便可抵达南郑，届时只需2位叔父将城门打开，迎大军入城便可。此事非同小可，若是让曹军察觉，吾兄弟2人定无活路啊！叔父，侄女，你这是作甚？快请起！家父往日对2位有礼有加，极为看重。如今家父有难，急于夺回汉中，还请2位叔父不要拒绝。也罢，既是大小姐为师君开口，莫僵硬了便是。齐英多谢叔父。与此同时，刘备的大军此刻正在南郑西北方向的包中城中休整，只等张齐英那边传回消息，他们便立即进军南郑。张太守、杨任与杨2人是否可信？若是这2人临阵倒戈，咱们可就麻烦了。这应当是没问题。他2人虽为杨松同族之人，可毕竟是武将出身，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刘皇叔宽心便是。呵呵，那好，有2位杨将军在城中做策应，咱们拿下南郑便是易如反掌。兵贵神速，咱们可莫要耽搁了。诸位听令，即刻做准备，1炷香后咱们便启程。是。夜幕暗淡，随着刘备一声令下，5万益州军人衔枚、马簸蹄，迅速向南郑摸去。按照约定，刘备会在子时抵达城下，届时杨昂会命部下大开城门，迎大军入城。来人可是父亲与刘皇叔？齐英正是为父，速打开城门，迎吾等入城。 2位叔父还请速打开城门，迎父亲入城。大小姐放心，眼下城防皆在我2人之手，定能拿下城内的曹魏兵马。
来人，打开城门。是。三弟令大军入城。得令。且慢，维文陀起见，主公不妨坐镇城外，等翼德将军拿下南郑后，主公再入城也不迟。孝直是担心城中有诈。主公，城中局势不明，为防止变故，咱们还是小心为上。孝直先生说的有理，大哥，你就在城外待着便是。俺先进城，若是他俩有鬼，俺张飞定捅他10000个透明窟窿。将士们，随俺进城。出！张鲁，你自诩为修道成仙之人，却上不知天数，下不明大事，汝既战败，理当归降，何故去投刘备这等叛贼，行逆天之事？虾仁，你竟然没走！反贼，安敢侵我境界！糟糕，有伏兵！翼德将军，咱们中计了！哼，奶奶的！早就知道他们2个是杂碎，张太守不用和他们废话，直接动手便是。随着张飞一声令下，益州军迅速朝敌军冲杀过去。张飞深知两侧埋伏了大量的连弩手，只有与敌军战至一团，才会让弓弩手投鼠忌器，不敢胡乱放箭。哼，这个环眼贼煞是厉害，我2人怕不是对手，走，撤退。出！哼，匹夫休走！出！早在进攻南郑之前，刘备就吩咐过张飞，若是洋人与杨昂别有用心，务必就地斩杀。因此张飞便如同疯魔一般，凭借着个人勇武，朝着2杨展开了疯狂追杀。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柄利剑破空而来，险些刺中张飞面门。还眼贼，休得放肆！你是那个小结巴虾仁纳斯的学生？你们俩不是和虾仁一块回洛阳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此处？张飞，你看我是谁？虾仁，你这厮竟然没走！当邢道荣推着虾仁缓缓走来时，众人这才意识到，今夜一战只是虾仁设下的圈套。所谓人的名，树的影，此时的张飞与张鲁等人已然没了继续战斗的意志。为今之计，咱们要赶紧退出去，将此事告诉我大哥。好，一切皆听翼德将军吩咐，传令，速撤军。孝直先生，翼德他们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主公且宽心，曹魏最令人惧怕的不是100万大军，而是拥有鬼神之谋的虾仁。眼下有张鲁的人在城中为内应，虾仁又不在汉中，凭借着张飞与张任的勇猛，拿下区区南郑，断无任何意外。希望如此吧。这城门为何突然关闭了？不好，难不成城中出现了什么变故？城门突然紧闭，刘备与法正当即便产生不祥的预感，可城内的情况他们并不清楚，因此也不敢轻举妄动。而另一边，姜维与邓艾2人一路沿途追击着益州军，虽说他们一直以来跟随赵云与典韦等人学习武艺，但面对着拼死一战的张飞，还是差了点火候，不慎让张飞逃出城去。张鲁，你自诩为修道成仙之人，却上不知天数，下不明大事。如今我大魏攻取汉中，便是为一统天下。汝既战败，便是天道所致，理当归降我大魏，何故去投刘备这等叛贼，行逆天之事？哼！虾仁狗贼，你夺无城池，虏无家眷，甚至吾儿张父也是命丧于你手。你我2人自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你却还想让吾投降，莫不是做梦想屁吃呢？不愧是张师君有志气。旁边一位呢，阁下便是蜀地大将张任吧？听说你与我三弟赵云还有宣威侯张绣同为师兄弟，既然如此，为何不放下兵器？大将军说的不错，只不过先主战败后，我已经效忠于刘皇叔，眼下又怎能再次被主？呵呵，可如今尔等都已是笼中之鸟，继续厮杀下去，不过是徒增伤亡罢了。张任，看在子龙的份上，我不忍杀你，还望你想清楚。多谢大将军好意，不过在下确实有一个建议，不知大将军可愿意一听？大将军可指派1人与在下搏斗厮杀，若是在下赢了，还请大将军放吾等离去；若是在下输了，在下当即便率军投降，不知大将军以为如何？既然阁下提出这样的要求，本侠自然不会拒绝。子龙，出来会会你的师兄吧。
师兄别来无恙。你是子龙，师弟，你为何在此地？东汉末年，作为武学宗师的童渊被誉为天下第一枪，张绣、张仁、赵云三人皆是拜在他门下学习枪法。凭借着从童渊那里习得的本事，张绣占据宛城，获得北地枪王的称号；张仁则是威震蜀地，被人称为西川枪王。然而作为年纪最小的师弟，赵云却显得更为耀眼。虎牢关力战吕布，白马之战阵斩颜良，朝廷亲封为卫将军，官职仅次于太傅、太保与三公，更别说他还是虾仁的结拜兄弟。如今我大哥奉天子之命，特来讨伐乱党反贼，师弟实在不想与师兄刀兵相见，还望师兄能够迷途知返。师弟，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咱们还是手头上见真章吧。你若胜，吾自当归降；但若无胜，还请你与大将军说一声，放吾等离开便是。也罢，既然师兄执意如此，那便恕师弟无礼了。师兄，请。即便隔着数百步的距离，没有任何举动，但墨江还是能够感受到他二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战意。不知墨江何时才能达到此等境界？师弟，都是一个师傅教的，你我怕是都破不了招啊。既然如此，那咱们就用点师傅教授以外的东西。七探蛇盘。师兄，你败了。将士们放下兵器。随着张仁的落败，余下的益州军士卒面面相觑，迟疑片刻，也都放弃了抵抗。而虾仁也并没有为难张任，将他们的兵甲全部收缴后，随后带离此地。大哥，虾仁纳斯他没走。你说什么？大哥，咱们怎么办？张武与张任可都被困在城中，咱们要去救他们吗？当然要救，他二人是为我而身陷重围，我又岂能坐视不管？主公万万不可！主公，既然虾仁没走，提前在城中设下了圈套，便是为了埋伏我等。咱们一旦再次进城，断无再逃出来的可能。那又如何？我刘备向来以仁义为本，今日我若弃他们而去，将来天下人会如何看待我？你们若是不去，我自己去。主公三思啊！望主公以大局为重，万万不可身犯险境啊！简雍，你真是反了，速速让开，否则休怪无军法处置。走，撤军！随着刘备的败退，破晓之时，南郑城中的厮杀便彻底平息下来，5万益州军也只逃走了一半，而张鲁、张齐英、张仁等人也是悉数被俘虏。杨昂将军，城外刘备大军的情况如何？回禀大将军，张飞夺了城门，率领着残兵败将逃出去，与刘备会合至一处后，他们便朝包中的方向退去。老师，益州军兵兵败南郑，眼下最为明智的，应该是退回阳平关死守，而这个刘备却是退往包中，难不成还抱有攻占汉中的念头？呵呵，你说的不错，看来这大耳贼还是不死心。也罢，等解决大耳贼以后，再回洛阳也不迟。大将军。禀大将军，叛军张鲁及蜀地大将张任带到。哼，杨任、杨昂，你们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吾对你们信赖有加，你们却不思回报，反而屈身投靠虾贼。呵呵，张天师此言就不对了。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汉天下13州，如今已有11州归我大魏掌控之中，天下一统已是大势所趋。杨任与杨昂2位将军也只不过是顺应天命罢了。反而是张天师，你既已逃出汉中，为何还要如此想不开，联手刘备返回来送死呢？哈哈哈哈哈！虾贼，休要惺惺作态！你家主子病危，你竟然还不回去准备他的后事，当真是不忠不义之人。谁告诉你我大魏陛下病危的？老师，你看，阳平关此地两面环山，互为犄角之势。若是强攻，敌军便会相互策应。我军即便能攻下阳平关，也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伯爷所言不错，并且想要攻下阳平关，只有正面这一条道路，并且狭窄难行。即便咱们想要强攻，大军也根本施展不开。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刘备会主动来攻？师傅有何妙计？先别猜了，事不宜迟，你2人即刻派人前回长安，命文远将军以最快的速度率军赶来。哦，对了，子龙有赤兔马，让他先行，3日内务必抵达南郑。如今诸葛亮坐镇成都，刘备身边嘛，仅有法正1人而已。
此人果决狠辣，他若是知道本将军不在汉中，定然会劝谏刘备率军进攻南郑，所以本将军才假意放出消息，说是陛下病危，急召本将军回朝。你竟如此狡诈，瞎贼，你不得好死！呵呵，这个就不劳张天师操心了。周仓把张鲁带下去砍了。且慢，小女张齐英见过大将军，还请大将军饶我父亲一命。他叫张齐英。大将军，她是张鲁的女儿，属下刚才禀报的时候忘记了。曹魏大军压境，本辖给过张鲁投诚的机会，张鲁不珍惜便罢，在逃走之后，竟还联合刘备一同反攻汉中。如此行为，即便不株连三族，也要人头落地。张齐英，你说说，本辖为何要饶恕你父亲？大将军，只要大将军肯饶恕家父，小女愿自荐枕席。张小姐，请自重。你既然知道我是曹魏大将军，又岂能不明白？我自然不会缺少天下绝色。不对啊，传闻中虾仁不是号称四中厉鬼吗？但凡是美人，都逃脱不了他魔爪的吗？大将军，小女与其他女子不一样。如今大将军初得汉中郡，小女又是五斗米教的圣女，大将军若是纳小女为妾室，不是可以更好的治理汉中吗？难道小女就如此不堪，无法入大将军之眼吗？虽说虾仁为人正直，不想趁人之危，但不可否认，张齐英说的很有道理。毕竟张鲁经营汉中20-30年，想要彻底平定汉中，绝非易事。大将军，他说的不无道理。张父之死，让张鲁一直耿耿于怀，拒绝投降，着实是有些棘手。但若是大将军纳了张齐英，想必就能改变张鲁的态度。张小姐倒真是好算计，起来说话吧。多谢大将军。呵呵，先别急着谢。本辖已年过4旬，此番虽答应放过你父亲，但纳妾之事就免了吧。不过本辖有意将你许配给我麾下大将，不知张小姐意下如何？小女一切听凭大将军决断。很好，周仓。末将在。你把张小姐带到长安，交由孟起将军，告诉他，就说是本将军给他保的媒。大将军，末将追随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周仓，此女看似气质出尘，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仙气，但五斗米教的圣女可不是一般人能制住的。本将军这可是为了你的秤砣着想。与此同时，败逃的益州军也是陆续回到包中城。县衙之中，张飞、法正等众人齐聚，刘备也是一副哀愁的神色。孝直，如今汉中的形势，咱们继续与魏军对峙下去，还有意义吗？为何没有意义？主公，别看曹魏国力强盛，但在汉中这个地方，他们可并不占优势，甚至说咱们尚且占据了一些上风。孝直此言何意？主公久经沙场，熟悉天下地利，请主公示晓，想要从汉中前往关中，只有5条路可走，分别为岐山道、陈仓道、包斜道、淌洛道，还有子午道。而阳平关和包中城都在咱们手中，连接着汉中与关中的5条道路，曹魏能走的唯有淌洛道和子午谷2条道路。但这2条路皆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行，魏军想要运送粮草进来，谈何容易？主公，只要咱们与魏军长久对峙下去，并派人去骚扰他们的粮道，用不了多久，曹魏定会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退兵。水镜先生曾说卧龙凤雏，得一而可安天下，但世人不知道的是，原话后面还有一句，那便是子出孝直若亡一人，则汉室难兴。就连曹操也不得不说，孝直不死，三国难存，可见对法正的评价之高。历史上也正是在他的辅佐下，刘备于定军山镇斩下侯渊，最终逼迫曹操退兵。听孝直一言，备如醍醐灌顶，孝直之才能绝不在孔明之下。可话虽如此，曹魏的粮草不济，咱们的后勤辎重也会面对相同的问题啊。主公此言差矣。前几日孔明先生送来书信，他在信中所言，说是研发出了一种名为木牛流马的运输工具，此物在山路上如履平地，用来运送粮草最为合适不过。这也是为何属下会说咱们在汉中能够占据上风的缘故。竟有此事。在法正的一番劝说下，刘备最终打消疑虑，当即便派人回成都，让诸葛亮多多提供粮草辎重，以应对曹魏接下来的进攻。而另一边，虾仁得知刘备退守包中，还在打着汉中的主意，他也并没有选择去进攻，而是率领着一支5000余人的兵马，正在渡过汉水。大哥，咱们这到底要去哪里？刘备那老小子此番战败，竟然不退回蜀地，还想着拿下汉中，就那么点家底还不自知。既然他不想走，那就别走了。既是攻打刘备，那咱们为何渡过汉水？这也不是前往包中的方向啊！
老师，你就休要再卖关子了，快快告诉我们吧。呵呵，实不相瞒，我是打算带你们去捅刘备的腚眼子。子龙，我且问你，若是咱们切断蜀地与刘备的联系，断绝他的粮道，他当如何？若真如大哥所说，那益州军必败无疑，咱们甚至还有可能将刘备等人一网打尽。可是大哥，刘备军的粮草大多是从成都运送到阳平关，再从阳平关转运到包中，而如今阳平关在刘备的掌控之下，想要攻击他的粮道几乎是不可能的。咱们如何才能断绝刘备的后路呢？换做别人，此事定然是做不成，但若是我，那可就易如反掌了。你们可知那座山叫什么名字？这学生不知，似乎是叫定军山。不错，那座山正是叫做定军山。在定军山之中，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山路，可绕行到阳平关的背面。老师，若是真有这么一条山路，想要切断刘备的后路，岂不是易如反掌？奇怪，张鲁经营汉中这么多年，若真有此路，他怎会不知？况且连杨松、杨昂这些汉中本地的降将也没提及过有这么一条山路啊。好了，你们且放下心来，等到了定军山，自然便可见分晓。面对几人的疑惑，虾仁倒是颇有信心，因为历史上刘备攻打汉中，就是由于久攻不下阳平关，所以才找到了这么一条山路。刘备也是在定军山抓住机会，由黄忠阵斩夏侯渊，为攻占汉中奠定了基础。刘备，这次我就给你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从定军山赶赴阳平关的后方，断绝你的粮道。高将军，山路难行，将士们连续赶路已有半日，不如咱们原地休整一番。不可，眼下主公就在汉中，与曹魏僵持，若是早一日将粮草送到，也就能早一日减轻主公的压力。况且此处密林昏暗，吾总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咱们还是加紧赶路要紧。呵呵，高将军多虑了，除非曹军人生有双翼，否则他们如何绕后伏击？有埋伏，结阵，准备迎敌。突如其来的伏击让高翔一时之间懵逼了，他没想到竟被陈氏的乌鸦嘴说中了。曹军真的突然出现在此处。不过作为历史上的蜀汉大将军，高翔在统兵方面还是颇具才能。不过片刻，益州军的士卒便很快集结起了军阵，抵挡魏军。来者何人？反贼，可识得你天水江伯约爷爷？天水江伯约，你莫非是虾仁的徒弟姜维？不错，正是某，季之某的名号，何不快快束手就擒？毛都没长齐，竟想让本将投降？哼！既是虾仁的高徒，那就让本将军看看你有何能耐。高翔深知魏荆之计只有拼死一搏，方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于是便朝陈氏使了个眼色，二人联手一同夹击起姜维。然而他二人的武力最多只能算作二人，姜维以一敌二，交战数十招，竟丝毫不落下风。没想到你们还有点东西，但是嘛，不多。高将军小心！陈将军，高将军速速离开，无必要将此事告诉主公。反贼，可识得你天水江伯约爷爷？高将军小心！将军速速离去，勿要回头，并要将此事告诉主公。自寻死路。走，撤退。梦回三国第185集。姜维阵斩陈氏，高翔也是兵败而逃，1000运粮兵死的死，降的降。至此，刘备的益州军彻底战败。老师，经过一番清点，学生夺回来的这批粮草可够刘备大军3月之用。干得不错，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刘备有5万大军，这3个月的粮草一丢，即便诸葛亮再有本事，也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从成都再运送足够的粮草过来。姜维把这些粮草能带走的全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地焚烧。学生领命。那老师，这些民夫怎么处置？放了吧，那刘备不是号称仁义吗？咱们就把这5000民夫送给他，到时候粮草不济，看他如何应对。子龙，你即刻带上一队人马，将5000民夫赶往阳平关。得令。与此同时，刀中县衙之中，刘备对于运粮队在金牛道遇伏一事还并不知情，此刻正与法正、简雍、张飞等人讨论着汉中的局势。强敌在侧，属下也不敢怠慢，每日派出10几支斥候小队打探着南郑的情况。
可说来也奇怪，最近这几日，曹魏怎地如此平静？虾人似乎并没有进攻包中的打算。孝直所言极是，对于曹魏而言，眼下最为明智的做法，便是速战速决，早日拿下包中与阳平关，将吾等赶出汉中才是。然而虾人却按兵不动，着实有些让人费解。莫非是曹魏后方出了问题？不如这样，依属下之见，主公明日可派宪和先生去一趟南郑，表面是为和谈，实则观察一下城中的形势，看看虾人打的什么主意，咱们再做定夺。如此也好，那就依孝直所言。主公，孙乾，你怎么来了？我大哥不是让你留在阳平关的吗？莫非你把阳平关弄丢了？翼德将军，阳平关倒是好好的，但是曹军绕到了咱们的后方，与金牛道设伏，断了咱们的粮草。陈氏将军为了掩护高翔将军突围，不幸战死。什么？怎会如此？孙乾，你速说清楚！阳平关有吴义将军镇守，虾人纳斯他是如何绕到后方偷袭运粮车队的？这属下也不知啊。主公，依属下之见，既然阳平关无碍，虾人又凭空出现在金牛道，定是他在大巴山中找到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山路，方才绕行至阳平关的后方。不过眼下再说这些也无用，主公当务之急应该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孝直先生可有什么良策？主公，如今包中与阳平关的粮草加在一起，最多也只够大军1月所用。即便传信回成都，让孔明先生重新筹措粮食，时间上也是来不及了。只怕这还不是最麻烦的事。好，休要打马虎眼，什么麻烦？孝直明说便是。主公且看于图。粮草不济，咱们大可撤军回蜀地。可主公想过没有？陈氏将军宁愿战死，也要掩护高翔将军突围，其目的便是想将魏军的消息传出来。你的意思是，虾人既然能伏击运粮队，就意味着咱们的退路已断。若是此刻吴率大军撤回蜀地，虾人很有可能会再度伏击。正是。主公，金牛道无比狭窄，我大军根本无法展开。只要虾人愿意，任何地方他都可以伏击我军。眼下咱们已经被困在了阳平关，魏军甚至用不着动手。1个月后，我益州军便会不攻自破啊！哼，万没想到虾人这厮竟如此狡诈。孝直先生才智过人，不知可有脱困良策？这天无绝人之路，办法嘛，属下确有一计。主公且看，虽说虾人在金牛道设伏，断了我军的退路，但其实咱们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从岐山突围。岐山虽属凉州马腾管辖，但凉州的兵马远不如虾人的兵马精锐。主公可率军从阳平关向西北而去，届时咱们只需打马腾个出其不意，夺下西线后，便可进入岐山，直抵阴平，从而撤回益州。孝直言之有理。与虾人相比较，对上马腾所部，咱们的胜算更大。也罢，就按照你说的办，此事交由你全权负责。多谢主公信任，不过属下另有一事，还望主公答应，还望主公应允，将那些商族与民妇留下。主公，虾人此人虽然狡猾多端，但却并非是心狠手辣之辈。即便这些人落入虾人之手，想必虾人也不会为难于他们。大哥，孝直先生说的对，紧要时刻，万不可犹豫不决啊！法正的用意，刘备自然明白。想要快速突围，就必须将商族与民夫留下。思虑再三后，刘备无奈，最终同意了法正的提议。与此同时，刘备从包中撤退的这一举动，自然也是被南郑的探子所察觉。得知消息后，张辽当即便召集众人议事。依老夫看，定是刘备军中粮草不济，准备回阳平关集结兵马，撤回蜀地。如此说来，咱们不妨直接追击上去，擒获那刘备小儿，献给大将军。哎，文远将军，你愣着作甚？兴霸将军稍待。眼下刘备就好似瓮中之鳖，将他拿下嘛，只不过是早晚的事。可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大意，毕竟大将军孤身深入敌军后方。若是刘备打算从金牛道撤退，以大将军的5000兵马，只怕难以阻拦，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汉升将军所言极是，这也正是吾所担心的地方。不如这样，孟起将军，你率领5000精兵，即刻前往定军山支援大将军，免得让刘备逃了。末将领命。文远将军，那我呢？每逢战事，我可都是先登。呵呵，兴霸勿要急躁，大将军身负敌军后方，由孟起率西凉铁骑快速支援，最为合适不过。而包中城距南郑较近，兴霸你可与汉升将军直接率军前去，而后朝西部部推进，压缩他的活动范围，将他们全部赶至阳平关。末将领命。随着张辽一声令下，南郑城中的兵马即刻拔营而出。甘宁与黄忠率军压制包中后，便一路驱赶着刘备后军，朝着阳平关进发。
与此同时，马超也是率5000西凉铁骑，日夜兼程的赶路，最终在抵达定军山后，成功与虾仁兵合一处。你是说刘备正在收拢兵马，准备撤回阳平关？不错，正是如此。文远将军担心刘备会从金牛道撤军，因此特地命末将带5000兵马前来支援大将军。没想到这个刘备学聪明了，竟如此果断，直接选择弃守汉中的城池。不错，若真是如此，文远将军考虑的倒也周到。那刘备的确有很大可能是打算从金牛道突围。子龙、孟起，你二人即刻率军前往金牛道，沿着山林进行分段阻击，把阳平关给我盯紧了，绝不能让刘备大军返回益州。得令。大哥，好像有些不对劲。都过去了这么久，刘备这厮怎么还不来？难不成他们是假意撤军，又反攻回去了？不可能，除非是失了智。刘备不可能不知道从金牛道突围尚有1成希望，而若是反攻南郑，以张辽的领军才能，手握数万兵马，他断然没有活路。老师所言极是，学生也有些疑惑。那刘备既然准备撤军，又为何迟迟不动？除非……不好，刘备这厮已经逃了。刘备兵出阳平关，向西而逃就是金牛道，东进又是返回包中，南面都是巍峨群山，他能逃的地方。大将军的意思是刘备向北而逃？这个刘备摆出一副要从金牛道突围的架势，实则是向西北朝岐山的方向去了。不可能吧？岐山道不仅路途遥远，况且也有我父亲重兵守卫，大将军是不是猜错了？猜没猜错没关系，咱们去阳平关看看便知。事不宜迟，虾仁料到刘备要北逃，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便命姜维点骑兵马朝阳平关而去。可当他们抵达阳平关下，虾仁心中却泛起了嘀咕：那刘备没走，看来大将军是多虑了。城头旌旗飘扬，士卒伫立其上，看这架势，刘备早就在等着我们了。难不成我真的猜错了？来人，准备攻城！大哥，阳平关驻守数万大军，咱们就1万兵马，这如何使得？是啊，大将军不妨传信给兴霸，让他兵出包中，共同夹击阳平关。大可不必，我自有分寸，你们一令行事便是。见虾仁态度坚决，众人也不再迟疑，稍作准备，便开始了攻城。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只见魏军刚刚抵达阳平关城下，城头便摇起白旗，城门缓缓打开，成群结队的士卒卸下甲胄，高举着双手走了出来。我是他的，又让刘备这老小子跑了。没想到本将军还是小瞧了法正，竟让刘备等人钻了空子。他将这些伤员与民夫留在阳平关，摆出一副据城死守的架势，实则是暗中收拢兵马，向西北的岐山而逃。老师无需懊恼，刘备虽逃，但凉州有马刺史坐镇，他未必就能逃出去。伯约说的极是，老师，咱们不妨立刻追击。大将军，扬州本就是家父治所，不妨由末将领兵前去追击刘备也好。孟起将军，你速领5000铁骑，即刻赶往岐山方向。不过切记，万事要小心，免得中了刘备的伏击。得令。马超担心马腾敌不过刘备，在领了军令之后，当即便点起5000西凉铁骑，沿着岐山道追击而去。而虾仁与赵云等人则是留守阳平关，等待张辽的大军前来会合。果不其然，不过数日，凉州便传来战报，刘备率军奇袭了西线，率军驻扎在那里的马腾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为了不丢失城池，马腾也是奋力死战，奈何兵败如山倒，最终马腾被张飞所杀，西线也是落入刘备之手。待末将率军赶到之时，西线已成一片废墟。经过一番探查，末将发现刘备夺取了城中的粮草，朝阴平方向进军。马超一心为父报仇，当即便率领5000铁骑追击刘备，不料刘备狡诈，于岐山道布重兵设伏，马超不敌，5000铁骑死伤殆尽，仅有数十人逃回西线。刘备呢？禀大将军，根据咱们的探子传回消息，刘备在击退马超后，当即便率军退回到阴平，而阴平乃益州之地，探子无法深入，所以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并不知晓。没想到本将军布下天罗地网，还是让刘备那老小子逃出了汉中，此番没能将他拿下，下一次不知道又要等到猴年马月了。行了，文远将军吩咐将士们即刻拔营，咱们返回南郑，与庞统会合。末将领命。刘备逃回了益州，也就意味着汉中之战彻底结束。即便魏军拥有火炮等威力巨大的攻城器械，但面对丘陵众多、山路崎岖难行的蜀地，虾仁还得部署完善的计划。而另一边，曹昂得知汉中之战的结果后，也是派人传信到南郑，命虾仁即刻返回洛阳，但信中却并没有明示缘由，只是说有要事与虾仁相商。也罢，既然陛下有命，那本将军便先返回洛阳，进攻蜀地一事就先放一放。哎，虾兄，咱们若是回洛阳，刘备那老小子怎么办？我可是早就想逮住他了。
呵呵，兴霸将军勿要急躁，蜀地难行，咱们若是贸然出击，怕是只会徒增不必要的伤亡。况且想要一举攻下成都，也不是朝夕之事啊。文远说的不错，正因如此，我才急需回洛阳一趟。诸位放心，我已经想到办法进攻蜀地，你们只要记住，在我回洛阳的这段时间，万不可主动交战，只需要镇守汉中，防止刘备反扑即可。末将领命。虾仁深知阳平关作为蜀地与汉中的交接之地，其战略意义不必言喻，所以为了应付诸葛亮，虾仁特意留下张辽驻守南郑，自己则是带上余下众人返回洛阳。恭迎大将军凯旋回朝。多谢诸位同僚与我相识多年，这寒冬腊月不必如此多礼。呵呵，自宛城相识就恍如昨日，可大将军如今依然风采依旧，吾等老臣却已是迟暮之年。此事若再不多见几面，日后怕是没机会了。思聪啊，袁让和妙才两位将军已于几月之前相继病逝，吾只怕也是时日无多了。子廉将军说笑了，如今大魏还未一统天下，在下在外征战之时，还需要子廉将军统筹后方呢。呵呵，老夫年岁已高，只怕是有心无力了。这些都是我曹氏与夏侯氏的后生，日后便让他们追随大将军，继续为大魏效力。属下拜见大将军。就在虾仁出兵征讨张鲁后没多久，夏侯惇、夏侯渊、郭嘉、荀彧等老一代的谋臣武将便相继病逝。此情此景，虾仁心中不由得有些复杂。故人陆续凋零，好似风中落叶。走吧，进城。叔父，快住手！叔父，典韦将军，华儿如今可是太子，日后切不可如此胡闹。哦，知道了。陛下此番急召臣回来，不知是有何要事？也没什么大事，老师勿要多虑。朕只是想着，如今我大魏四方稳固，朝中也无要事，所以朕便有意传位于华儿，不知老师意下如何？陛下怎么突然会有此意？华儿尚且年轻，蜀地刘备也还未剿灭，此时让华儿继位，怕是早了些。老师心中清楚，朝中老臣相继离去，朕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只怕时日已是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朕便想着将皇位传于华儿，因为这天下一统的最后一仗，朕想与老师携手，亲自去见证。虾仁清楚，曹昂此举不过是在交代临终遗言。之所以让虾仁回来，便是想以虾仁的权势来震慑群臣，还有卞太后，以此来保证曹华顺利登基。于是答应了曹昂之后，当夜虾仁便召集了一众心腹谋臣，告知他们此事，让他们在第二日的朝会上做好准备。陛下，太子贤德，作为我大魏储君，按照礼制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贾太尉所言极是，太子虽不是陛下所生，但同属曹氏血脉，臣以为继承皇位并无不妥。如今尔等却拿理之说事，以我看，尔等莫不是心有叛逆之心。臣不敢，臣无异议。臣附议。臣附议。太后的意思呢？既然诸位大臣都赞成，哀家又岂会反对？那不知大将军意下如何？回禀太后，臣并无异议。那好，既然如此，此事便就这么定下了。自即日起，太子曹华便是朕大魏之新君，择日行登基仪式。臣遵旨，臣等拜见陛下。在众人一致同意下，曹华被拥立为新君。除此之外，曹华还下令大赦天下，对庞统、徐庶、贾诩等人也是多有封赏。夫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大将军自随先帝起兵，南征北战，与大魏之社稷居功至伟。今朕意封大将军虾仁为朕大魏一品大司马，封齐王。吾等拜见齐王。诸位，你们都是曹氏宗亲将军，可最近这段时间，孤将你们闲置在家，你们不会怨恨孤吧？大将军言重了，此乃朝廷政令，吾等既为大魏朝臣，自当遵守政令，又怎会因此去怨恨大将军？很好。汝等虽然先前为废帝亲信，但孤念在诸位皆是我大魏栋梁之才，因此孤有意请奏陛下，让汝等继续为大魏出力。汝等意下如何？怎么，你们不愿意吗？承蒙齐王殿下厚爱，吾等自当粉身碎骨以报大魏。那就好，你们先回去做准备吧。过些时日，孤便打算去征讨益州，届时少不了你们随行。末将领命。
老一辈的将军相继离世，眼下刘备割据益州，也正是朝廷用人之际。这些人只要培养一段时间，也是曹魏的栋梁之才，日后也好留给陛下所用。大将军，我不，齐王殿下所言极是。文和现在胆子如此之大，都敢拿孤寻开心了。说说吧，孤不在的这段时间，朝中可发生过什么大事？齐王离都的这段时间，四海升腾，百姓安居乐业，倒是没什么大事发生。不过胶州的士燮倒是派人前来上表，表示愿意臣服我大魏。算是谢有点眼力劲，他主动归顺最好，否则等解决了刘备，下一个就轮到他。文和与世元，你们几个商量一下，看看该怎么把胶州纳入我大魏板块。属下领命。而另一边，诸葛亮趁着刘备与虾人争夺汉中之时，也是没闲着。他一面安抚当地士族百姓，另一面他还指挥着刘封、沙摩柯、王平等将一路朝西南方向开疆拓土，帮助刘备占据大片领土，并成功收服了蛮王孟获。得知主公在汉中大败，吾便即刻回兵。孝直，主公现在何处？孔明先生在后方领军征战，开疆拓土，当真是立下奇功啊！其实在下先一步来见孔明，其实是有要事相商。孝直有何要事？为何不能当主公面相谈？主公有意称帝，不知孔明如何看待此事？韩军爷，这也太高傲了，俺双腿已经站不起来了。放轻松，放轻松，咱俩虎背双踢，什么世面没见过啊！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挑一下。咱们走下去。梦回三国第187集。孝直有何要事？为何不能当着主公面相商？孔明啊，今日来，不少人都劝进主公称帝。依在下之见，此事或多或少有些主公的授意。哦，孝直的意思，主公是有意称帝。不错，汉中之战主公大败而归，如此情形之下，主公竟还要称帝，岂不是贻笑大方？不知孔明如何看待此事？孝直此言差矣，亮倒是极为赞成主公称帝。虽说称帝一事看似极为不妥，但请孝直细想，曹魏虽说是篡汉自立，但说到底嘛，乃是我大汉皇帝禅让，法理上站得住脚。而反观主公，却是师出无名，只有他自立为帝，方才能打着光复汉室、收复河山的旗号，去继续征讨曹魏。更何况汉中之败，曹魏气势如虹，益州虽然还在吾等的掌控之下，但军民却早已是人心惶惶。如此下去，吾等唯有败亡一途。不得不说，诸葛亮很懂刘备，因为他深知只有刘备登帝，而后大肆册封群臣，方才能安抚人心，从而抵抗曹魏。此时，法正也终于明白了刘备的用意。备才疏学浅，又非贤德之人，岂能登基为天子？此等言语，日后张别驾就莫要再多说了。主公，吾等安居蜀地，虽无比快活，但一想到被害的孝敏皇帝，属下就无比痛心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张松有一言，还望主公能采纳。孝敏皇帝被曹贼所害，汉室侍卫生灵涂炭，但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如此紧要的形势之下，恳请主公登基为帝，以顺应天意，安定民心。禀主公，张别驾所言甚是有理。皇室血脉之中，有资格有能力称帝者，唯有主公一人。还望主公以社稷为重，莫要推在此。孝直，你还请主公勿要推辞，以大汉江山为重。还请主公勿要推辞，以大汉江山为重。你们这是误啊！三辞三让之后，刘备被迫无奈，最终接受了称帝的请求。在属下们的拥护之下，1月之后，刘备于成都武丹山之南即皇帝位，定年号张武，诸葛亮为开国丞相，法正为大司马，张飞为大将军。刘备竟然称帝了！哎，虾兄，你说道尔贼这厮是怎么想的？就那屁大点的地盘，竟好意思称帝？莫非刘备那厮是临死前想过拔眼？好了，无论如何，既然刘备已经称帝，咱们就必须有所应对。孤有意出兵攻讨益州，一举平定天下，诸位可有何意见？齐王所言极是，就在前不久，士燮因畏惧我曹魏，便主动将胶州献了出来。如今仅剩下益州一地，下官以为，不管那刘备称不称帝，齐王都应该出兵攻打，早些一统天下才是。不错，魏不伐蜀，蜀必伐魏。眼下咱们回洛阳已有些时日，若是继续让刘备在蜀地潜心发展下去，将来我大魏攻取蜀地也就多了一分的麻烦。咱们可不能让刘备太过悠闲。世元，关于如何讨伐益州，你可是你出章程了。
回禀齐王，此番下官前来正是为了此事。齐王且看，臣与文惠、元志两位先生以及兴霸、子龙、孟奇等将军进行过一番商议，决定动用30万大军，兵分两路进攻刘备，争取做到一鼓作气，直接攻下益州。按照庞统的提议，从荆州、江东两地抽调水军与步军各5万，由庞统与甘宁率领，走刘备入川的路线，逆流而上，直攻巴郡；而另一边，再从凉州、司隶州等地抽调20万大军，由汉中进攻益州的北部，由虾仁亲自负责指挥。齐王，如此30万大军，咱们双管齐下，以益州刘备的实力，绝对无法抵挡。是元啊，是元，你是一点也不谦虚，张口就是30万大军，自隋先帝起兵以来，连姑都没见过如此大的阵仗。嘿嘿，齐王，那不是咱们现在富裕了吗？既是一统天下的最后一战，咱们必须得打出气势，只有以势如破竹，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刘备，如此才能震慑周边宵小之辈，让他们不敢觊觎我大魏国土。齐王，世元先生说的不无道理。蜀地难行，益州地势易守难攻，与其多次出兵攻打，倒不如避其攻于一役。好，既然如此，大家都没意见，那就按照世元的计划行动，等到来年开春，咱们便发兵。齐王英明，老爹。见过世子。虾维，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虾维，为黄月英所生。虾维原本是虾仁的次子，但在其兄长虾华被过继给了曹昂之后，他变成了虾家长子。父王，母后说你让他研发的东西已经有了雏形，特地让我来告诉你。如此甚好，快带为父过去。诸位，你们且随姑一同前去吧。大马猴，你还傻愣着做甚？众人都知道黄月英向来喜好机关之术，所以对此都是习以为常。但随着与虾仁来到工匠坊，亲眼看到黄月英搞出的新发明后，众人却是一脸懵逼。夫君且看，这就是切身研制的热气球，夫君以为如何？热气球，那是什么玩意？你问我，我他妈问谁？大帝，你就别卖关子了，这是什么宝贝？憨批，这可是个好宝贝，可以带你飞上蓝天，与太阳肩并肩。只不过因为制造材料较为简陋，每次最多只能承载3人。就这个破玩意，还能带人飞上天？打死俺也不信！喂，净瞎吹牛逼！看着面前模样古怪的热气球，典韦和许褚原本满脸不屑之色，可随着黄月英点燃了燃料，热气球的气囊逐渐变得鼓囊起来，典韦和许褚当即便傻眼了。哦，憨批，你看，它真的飘起来了。是啊，若不是下面有绳索捆绑，只怕立刻就会飞上天。卧虎，起飞喽！我操！憨批，这也太高了，俺双腿已经站不起来了。放轻松，放轻松，咱俩虎纹双劈，什么世面没见过啊！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飘一下。咱们走下去。虾兄，你说典韦和许褚2位将军他们会飞到哪里去？该不会回不来了吧？呵呵，放心吧，燃料慢慢减少，热气球就会慢慢落回地上的。至于到哪里嘛，我也不知道。在下从未想过，世上竟真有如此神物，能够带人飞上蓝天，俯瞰大地，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是的，王妃当真是冰雪聪明，如此神奇之物都能发明出来。太尉过誉了，其实此物并非妾身发明，而是齐王发明的。说到底，还是齐王提供的图纸。原来如此，呵呵，齐王真乃神人也啊！2位，孤令王妃研究此物，可不单单只是为了飞天。若是孤将此物用在军事中，2位以为如何？虽说工匠坊制出来的热气球还是比较简陋，只能依靠风向、气流来运动，但即便只是用于侦察敌军动向，在当时也可谓算是大杀器。想到此处，庞统与贾诩的两眼瞬间一亮。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天气良好的情况下，方圆10几里内敌军的部署与行军路线可谓是一览无遗。世元说的不错，不过孤还有另一种用途，请2位试想，若是孤将热气球飞向敌军营地的上空，再搭配上足够的弓弩手，亦或是装配猛火油弹，那这热气球的威力绝不在3眼冲击火炮之下。原来如此，我就说齐王为何急着返回洛阳。如此看来，此物便是齐王所说可以进攻蜀德的办法了。呵呵，正是。2位切记，此事不可外传。来年进攻蜀地，咱们定要打刘备一个措手不及。属下领命。齐王高瞻远瞩，非吾等所能及也。哎，辛霸呢？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飘一下。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了这个热气球，方圆10里之内，刘备大军的一切行动部署，皆在吾等的掌控之中。届时，若是再运载足够的弓弩手，亦或是装配猛火油弹，那热气球的威力绝不在3眼冲及火炮之下。齐王高瞻远瞩，非吾等所能及也。行了，典韦、许褚听令，来年征讨刘备，孤会交给你们一批热气球，你们务必要在短时间内给孤训练出一支精英小队，能熟练操控热气球进行空中侦察，亦或是发动突袭。末将领命。很好，岳英，接下来还是要拜托你吩咐工匠方，让他们加大产量的同时，也要帮忙对热气球进行改良，争取提高它的性能。请夫君放心，这一切包在我们身上。哎，对了，大帝，这批小队训练出来后，咱们该给他起个什么名号？呵呵，名号嘛，姑早就想好了，就叫他们基洛夫。基洛夫，正是这支操控热气球的小队，咱们就叫他基洛夫。梦回三国第188集。时间如白驹过隙，很快便到了新春佳节。按照虾仁的吩咐，曹华登基为帝后，便大力发展新政。凭借着开垦荒田、提炼食盐等多项政策，曹魏的国库可谓是相当充盈。在一切准备妥当的情况下，虾仁与一众朝臣便静静地等候着春暖花开。桀王殿下，桀王殿下，桀王殿下，桀王殿下。子修准备好了吗？老师放心，子修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很好，若是先帝在世，能见证今日大魏之气象，定然会为你感到欣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2分。然刘备本不依，躬耕于涿郡，却不思报之于陛下也。妄尊帝位，罪恶弥天，不杀不足以解国人之恨。10年磨剑，今朝世风，故为报先帝之殊遇，光先帝遗德，今奉命于危难之间，解众生于水火。洛阳城内，数以万计的曹魏大军静默无言地立于教场之中。虾仁的誓师词飘荡在天地之间，除了猎猎作响的旌旗外，没有任何异响。今孤顺应天意，奉天子诏，意欲发兵讨伐不臣之贼。尔等既为我大魏将士，自当奋勇杀敌，以报国恩。奋勇杀敌，以报国恩；奋勇杀敌，以报国恩；奋勇杀敌，以报国恩。此一战为大魏一统天下最后一战，来日吾等当在成都城中再见。将士们，奉之剿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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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征讨刘备也是天下一统最后一战，因此不论是年迈老将，亦或是2代青年将领，皆是随军出征，参加这旷世之战。按照庞统的征讨章程，虾仁率军西进，直奔长安，与驻守南郑的张辽大军会合；而庞统与甘宁一行人，则是南下荆州，率领江陵水师逆流而上，直取8郡。末将拜见陛下，拜见齐王殿下。不必多礼，文远将军为大魏驻守南郑，倒也是辛苦了。陛下言重了，这都是属下的分内之事。文远，最近1周的情况如何？禀齐王殿下，根据探子传回的消息，自我大魏兵出洛阳起，伪帝刘备虽无异样，但益州的各地士族豪强皆是人心惶惶，甚至还因此发起了暴乱。虽然都被韦汉镇压下去，但益州内部已然是火药桶，只待我大魏兵马一到，届时益州便不攻自破。很好，既然如此，孤决意3日之后便出兵攻打益州，诸位意下如何？3日。齐王殿下，蜀地地势极为险峻，唯一进川的道路又被韦汉军队所把持，若是强攻，只怕会造成不小的伤亡。老师，学生道有一计。呵呵，事在所言，莫非是奇袭之计，偷渡阴平小道，直扑涪城？正是。老师怎会知晓？与蜀道相比，阴平一带的地形更加险恶3分，人迹罕至，平日里就连猎户都不愿意进山打猎，更别说想要大军通行了。因此，为了节约兵力，刘备定然不会在此地布军，所以从这里绕过蜀道，直扑益州腹部，的确是一出良计。没想到老师远在洛阳，竟还知道阴平小道，当真是运筹帷幄，事计百出。呵呵，就你那点小聪明，还想瞒过为师不成？历史上就是你小子从阴平小道偷袭成都后方，这才一举攻克蜀汉，立下不世战功。如此经典的战役，本虾又岂会不知？此计虽然冒险，但回报却是极高，不知老师觉得是否可行？是在，为师并不赞同你的计划。老师，这是为何？历史上邓艾偷渡阴平，奇袭成都得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蜀汉后期人才凋敝。然而眼下却并非如此，刘备尚在，仍有诸葛亮、法正等顶尖谋士辅佐，蜀汉朝堂的抵抗意志也是颇为顽强。如此情况之下，邓艾的计谋就与魏延的子午谷奇谋一般，有些太过凶险。齐王所言甚是，眼下我曹魏兵强马壮，何须让诸位将军如此以身犯险？
齐王也是一片好意，尔等莫要辜负了才是。是。诸位爱卿，如今曹魏兵发30万，从水路进攻镇大汉疆域，尔等可有何高见？如今我益州总共人口90万余，可代价只是仅10万之数啊！是呀，这曹魏出动的兵马近益州30%人口，以我蜀汉的兵力，如何能够抵抗？启禀陛下，根据收到的消息来看，曹魏在北面布置了20万大军，而在荆州方面却只有10万军队，而虾人坐镇汉中，唐统居于荆州。因此，依臣之愚见，曹魏主要的兵力应该还是放在北面。孝直先生的看法与臣一致，臣也觉得曹魏应当是北面进攻。陛下，巴郡一带乃是长江天堑，山高水险，关隘丛生。曹魏水师若是顺流而下，说不定还能占些优势。但如今他们逆流而上，想要攻取巴郡，只怕是困难重重。所以依臣之见，庞统这一路兵马应该是佯攻，曹魏的主攻方向乃是金牛道。两位爱卿所言皆是有理。既然如此，那丞相以为朕当如何应对北面的虾人呢？回陛下，金牛道之险峻，远在汉中的山道之上。陛下只需出兵，死守剑门关，不让曹魏进来。即便虾人有100万兵马，也只能望而叹息。丞相所言极是，剑阁地势严峻，奇险无比，实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但臣以为一味死守，或许太过被动，时间一久，我大汉还是会不攻自破。莫非大司马有何高见？回陛下，臣以为可分出一支兵马出剑阁，前去白水关。大司马莫不是在说笑？咱们这么点兵马还不够曹军塞牙缝的，若是分兵去镇守白水关，这仗还打个屁啊！再说了，一旦曹魏大军开到剑门关外，白水关的将士便是深入敌军腹地，到了那时，他们岂不是成了一支孤军？非也。翼德将军所说白水关守军的问题，其实臣早已有了决断。臣打算主动出击。凉州的5万大军由郭淮率领南下，势必要从白水关与虾人兵会一处。若是此时咱们分兵白水关，陛下以为虾人会如何应对？白水关易守难攻，只需一小队兵马便可抵挡住郭淮的数万大军。虾人应该会在岔路处分出一支兵马前去与凉州兵马前后夹击白水关守军。陛下英明，臣也是这么想的。陛下且看，咱们若是再安排一支兵马伏击在金牛道，虾人一旦分兵支援凉州，咱们便可与白水关的守军联手，反将其包围剿灭。而后所有兵马立刻回师剑阁，与剑门关守军夹击曹魏主力。只怕曹魏那边根本来不及反应。如此一来，即便不能击退魏军，也能为我大汉争取些时日。孝直此计环环相扣，甚为高明，虽有些许风险，可一旦成功，便能重创魏军。丞相以为如何？此计看似可行，实则漏洞百出。且不说虾人识破此计如何，若是他并未支援白水关，那又当如何？禀陛下，眼下之计，大司马的提议虽然冒险，但却值得一试。荆州一别，20余年未曾再见，思从别来无恙。是啊，这么多年没见面，没想到孔明你都当上丞相了。只可惜嘛，你主刘备只是沐猴而冠，穿上龙袍也不像皇帝。哦，思从今日携重兵而来，怕不只是为了逞口舌之力吧？刘玄德妄称天数，擅自在川蜀称帝，属实是可笑。如今孤奉天子之命，携100万大军前来讨伐，孔明你为何逆天行事，强行用兵？汝主刘备愚蠢，莫非汝比他更愚蠢？陛下于亮有知遇之恩，亮自当倾心竭力讨伐逆贼，即便败了，亮亦无怨言。思聪，听我一言，你我如今都已是50岁的人了，天命不永，余日无多，与其争斗至死，不如各自引兵班师，安享天年。原来孔明知道非我之敌呀！既然如此，孔明不妨归降于我，我且赏你1辆4轮车，你我同归洛阳见陛下啊！哼，虾人，你这狗贼实在是太嚣张了！再敢羞辱我大汉天子，信不信我捅你1万个透明窟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亲爱的岳父大人。你他妈叫谁岳父大人呢？俺张飞可不认你这个女婿。岳父大人认不认小婿没关系，主要是星彩他们母子2人对岳父大人可是思念的紧。自分出征临行前，星彩还特意嘱咐，若有机会，定当劝说岳父大人去洛阳小住。安童思，你这个狗贼！翼德。
匹夫只会摇唇鼓舌，搔首弄技，舍此别无他能。匹夫听着，我蜀国陛下乃汉室正统，你逆天伐蜀，匹夫汉术永远不会成功。哦，如此看来，孔明是要非战不可了。二弟 ，Yes sir。马谡，这也不为难你，你且回去告诉刘备，趁早归降大魏上，可保住一命，否则待朕大军攻下益州，就是他的灭亡之日。仲康将军，去吧。好了。诸葛村夫，你看看这是谁？右长，吾不是命你镇守白水关吗？你怎么被魏军擒住了？呵呵，孔明啊，你不会以为仅凭法正的雕虫小技就能瞒得过本王吧？又或者说，就连孔明你也没有更好的计策了呢？楚王，你看，是虾仁，魏军此刻已经过了金牛道，正朝剑门关行进。很好。孟达，你给我盯紧了！只要下人胆敢分兵支援郭淮，咱们便立刻给右长发信号，与白水关守军联手，剿灭那支援军。末将领命。哪来的雨水？怎么还咸咸的？楚王，快看，那是什么？楚王殿下，末将听闻虾仁此人有几分歪才，经常捣鼓一些奇技淫巧，此物莫非就是他捣鼓出来的？竟然有人能够飞上天！就属地的这些铁憨憨，还敢埋伏大帝！陛下，楚王埋伏在金牛道两侧之中，但不知虾仁那厮用了何种方法，竟提前发现了楚王的踪迹。伏击在金牛道的1万将士全部葬身于火海。孟达投敌，哄骗臣打开了城门，最终白水关被虾仁那厮夺了去。孟达这厮竟敢背主投敌，着实可恨。右长先生，这是何物？哦，这个在下也不知，是虾仁让臣转交给陛下的。无二刘封。与此同时，剑门关外，在放马谡进关后，虾仁并没有下令攻城，而是就地扎起了营寨。因为虾仁深知以刘备的性格是绝不可能投降的，把刘封的人头送给刘备，也不过是恶心刘备一番。拜见陛下，拜见老师。两位将军私下不必多礼，咱们以师兄弟相称即可。谢师兄。对了，老师，这都已经3日了，咱们还不攻城吗？攻城？为何要攻城？可是若不攻城的话，那咱们来剑门关干嘛？剑门关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大军虽2倍于刘备，但却铺展不开，强行攻城，怕也只是徒增伤亡。可是老师，咱们携20万大军而来，每日所需粮草甚巨，总不能就这么耗着吧？事在伯约，你们且稍安勿躁，这仗嘛由你们打的，为师在等。时机已到，咱们今晚就动手。姜维与邓艾虽然不清楚是什么时机，但听到虾仁说要动手，却是忍不住激动起来，当即便按照虾仁的吩咐着手准备。与此同时，剑门关城墙上恍如白昼，刘备与诸葛亮、法正等人听到魏军有所动静后，也是快速赶到城头一探究竟。奇怪，虾仁这厮又在搞什么鬼？难不成魏军要趁夜攻城？哼，一眼看这厮就是诚心不让咱们好好睡觉。翼德将军，话不能这么说。瑕疵从此人诡计多端，指不定又在用什么阴谋呢。哼，能有什么计谋？剑门关总共就屁大点的地方，若是有什么动静，片刻之间咱们就能赶来。难不成魏军还能飞进来不成？三弟说的也不无道理，不如咱们先回去休息，若真有什么异动，再过来也不迟。张宝、张绍，你们俩可要打起精神，莫要大意，让魏军偷了空子。末将领命，请陛下放心。此时，众人都已是呵欠连天。刘备见魏军没什么大动静，便率众人退下了城墙。负责夜间守备的正是张飞之子张苞，还有张绍。时间流逝，夜色也越发深沉。此时关内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张苞只当是前来换班的士卒，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然而下一刻，却传来守关士卒的质问声：“你们是什么人？”这是什么情况？关内何时出现的魏军？糟了，魏军攻城了！快去把城门给我夺回来！
相官们，别说你俩了，让你老子来，他也办不到。有着典韦基洛夫小队的连弩掩护，姜维与邓艾率领着死士，很快便夺下城门。待到魏国大军杀入城中，与姜维合兵一处，蜀汉士卒便再无夺回城门的可能。双方的战斗发生的突然，结束的也是极为迅捷。直到魏军占领了关门，刘备才收到失守的消息。剑门关极险无比，魏军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将其攻下。你细细道来，魏军是如何攻进来的？回禀陛下，小人也不知啊。陛下，眼下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魏军既已攻入关内，那咱们便只能退了。魏军的战力惊人，凭借着剑门关之险，或许能与之一战。正面交锋之下，朕绝不是对手。撤军。剑门关之险远在当时任何关隘之上，见虾人如此轻而易举便拿下剑门关，刘备来不及多想，只能仓皇退军。而随着刘备等人的出逃，剑门关的战事也很快随之平息。待到天色大亮，虾人也是率着大军进入了剑门关。老师，这二人如何处置？放肆！志在，你怎能如此不敬？快给他们松绑！这两位兄弟可是本王的小舅子。呸！瞎贼，休要惺惺作态。剑门关之险远在当时任何关隘之上，即便是穿越者强攻之下也无法轻易破城。而虾人按兵不动，实际是在等合适的风向，趁着夜色命热气球小队升空，实行降维打击，将剑门关一举拿下。这是怎么回事？剑门关极险无比，魏军是如何攻进来的？陛下说，属下也不知啊。魏军不知用了何种方法，竟能使士卒升天，潜入城内，里应外合之下，张苞与张绍两位将军反应不及，被敌军生擒，剑门关失守了。他娘的，太欺负人了！我去。且慢，魏军的战力惊人，凭借着剑门关之险，或许能与之一战。正面交锋之下，我军绝不是对手，翼德将军切勿冲动。三弟，魏军势大，此时救人无异于自寻死路，休要意气用事。陛下，眼下剑门关丢失，我大汉门户尽开，此地不宜久留。依属下之见，陛下可退守至涪城，以便组织兵马应对魏军的进攻。见虾人如此轻而易举地拿下剑门关，刘备来不及多想，只能仓皇而逃，一路马不停蹄朝涪城方向退军。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庞统率领荆州水师登岸与虾人夹击成都，诸葛亮特地从剑门关赶到江州，以此来拖住魏国水师。禀丞相，末将已按照吩咐，沿着长江水道布置防线，在水道狭窄之处安置木桩，以此来阻止魏国水师的推进。辛苦二位将军了，陛下将主力都驻守在北面的剑阁，如此江州不过3万人马，却要对阵庞统所率领的10万水师，兵力悬殊，吾等也只能严防死守，还望两位将军切莫大意。请丞相放心，巴郡这一带的水路极为蜿蜒曲折，倒是能拖上些时日。末将定能坚持到陛下击退魏军，届时荆州水师便不攻自破。话虽如此，可虾贼狡诈，也不知道陛下那边如何了。哈哈，丞相多虑了。陛下身边有孝直先生与翼德将军，又驻有7万兵马，凭借着剑门关之险，即便魏军有100万大军，也断然无法拿下。若换作常人，定是如此。可此番乃虾人率军，亮始终心神难安啊！丞相，剑门关传来战报，请丞相过目。孔明啊，魏军使飞天之物，携带士卒潜入剑门关，腹背受敌之下，我军大败。如今陛下正朝涪城方向退军。丞相，看着剑门关传来的战报，诸葛亮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无力感。在诸葛亮看来，即便曹魏出动再多的兵力，也不可能在短短数日就将剑门关拿下。如今吴蜀汉与曹魏的国力相差甚远，若想不被吞并，剑门关是万万不能丢的。眼下之计，等待陛下的仅有灭亡意图。虾人这厮果真是有鬼神之谋啊！丞相为何如此笃定，就是虾人的计谋？曹魏虽然不乏能人异士，但能有这般本事的，唯有虾人一人。丞相，那咱们现在该如何？江州仅有3万兵马，即便北上支援陛下，也是无用之功罢了。况且江州军一旦撤走，曹魏水师便会逆流而上，直取巴郡。届时吴蜀汉将是腹背受敌。事到如今，除了坚守此地，吾等再无他法。亮与虾人争斗半生，却屡屡落入下风。也许随着剑门关的失陷，我与他的恩怨也该做个了断了。与此同时，虾人攻克剑门关后，并没有急着挥师南下追击刘备，而是命大军就地安营扎寨，一边休整稳固后方粮道，一边制定作战计划。老师果然是神人，这天下第一险关，
竟如此轻而易举便能攻下。与之相比，学生的奇袭成都之计，当真实乃下策也。师兄，有时候我觉得老师真有可能是妖精转世。我看也是。喂，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当为师听不见呢，竟然敢辱骂老师，信不信我把你们发配到伙房去？别，老师，学生再也不敢了。老师，你在看什么呢？眼下刘备已是穷途末路，咱们何不趁胜追击，一举将其拿下？为何要驻留剑门关，寸步不前呢？呵呵，自修虽说涪城距剑门关仅有数百里，道路也是好走了许多，但这一路大多都是城池，我军平推过去，即便能胜，但也只会增添不必要的伤亡，而且行进速度也是大幅度减慢。老师说的是，只不过子修担心刘备此人向来狡诈，若时日一旦拖得太久，又让他给逃了。放心吧，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你们且放心，此时刘备驻扎涪城，身后便是成都，只要我大军驻守剑门关，他便无处可逃。老师勿忧，子修并无大碍。算时日，应该差不多到了。这个憨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都加把劲，再坚持几里路，咱们马上就要到剑门关了。虾仁原本打算从后方调运火炮，从而快速清扫剑门关至涪城这一路上的城池，一举打进蜀中腹地，攻破成都。可他还是低估了蜀地的行进难度。而此时，由于长时间的行军打仗，曹昂已略显体力不支。为了尽快攻下涪城，虾仁不得不改变作战部署。赵云、高顺听令，末将在。本王命你二人作为我军先锋，率领骑兵与县阵营即刻南下，直扑涪城，将剑阁、五连、梓潼等城快速拿下。前往涪城的道路，本王不想看见任何一杆刘备的旗子。末将领命。姜维、邓艾，你二人率军紧随其后，掩护赵云与高顺推进，防止刘备的兵马从侧面偷袭。待攻到涪城城下，就地扎营，本王会率火炮营及时赶到。末将领命。虾仁一声令下，赵云与高顺当即便整军南下。有了姜维与邓艾率军掩护后方，赵云和高顺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短短几日的功夫，就连下剑阁、五连、梓潼等城，将前往涪城的道路扫荡一空。与此同时，虾仁率领火炮营也是及时赶到，与赵云的先锋军齐聚涪城城下。刘备反贼，无奉大魏天子之令，特来讨伐尔等。若是识相，快献城投降！嗨，你个小结巴，谁给你的鸟胆前来叫阵？莫非你曹魏军中没人，才会把你这个小结巴派出来？你这环眼贼，有本事你出城来，与本将军决一死战！嘿嘿，有本事你上来，看俺张飞不捅你10000个透明窟窿！小样，就你个小结巴，还想跟我打嘴炮？来，你来，给俺狠狠的骂！你个老杂皮，日不隆松，求进不动，一事无成，抢你妈个胎神！行，环眼贼，你给我等着，有种别跑！非法！不要跟我哇哇叫，我就没见过能够不要皮脸的！大哥，你看，他把敌将给骂走了。翼德将军，你自己看看吧。快点，给我推上去！魏军先前一直按兵不动，原来是在等火炮运过来。糟糕，城头危险，吾等速撤退。刘备、陈道等人都是见识过火炮的威力，此情此景，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拔腿就往城下仓皇退去。与此同时，城外的魏军已然调试完毕，随着邓艾一声令下，火炮便开始了一轮齐射。陛下，如今魏军有火炮，仅凭涪城，怕是守不住了。那当如何？南部城镇只能一退再退，将涪城也拱手相让于曹魏吗？孝直，你可有何计策？陛下，涪城并不似洛阳，又或是长安那般城高墙深。虽说此番曹魏运来的火炮数量并不算多，但如此轰击下去，城破也只是早晚的事。眼下之际，臣也无计可施，陛下还是先离开此地为好。撤军。环眼贼休走，屠猪犯酒之辈，竟敢大言不惭！环眼贼何在？快出来与本将军决一死战！虎皮，你看那小子不结巴了。环眼贼休走，屠猪犯酒之辈，竟敢大言不惭！环眼贼何在？快出来与本将军决一死战！
虎皮，你看他急了，那小子他不结巴了。姜维、邓艾这是怎么回事？韦老师，破城之前，师兄被张飞那厮言语辱骂了一番，破城之后他便这样了，一直在找张飞寻仇呢。张飞这个莽夫，前面杀了马超的父亲，现在又跳出来得罪邓艾，他这是一点活路都不给自己留啊！老师，刘备那厮逃了，只是留下来一些老弱病残，请老师给学生一些兵马，学生这就追上去。且慢，是在为师与刘备交手多年，弃城而逃这种事嘛，他也是经常干的，所以咱们不必为此恼怒。是啊，是在将军，眼下涪城已经完全落入我军之手，他们还能跑到哪去？陛下说的是。好了，诸位，让大军休整一夜，明日继续进军。眼见刘备弃城而逃，虾人并没有选择追击，因为涪城距离成都不过200余里，这其中除了一座绵竹关外，再无其他的险峻城池。此时众人皆知刘备已退无可退。与此同时，江州的县衙之中，诸葛亮也是一脸愁容。虽说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去阻拦魏军，但仅凭3万兵马对上庞统的10万荆州水师，他也只能不断压缩防线。丞相，末将有要事禀报。刚刚收到涪城发来的消息，陛下他们已经弃守涪城，退回到成都了。吾早已料到，剑门关一失，魏军的火炮就有了用武之地，涪城断不能久守啊！丞相说的不错，魏军正是借助火炮之威，不费一兵一卒便攻破涪城。陛下自知不敌，只能弃守涪城，先行退到绵竹关。按照信使所言，陛下他们已经打算围绕成都来重新构建防线。如此说来，我蜀汉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若是吾留守江州，一旦虾人对成都围而不攻，再另外分出一支兵马，就可以联合庞统的水师，对江州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但吾若领兵回防，支援陛下，庞统的10万水师便会当即登岸，北上与虾人兵会一处。届时魏国30万大军，我蜀汉断不能敌呀！丞相，传令撤军。但你记住，在撤退之时，要将所有的道路、桥梁，但凡能够毁去的，一律毁去，尽量拖延荆州水师的行军速度。是。眼下之计，亮唯有最后一策。若此计不成，乃天命也。孝直，前些日子朕令你派人传信，将战事告知于孔明，是否有消息了？回陛下，按照时日来算，孔明今日应该就可以抵达成都。我军接连大败，眼下已经有不少益州士卒因为惧曹魏而勾结在一起，意图反叛。那些生活不下去的流民也是在城中肆意劫掠。若孔明不能及时率大军归来，稳住局势，一旦成都失守，等待吾等的怕是只有灭亡意图啊！哼，这有什么用？涪城守不住，撤回成都就能守得住吗？自从夏贼纳斯攻打剑门关以来，咱们几乎就没和魏军交过手，不是在撤退，就是在撤退的路上。要按说，不如直接杀出去，大不了玉石俱焚便是。翼德将军，你就别再说了，陛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陛下，丞相回来了，大军此刻已经入城。好啊，孔明能及时赶到，朕心中便宽慰许多。得知诸葛亮归来，众人精神皆是为之一振。益州内乱，有诸葛亮坐镇，处理起来便少了很多麻烦。可事与愿违，当众人刚解决士卒问题，一则消息便轰动了整个大殿。启禀陛下，魏国大军的先锋军已经抵达城外了。你说什么？魏军为何来得如此迅速？立即吩咐下去，将成都4方城门紧闭，禁止任何人进出。得令。师兄，咱们此番先行，仅带了数千先锋骑兵，师兄万不要冲动才是。伯约，你一定要给我盯紧了，绝不能让还燕贼再次逃脱。看他们打的旗号，应该是姜维与邓艾的先锋军，怕是要不了多时，虾人的后方主力也能及时赶到。陛下，依臣之见，魏军短时间内并不会攻城，虾人应该会等庞统的水师会合后，方才行攻城之举。陛下放心，臣从江州退兵之际，已命人摧毁沿途所有道路桥梁，想必能拖上一些时日。哦，如此甚好。那丞相可有什么退敌之策？陛下，魏军势大，若是等到虾人与庞统会合，兵临成都城下，届时怕是任何奇谋妙策都将是回天乏术。眼下亮确有一计，只不过此计若不成，我蜀汉只怕是再无翻身的可能。孔明所言，朕又岂能不知？但是已至此，朕已别无他法。陛下，虾人此番携30万大军而来，正是打算一鼓作气攻下蜀地。而对我蜀地最具威胁的，便是虾人的火炮营。若无火炮的攻城之威，亮自当能守住成都。
臣此计便是伏击魏军的火炮营。孔明既胸腹良策，不妨明说便是。陛下，依臣之见，魏军先锋军既已至城下，后军定是全力行进，但蜀地丘陵众多，大大延缓了魏军火炮营的行进速度。届时火炮营定会与虾仁的大军拉开距离，而在此时，陛下可派出2支兵马，由侧门而出，绕行至敌军后方，伏击魏军的火炮营，或有一线成功的机会。哼，他娘的，我去！且慢，三弟休要急躁。此番突袭，咱们只有一次机会，若是失败，以虾仁的性格，绝不会再给吾等出手的可能。先听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哼，陛下，蛮王孟获及其部众久居山林之间，翻越丛林山脉，如履平地。陛下可令他率领部下蛮兵，翻越绵竹一带的山脉，前去偷袭曹魏的后军。待双方战乱之时，翼德将军再率一支兵马由侧方杀出，直扑魏军的火炮营。如此一来，大事可成矣。好，此计甚妙。三弟，你与蛮王速按照丞相的吩咐去做，切记以损坏火炮为主，勿要恋战。放心吧，大哥。即便此计能成，但蜀地大多已落入魏军之手，固守成都断不能久存。也许这就是大汉最终的命数吧。事不宜迟，为了防止魏军围城，张飞与孟获领命后，即刻叫上祝融夫人、孟优等人，匆匆离开了成都。而就在邓艾与姜维率领先锋骑兵抵达成都后的第3日，虾仁率领的魏军主力部队也是及时赶到成都城下。是在成都城中情况如何？回禀老师，学生抵达城下后，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先派出之后打探了四周情况。刘备并未在城外布置伏兵，但是事后来报，发现有一队人马离开成都，朝南方而去。经过仔细询问，能够确定的是南蛮王孟获一行人。南蛮王孟获此时出城，难不成刘备命他去搬救兵了？哎，就让刘备那4班救兵又如何？早在我大卫兵出洛阳的时候，刘备就将能调动的兵马全都聚集起来。眼下蜀汉的兵马全都聚在成都城中，加起来最多只有10万之数，而反观我大卫足有30万兵马，再加上火炮营与基洛夫小队，如此形势之下，刘备让孟获去搬救兵，依我看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兴霸所言甚是有理，齐王不知咱们何时准备攻城？呵呵，不急，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眼下刘备大军已完全被封堵在成都城中，咱们可随时发动进攻。此时的刘备定然是连觉都睡不好。虾仁说完，众人不禁哄堂大笑。此番曹魏所有大将几乎全部聚于此地，尽管有些老将早已年近花甲，但虾仁心中清楚，若是不让他们见证刘备的灭亡，魏国的统一，只怕他们死也不会瞑目。诸位且放心，此一战乃我大魏一统天下最后一战，吾等定当携手踏进成都，送刘备最后一程。多谢陛下，多谢齐王。孔明觉得魏军今日会发动进攻啊，陛下虾贼狡诈，谅也是琢磨不透。陛下快看，魏军有动静了。这魏军这是要做甚？若不是谅亲眼所见，这世上竟有挟人飞天之物。如此看来，先前剑门关一战，魏军的人应该也是乘坐此奇物降落至城中，从而打开了关口。可眼下正值白昼，侠人将此物升天，所为何意？难不成他敢纵火行屠城之举？不好！蜀地的老乡们，齐王来给你们送温暖了，快快打开城门！蜀汉之地大多已落入曹魏之手，固守成都断不能久存。也许这就是大汉最终的命数吧。丞相，你看，魏军有动静了。蜀地的老乡们，快快打开城门！我大魏齐王来给你们送温暖了。此时正值清晨，10几架热气球突然漂浮在成都上空，城中的百姓不明所以，皆是聚于街巷之中。而就在此时，异变突生，只见大量白花花的纸张从热气球上飘落而下，上面所写的内容倒也浅显易懂。大魏继承大汉，乃华夏正统。汝等既为汉民，自当同是大魏子民。然而反贼刘备却逆行导师，自立为帝，将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实属不自量力。今我大魏派出大军100万，良将1000员，特来讨伐反贼刘备。城中军民若安分守己，不相助反贼刘备，我大魏绝不会刀兵相加。除此之外，考虑到益州连年战乱，我大魏也会免去益州3年赋税。都愣着做甚？还不快去将敌军射下来！
禀大司马，末将早已命弓弩手朝他们放箭，但敌军距离相差甚远，并且还在上空，寻常士卒根本无法射中，并且魏军在扔下这些纸张后，便很快消失，撤出了城外。这万没想到，魏军如此大张旗鼓，竟是想通过此物来大肆造谣，瓦解城中军民的守城意志。丞相，眼下咱们当如何？诸葛亮原本以为曹魏在无法动用火炮的情况下，只要不行屠城之举，他便有机会凭借着城中的全体军民来守住成都。可虾仁突然来的这么一手攻心之计，让诸葛亮心头一惊，瞬间跌落谷底。臣道，眼下城中的情况如何？回禀丞相，魏军开始散发纸张之际，末将便命人快速收回。可魏军扔下来的纸张数目太过庞大，末将粗略估算了一下，成都城中的所有军民，每个人可收到10张以上的纸张。曹魏出手竟如此阔绰，只怕纸张上的内容，城中军民早已知晓。此时，即便奇袭之计能成，也只是延缓蜀汉灭亡的一些时日罢了。两相对比，实力悬殊啊！罢了，传令下去，让城中所有军民收到的纸张都主动上交官府，违令者是谋反罪处置。是。陛下，魏军在散发完纸张后，便没有了任何动静。此举无疑是想动摇成都军民的守城之心。一亮之间，他们今日怕是不会再攻城了。陛下不妨进回宫中歇息片刻。虽说魏军围城并未发起进攻，但此番虾仁所使的攻心之计，给城中军民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此。就在魏军散发完传单后，益州的诸多士卒当即便聚在一起，商议着眼下的局势。今日纸张上的内容，想必诸位都看到了吧？诸位都说说看，吾等当如何？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眼下曹魏兵临城下，胜负早已是一目了然。况且曹魏大军此番前来，为的只是攻打刘备，只要吾等不参与其中，绝不会受到牵连。黄家主说的不错，不仅如此，曹魏还承诺免去城中所有居民3年赋税。如此来看，谁能一统天下，又与吾等何干呢？诸位所言皆是有理，只要能保证吾等的利益，谁做皇帝都一样。既然如此，那便有劳诸位了。啊，当是如此，当是如此。哈哈哈哈哈哈！齐王高明啊！此时那刘备看似稳如老狗，可城中的百姓都在担心，我曹魏攻下成都后会对他们进行清算，就连蜀地军中也出现了不少逃兵。依我说，眼下刘备那厮定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那般燥热难耐啊！兴霸言之有理。兵法有云，上兵伐谋。齐王殿下此招攻心之计，可谓是相当厉害，直接加剧了蜀汉朝廷与益州军民的矛盾。想必要不了多久，成都城便可不攻自破。呵呵，诸位言过了，雕虫小技，不足挂齿。提报。见过陛下，见过齐王。火炮营在行进的途中，半路遭遇张飞与南蛮孟获伏击，我军死伤惨重，所剩火炮也是10不存1，怕是无法再使用了。张飞和孟获伏击后方，郭不是给你派了重兵把守，怎么会如此轻易便被攻破？文远将军，你先起身，仔细说说是怎么回事。是。火炮营沉重，行进本就缓慢，再加上蜀地难行，因此便与大军拖开了一些距离。可就在昨夜，南蛮王孟获突然率军从后方杀出，末将当即便组织兵力抵挡。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张飞那厮突然率军杀出，他们不管不顾，直扑火炮营，纵火焚烧之下，不仅炮车被毁，就连火炮本身也是发生了一些损毁。事后末将查探一番后，发现火炮已无法正常使用，所以便连夜赶来禀报此事。如此看来，先前张飞和孟获出城，并不是去搬救兵的，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分2支兵马突袭，孟获负责吸引火力，张飞则是负责摧毁火炮。军师说的不错，若是没有火炮之威，凭借着蜀地10万大军，再加上成都城中的百姓，全民皆兵之下，拖上一阵时日，我军只要不行屠城之举，便会因为粮草不济而退军。末将失职，请陛下齐王治罪。呵呵，起来吧，有没有火炮对局势的影响不大。只是孤在想，眼下之际，常人定是聚集兵力死守成都，而能够如此临危不乱，一眼看出攻守厉害的便是火炮，定是诸葛亮无疑了。而此番成都城中内忧外患，也应该是他没想到的。诸葛亮。哦，对了，齐王，虽说火炮被摧毁，但孟获在撤退之时，一些蛮兵反应不及，在末将极力的沿途追杀之下，生擒了一些蛮兵，并且其中一人衣着显贵，依末将看，应当不是寻常士卒，或许知道一些成都城中的情报。走，咱们一起去看看。别打我，别打我，我不帮刘备了，你让我招什么我都招，我认罪，我投降，你们别打了。下人这厮果然是心狠手辣之辈，眼下我落入他手，岂有活命的道理？待
带来洞主受惊了，姑特意给你准备了点美食。听说汉人有断头饭的习俗，在准备处死犯人之前，一般会让其饱餐一顿，从而吃饱喝足好上路。难不成我今晚就要死了？带来洞主为何不用餐？莫非是不合口味吗？你想干什么？这是断头饭吗？当然不是，带来洞主误会了，不过美酒佳肴罢了，请带来洞主尽管享用。果真。齐王殿下，你们这饭菜着实不错。呵呵，带来洞主言过了，这只是我大魏寻常士族的伙食水准。若是带来洞主肯投靠我大魏，别说美酒佳肴，金钱美人这些赏赐自然都不在话下。这个嘛，带来洞主，姑明白，蛮族选择帮助刘备打仗，也只是为了荣华富贵，让生活过得更好点。只不过蜀汉的国力与我大魏相差甚远，刘备让蛮族前来与孤作战，不过是让你们送人头罢了。每个月就那么点俸禄，你说你们玩什么命啊？齐王所言极是，在下也明白，大魏的实力远强于刘备，我蛮族若是继续帮助刘备，只怕日后没有活路。在下倒是想投靠大魏，可在下的姐姐乃是茫茫的夫人，她若不点头，只怕……祝融夫人，这个好说，只要你肯归顺于我大魏，刘备能给你的，姑能给你；刘备不能给你的，姑一样可以给。带来洞主且放心，只要你配合姑，祝融夫人，姑来亲自劝说。姐姐，你倒是说两句啊！妾身祝融，见过齐王殿下。齐王，你看这我既然祝融夫人在此，那便好说了。姑还有些公事要处理，就不陪洞主饮酒了。齐王言重了，还请自便。周仓将祝融夫人带去书房，为了祝融氏族的未来，姑要好好开导一番，劝说祝融夫人迷途知返。这么晚了，忙个屁的公事！不好，据说下人这厮如色中厉鬼，此番带走姐姐，那都怪我不该揭穿姐姐，出卖姐姐来换取荣华富贵，这与禽兽何异？真是混账，怎么能在喝酒的时候分析呢？齐王，末将追随齐王南征北战，如今已年过半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齐王啊！诸葛亮虽然使出分兵之计，成功摧毁了曹魏的火炮营，但虾仁也是利用基洛夫小队在成都上空大量散发劝降书。虽说两人的对决看似有来有往，但诸葛亮心中清楚，眼下的成都已成被围之势，就意味着蜀汉的灭亡只是早晚的事。岳父，此时成都已被我大军团团围住，刘备退无可退，必败无疑。你可有什么想说的？既然齐王还称末将一声岳父，不知齐王可否看在银屏的份上，答应末将一个请求？岳父言重了，有什么话不妨直说。齐王深知末将与大哥还有翼德曾结为异姓兄弟，早已视同生死。可末将却在战败后投靠了齐王殿下，虽说有着银屏的缘故，但这不忠不义的骂名却是逃脱不了。眼下战局已定，出于私心，末将恳请齐王破城之后留他们一命。岳父之言，姑早就猜到了。此一战，我大魏所有出征的将军皆是为了争夺战功而来，但唯有关云长一人不是。请岳父放心，姑答应你，刘备兵败后，只要他肯卸甲归田，不主动与我大魏交敌，姑可保他性命无虞，一世衣食无忧。多谢齐王殿下。梦回三国第193集。诸位，今日城外魏军的情况如何？回禀陛下，今日已是曹魏围城后的第7日，城外的魏军仍然没有动静。虽说朕不希望魏军攻城，但魏军一日不攻城，朕同样是寝食难安啊。大哥，我回来了。三弟，怎么样了？此行伏击曹魏的火炮营是否得手？大哥，丞相果然妙计啊！那曹军果然是派重兵运送火炮，若不是丞相的分兵之计，由孟获率军吸引住曹军主力，此战怕是没有那么轻易得手啊！好啊，如此便好。三弟果真勇武啊！翼德将军，此战既已得手，怎么只见你一人归来？南蛮王孟获呢？丞相有所不知，此番曹军运送火炮的将军乃是张辽，此贼甚是勇武，竟率军沿途袭杀蛮兵。俺与他走散后，便趁曹军不备，先一步率军冲回了城中。糟糕！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是啊，丞相，南蛮王率领数万蛮兵，即便曹军一路沿途追杀，应该也并无大碍才是。丞相何故如此紧张？陛下，眼下成都本就四面被围，曹军遭此一败，定会对城门加强戒备。若是孟获不能及时率军回城，曹军定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届时那数万蛮兵于吾等又有何用？翼德啊，翼德，你怎么不助蛮族脱困，与他一起入城呢？孔明所言不错，孟获的蛮兵是朕最后的希望。眼下他们不知所踪，这天下怕是再没有人能够来拯救大汉了。罢了，你们且先退下吧。三弟留下。臣等告退。三弟，咱们兄弟结拜有多久了？差不多有40-50年了吧。大哥怎么提起此事？没想到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说起来，咱们也很久没见过云长了。三弟可曾想念他？那是自然，俺当然想念二哥。哈哈，既然如此，咱们不妨去见见他吧。大哥此言何意？你是想投降？不错，继续与魏国斗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倒不如……不成，大哥，你可是大汉皇室血脉，岂能向篡国之贼投降？况且还是向夏人纳斯投降。哼！大哥放心，城中仍有近10万兵马，俺这就率军突围，为大哥杀出一条血路来。哈哈，三弟休要说笑了。如今曹军将成都四面都是围得水泄不通，想要突围谈何容易？天下13州已尽数落入魏国之手，即便吾能突围出去，又能逃到哪去呢？吾也是60好几的人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已然是不复存在了。大哥，都是俺不好，当年若不是俺一时冲动，夏人也不会负气而走，大哥也不会落得如今的地步。大哥，你不要投降，俺这就出城去向夏人磕头赔罪，求他退兵。三弟呀，云长已经走了，你若此时出城，断然无法安然脱身。届时只留下大哥一人，那这个皇位对大哥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苍天助曹，不助刘啊！大哥，陛下，云长将军正在城外求见。快将他请进来。时隔多年，三兄弟再度相逢，其场面之感人，自然不必多述。虽说三人的目光依旧坚定，身材依旧魁梧，但发须却是已然发白。吾有要事与大哥相商，你们先下去吧。是，叔父。来，二弟，咱们且坐下细说。实不相瞒，大哥云长此番是奉了齐王殿下之命前来劝说大哥投降的。哼，二哥为夏人纳斯做说客，难道就忘了咱们的兄弟感情吗？住口！三弟休要胡说，云长若是忘了兄弟情谊，今日又岂会来当说客？大哥，如今天下大势已然明了，继续抵抗只是徒增伤亡罢了。云长来之前曾向齐王讨过一个承诺，大哥若是肯放弃抵抗，齐王绝不会为难大哥。关羽说完，刘备并没有急着回答他，而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此时谁也没注意到，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黯然之色。既然二弟都开口了，为兄又怎会拒绝？我答应你便是。来，举杯，咱们继续饮酒。来，大哥，我再敬你一杯。谁都知道，若是刘备执意死战，成都城怕是免不了遭受一番战火。所以就在当日，刘备宣布向魏军投降后，城中的所有军民得到消息，也都是松了一口气，于街道两侧迎接曹魏大军入城。拜见齐王殿下。两位不必多礼，快请起。既然两位愿意归降大魏，孤也自当信守承诺，不伤成都所有军民一分一毫。除此之外，孤还会上奏陛下，对刘玄德以益州牧进行册封，1州之地仍属刘玄德统辖。呵呵，齐王殿下如此慷慨，吾等自然也没什么好说的。对了，怎么只见两位先生，不见刘玄德，还有张翼德将军呢？这益州牧他与翼德服毒自尽了。大哥，益州牧去世之前，托亮转告齐王殿下一句话，他希望齐王殿下莫要忘了自己的承诺。请孔明先生放心，孤答应过的，自当不会忘。如此便好。两位怎么了？莫非你们也服毒了不成？请记三顾之恩，亮必记之以死。只不过在临死之前，亮有一事相问。孔明先生请说。
亮一直不明，齐王殿下出身寒微，却又能做到智计百出，才华横溢，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还望齐王殿下能为吾等解惑。此话一出，在场众人皆是一愣。诚如诸葛亮所说，诸如法正、徐庶、贾诩、庞统等人，皆是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方才有过人的才干。而虾仁虽然来历不明，但出自他手中的种种事迹，堪称当世第一人也不为过。这让在场所有人同样大感疑惑。子修，你先带他们出去片刻。孔明既然诚心发问，在下自当坦诚相待。二位实不相瞒，我是从后世穿越而来。后世穿越而来，此话何意？简单来说，其实我原本生活的世界是1800年以后。人之将死，虾仁也并不打算隐瞒。当着诸葛亮和法正的面，虾仁将原本的历史大致的向二人讲述了一番。二人听罢，脸上虽都是难以置信之色，但随即便很快释然，因为眼下的情况，虾仁根本没有必要说谎。呵呵，原来如此，怪不得吾等都不是齐王殿下的对手。不错，毕竟齐王殿下有着超越世人近2000年的眼力，败在你手，亮没有怨言。敢问齐王，在真实的历史上，亮又是怎样的一个人？武侯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啊！诸葛亮听完，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二人便缓缓闭上了双眼，看着二人的身躯，虾仁默然了片刻，最后郑重行了一礼后，便转身离开。原本的受降环节，因为刘备等人的自尽，也是草草结束。在虾仁完全稳固了成都的局势后，关羽又再次上门请见虾仁，而这一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末将见过齐王殿下，岳父怎么来了？快请坐。不必了，末将此番前来是为与齐王道别。末将想领着阿斗回涿郡生活，也好替我大哥照顾好子嗣。眼下刘备与张飞身死，作为结义兄弟的关羽，还真是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无法帮他们报仇，也无法舍弃家眷随他们而去，能做的或许也只有这些了。蜀汉的终结，刘备的自尽，算是给了400年大汉最体面的方式退场，魏蜀两国之争也是就此画上了句号。成都武丹山，虾仁以天子礼仪厚葬了刘备。张飞、诸葛亮以及法正三人则是陪葬在刘备墓中。望着眼前的一幕，虾仁忽然思绪万千。蜀汉气数已尽，早已是历史注定，而让大魏一统天下，不经两晋之乱，也只是孤唯一能做的事情罢了。想当年，孤投效先帝之时，也是万万没想到孤竟会活到最后。眼见着这些老对手一个个的逝去，当真可谓是造化弄人。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走吧，回洛阳。此道慷慨悲壮，意味无穷，闻者荡气回肠，感慨万千啊！齐王大才啊！天下才气若有8斗，齐王独占一担，世人皆道歉齐王2斗。齐王之才华，就如那烈日当空，耀眼而显。别吹了，走了。梦回三国大结局，虾仁此番班师回朝，意义可谓极其重大。毕竟在黄巾叛乱、群雄割据后，天下四分五裂，而随着蜀地的收复，也是意味着华夏的再度统一。因此，在洛阳城门前，曹华也是领着文武百官亲自前来迎接虾仁。父皇，相父。陛下此举何意？呵呵，齐王殿下有所不知，陛下打算拜齐王殿下为丞相，开府治事。除此之外，加酒席，入朝不缺，建律上殿，加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建天子旌旗，乐舞8翼，乘金根车6马，王妃为王后，世子为王太子，位在诸侯王上。相父不必多虑，大魏能有今日之威，可都是在相父的带领下一点一滴打下来的江山。如此赏赐，相父自当受得起。朕相信朝中百官也都不会有何异议。臣等见过丞相。多谢陛下赏赐，臣万死不能报君恩。相父不必多礼，快随朕入宫。洛阳城内，天子车驾之上，曹华、曹昂还有虾仁同城，大魏文武跟随其后，缓缓朝皇宫行进。为了能够亲眼目睹这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纷争，让天下一统的大魏丞相，城中所有百姓皆是聚集于街道两侧，一睹大魏丞相的风采。朕知大魏继承大汉江山，自然也是沿用了大汉的军制。可由于连年战乱，军制混乱不堪，朕与相父商议后，决定取消原本的4征将军，改按军区制。
陛下英语，丞相应允。朕宣布，自即日起，我大魏所有兵马分中央军、城防军、边防军3种，再按照东南西北4个方位，分别划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军区，每个军区设军区总司令、副司令与监军各1人。除此之外，洛阳所在的地区为麒麟军区。此次重新划分4大军区，是虾仁参考了后世的军制，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防止武将兵权太重，再度出现汉末时各地诸侯拥兵自重的现象。眼下朝中这诸多老将，自然是秉性忠诚，不会叛变。可陛下掌权后再提拔起来的将领，那些人的忠诚可就难以避免了。丞相言之有理，此番军制改革，陛下需尽可能的去完善，以此来稳固朝廷政权。除此之外，陛下还需要另外成立海军、炮兵等兵种。甘宁最为擅长海战，而黄盖、程普等人也都是水师出身。新任的海军总司令，陛下可令甘宁担任；海军中的将领，陛下可从黄盖、程普等原江东旧部中选择。这个破司令有何好当的？整天躲在后面，还不如让老子领兵当先登。呵呵，卿霸此言差矣。丞相不是说了吗？孙权将东兵败后逃往了宜州岛，吾等将水师练好，也是为了远征做好准备。到时候仗嘛，有的给你打。此言有理，世元先生且放心，来日我定当率领大魏水师征战宜州岛，生擒孙权小儿，将他送到世元面前，让他磕头认罪。至于炮兵司令，典韦与许褚已经年迈，陛下可令周仓担任。他当了一辈子护卫统领，随我南征北战，不论是对地形还是火炮的了解，恐怕整个大魏无人能出其右。天生一个桃源洞，无尽风光在先锋。想我周仓一生孤苦无依，不料如今年过半百，却还能尝到野味，当真是其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啊！看什么看，还不快滚过来，给老娘倒水！来了来了，夫人请慢用。你看看你，真没用，一辈子都是个看家护院的，老娘跟了你，当真是眼瞎。圣旨到。陛下口谕周仓为人勇武，忠义可嘉，朕决意命周仓为炮兵团司令，望爱卿恪守职责，训练炮兵，来日替朕征战辽东。看什么看？为父现在就要领兵征战。至于姜维与邓艾2人，皆是文武兼备之才，大魏未来50年之内还需要他们来辅佐。陛下可在洛阳成立国防总部，将邢道荣率领的神龙军编入其中，负责所有军器的研究制造，还有对外征战的一切规划。相父放心，邓艾与姜维2位将军，既是朕大魏的功臣，又与父皇、相父有着师徒情谊，朕自当重赏。那相父呢？可需要什么赏赐？相父自追随外公开始，征战一生，可谓是劳苦功高。要知道，外公终其一生也未能一统天下，如今却是被相父做到了。呵呵，一统天下嘛，不，还差了一点。差了一点，莫非相父所说的是宜州与辽东？相父多虑了，朕大魏有海军和炮兵团，可不费吹灰之力打下这2地。非也，陛下在辽东的东边还有一岛之地，陛下要切记，从古至今那里都是我大魏国固有领土。环儿，朕与丞相已年迈，沙场之事已是力不从心，所以这场仗需要环儿亲自去打。环儿要切记，这一仗如果你不打，我曹氏的后代就要去打，所以环儿当在我大魏国力强盛之际，去完成这个壮举。哦，陛下，这个我知道。虎皮，子修走了，咱们也怕是熬不过大帝了。是啊，如今咱们死水都费力，他怎么还不老啊？二哥、四弟，大哥人呢？父亲、母亲说你曾是大魏的丞相，这是真的吗？那是当然，若是没有为父，哪来的这太平天下？那父亲可否告诉孩儿，父亲究竟是如何从草莽之中一步步立下这不是功勋的？先前孩儿也问过母亲与诸位姨娘，只是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嘛，说来话长，还要从40年前涿郡的几个大逼斗说起。父亲，何为涿郡的大逼斗？